小崽子，魔功不俗，可惜修为不行。火云真人狞笑，双手掐诀，一团绿色鬼火熊熊燃烧，撞上魔躯。鬼火与天罡魔焰互相消磨，竟是隐隐压制魔焰，将魔角烧穿。后期和中期果然差距极大。叶不凡脸色凝重，他的修为堪比中期巅峰，仅和后期一线之隔，但这一线犹如天堑，难以逾越。当然，最关键的是他的法相和天罡魔焰没有达成。呼！火云真人一口精血喷出，掐诀之下，鬼火暴涨，铺天盖地的涌向叶不凡。显然，这鬼火法术非比寻常。他早就看出天罡魔焰对法宝克制，所以根本不忌法宝。鬼火升腾，所过之处结了一层冰霜，重重砸在绿林中上，后者灵性大损，连带着玉如意的光芒也暗淡了下来，竟是烧穿了防御。仅凭这2个法宝，可挡不住老夫的天幽鬼火。火云真人狂笑，露出戏谑。他不仅得到了冲虚子的法力，连同法术一并得到，且圆满施展。这等实力，完全不是一般后期能够比的。可怕的鬼火不断焚烧，穿过绿林中，玉如意直击魔躯的心脏。嗡嗡，一方手帕飞出，喷出红霞，硬生生将鬼火阻挡，滋啦作响。紧随其后，一块蓝色巨砖犹如盾牌，挡在魔躯前方。不仅如此，叶不凡体表泛起金光，形成强大的防护罩。他又拿出几十张防御符箓贴在身上。火云真人笑容僵硬，有些瞠目结舌。他又打出朱雀法术、妖狐法术，然而都被重重防御挡在魔躯外，颇有种狗咬刺猬，无处下嘴之感。火云真人脸都黑了，额头青筋狂跳。你是属乌龟的吗？他从没见过哪个金丹真人有这么多防护手段。嗡嗡，叶不凡面无表情，祭出一只黑色海螺，喷出大量的黑烟，带着强烈腐蚀性扑向火云真人。火云真人双手掐诀，迅速移动而开。当，刚刚躲开海螺，紫霞漫天，紫金波像是倒扣的碗，直接将火云真人扣在了里面。此紫金波有困杀之效，攻防兼备，很难被破开。你怎么可能完美激发这么多法宝？紫金波中传出火云真人气急败坏的声音。不提法力能不能支撑，催动5、6件法宝，对灵石的要求极高，普通后期都没办法记起这么多法宝。当当，紫金波颤抖，火云真人祭出2口飞刀，不断的撞击紫金波。叶不凡双目眯起，法力涌动，死死压制。与此同时，他大步上前，对着紫金波一顿老拳砸出。音波震荡，让人神魂颤抖。天罡魔焰携带阳煞之气，穿过紫金波，不断焚烧火云真人。啊啊！惨叫响起，火云真人的2口飞刀不断被污染，连同身躯都在燃烧。他虽掌握火之道，但阳煞和魔焰杀伤力极大，饶是他也有些扛不住。不仅如此，他面露痛苦，眉心的虫子都在颤抖，神魂不断被煞气侵袭。张老三，你真的该死！血阳魔火，火云真人在紫金波中咆哮，猛地扯断一条臂膀，鲜血狂飙，化作滔天血色焰火，生生震开紫金波，一冲而出。他站在虚空，面目狰狞，仇恨地盯着叶不凡。啊！他大吼，血色焰火焚烧天地，竟是逼退再次杀来的紫金波与黑色海螺，铺天盖地地涌向叶不凡。手帕、蓝砖不断颤抖，隐隐要被破开防御的架势。这家伙只是掌握合欢宗大长老的法术，就如此难缠。倘若直面那人，我胜算连一成都没有。叶不凡脸色凝重，露出忌惮。金丹大圆满代表的不仅仅是修为，金丹分为2种，一种是大圆满之下的普通金丹，一种是大圆满之上，号称金丹大修。就如剑鹤真人剑道大修，攻伐之力绝强，位列赵国10大金丹之一。这种人不再为境界奋斗后，用几百年的时间修炼法术、法宝，攻击和防御手段堪称登峰造极。叶不凡想斗得过，不仅需要强大修为，还得有各种竞技法术、顶级法宝。死！血火焚烧，连同远处困住玉阳子的魂魄黑雾都在燃烧，成上千万的阴魂惨嚎。火云真人到底是什么怪物？玉阳子看到血色焰火，头皮发麻，不断后退。同时更心惊张老三的强悍，刚踏入金丹就能将火云真人逼到如此地步，太邪门了。底牌用完了吧？现在你可以死了。叶不凡脸色冷漠，祭出一只白森骷髅头。骷髅头一口咬在他的手腕上，悠悠鬼同泛着贪婪与渴望，狂吸他的精血。使劲吸。叶不凡暗自赞赏，在副作用下，精血源源不断，骷髅头由白转红，胀大了好几圈。贪婪与渴望没了，当场吸撑了。似乎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赶紧松开牙口。咯吱咯吱，骷髅头磨着牙，膨胀到房子大小，浑身喷血，闪电般的咬向火云真人。轰！
血色焰火直接被碾压成虚无。他的速度太快了，火云真人根本来不及祭出法宝阻挡，整个人就被骷髅头吞了进去。嘎吱嘎吱，啊啊！骷髅头大肆咀嚼，滚滚魔气如潮水，嘴巴里响起惨嚎声。片刻后，声音戛然而止。死了！玉阳子遍体发寒，望向叶不凡的目光满是恐惧。一个能镇压金丹后期的火云真人，就这么被张老三杀了。那骷髅头的威力绝对是顶级法宝，怕是不弱于天魔教主的本命法宝。是一声轻响，骷髅头的眼窝中一只黑虫子钻了出来，绿油油的小眼睛盯着叶不凡，似乎在记住后者的面孔和气息，随后朝着外面的阵法射去。早就等你了。叶不凡冷笑，黑虫子前方一柄血色大剪刀窜出，咔嚓一声将黑虫剪成2截。虫尸掉落，绿眼睛瞬间暗淡，骷髅头飞回，讨好似的蹭了蹭叶不凡的衣服，黑洞洞的眼眶盯着后者的手腕，似乎对主人的精血意犹未尽。反噬！叶不凡皱眉，顶尖法宝灵性远比普通法宝灵性足得多，这也是很多天魔教长老不愿炼制骷髅法宝的原因。反噬太大，甚至有施主的案例。负面逆转，治疗神魂与肉身，反哺中。叶不凡感觉肉身与神魂受到滋养，精神大振。他低头，眼神露出寒光，震开手腕伤口，精血哗哗流。给我吸，不撑炸你就别停！骷髅头兴奋的颤抖，张开大嘴接住精血。片刻后，打了个饱嗝。叶不凡冷笑，抓住骷髅头，精血像是永无止境，直接往其嘴里灌。骷髅头从贪婪迅速变成了恐惧。他经历过数位主人，那几个抠抠搜搜，连一滴精血都舍不得。这位大方，只是大方的有点过分，嘴角不断流血，可这位主人还是不停。最后，天灵盖差点被精血撑飞，叶不凡这才停手。骷髅头彻底臣服，老实了，似乎害怕主人还往嘴里灌精血，自告奋勇，转头看向玉阳子。张老三，放过我，我愿为奴，为您效劳。玉阳子勃然变色，强挤出笑容，心中后悔怎么没早识破此人的身份，恐怕在宴席上他就上了这张老三的黑名单。去！叶不凡懒得理会，挥挥手，骷髅头顿时兴奋地冲了过去，其速如闪电，拉出道道血影。张老三，别欺人太甚，我来此已经被合欢宗知晓，你杀了我，合欢宗必定追杀你。玉阳子大骇，大声恫吓，奈何叶某人压根不信这鬼话，他只得连忙祭出小乘法宝阻挡。砰！一声闷响，小乘法宝直接被骷髅头撞飞，灵性大失。在顶尖法宝面前，玉阳子这法宝显然不够看。他迅速掐诀，身躯爆出大片的粉色雾气，包裹住他的身躯，朝着阵法撞去。咚！阵法光幕将他阻挡。玉阳子忍不住暗骂，这阵法已经成了困住他的牢笼。此刻，骷髅头越来越大，遮天蔽日，一口向他吞下。张老三，我哪怕是死，也不让你好过！骷髅头嘴巴里传出怨毒的咆哮，而后轰隆一声，像是核弹在骷髅头内部爆炸，冲击波横扫八方，将阵法都撕开了一道大裂缝。一位金丹中期巅峰的自爆，威力之大，就算是后期强者也得被炸死。奈何叶不凡早就拉出100丈距离，冲击波横扫而来，山腹水池瞬间爆开，掀起巨浪，但却被紫金波挡下。紫金之光不停闪烁，化解冲击。半晌，叶不凡收起紫金波，大袖一甩，无尽水雾和烟尘被吹散，露出池中心的景象。广场已然被炸出一道巨大深坑，骷髅头倒在一旁，其上满是裂纹，灵性大减。一个顶级法宝差点被干废。叶不凡皱眉，撒出大片金血将骷髅头覆盖。片刻后，骷髅重新恢复原样，清净了。叶不凡深呼口气，连杀数人，他的法力几乎见底。他收起法相，大手一挥，2道光团从废墟中飞出，收入万魂幡中。还有2个储物袋从骷髅嘴里喷了出来，这是玉阳子和火云真人的储物袋。骷髅头吞掉2人的瞬间，就将储物袋咬了下来，藏在骷髅深处，否则自爆之下，储物袋根本保不住。万魂幡有4道金丹阴魂，威力大增，若是有10万金丹阴魂，就算是元婴也得退避3舍。叶不凡眼底露出期待，开始炼化魂魄。4个储物袋再加上玉玺，此行值了。叶不凡暗自满意，忽然心中一动，想到了那几本功法典籍和玉简，能和玉玺放在一起的内容绝对不简单，或许是天煞真魔功的后续功法。嗖！就在叶不凡放松之际，一道黑影闪电般的击向他的脑袋。还没死！叶不凡警兆大起，从未有过的危机感让他汗毛都竖了起来。祭出法宝已经来不及了，那黑影速度太快。噗！叶不凡眉心血肉被撕开，鲜血四溅，一只虫子使劲往里面钻。那赫然是神游蛊。
倘若被钻进脑子里，叶不凡瞬间就会被子骨控制，从此沦为木偶，任其摆布。不过，叶不凡肉身强大，坚实的头骨略微阻挡了虫子的前进之势。滋滋，滔天魔火喷涌，虫子被焚烧的滋滋惨叫，眨眼成了飞灰。叶不凡摸了摸额头的血洞，鲜血染红了整张脸，他脸色铁青，眼眸浮现怒火，差一点他就完蛋。若不是范圣魔功将他的体魄提升到筑基中期，堪比顶尖法器，现在他已经神游谷鸠占鹊巢。也幸亏神游谷本身没什么威力，之前被剪刀杀死的神游谷只是掩人耳目的替身，这东西灵智太高，早就潜藏了起来，等待机会给我致命一击。第一次距离死亡如此之近，我防御还是不够强。范圣魔功必须修炼到金丹，不，必须修炼到元婴。叶不凡后怕，心脏止不住的狂跳，眼珠血红，面目狰狞。首次对一个生物如此之恨，以后所见到的所有神游谷，我都要将其抓出来，挫骨扬灰。叶不凡发狠，他已经得罪神游谷，不可能善了。给我吞！叶不凡脸色阴沉，手臂洒出大量精血。骷髅头此时已经吃饱了，但见主人比他凶的模样，吓得颤抖，赶紧上前接住精血。片刻后，副作用反哺，疗伤作用让叶不凡眉心血洞迅速修复，片刻后恢复如初。就在神游谷被烧死的瞬间，元国一个金丹中期的家族老祖被一个黑袍人踹飞，大口咳血。太弱了，垃圾！黑袍人肆意狂卷，大声讥讽，浑身魔气滚滚。天魔教的大长老，你过分了！胡老祖擦去嘴角鲜血，咬牙道：就不怕被钟家宋两大世家制裁吗？那就让他们来。元婴之下，谁是我对手？黑袍人狂笑，脚踩虚空，大步离去。胡老祖脸色难看，不敢阻拦。这几日，一个自称天魔教大长老的金丹强者，疯狂地在狼牙仙城四周找金丹中期强者挑战，其中不乏初期、后期。他不杀人，只挑战。而黑袍人急行了100里，忽然身形一顿，火云真人死了。他抬头，脸皮变化，露出合欢宗大长老冲虚子的面容。他眼神冷冽，寒光毕露，眉心皮肤鼓动，隐隐露出一只虫子的轮廓。冲虚子凝眉沉思片刻，双手掐诀，通过神游子骨与子骨之间的联系追踪死亡地点。然而半晌后一无所获。火云真人去追踪玉阳子，探寻所谓的真魔殿。玉阳子没能力杀了他，究竟是谁？他脸色阴晴不定。近日来他诸事不顺，杀红粉姑的没找到，颜如玉没找到，哪怕钟家暗中配合也不行。如此才有了向各大中等势力老祖挑战的事情。在他看来，挑战能试探出谁是红粉姑真凶，而颜如玉没有下落，也必然被人窝藏了。趁挑战之机，也能暗自寻找其踪迹。这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是直接有效的。可一连几天没有收获，真是该死啊！冲虚子心头浮现火气，下定决心再叫合欢宗几个金丹过来。接连死了2个金丹，对合欢宗也是一大损失。他虽强，但又不会分身，寻找颜如玉和真凶已经是极限了。再探寻火云真人的死亡原因，根本没时间。寻找颜如玉第一，狼牙仙城附近千里，金丹中期已经被挑战1个遍了，全都没有下落。既如此，那就挑战金丹初期。冲虚子露出阴寒，转了个方向，朝着云家老祖的道场飞去。1日后，真魔殿内，叶不凡盘膝而坐，缓缓睁开了双目，法力恢复，重归巅峰。他拿出4个储物袋，清点了一下战利品，一件小乘中品法宝，自带重力，算是不错。还有火云真人的中品法宝1块方印，叶不凡自然炼化，将其笑纳了。等他达到金丹后期，单用法宝砸都能砸死好几个金丹。鱼钩、小山、五彩珠法宝都被他毁了，颇为可惜。储物袋中除了功法典籍，还有一些金丹法术，其中2门让他非常感兴趣。偷香窃玉金丹顶级法术，迷幻、速度偷盗于一体，修炼大成，于万花丛中偷掘美女修，如探囊取物。副作用：因迷幻物由自身阳气制造而成，施展后阳气下降，男女欲望降低，其阳根短暂萎靡。玉阳子最开始躲避他的魔拳，最后的遁术就是这门法术，合欢宗最顶级的法术之一。简而言之，就是以鬼魅的身法，瞬间临近女修，爆出一团迷幻药一样的粉色雾气，让这女修陷入迷幻和晕眩，然后将这女修像物品一样直接偷走，所以叫偷香窃玉。厉害！叶不凡啧舌，觉得自己有必要修炼。他绝不是奔着偷人的目的，而是偷储物袋外加迷幻作用。储物袋没了，符箓什么的都用不了，战力必然大减，而且近距离速度惊人，适合近身刺杀。不过
副作用是不是有点离谱？施展后阳根萎靡，这特么不是阳痿吗？叶不凡脸色怪异。负面逆转，施展后阳气上升，男女欲望大涨。叶不凡吸了吸气，没想到此术施展后有壮阳作用，原本的阳痿法术在他这成了壮阳术。最后一门是火云真人的杀手锏，之前接连逼退了他的紫金波、手帕等法宝，威力强悍的一批。当然副作用也够大，火云真人直接撕了一条手臂。血阳魔火顶级金丹法术，以自身血肉为柴，点燃血阳魔火，爆发型法术，威力强绝。副作用以损失自身的血肉为代价，如头颅、手臂、双腿等等化作魔火之柴。负面逆转，无需任何代价，每次施展增强血肉的强度。叶不凡呼吸急促，眼睛瞬间火热。逆转之后居然能增强血肉，也就是说施展此术等于变相的炼体，增进范圣魔功的修炼。值了。血赚。叶不凡深吸口气，将2门秘术郑重收好，打算修炼。法术方面没有爆发类型的，天罡魔焰克制法宝，威力可观，但是持续性的。两者相比就像是洪水和大浪的区别。随后他又拿出真魔殿实物的那几本功法，都是寻常魔功和法术，并非天煞真魔功，后续让他非常失望。不过最后2枚和玉玺放在一块的玉简确实让他精神大振。一枚记载着玉玺的来历，真魔玉玺，南红玉3大势力真魔宗阴神子的身份传承之物，为天煞真魔功修炼者才可执掌。叶不凡拿出玉玺，眉头微皱。之前玉玺没有排斥他，就感觉和天煞真魔功有关系。南红玉3大势力真魔宗势力应该不下于仙堂，有化神天君、阴神子、阳神子，就是真魔宗未来2个接班人之一，这相当于仙堂未来的皇帝。叶不凡摇摇头，这距离有点远。另一枚玉简，叶不凡倒是非常的心动，眼睛火热。其中记载的是法宝炼制法真魔剑，成套的法宝，且适合他的魔功。这偌大修仙界，成套的法器已经非常少见了，就如当初叶不凡从小剑仙手里抢到的15把蓝影剑，加在一起威力远超其他法器，而成套法宝根本没有。不提炼制法，单是2把法宝飞剑的材料都没几个人能聚齐。不仅有炼制法，还有相应的几种组合剑阵，人、地、天3阵，最强大的真魔天阵可困元婴。叶不凡有些激动，金丹和元婴差距太大，越级不可能。元婴的生命层次已经超越人，堪称神一般的存在，修的不是法术，而是神通，超越法术，奇神奇妙，无所不能。如神话传说中的天罡36法、地煞72法都归类于神通。踏入元婴，本身就自带一种天赋神通，那就是瞬移。千里之内，心念所向便是身之所在。单一个瞬移，剑鹤真人那等大圆满的大修，速度冠绝赵国，一个瞬移就能追上，举手投足就能秒杀10个金丹大修。真魔天阵可困元婴，足可见威力有多夸张了。若是炼制成功，这绝对是杀手锏。离开后立即收集材料。叶不凡冷静下来，法宝要求的材料属实苛刻，随后站起身收拾了一下。好在这山腹阵法没有被破坏，出去后让于成在这守着。叶不凡看了看四周，最终目光落在原本处在真魔殿中心的漩涡处，黑漆漆犹如黑洞，不知通往何处。叶不凡迟疑了一下，拿出了指引图和罗盘，其上散发光芒。先探探路，瞧一眼就回来。叶不凡沉思片刻，拿起指引图和罗盘，2道光芒将他环绕，大步走入漩涡中。蓝红玉，一座天山犹如神迹般屹立云端之上，绵延万里，宏伟而又壮阔，其上一道道强大身影来去，更有仙鹤翱翔，大鹏展翅。此为南红玉3大霸主之一真魔宗。天山中一座险峻高峰上，白玉宫殿外2道人影执黑白旗对弈。大龙为雀，你又输了，哈哈哈。其中一个青袍老者落旗，指着对面的7、8岁的红衣童子大笑。红衣童子不满，白嫩小手将棋局扒拉乱。这局不算，再来。你又耍赖，好歹是真魔宗的红衣天君，活了2000多年，要点脸行不？青袍老者吹胡子瞪眼，咋的？不服？老子下棋下不过你，打架还打不过你？红衣童子老气横秋道，撸起袖子抓住青袍老头的脖领子。青袍老者双手一摊，君子动口不动手。呸！就你还君子？你这老不死妄称天仙宗的太上长老，偷看你家元婴女修沐浴，被人家道侣满地方追杀，要不是老子收留你，早被人打死了。红衣童子啐了一口，恶心。换做我，老子就光明正大的看。青袍老者做贼心虚似的看了看四周，
连忙摆手。红衣童子冷哼，正欲摆棋盘，忽的身躯微震，双眸绽放神光，猛地看向远空。魔龙玉玺出现了，他娘的，3000多年才出来，还以为没了。红衣童子一脚踹翻棋盘，一步迈出，瞬间出现在万里之外。真魔宗2大玉玺，一是魔龙，二是魔皇，代表的是崇高的身份。更别说里面蕴含真魔宗的秘辛，宗门上下找了3000多年，看来你真魔宗有人将天煞真魔功修炼成了，否则激活不了那玉玺。话说那人居然没被天劫劈死，真是奇了。青袍老者出现，惊讶道：真魔宗2大正宗宝典，其一范圣12经为炼体圣法，其二天煞真魔功为修行圣典，屹立万载岁月，能将2门功法修炼成的，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只要成功，那就是真魔宗未来掌权人。恭喜了，你真魔宗后继有人。青袍老者眸光微闪，因为玉玺的缺失，真魔宗现在的化神天君越来越少，眼看要没落。魔龙玉玺出现，对其他2大霸主并不是好消息。恭喜个屁，玉玺的气息又没了。红衣童子脸色发绿，咦，又出现了。他一愣，身影急闪，向远方挪移，1步万里，速度堪称恐怖。然而刚走出1步，玉玺气息再度消失，如此反复几个来回，最终彻底消失。究竟是哪个混小子耍老子？红衣童子气急败坏，青袍老者见状不敢上前，生怕这次发飙逮着他一顿痛揍。等了半晌，红衣童子见没什么动静，无可奈何，他小脸铁青，转身1步踏上了真魔天山。所有元婴，给老子滚出来，都出去搜查天煞真魔宫的修炼者。红衣童子一声大喝，声音震得整座天山都在颤抖。好险！元国山腹，叶不凡从漩涡中退出来，擦了擦冷汗。另一边是地下湖，阴冷潮湿，但灵气浓度超越元国和赵国很多。南红玉明显更适合修炼。为了防止另一边有什么危险，他多次持着指引图和罗盘来回传送。果不其然，第5次传送，看到了几只堪比房子大的蚊子从地下湖四周冒了出来。天蚊妖，太古物种，而且是金丹巅峰的蚊妖，巨大的口气比法宝还要尖锐。叶不凡若非反应快，紧急传送回来，就被蚊子的口气刺中了。吸一口，金丹大修来了，也得被吸成干尸。8成是第1代天魔教主在那边养的天蚊妖后裔，用来守护空间节点。叶不凡脸色难看，在无法对付蚊妖之前，断不能再传送了。赵国一时半会儿乱不起来，等实力上来了再探吧。叶不凡无可奈何，在山腹内找了找，最终找到了一杆埋在地底深处的阵旗。这是外面5行阵的控制阵旗，轻轻挥动，阵法打开一道裂缝，叶不凡闪身而出。片刻后，从山脉中向狼牙仙城的方向掠去，约莫行进了1000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道场。主人，绿萝喜滋滋地迎了上来，抱住了叶不凡的臂膀。这2天没发生什么事吧？叶不凡拍了拍绿萝的翘臀，笑眯眯道。绿萝红着脸摇头。昨日有个自称天魔教大长老的黑袍人四处找金丹初期修士挑战，后半夜来到这里挑战，不过之后又急匆匆地走了。天魔教大长老，叶不凡脸色一沉，联想到玉阳子打探的消息，心中已然推测出了缘由，多半是合欢宗的人调查未果，才用了这笨办法搜寻杀死红粉姑的人。他冷笑一声，陷入沉思。他突然想到了火云真人从别人身上借到的法力，这种法力维持时间不长，1天就不错了。难不成那位就是火云真人法力的来源？叶不凡心头发寒，火云只是借用的法力和法术，实力就如此强悍，那位本尊来了，得多强？是个大危险。看来的加入钟家，对钟家客卿，那位也得顾忌1、2。据绿萝所述，那个黑袍人挑战的都是散修或者家族老祖，唯独钟家人安然无恙。叶不凡下了决断，忽然道：于城是上品类灵体吧？见绿萝点头，叶不凡心中有了计划。他需要在元国有个安全合理的身份，守护空间节点，自己成为钟家客卿后，可以助于城突破金丹，让他冒充自己经营这个身份，自己则回天魔教大肆搜刮禁忌法术，提升修为和实力，同时搜索大量3阶4阶符箓制作法，还有炼制12真魔剑的材料，还得尽快回去抓住合欢宗圣子，逼问炉鼎法。现在修为进展太慢了。叶不凡暗叹，只有和天赋绝佳者双修，加上禁忌功法，修为才能大幅度精进。我先闭关几日，那个冒牌天魔教大长老再来，你就说我不在，反正一时半会儿他破不开阵法。叶不凡进入闭关室，开始修炼偷香窃玉和血阳魔火。1日后，2种法术入了门，增幅了一些实力。呼，成为钟家客卿，助于城结丹，
办完后就回赵国。叶不凡轻吐口气，他眼神忽地闪烁，轻笑一声道：严仙子悄然潜入我的道场，莫非是想叶某人了不成？如此不防备，就不怕我把你杀了？闭关室的角落传出风铃般的清脆女声，随后一道白裙女子浮现而出，身段修长，容颜绝美，青丝如瀑，披散在香间，气质清冷如幽兰。她白皙脸颊略显苍白，复杂地看着叶不凡，贝齿轻咬红唇。都说一日夫700日恩，你我都10几日。唰！叶不凡话没说完，一只浑圆玉腿就抽了过来。颜如玉清冷气质荡然无存，脸颊血红，羞愤欲绝，偷香窃玉。叶不凡身躯微晃，闪身贴近颜如玉，同时身体散发一阵雾气。颜如玉一嗅到这雾气，美眸陷入了迷幻。当他再次清醒时，已经在叶不凡怀里。合欢宗的法术，这你都学？颜如玉又羞又怒，想要挣脱，奈何逃亡1个多月，金丹法力几乎耗尽，难以反抗叶不凡2条铁箍似的手臂。有用就行。叶不凡似笑非笑，大手环住颜如玉的柳腰。双修道侣的境界越高越好。颜如玉晋升金丹，且是太阴之体，最合适不过。你想干什么？颜如玉羞怒道，玉手用力挣脱。叶不凡轻笑，松开手，重新坐回蒲团上。他对颜如玉找到自己并不意外，对方体内有他的元阳，而他有对方的元阴，互相感应，掩盖不了，只是能悄然穿过3阶阵法，让人难以察觉，这就有点诡异了。他没听说过有什么宝物能做到这点。你来此是为了躲避那个黑袍人吧？叶不凡问道。他是合欢宗大长老。在真魔殿，岳阳子见到火云真人，直接说出了其法力的来源冲虚子。是他。颜如玉舒口气，捋了捋发丝，随后说出了被追杀的缘由。原来他晋升金丹后追查门下弟子被掳事件，和另一个雪灵宗长老赶往元国钟家，后者答应调查，结果刚离开钟家就被追杀，同门长老直接惨死，而他一路逃亡，想要回到雪灵宗，但来路都被封死，无奈之下只能边在周边逃亡，边找机会通知雪灵宗。我的体质你知道的，对一些男修来说是最佳的炉鼎，我被追杀定是合欢宗老祖授意。颜如玉说到这，美眸定定地看着叶不凡。前日逃亡时感应到了对方的存在，却是没想到对方也在元国，不仅突破了金丹，而且似乎有了新的身份，混得风生水起。对比之下，自己就惨多了。合欢老鬼想拿你当炉鼎？叶不凡脸色阴沉。如果换个人，这种事他不会帮，以他稳重的性格，为此惹一个元婴真君实在不划算。但颜如玉不同，再怎么说，颜如玉也是他第一个有肌肤之亲的女人。他眯着眼道：钟家与合欢宗有联系，这个是意料之外。不过钟家不可能与合欢宗一伙的，顶多有利益往来。大势力之间多是互相利用，就如正魔2个大仇家联手抵御妖族。颜如玉点头，轻声道：我在你这躲几天，恢复法力和伤势后立即走，不给你惹麻烦。麻烦已经来了，冲虚子追踪未果，定会掉头回来搜查的。叶不凡摇摇头。颜如玉轻咬红唇，他也知道冲虚子强大，刚刚突破的叶不凡碰上也只有被虐杀的份儿，若非走投无路，他也不会见这个男人。不过谁让你跟我有10几天鱼水之欢呢？没办法，只能帮你了。叶不凡轻叹，耳畔风声乍起，颜如玉的小拳头捶了过来，绝美的脸蛋血红一片，显然对这几个字很是敏感。啪！叶不凡闪电般的出手，粉雾漫漫，颜如玉顿时再次陷入了迷幻中。颜如玉清醒过来，惊慌道：你别乱来，既然与我有了夫妻之实，和别人做道侣的念头还是别想了。叶不凡道，挥手从储物袋拿出一方玉床，3日后，颜如玉疲倦的睡去。叶不凡依旧精神奕奕。果然啊，2日修行堪比苦修1年的总和，这速度当真是变态。叶不凡抱着颜如玉的娇躯，临时内视之下，赫然发现体内金丹壮大了不少，比和绿萝双修效果强了几10倍。阴阳合欢经，对方天赋越好，效果越佳，最关键的是颜如玉是太阴之体，最佳的双修道侣。叶不凡心中惊喜，按照这种速度，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突破金丹2重，甚至3重，金丹中期。如果再有合欢宗正宗的炉鼎法，速度会更快，金丹大圆满也用不了太久。叶不凡越琢磨越是喜悦，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看着怀中绝美的家人，无可奈何。颜如玉不是绿萝，其身份神秘，不会依赖任何人，独立性极强，想一直双修根本不可能。先解决了合欢宗大长老，叶不凡想了想，温柔地将颜如玉放在玉床上，自己则是走出闭关室。冲虚子他不会放过，
早晚得杀。不过眼下很难做到这点，摆脱对方的方法有很多种。既然钟家想邀请他当客卿长老，那就答应好了。有钟家背书，冲虚子想对他下手，就要有所顾忌，到时候藏下颜如玉不难。等他离去后，原本睡去的颜如玉长长的睫毛轻颤，缓缓睁开了美眸。他望着空荡荡的闭关室，怔怔出神。片刻后，美眸中浮现一丝挣扎，时而眸泛无情和威严，时而露出迷茫，体内像是有两股意识在交锋。红月城，钟家腹地，钟青红带着叶不凡进入了钟家，所过之处，不少钟家修士尽数恭敬的行礼，随后好奇地看着被长老引入的陌生修士。王道友，面见家主之后，就正式成为我钟家的客卿了。钟青红笑道，对于王武的加入非常高兴，毕竟替家族招揽到一个天赋不低的金丹，他也能获得不少好处。叶不凡微笑颔首，一路行进，心中不免惊讶。不得不说，这钟家当真是鼎盛，大部分族人都是筑基，少说也有上千。他推测其族人恐怕得有大几十万。进入一间大厅后，两旁坐着10几个金丹真人，叶不凡眼皮一跳，但很快恢复如常。首位的则是一个儒雅中年，钟家家主钟无道。早就听闻王道有大名，如今一见果然年少。钟家主微笑道。旁边那10几个金丹真人显然也都是钟家宿老，以审视的目光打量叶不凡，其中不乏灵石、法术方面的试探。见过钟家主，叶不凡拱手，心中则是凛然。这位钟家家主修为如渊，极度深厚，带给他的危险感很强。王道友不用见外，以后都是自家人了，坐吧。钟家主笑容和煦，示意道。叶不凡颔首，找个位置坐下。王道友，我钟家条件知道了吧？每年20万灵石、灵药、阵法等7折优惠，若有贡献，亦可购买4阶阵法，也可选定任意钟家筑基女修做侍妾，一些天之娇女可做道侣。钟家主笑道。话落，大厅中一顿骚动，不少钟家的金丹脸色都变了。今日他们知道钟青红会邀请一位年轻金丹当做客卿长老，只是没想到条件如此丰厚，尤其是4阶阵法和任意筑基女修做侍妾道侣。家主，其中一个金丹真人正欲说话，却被钟家主摆手打断，吩咐道：青红，将月儿叫进来。钟青红拱手退下，随后在众多宿老愕然的目光中，一道长相秀丽的蓝裙少女走入，明眸皓齿，冰肌玉骨，气质如孔雀，自然而然散发出一股清傲的气质。叶不凡露出异色，此女容貌不下在狼牙仙城见过的那5个，反而更胜一筹。资质是极品灵根，修为上更是半只脚踏进金丹。家主唤月儿何事？蓝裙少女行了一礼，柳眉轻皱。这是我钟家第一娇女钟兰月，钟家大长老之女，年仅24，筑基大圆满，未来结丹不会下4转金丹。钟家主笑眯眯地看向叶不凡，道：此女嫁给王道友，做道友的道侣如何？话音落下，4座皆惊。钟兰月更是脸色微变，看向叶不凡的目光顿时不善了。家主，这是何意？坐在第2把交椅的钟家大长老脸色僵硬，猛地起身。钟家历史从未有过将本族的天之娇女外嫁的例子，只有尹天才入赘。元国其他7大世家的公子哥追求女儿许久，甚至这几年接连派人提亲，想要迎娶女儿，但都被拒绝。如今仅仅是一个客卿长老，居然要把他女儿娶走。家主，不可，本族娇女从不外嫁，更何况是资质潜力最好的蓝月。其他长老也是变色，立即阻止。开玩笑，被寄予全族厚望，全力培养的一朵最绚烂的金花，拱手送人，他们怎么可能答应？我不嫁。钟兰月叫道，第一个不愿意。虽说王姓客卿长相秀气，但气质普通，也没见多天才，和他憧憬的白马王子显然扯不上边。王道友，意下如何？若是同意，我可送你一座3阶灵脉的洞府。钟家主笑呵呵地看向叶不凡，对于族人的阻挠毫不在意。叶不凡看了看家人，又看了看钟家主，脸皮抽搐，有种想要跑路的冲动。他只是来当客卿，走个过场而已，完全没想到钟家主送这么大礼，就像找份普通职员的工作，结果人家不仅录取，还把老总的女儿送上门，附带一栋价值1000万的别墅。怎么听？怎么不对劲？这，容我想想。叶不凡扯了扯嘴角，佯装受宠若惊道：不急，蓝月，今日后多和王道友走动，增进一下感情。钟家主颔首，一脸和善。家主，我不嫁。钟兰月气得直跺脚，急得眼圈都红了，看向叶不凡的目光充满了愤怒和厌烦。他想不明白，家族决定，容不得你放肆，不嫁也得嫁。钟家主露出威严，冷冷瞥了钟兰月一眼，
叶不凡真妈了，心中升起10万分的警惕。这迫不及待送自己到旅的样子，实在有些诡异。他都怀疑是不是喜当爹的戏码。可钟兰月眉宇未散，很明显是处子之身。王道友，这是钟家客卿的令牌，若是遇到威胁，可请附近钟家的金丹长老支援。如果遇到其他7大世家，也可亮出此令牌，相信他们会卖给我钟家一些薄面。钟家主热情地递给叶不凡一枚令牌，拍了拍肩膀。叶不凡接过令牌，神情恍惚，有种在前世看到电线杆子上重金球子的广告既视感，且人家是真重金球子。多谢钟家主。叶不凡拱手与钟家主闲谈片刻，而后告辞离去。走出红月城，他转头看着偌大的家族，眉头紧皱。事出反常必有妖，叶不凡没想到钟家主来这么一手，完全违背常理。他低头思索，实在找不到原因。罢了，反正不吃亏。叶不凡摇摇头，拿着令牌迅速赶往自己的山谷道场。有此令牌，能对合欢宗冲虚子造成威慑。钟家大厅中一片闹哄哄。家主，他只是一个客卿，条件就不说了，蓝月就算外嫁，也得是大宗门、大家族的少主才有资格迎娶。嫁给一个外来客卿，半点好处没有，还得搭上咱们未来的金丹真人。此事我不同意。众多金丹提出质疑，尤其是钟家大长老，自己女儿被送了出去，脸都黑了。而钟兰月自不必多说，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说不出的委屈和愤怒。这是老祖的主意，有问题去请教老祖。钟家主冷喝，威压猛地一压，大厅瞬间安静。老祖，不是闭关几10年了吗？众人发愣。好了，此事已决，散了吧。钟家主挥手，脸色冷了下来。他又嘱咐钟兰月，以后和王克清多走动，交流感情，这是命令，容不得你反抗。冷哼一声，转身离去。片刻后，他来到一片幽静的竹林中。竹林深处一座竹屋屹立，竹屋前则是一片池塘。此刻一个满头白发、身披蓑衣的老翁端坐在池塘旁垂钓，眼睛浑浊，如同蒙上了一层灰尘。此人正是钟家那位活了800多年的老祖碧水真君。老祖，事情已经交代下去了。钟家主上前恭敬道。他顿了顿，试探性地问道，不知老祖此举是何用意？老翁钓鱼，眼皮一抬一合，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没有任何回应。钟家主苦笑，躬身退下。半晌，老翁精神一振，抬起鱼竿。当时一条鲤鱼咬着钩子浮出水面。天劫劈不死的人可不多。老翁抓住鲤鱼，咕哝了2句，叶不凡回到山谷道场。颜如玉正站在一片小湖旁，一袭白裙如雪，气质飘渺如仙，令山谷内的景色都为之黯然。远处，绿萝坐在小石凳上，满是警惕。另一边，于成低着头，满脸冷汗。他刚回来，就见到这位赵国第一美人立在那里，上前质问，结果差点被一剑砍死。绿萝师妹，这位可是正道第一娇女，18岁的金丹啊，不知道怎么穿过阵法进来的，但来者不善啊。如今主人一身千年灵药，对金丹真人吸引力太大，这位8成是抢灵药的。于成擦了擦冷汗，低声道，论天赋，别说赵国，就算是蜀汴元国、火云国等等列国，没人比得上雪灵宗的严仙子。追求者更是无数，万寿谷的元婴真君都想要将其掳走，和欢宗老祖更是觊觎已久。等主人回来。绿萝轻抿唇瓣，默然不语。他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药方收集完毕了。叶不凡从阵法外走入，看向于成。前有和欢宗冲虚子，后面钟家又来这么一手，他心中不安，只想赶紧变强。收集完毕了，几株千年灵药都已经售出，中途有人跟踪，好在有惊无险，被我甩掉。于成一喜，赶忙上前恭敬地递上储物袋。叶不凡接过打开一看，露出赞赏。不得不说，于成办事靠谱，换做其他修士，但凡露出一株千年灵药，都未必能活着回来。而其中的药材足够他将范圣魔功修炼到筑基大圆满，肉身成金丹。这是奖励，去结丹吧。叶不凡弹指一枚凝金丹扔向于成，他顿了顿，玉阳子已经死了。于成露出狂喜，赶忙接过，听到后半句，身躯一震，沉默片刻，双膝跪地。我代兄长，谢过主人。此刻他才流露出真正的忠心。叶不凡颔首，恩威并施，才能掌握人心。主人，这颜如玉。于成郑重收起丹药，转头看向颜如玉，露出寒光。哥哥，你主人都舍不得杀我，你这当奴才的也想动手？白裙飘飘，颜如玉闪身而来，顿时香风扑面，一双美眸望着叶不凡，笑盈盈道。他吐气如兰。对吗，叶郎？于成一呆，看了看张老三，又看了看颜如玉，露出活见鬼的表情。听这意思，
赵国第一美女被拿下了，还是被魔道拿下的？不过这称呼……于成猛然想起了什么，汗毛倒竖，看向叶不凡的目光更加敬畏了，隐隐带着一丝狂热。整个赵国都知道张老三是假名，但没人知道真身是谁。而天魔教姓叶的且出名的只有一个，天魔老族首徒叶不凡。绿萝更是警惕，赶忙护在叶不凡身前。唰！叶不凡眯着眼，猛地伸出手掐住颜如玉的白皙的脖颈，面色铁青。距离这么近，你想杀我？你是谁？真是聪明啊！拿开你的脏手！颜如玉眼神温柔褪去，冷漠无情，气质更是大变，仿佛高高在上的九天玄女，从内而外的散发出一种高贵与优雅，犹如一代女皇。她娇躯微晃，以一种诡异的身法挣脱叶不凡的大手。砰！颜如玉葱指掐诀，轻吐出一口青烟，烟雾缭绕，形成一柄剑的模样，闪电般的刺向叶不凡的心脏。下手狠辣，毫不留情。这是什么法术？叶不凡眼皮一跳，如芒在背，有种极致的危险感。他连忙祭出手帕与紫金波，砰的一声将烟雾剑挡下，而手帕法宝赫然被洞穿一个小洞，这让叶不凡心惊肉跳，仅仅一道法术就破开法宝防御。要知道对方只是金丹初期，他法力质量比对方强大得多。小家伙，跟我斗，你还不够格？夺我元婴，你得死！颜如玉绝美面容冰冷而又无情，玉手轻震，几十道烟雾剑形成，每一道都足以镇杀金丹初期强者。果然，能让师尊算计的哪有什么善茬？叶不凡胆寒，一个念头升起。颜如玉的魂魄与肉身完美契合，并非夺舍，而眼前这样子只有一个解释：转世。传说有无上人物触及大道规则，能利用轮回转世重生。他脸色阴沉，露出杀机。转世后，前世意识会完全取代现世，可以说现世的颜如玉已经死了。正欲祭出骷髅头，忽然眼神一缩，原本颜如玉冰冷的眸子浮现一丝挣扎，连带着施法都为之停滞。被师尊算计之下，颜如玉的转世意识和现实意识起了冲突，没有完美取代。叶不凡眼神眯起，骷髅头收起，身影急闪，偷香窃玉，大手瞬间搂住颜如玉的纤细腰肢，吹出一口粉色雾气。颜如玉神情出现短暂的迷幻，我暂时闭关，任何人不得打扰。叶不凡闪身进入闭关室，砰的一声将大门关上，恐怖法力涌入颜如玉体内，不断压制其金丹。小贝，起开！颜如玉清醒过来，瞪大了美眸，又羞又怒。前世冰清玉洁无数年，哪被人这么搂抱过？他运转法力，但惊骇地发现体内法力被压制和束缚，难以动弹。小贝，我不杀你，让开！他深吸口气，冷冷道：任你前世法力无边，现在也只是金丹初期，你能发挥什么实力？叶不凡冷笑，轻轻一震，颜如玉衣裙寸寸爆碎。你想做什么？住手！颜如玉瞪大美眸，羞愤得几乎喷火，整个躯体都红透了。尝尝无上大能是什么滋味？叶不凡露出讥讽，将颜如玉白璧般的躯体扔在床榻上。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现世的颜如玉意识被吞没，自然要做些什么，让前世意识乱掉，同时刺激现世颜如玉的意识反抗，占据主导。虽然有点难，毕竟现世颜如玉的意识只有17、18岁。颜如玉破防了，羞怒欲绝，使劲捶打叶不凡，奈何法力被禁锢，再加上后者体魄惊人，根本无法挣脱一天一夜。翌日清晨，前世意识不甘褪去，颜如玉在迷蒙中重新恢复了清明。秋眸含泪，脑袋埋进胸膛，似乎在他怀里才能找到一丝安全感。那个意识无法面对，直接装死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出来。叶不凡心知肚明，温柔地擦了擦颜如玉眼角的泪水。我想办法把他抹杀。叶不凡轻声道，觉得有必要请教萝莉师尊。他和别的修仙者不同，作为地球人，在他眼里，前世是前世，已经消亡，今生是今生，两道意识，两种人生，截然不同的两个人。颜如玉摇了摇头，美眸浮现坚韧，道：前世是我，今世也是我，我想靠我自己。叶不凡无言，温存片刻，他离开闭关室。主人，绿萝搂住叶不凡的臂膀，显然在外守着。他在后者身上嗅了嗅，小嘴顿时一扁，我见犹怜。远处，于成眼中满是钦佩，心说张老三不愧是张老三，小剑仙那群天之骄子不知道追求颜如玉多久，而今却被这位强势拿下。你找个地方闭关突破金丹。叶不凡吩咐下去。于成被一路追杀，比自己还要了解袁国的地理环境，能找到合适的闭关地。是。于成恭敬退下，忽地转身提醒道：这2天高丽
高俅传来消息，那位黑袍人在往这个方向搜索严仙子的下落，有几个家族老祖都被打成了重伤，用不了多久就会到这。山谷内外有幻阵、防御阵2大3阶阵法，但挡不住金丹大修。我知道了。叶不凡挥手让其退下结丹，脸色阴晴不定，最后拿出钟家客卿的令牌，打出一道法诀。给你添麻烦了。颜如玉衣着如新的走出，轻声道。说完，美眸瞟了绿萝一眼，后者则是呆呆地看着颜如玉绝美的容颜，轻咬嘴唇。此人是个麻烦，我回去后请宗门长老出手。颜如玉见叶不凡紧皱眉头，以为担心他的安危，宽慰道：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叶不凡转头看向他那张白皙的脸蛋儿，小声提议：要不你辅修下合欢经，助我突破2重。自修炼此经后已经过去1个多月，加上他天天吞服千年灵药、天煞真魔功的副作用，修为已然攀至金丹1重巅峰。这速度够快了。颜如玉脸颊绯红，啐了一口，直摇头。可惜了，如果有2重修为，再买些阵法，就算打不过冲虚子也能逃。叶不凡叹了口气，他的实力本就超越境界太多，提升一个小境界很难对实力有大的增幅。心中忽然一动，眼神灼灼地看向颜如玉，传音道：可有什么功法、丹方能快速提升修为？金丹功法和丹方在赵国很少，有也被大势力垄断不过颜如玉来历神秘，他前世意识苏醒，一部分记忆也会觉醒。颜如玉闻言直接拒绝：不行，那些功法丹药太损根基，而且在遗迹我神魂被某种药物压制，关于前世的记忆很少。本来对方的灵根就不行，再练那些拔苗助长的功法，此生只怕止步金丹初期了。叶不凡眼睛微亮，磨了半天，颜如玉依旧不松口。他咬了咬牙，直接将其拉进小黑屋。颜如玉面红耳赤，慌乱之下只得松口。功法方面都太残缺，丹药倒是有，不过副作用太大，要求的材料也珍贵。颜如玉写下一张丹方，末了出气似的踩了叶不凡一脚。此时此刻，他才有小女孩般的作态，可人至极。叶不凡体魄强健，无所谓的耸耸肩。丹方名为混元魔丹。叶不凡本来只是试一试的心态，毕竟丹方需求的药材五花八门，8成极不全。不过看清此丹方后，却是大喜。3阶混元魔丹，快速提升修为，无需特定药材，但需聚集金、木、水、火、土5行的千年年份药材，炼制混元一炉。副作用：提升的修为不稳，5行混杂，极容易让金丹驳杂，品质降低。负面逆转：提升的修为稳固，极易让金丹提纯，品质升高。叶不凡眼睛火热，好啊，副作用好啊。对别人来说，此丹不可能炼制成功，单千年药材就不可能聚集，但叶不凡最不缺的就是千年药材。上千株凑齐几10份丹方，没什么问题。好，我这就炼丹。叶不凡兴冲冲地进入闭关室，开炉炼丹。等他离去，绿萝咬着唇道：这种影响根基丹药为什么给主人？这种丹药是3阶中最难炼的，他又炼制不成，只是打消他的快速增长修为的幻想而已。我被修行当稳扎稳打，就算是魔修也不可急切。颜如玉捋了捋发丝，眼眸闪过一丝狡黠。就算是3阶炼丹师，也不可能将此丹炼制成品。万一成了呢？绿萝歪着脑袋，不料颜如玉瞥了他一眼，道：不可能。就算出现奇迹，侥幸炼制几颗出来，影响了根基，未来找到天地奇物，也能重新洗炼根基，到时候我去找就是了。颜如玉考虑得很周全，他不会让丹药给叶不凡造成任何影响。绿萝呆愣片刻，没来由一种挫败感。修为比不过，容貌比不过，就连心思也比不过。主人有你这个道侣，挺好。绿萝小声道：道侣？我可没这打算。颜如玉冷哼，旋即又沉默了。他看向闭关室，心眸流露复杂，怅然轻叹。一记后，他不知如何面对此人，打算老死不相往来。但无形间仿佛有一双大手将2人命运之线纠缠在一起。闭关室内，混元魔丹加上双修法，2个月内突破中期都有可能。叶不凡激动，深吸口气，拿出大量的千年灵药。3阶丹药不好炼，整个赵国3阶炼丹师屈指可数。起初叶不凡失败了数次，损失几10株灵药，心疼的几乎要滴血。好在叶某人有炼丹的经验，当然是炼制废丹的经验。如果废丹有品级，那叶某人就是2阶顶级废丹师。半日后，9×9杂质，极品毒丹。闭关室，一股魔火升腾而起，炼丹炉陡然炸开。叶不凡眼疾手快，左手掏，从一堆炉内掏出一颗黑乎乎的丹药，因而拳头大小，几乎裂开。他凝视丹药，露出狂喜。果然，
我是天才。叶不凡赞叹。9×9杂志的极品毒丹，3阶炼丹大师也不好掌控火候，一不小心就成品了。混元魔丹，快速增进修为，副作用提升的修为不稳，易造成金丹驳杂，金丹品质降低。负面逆转，提升的修为稳固，极易让金丹提纯，品质升高。叶不凡一口吞下，在天煞真魔功运转下，磅礴药力微微将叶不凡身体撑大了一圈。此刻强大体魄的好处体现了出来，经脉完全无惧药力冲击，滚滚魔道法力迅速将药力炼化，融入金丹中。金丹迅速壮大，法力开始驳杂，9转金丹的品质隐隐下降，但在系统逆转下，法力迅速提纯，比正常苦修还要稳固。9转金丹品质到头了，无法提升。叶不凡暗道。2个时辰后，丹药被炼化殆尽，距离金丹2重只差一丝。他再度开始炼丹，这次不如第一次幸运，但废丹杂质也达到了9×8，且出品2颗。到了傍晚时分，一股强大法力波动散发而出，叶不凡体内金丹骤然扩大一圈，法力质量提升不少，更加浑厚了。金丹2重，叶不凡长啸。按照正常双修，吞服灵药，突破2重的1-2个月，3颗丹药下肚，无限缩短了时间。闭关室外，正坐在湖畔恢复伤势的颜如玉有所感应，睁开了眸子。金丹2重，颜如玉瞪大了美眸，难以置信。炼制成功了？这怎么可能？这丹药难炼程度，一些3阶炼丹师也不可能这么快炼制成功。他看向远处的绿萝，黛眉微蹙。你家主人是炼丹师？3阶。主人确实喜欢炼丹，但我也不知道他是几阶。绿萝一脸呆萌，他还记得大半年前主人还是初次炼丹时，老是炸丹，吵得他无法修炼。如果是3阶，他丹道天赋到底有多高？颜如玉不敢想，叶不凡不到1年从炼气到金丹，修炼速度已经够夸张了。炼丹之道压根没怎么接触过，这就3阶了。接下来的几天，叶不凡白天炼丹、吞丹，抽空泡药浴修炼泛圣魔功，晚上则是和颜如玉双修，利用阴阳合欢经提升修为。堪称时间管理大师，在硬丹药和软双修组合下，修行张弛有度。叶不凡的修为提升速度堪称恐怖。颜如玉一开始不愿意，虽说有前世记忆残片，但本身毕竟年纪太小，精力太少，软磨硬泡几次就成功了，理由很充分。强烈的刺激会助其压制前世的意识。如此这般，过去了半个月时间，叶不凡距离金丹中期越来越近。泛圣魔功铸就的体魄，在药浴下也达到了筑基后期，而颜如玉的修为进度也很迅猛，看得叶不凡都羡慕了。他是靠着天煞真魔功、阴阳合欢经的2门功法副作用，外加丹药，再加上对方的太阴之体，他的速度才这么快。颜如玉则是普通的双修，叶不凡目测用不了2个月，他就能突破2重。妖孽啊！17、18岁突破金丹，果然都是妖孽。叶不凡搂着美人，感叹不已。得亏是自己媳妇儿，要是敌人，他睡觉都得睁只眼。不知道师尊是什么体质，金分体质。叶不凡心里琢磨，至今他都看不透那个善恶两身的萝莉。他猜测8成也是转世身，不同于颜如玉，前世意识刚苏醒，各种手段都没有。师尊怕是很早就苏醒了，掌握前世的一堆逆天手段，就算对方只是金丹初期，他都没有把握战胜对方。这师尊已经分出了2个身体，善与恶，还有一个身体，也不知道修炼的什么功法，精神越来越分裂了。就在叶不凡百忙之际，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打破了美好的氛围，整个山谷震动，阵法之光犹如水波一般荡漾。在夏天魔教大长老来此讨教王道友的修为，声音如雷，充满了霸道与狂傲。他来了。颜如玉眸中闪过忌惮，看了看叶不凡，知道。叶不凡干咳一声，从床榻上下来，脸色阴沉至极。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让他愤怒。自己修炼的好好的，那老东西这般打扰。你在这待着。叶不凡颜如玉身上加持了一道瞒天术，向外走去。如果阵法挡不住，咱们就逃。颜如玉美眸浮现担忧，小声道。他被合欢宗大长老一路追杀，深知此人的可怕，完全不是普通金丹大圆满可以比拟的。叶不凡摇摇头，宽慰了2句，走出闭关室。主人，如果挡不住，你们就先跑吧，不用带着我，奴婢只会是主人的累赘。绿萝低头看着脚尖，轻声道。还不到时候。叶不凡捏了捏绿萝的脸蛋，随后打出一道法诀，将最外围的幻阵撤去。幻阵根本挡不住金丹大修，露出站在山谷上空的一道黑袍身影。强大的威压如同泰山，压得青莲玄天阵嘎吱作响，一种极致危险感袭上心头。
不知阁下什么意思？叶不凡长喝，眼底掠过一道寒光。隔着阵法，他都感觉到了棘手。不过，他有30%把握将其镇杀了迄今为止。他从遗迹中得到的镇妖塔没有动用过，主要是法力不够妖塔吸的，这是原因才能完全激发的至宝。什么意思？本座看你不顺眼，你有问题。黑袍身影狂傲大笑，声震云霄。滚出来打一架，单凭你这阵法可护不住你。在山谷远方，几道身影屹立虚空，都是金丹真人。不过他们一个个气息萎靡，鼻青脸肿，显然都被揍了。看向黑袍人的目光满是痛恨，同时还有畏惧。要不要和王武道友联手，将此人逼退，再让他挑战下去？我们这几个都要被痛揍一遍。其中2个没有伤势的老者脸色难看，建议道：足足1个月，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金丹大修发了疯似的，四处挑战。虽不杀人，但被痛揍之下，他们这些金丹老祖的脸面算是丢尽了。联手，10几个金丹都不会是他的对手。不知此人许了钟家什么好处，后者压根不管。一个中年男子苦笑，他和对方交过手，深知此人的恐怖。金丹大修的战斗经验、速度、力量、反应能力、法术、法宝都已然登峰造极。钟家，他巴不得我们被痛揍，如此利用此人的威慑，将我们收入麾下，到时候再象征性的讨伐此人。另外一个老者冷笑，此人如此挑战，明显是在找什么人，找到了，自然就太平了。为首的一个金丹中期老者眼神悠悠，看向山谷阵法内的年轻身影，就看这金丹大修找的人是不是在王道友的洞府里面了。滚出来！一声大喝，黑袍人露出一双锋利眸子，俯首叶不凡。后者面无表情，竟是就地盘膝而坐，神情懒散。好好，你是第一个敢无视本座的人，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依仗。黑袍人见状一怔，怒极反笑，全身修为涌动，搅动天地风云。他伸出大手往下虚按，噗！一簇绿色鬼火浮现，燃烧了半边天空，狠狠压向阵法。整个山谷霎时被冰封，诡异的鬼火不断焚烧。阵法中一朵朵莲花被激发，试图阻挡，但只坚持了呼吸的功夫，就被鬼火冰冻，烧成了虚无。天幽鬼火，这邪功都被练成了。山谷外，那为首的金丹中期老者震动，露出忌惮，身边几人更是冷汗直流。这鬼火奇特，明明属寒，但却能焚烧万物。数百年前有金丹大修炼成此术，结果冻毙了一位同阶强者。得亏黑袍人和他们一战时没动用，否则他们现在已经死了。不是说王道友已经成了钟家客卿吗？钟家这都不管。黑袍人对此心知肚明，很明显想在钟家人赶来前，以雷霆之势破开阵法，否则不会动用这大威力的天幽鬼火。阵法坚持不了20个呼吸，此人应该不会杀王道友，不过将其重伤打个半死是免不了。自称天魔教大长老的狠人，看似狂傲鲁莽，实则心机深沉。真杀人，那就是和钟家不死不休。咔嚓咔嚓，阵法动荡，布满了裂纹，足够挡住金丹大圆满1时半刻的莲花阵，在黑袍人面前脆弱至极。下方绿萝略显慌乱，主人，阵法要破了。叶不凡依旧纹丝不动，眼神盯着无尽鬼火，露出寒光。这法术在真魔殿时火云真人施展过，不过冲虚子的鬼火威力比火云真人强大太多倍了。轰！阵法彻底炸开，四方插在各处的阵旗为之断裂。到了现在还如此镇定，你比前面那些个废物强多了。黑袍人大步走向叶不凡，身后汪洋般的鬼火紧随，形成强极的气势压迫而来。明知我是钟家客卿，还敢破阵，真不怕他们找你算账？叶不凡平静道：嘿嘿，钟家客卿又不是没动过，只要给钟家一些补偿，也就不了了之了，最多装模作样的追杀2天。黑袍人冷笑讥讽道：一个客卿真拿自己是钟家人了。他落在叶不凡面前，灵识如风暴，疯狂搜索整片山谷，里里外外都被搜索了一个遍。没有。黑袍人低语，心情恶劣至极。追踪颜如玉将近2个月，此女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至今没找到踪迹。我还是不信。小子，你将那个女人藏哪儿了？黑袍人眼中闪过厉色，鬼火裹挟着大手猛地抓向叶不凡的头颅。轰！叶不凡眼神一缩，祭出绿灵钟挡在身前。一股寒冷席卷，大力阵的绿灵钟隐隐开裂，最终彻底爆碎。恐怖的鬼火冲击让他的法力和身躯受损，嘴角一血。一件低阶法宝扛不住一记法术，怕是只有高级法宝才能硬抗此人法术了。叶不凡心中震撼，一次试探基本上摸清了差距。鬼火的寒气不停地往骨头缝里钻，法力都为之凝滞。他脸色难看，抓着绿萝身影豹退出100丈。咦，
筑基大圆满的肉身，有点意思。法武双修的人可不多见。黑袍人诧异，饶有兴致。区区金丹初期，鬼火的寒气下，移动法力都会受到阻碍，难以脱身。很明显，此人兼修了体魄，对寒气有极强的抵御能力。不过，仅凭此，你还不无法反抗本座。说，那个女人在哪儿？黑袍人冷哼，身躯犹如鬼魅，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叶不凡，手掌上一簇鬼火升腾，令周围温度骤降。叶不凡眯着眼，一动不动。砰！忽的一道碧青短刃飞来，携带一片绿色长河，重击在黑袍人手掌之上。一水一火不断消磨，最终各自溃散。阁下一个金丹大修，欺负刚刚结丹没多久的同道，是不是太过分了？远方飞来一对妇女为首的是个中年男人，钟家大长老，旁边则是叶不凡在钟家见过的第一娇女钟兰月。原来是钟家的龟鹤真人。黑袍人一顿，似没料到钟家来得这么快。阁下是哪位？龟鹤真人降落在叶不凡身前，收起短刃。虽说看后者不顺眼，但毕竟是钟家客卿，哪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人欺辱？况且此次来还有事与王客卿相商。天魔教大长老，我来只是找一个人。找到了吗？龟鹤真人心知肚明，不耐烦道：没有。黑袍人声音嘶哑，露出一双冷悠悠的眼睛盯着叶不凡。他总觉得此人不对劲，和之前被他揍过的金丹初期不太一样，但临时搜索过后并没有察觉到颜如玉的气息。没有就滚！龟鹤真人冷喝。黑袍人沉默，过了片刻，冷哼一声，转身化作一道黑光，消失无影。叶不凡看着他的背影，眸底掠过一丝杀机。短暂交手，他未出全力，表现的只是普通金丹初期的实力，但这冲虚子人老成精，已经有所察觉，对他起了疑心。对方不死，叶某人心中难安。远方观战的几个金丹真人见状，都是松了口气。钟家出面，此人起码会消停一阵。这王道友运气是真好啊，免了一顿殴打。按照正常情况，钟家派人得1个钟头。其中的中年修士感叹，有些羡慕。背靠大势力就是不一样，有人护着，不像他们挨了一顿揍也只能咽下这口气。既然羡慕，你就去投靠钟家。为首的老者冷笑。投靠大势力的好处多，但他们都是一方老祖，代表的是家族，投靠过去，若干年后家族估计就会改姓钟了。这和赵国的宗门不同，就算被吞并了，家族还是家族。山谷内，叶不凡拱拱手，多谢龟鹤道友。道友这个称呼好啊。龟鹤真人一愣，露出笑容，叫道友总比叫老丈人强。这次来也是无奈，家主3番5次让女儿到这来，和王五增进感情，高压之下，女儿不得从命。他担心自家这颗好白菜被王五这头猪拱了，这才跟来。呵呵，不请我去里面坐坐？龟鹤真人眼珠一转，笑道：这边请。叶不凡微笑示意。大阵虽被破坏，但石质阁楼和大院还在。他在前引路，将父女2人请到了会客室。叶不凡端坐首位，轻笑道：小罗沏一壶灵茶。绿萝乖乖地进入侧室，侍妾相伴，居住幽静别致。王前辈倒是生活滋润。钟兰月气质如孔雀，灵眸流转，声如清泉，言语带刺。龟鹤真人皱眉，瞪了女儿一眼，不得放肆。钟兰月嘴唇一撅，呵呵，钟姑娘真性情，难能可贵，道友不必苛责。叶不凡淡笑，摆了摆手。此女天赋绝佳，在钟家如掌上明珠，众星捧月之下，养成了大小姐的脾气，很正常。她也不会跟小女孩一般见识，更何况其父刚给她解了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龟鹤真人眼皮一跳，心说这姓王的该不会就喜欢他女儿这小公主脾气吧？恰在此时，绿萝沏好了茶，龟鹤真人赶紧端茶饮了一口，压压惊。这次来是想请道友给家主说说情，我女儿欲要冲击金丹，不宜被男女之情分心，想在近期闭关。你看，龟鹤真人试探道。他多次询问钟青红，打探这人的根脚，奈何后者遮遮掩掩，从不透露。对于此人天赋来历，除了家主等几个少数人了解，他是一概不知。不过在他看来，天赋再好也比不过女儿，若是结丹成功，那就是23岁的金丹真人，这等天赋有几人可比？将来此人只会被女儿远远甩在后面，绝非良配。那就先恭喜了，尽管结丹就是。叶不凡直接道。龟鹤真人不想嫁女，他乐见其成，他才懒得伺候着傲娇女。还没另外结丹宴席上的钟灵犀、钟可儿有意思。目的达到，龟鹤真人松了口气，旁边的钟兰月更是露出喜色。如此，双方关系缓和了不少，一时间相谈甚欢。末了，龟鹤真人提出告辞，临走前他忽然试探道：
敢问道友可是老祖的后人？钟家子嗣众多，他这一支和老祖之间早就出了五父，不影响婚配。除了这个原因，他实在想不出来王武哪里值得老祖发话，让蓝月嫁过去。叶不凡笑容一僵，半晌说不出话来。龟鹤真人见此，以为猜测对了，暗叹一声，和钟兰月离开了山谷。你真是艳福不浅啊，走到哪儿都有姑娘送上门。片刻后，颜如玉从外面走入会客室，淡淡开口。叶不凡双手合十，赶紧告饶：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好端端的钟家又是送道侣，又是送道场的，你怎么不露出本来面貌？说不定能吸引那个钟姓女子。颜如玉语气不咸不淡，论相貌，叶不凡是他见过最好看的。吃醋了？叶不凡歪着头，心中暗喜。颜如玉脸一红，冷哼一声：才没有。他转移了话题，道：你早就知道钟家会派人替你解围，可又不太像。若非钟家，现在两人已经被追杀了。叶不凡遮掩气息的术法维持不了太久，早就给钟家传讯了，这妇女来此多半是钟家主那老狐狸算计的。钟兰月一来，龟鹤真人自然也会跟来。叶不凡冷笑，说白了，钟家主和冲虚子有利益往来，不想过来和其打照面罢了。他想了想道：等我突破金丹中期，立马带你回赵国，送到雪灵宗。颜如玉留在这，他不放心，而且他也得回天魔教，想办法得到合欢宗的合欢炉鼎功。金丹初期到金丹中期够难了，越往上速度越慢。当然，最主要的是混元魔丹消耗的千年灵药属实太大，突破中期基本上就会消耗殆尽，再加上没了颜如玉，他修为静静将停滞下来。颜如玉勤守微点。随后叶不凡特意去了一趟钟家红月城，暗中售卖用不着的法宝雏形，斥重金购置了3套顶级阵法，1套防御，2套攻击阵法。这次的阵法比青莲玄天阵强出一筹，就算是金丹大修也能挡住一时半刻。随后暗中购置了大量范圣魔功的药玉材料。回来后一整天都在忙碌布阵，防御阵名为金光阵，攻击阵法则是真龙骨阵，攻防兼备。最后一套威力最强大的7星北斗阵留着备用。得亏我是钟家客卿，否则这种3阶最顶级的阵法，钟家根本不会售卖出去。叶不凡在山谷内布置好阵法，有些庆幸，还是7折优惠，否则他就算出手法宝雏形也买不起，这种大威力的阵法太贵了。这次不突破金丹中期，不出关。一切妥当后，叶不凡再次陷入了修炼中，白天炼丹吞丹，同时修炼范圣魔功，晚上则是和颜如玉双修。得亏后者已然踏入金丹，不然也扛不住。半月后，颜如玉突破金丹2重，山谷中一道漩涡形成，铺天盖地的天地灵气汇聚成漩涡，呈现漏斗状，涌入闭关室内。不愧是太阴之体，双修之下，修炼速度当真是恐怖。叶不凡离开闭关室，催动阵法将异象掩盖。他有些羡慕，倘若自己灵根强悍，再有副作用功法丹药加持，他现在早就突破金丹中期了。可惜没有损伤灵根的功法。叶不凡轻叹，他在天魔教、流云城都打听过，但并没有类似的功法。灵根关乎大道根基，哪怕是那些创造魔功的大佬，也根本不敢影响灵根。如果灵根损伤，功法再强，这辈子也就废了。这种损伤灵根的办法，估计只有仙堂或者南红玉有了，地大物博，传承久远。叶不凡打定了主意，等颜如玉突破金丹2重后，接下来的10日，叶不凡双修进境更加迅猛了，再加上炼制大量混元魔丹，终于1个半月后，叶不凡突破从金丹2重突破到了3重，金丹中期。叶不凡盘膝坐在闭关室，体内金丹迅猛地转动，像是废液，时而缩小，时而膨胀。某一刻，金丹骤然壮大，成了成人拳头大小。丹田中血光万道，瑞彩千条，一股纯粹的魔道法力汹涌而起，如汪洋大海，不断洗刷躯体。强烈的威压爆发，闭关室瞬间被碾压成齑粉，烟尘席卷整片山谷。远方，颜如玉站在10楼2层，一袭蓝白长裙裹身，气质清冷如仙子。旁边绿萝被威压所摄，小脸涨得通红。颜如玉挥手一道护罩，将她护在里面，眸子难掩震动。她有前世的记忆碎片，才凝聚了7转金丹，法力雄厚，非常人所能及。但和叶不凡比，犹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完全不能比肩。你主人究竟是几转金丹？他黛眉紧蹙，体内金丹不断颤鸣，隐隐有些畏惧。这是对7转金丹的天然压制。绿萝有些茫然，微微摇头。难不成是9转完美金丹？否则法力怎么可能如此强大？颜如玉低语，瞪大了美眸。即便是前世记忆碎片中，那些妖孽人物也罕见成就9转金丹的。
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寻常修士的路。天道筑基，完美金丹，五色元婴这条大道传闻与仙有关，但没人走得通。山谷内，一股更为磅礴的漩涡形成，滚滚灵气倒灌入叶不凡体内。某一刻，蓦地睁开双目，双眸彻底血红，如蕴含尸山血海。颜如玉注视下，赶忙移开目光，心脏扑通乱跳。霸道、冷漠，四人间魔神。那是什么？忽的，颜如玉余光看到叶不凡的眉心位置，一道神妙的血色符号形成，闪烁诡异的光。每次闪烁，天空都会暗淡一分，汇聚大片乌云。轰隆，阴云密布，大雨倾盆，雷蛇不断在云层中跳动，最终轰的一声，直直落下，砸向叶不凡的眉心。天劫！颜如玉呆若木鸡，难以置信。虽和叶不凡双修多时，但他并不清楚对方的主修功法究竟是什么。能引动天劫的，其功法必是禁忌中的禁忌。忽的，他俏脸巨变，看向钟家的方向。元婴真君的神识，这天劫不能被发现。他连忙伸出玉手，指尖轻轻一划，掌心溢出血液。神通移形换斗，颜如玉交翅，接出法印，轻轻一震，血液迅速凝聚成一道巨大的符文，极玄极妙，覆盖整个山谷，形成一个屏障，方圆10里，任何灵石、神识都无法窥探。颜如玉脸颊惨白，满头乌发隐隐出现几缕白丝，直接仰头栽下，昏迷了过去。此等神通，莫说只是金丹，就算是元婴也承受不住，少说损失100年寿命。绿萝大惊，赶忙扶起他。咦，这是什么神通？钟家的方向传出一声轻疑，似有震惊。沉默片刻后，声音再度传来：既然道友遮蔽天机，阻隔探查，钟某不多过问，只是最好别在我的地界上闹事。不知过去了多久，颜如玉悠悠行转，一双美眸变得湛蓝，似是碧波大海。不，刚要起身，一根血色手指点在其眉心，令其再度昏迷。负荷太大，把前世意识刺激醒了。叶不凡满头血发，皱眉看着颜如玉。他也没预料到自己的天劫这么大，比结丹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期的境界似乎多了一些功法上没有记载的变化，比如眉心的血色符号。随后看向钟家的方向，若有所思，将他扶正。叶不凡道，大手搭在颜如玉肩膀，磅礴魔气涌入其体内，缓解伤势。主人，你头上的天劫。绿萝吓了一跳，随着主人的移动，高空天劫的雷霆也在换方向，一道到手臂粗的雷劫不断劈在其脑门上。无妨，叶不凡淡淡道，直接无视身上噼里啪啦的雷光。绿萝避让到一旁，看了看不断劈下的雷霆，又看了看没事人一样的主人，瞠目结舌。他在古籍中看到过记载，金丹大圆满冲击元婴，渡劫时轻则被雷霆劈成重伤，重则当场身死道消。100个晋升者，99个过不去这一关。没听说过扛着雷劫还给人疗伤的。须臾，雷劫消散，叶不凡也收回了手，看着脸色红润不少的颜如玉，轻轻一叹，刚刚感应了下对方的生机，其寿命最起码减去了100年，欠你的越来越多了。叶不凡默默守着颜如玉，等着他醒来。灵石则是探查体内金丹，法力的质量堪比金丹后期巅峰，实力暴涨数倍，应对一些金丹大圆满没什么问题了。叶不凡沉吟起来，初期到中期是个坎儿，跨过去就是一次大跃进。现在的他在面对火云真人，对方在他手里撑不过10个来回，甚至对上黑袍人冲虚子也有了一战之力。不过想杀还是有难度，他法宝层次太低，只有骷髅头能堪大用，还有一件前不久何大师锻造成功送来的中品法宝云雷剑，此剑属性特殊，不比高品的差，可惜没有上清妙真剑典的金丹篇。如果能将金丹篇拿到手，再加上顶级剑类法宝，倒是能震杀冲虚子。真魔法香鹤天罡魔焰、血阳魔火也都没有达成。叶不凡有些无语，他估计是第一个法术法宝跟不上修为的金丹真人。忽的，他眉头微皱，从储物袋中拿出一道令牌，天魔老祖手图令，里面传出罗莉师尊的一道讯息：妖族攻势愈发凶猛，古云城战事告急，师尊这是要我守城出一份力。叶不凡眉头紧锁，算下来一季到现在快半年了。他结丹没多久，妖族开始南下攻打古云城，一直到今日，5大仙门、3大魔教派出大量的筑基弟子，金丹真人抵御，互相都有死伤。小剑仙、周青云、楚子雪等天骄基本都在前线，单纯的让我守城，还是说他有其他的打算？叶不凡想了想，打算近期回天魔教，不提师命。为了突破金丹中期，千年灵药全耗尽了，灵石也没了，堪称穷鬼。想继续提升合欢宗的合欢炉鼎功是首选，
上清妙真剑典的金丹篇也得拿到手。以他现在的实力，回到赵国，只要不碰到天魔教主那种天花板的变态，就不会有危险。至于守城，表露出筑基大圆满的修为，摸摸鱼得了，见势不妙就脚底抹油，还是不保险。回去前肉身成金丹，做到断肢重生，活命率98%。随后的10日，叶不凡白天利用药浴不断打磨肉身，准备冲击肉身金丹，晚上则是专攻断灵诀，与颜如玉双修，稳固境界。偶尔前往狼牙仙城，与钟青红、钟越道友谈论大道，旁敲侧击赵国的战况。他可不想一回去发现家没了。如今的赵国前线当真是焦灼至极，除了元婴真君没出现，10大金丹全去了。在妖兽群下有金丹真人陨落，筑基修士更是不知道死了多少。茶会时，钟青红讲述似有隐忧，如果第一道防线崩溃，赵国怕是更难应付，各种灵矿、铁金矿、药源等等都要被掠夺，到时候有可能波及周围列国。听说咱们元国的几大世家在商议支援，希望别派我去，我可扛不住一群3阶妖兽的扑杀。钟越身段妖娆，散发成熟风韵，透露出小道消息。叶不凡颔首，在意料之中。唇亡齿寒吗？估摸着火云国等国家也会派遣强者来支援，我们倒是想去，听长辈们说历练一番，能增加金丹品质。旁边侍候的钟灵犀不知战争的残酷，有些期盼。可爱的钟可儿性格跳脱，也是连连点头，大眼闪烁星光。他问叶不凡：王前辈，是不是这样？勇于磨砺，才能铸就强大的根基，凝聚品质高的金丹。是啊，我就是一路坎坷磨砺过来的，经历数次危机。叶不凡露出回忆，深以为然。他至今忘不掉流云城外小剑仙的那一剑，破开重重防御，擦破了他的皮，太危险了。所以他对炼体非常执着，今日能擦破他的皮，明天就能把他杀了。只有铸就一副堪比法宝的躯体，才可安全无虞。生死危机啊，王前辈好厉害。钟可儿大眼闪烁异彩，自动脑补出王前辈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正面横推一切敌。顿时间，叶不凡的身影在他心目中高大了起来。他身材娇小，天生活泼，喜欢打架，最是崇拜强者。钟青红、钟越、钟灵犀顿时对王武肃然起敬，纷纷举杯。一时间气氛融洽，几人的感情逐渐升温。当然是叶某人和几位女修升温。叶不凡打听完就回到了山谷，继续苦修断灵诀。终于在叶不凡突破金丹后的第5天，脑海瞬间清明，像是拨开了重重迷雾，思维前所未有的灵敏。功法、法术方面诸多阻塞之处豁然开朗。在断灵诀的逆天副作用下，悟性达到了顶级，真正意义上的悟性天才。灵石自中期后就堪比后期巅峰，断灵诀圆满后助我跨过门槛，比肩金丹大圆满。金丹大圆满极限灵石范围是1000里，叶不凡中期就达到了，等到后期说不得能直追元婴真君。到时候虽说修炼不了法力神通，不过灵石神通可以尝试。叶不凡心头喜悦，随后开始修炼真魔法相、天罡魔火、偷香窃玉等法术，没了以往的阻塞，修炼顺畅无比。半月后，法术大成，战力再增，而肉身也被打磨到了筑基极限。赵国的筑基体修算是不少的，但金丹体修只有寥寥几人，肉身结丹关卡实在太难跨过，每一个无不是经历生死，磨了几10年跨过去。不过叶某人特殊，今日肉身结丹。叶不凡在闭关室内，法力涌动，左手中浮现一团黑色小太阳，血阳魔火，副作用是损失身上的血肉，负面逆转后是增幅肉身。叶不凡施展过后，感觉到血肉增强了一丝，体魄似乎到了极限，提升幅度很小。叶不凡吹灭魔火，再度施展，噗噗噗，魔火燃烧熄灭，燃烧熄灭，燃烧熄灭，像是不断点燃吹灭的蜡烛，百无聊赖，又像是玩一件玩具。每次施展，肉身都会增强一丝。之前没用此法，一是提升太慢，没要愈快；二来这种手段能规避金丹瓶颈。为了防止效果减弱，特意将肉身打磨到极致才施展。这炼体方式，古往今来我是头一个吧。叶不凡躺在床榻上打了个哈欠，如此循环往复2天。就在叶不凡法力耗尽的瞬间，肉身起了一丝变化，金色的血液流动间隐隐带着紫金色，随着紫金血液流动，不断重塑肉、经脉、骨骼、内脏，重塑了108遍。他赶忙盘膝而坐，头顶一道磅礴的漩涡形成，搅动数百里的灵气倒灌入叶不凡体内，肉身迅速蜕变，力量迅猛增长。
一层紫金色蛋壳一样的东西将它包裹，看起来就像一颗人形金丹。某一刻，叶不凡猛地睁开双目，透出紫金之光，将石壁洞穿，肌肤刚硬如紫金，防御力堪比法宝。咔嚓咔嚓，由于重量增加，叶不凡屁股下的玉床直接被压塌。闭关室外，颜如玉静静护法，久久无语。他看向绿萝：“你家主人是人吗？”他一直知道叶不凡兼修炼体，可没想过对方能肉身承丹。体修之路比普通修士艰难数百倍，更别说金丹这个大关卡了。而且其中散发出的冲天气血，显然不是普通的炼体法。不是人。绿萝似是想到了什么，吐了吐舌头，嘀咕道：“人哪能几天几夜折腾的你下不来床？”颜如玉绝美的脸颊疼得就红了，银牙紧咬。他看了看异象，没有出手干预。修为金丹和肉身金丹异象差不多，有阵法在，附近百里的金丹真人也探查不出来什么。颜姑娘，主人肉身金丹，你们两个在双修？绿萝有些好奇，又有些害怕。他听主人说过，这练体功法有个小妙处，那就是金丹后全身蜕变，某部位会二次发育。他想让颜如玉先试一下。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呀？颜如玉羞得玉颊通红，想到那一幕，有种逃跑的冲动。而狼牙仙城中，钟青红站在楼阁栏杆处，望着叶不凡到场的方向，张了张嘴，无言以对。隔三差五的闹出动静，这王道友在搞什么鬼？突破金丹，他不是早突破了吗？估计是修炼什么法术吧。钟月也是狐疑，没有往体修方面想。钟青红叹了口气，看着狼牙仙城的灵气被精吸走，欲哭无泪。灵气被抽空，想自然补充上得好长一段时间。不止他们，附近几百里的中等家族都受到影响，比如黑袍人挑战时来的山谷外的那几个金丹真人，此刻郁闷的几乎要吐血。年轻人不讲武德，3天2头就知道吸灵气，吸，咋不吸死你？修行被打断，家族弟子更是丁点的灵气都吸不到，严重耽误修行。再这么下去，我岳家就得举族搬家了。山谷内，肉身金丹，断肢重生。叶不凡长啸一声，身躯仿佛炮弹射出，撞进了旁边山壁里面数丈深。绿萝看着人形大动，吓得脸都白了。这力量若是使在他身上，非得散架不可。单纯的肉体力量可震杀金丹初期。叶不凡在山腹，双掌像是切豆腐，掏出一片空间，随后脸色一狠，噗的一声将右臂拆了下来，鲜血狂喷。右臂断裂处血液止住，气血如大江大河，催动血芽生长，竟开始重新长出新的手臂。被拆下来的右臂则逐渐暗淡，化为飞灰。半个小时后，右臂完全成型，散发紫金光芒，完好如初。半小时慢了点儿，等肉身金丹大圆满，应该能做到呼吸间断之重生，恢复力拉满。叶不凡眸光闪烁，轰隆一声，他顶烂山壁，从中走出，在山谷内左冲右突，尾部拉出白痕，俨然超了音速。肉体速度堪比金丹初期施展的遁术，力量、爆发力都极强。如果近身格斗，能杀中期。叶不凡1步100丈，登山谷峭壁如履平地，站在山顶，右腿横扫，砰的一声，山间应声而断，砸碎一片山林。范圣魔功比一般炼体功法强得多，近身搏杀，体修同阶无敌。五感更加敏锐，尤其是第6感，数十里范围，一些隐藏危机能提前预警。他后脑勺有针刺感，转头看去，山谷外一道青年身影接近，一袭黑衣，双目如电，突破金丹了。好，向我全力出手。叶不凡大笑，挥手打开防御阵法。来人，正是于成。2个半月前在外闭关，如今金丹大成，法力浑厚至极。虽刚突破，但因雷灵体的特性，法力强度比寻常金丹一众强大得多。是。于成目光射出闪电，露出蓬勃战意。突破金丹后，自信暴涨，他想看看和张老三的差距，就算敌不过，也应当不会差太多。轰隆，他双手掐诀，一道房子大的雷芒形成，带着噼里啪啦的电弧，朝着叶不凡激射而来。后者一步跨出，简单地拳。于成一呆，冷汗都下来了，欲要收起法术。雷道法术的破坏力本就超一流，一般的法宝都难抵御，更别说单纯用肉体了。可还动作，紫金气血冲霄，拳头摧枯拉朽般的碾碎雷芒。漫天电弧中，一道身影毫发无损地走出，肉身金丹。于成震撼，赶忙后退，但他的速度远不及肉身破音障的叶不凡。数百丈距离眨眼即至，拉出一道白痕，大手掐住了其脖子。叶不凡神情漠然，实力碾压刚突破的于成，在意料之中。范圣魔功能被称之为第一炼体法，可非吹嘘。主人。于成自信心瞬间粉碎，惊骇欲绝，
从喉咙里挤出2个字：“你法力不错，五转金丹。”叶不凡松手，微眯着眼。一般上品灵根可塑造不出五转金丹，这于成比厉逵心思深沉多了，身上有不少秘密。不过他没兴趣追问。嗨，于成剧烈咳嗽几声，有些颓然，原本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心中只有尊敬和畏惧，垂手称是。我要回天魔教了，你在这对外宣称闭关，暗中守着真魔殿，偶尔易容成我的容貌露面，相信你瞒天术能蒙蔽钟家那些人。谨记，别和钟青红、钟家主这群人走太近，他们也不是傻子。叶不凡吩咐道，走向颜如玉。于成很忠诚，但人性难测，出手碾压只是临行前的一次震慑，免得离开太久，失了敬畏之心。于成谨记。于成躬身应答。颜如玉看着叶不凡，扑面而来一股磅礴气血，像是人形烘炉。他后退2步，蓝白长裙下的身材凹凸起伏。你不准再碰我了！颜如玉脸颊绯红，啐了一口。叶不凡露出尴尬，他真想试试，见颜如玉抵触，想到对方为了他损失了100年寿命，不敢再提。他瞅向了小绿萝，后者吓得脸都白了，忙躲到颜如玉后面，伸出可爱的小脑袋。我个子小，不行。算起来他1.6米多，颜如玉1.7米，属于御姐身材。萝莉师尊就矮了，才1.5米多，属于去大学食堂打饭都要踮着脚的那种。他仰天长叹，能力太强，真让人烦恼。你现在有多强？颜如玉好奇道。体魄、法术、法力，镇杀普通金丹大圆满，绰绰有余，如合欢宗大长老也有杀死的把握。叶不凡对自己的实力还算满意，主要是生存能力拉满。他皱眉道，唯一的问题就是速度，偷香窃玉短距离移动还行，但不适合长途追击，这是他的弱点。金丹大修遁术，法宝都是顶尖，跑路能力比实战还强。他连一门持久速度法术都没有，他必须回天魔教搜刮这方面的金丹法术，甚至炼体修士的体术。以后有的是机会将他杀了，不急一时。颜如玉有些震动，看向他的目光犹如看怪物。金丹中7境界，杀金丹大修，整个修仙界独一份。2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他8成已经回合欢宗了。收拾下吧，送你回雪灵宗，我回一趟天魔教。叶不凡点头，转而道。随后准备了数日，一切妥当后，颜如玉2人易容成侍女的模样。叶不凡拿出非洲法器，载着他们悄然赶往赵国。还是太穷，战力堪比金丹大修，可到现在都没有一件飞行法宝。非洲在山林间低空飞行，凡是遇到金丹真人立即避开。一路上叶不凡不断唉声叹气，这非洲还是得自珍蓝楼少楼主。一季的收获差不多消耗殆尽了，这次回赵国必须提升下装备，之前的祭炼的防御法宝绿灵钟和手帕全毁了。叶不凡打定了主意。而在他们离开山谷数百里后，距离狼牙仙城不远的一片山岳中，一道黑袍身影正在开垦土地，撒上药苗，忽地抬头望向赵国的方向。蹲了2个多月，竟然舍得出来了。他搓了搓药苗上的泥土，有点意外。这姓王的非常狗，2个多月除了去狼牙仙城几次，其他时间就窝在山谷里。他都打算在这建个房子，种几亩地，蹲这厮1-2年了。冲须子一袭大黑袍，露出笑容。他在附近追查颜如玉半年之久，毫无所获。2个多月前试探叶不凡后，他就察觉此人不对劲，实力有所隐藏。事后他就调查王武的来历，最后得知来自赵国，和颜如玉同样出自赵国，8成和颜如玉有关系，必须抓起来拷问。他脸色阴狠。颜如玉失踪，火云真人、玉阳子、红粉姑3位金丹身亡，如果不给老祖满意的答复，他日子不会好过。金丹大修在这片修仙界地位尊崇，堪称元婴之下的天花板，让无数修士谈之色变。但在元婴真君面前，什么都不是，只是可惜了这药田。冲须子惋惜地收起药苗，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叶不凡离去的方向遁去。真是狡猾，气息竟然改变了。好在当初交手之时，连同他身边婢女的气息一同记下了。冲须子忽然一顿，露出讥讽之色，换个方向继续追踪。这次他只追踪其婢女。约莫过了1炷香，临时感应到了800里外一艘非洲进入赵国范围。与此同时，非洲停下，悄然下落，换了个方向。此人临时不对劲，正常金丹初期临时范围最多300里，他隔着500里竟然察觉到了我安排的暗哨。冲须子越过一片大山，站在山顶处露出惊疑。为了捕捉颜如玉，他在元国通往赵国的各个关口安排了金丹修士潜伏，共6位，全都是擅长隐秘追踪的。不仅如此，那非洲更加隐蔽了，临时极难察觉。此人究竟是谁？冲须子大手一挥，施展隐秘秘术，继续追踪而上。
王武来自赵国，但他并没有查到根脚，灵石如此强大，来历绝非寻常。非洲安然避过合欢宗的暗哨，继续前进，但速度远逊于冲虚子。不过1个时辰，距离已然拉近300里。冲虚子感应更为清晰，赫然发现非洲上有3道身影，其中一人气息熟悉，正是颜如玉。这小杂碎真的有问题。颜如玉之前一直在他的洞府内。冲虚子先是大怒，而后狂喜，好啊，只要将颜如玉抓回去，老祖任务就算完成。顿速加快，200里，100里，50里。冲虚子气息更为隐蔽，眺望天地尽头的非洲，谋犯杀机。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他不会再给王武和颜如玉任何机会。冲虚子眼眸深邃，单手往眉心一点，身躯微微晃动，隐隐重叠。嗖！他速度猛地加快，化作一道长虹，闪电般的击射向非洲。此时叶不凡3人已然进入一片山脉上空。冲虚子冲来的刹那，铺天盖地的鬼火仿佛大浪拍岸，重重砸向前面的非洲。不好，快躲开！非洲上的叶不凡勃然变色，猛地祭出一口紫金波挡在前方。颜如玉也是俏脸惊变，画出道道烟雾，化作利剑直刺冲虚子。轰！鬼火滔滔，将整片山脉焚烧，方圆数十里，无数低阶妖兽被冰冻成了碎渣。紫金波阻挡片刻，灵性大损，连同那道烟雾利剑也被焚烧成虚无。鬼火急速冲击向叶不凡2人，不过如此。冲虚子一袭黑袍，脸色木然，迈步紧随鬼火。眨眼临近，就在冲虚子临近不过100丈的瞬间，原本显得惊慌的叶不凡骤然掐诀，身躯爆出团团粉雾。偷香窃玉，叶不凡身躯如闪电，掀起阵阵音爆，竟是直接进入鬼火之海中。一块蓝砖法宝加上金丝软甲，形成层层防护，阻挡鬼火焚烧。眨眼，蓝砖法宝暗淡，灵性丧失，金丝软甲也为之破损，发暗发黑。但叶不凡也趁着短暂的阻挡，冲到对方身前，硕大拳头裹挟血阳魔火，重重砸向冲虚子。后者眼神露出讥讽，竟是不躲不避。噗！冲虚子身躯爆开，化作团团鬼火消散。顶级幻术。颜如玉在远方阻挡鬼火，见此之下，美眸微微瞪大。冲虚子作为一个金丹大修，面对他们2个金丹初期还如此谨慎，可谓老奸巨猾。再配合上掌握的顶级攻击、幻术、防御、速度法术，普通的金丹大圆满碰上也只有死路一条。血阳魔火，火云真人的专属法术，他和玉阳子2人果然是你杀的。一道冷悠悠的声音从远空响起，1000丈外空无一人的云朵下，冲虚子的真身显露，眼睛阴冷。对方那一击的威力不下金丹后期，一股杀机搅动天地。他俯视着叶不凡，如执掌生灵的主宰。红粉菇也是你杀的吧？他眼神奇异，声音带着不确定，还有不可思议。再三确定，对方的确只是金丹初期。一个金丹初期杀了红粉菇不奇怪，但玉阳子是金丹中期巅峰，火云真人更是借走了他诸多法力和法术，战力不下金丹后期。老狐狸就是老狐狸，真难搞。叶不凡从鬼火中走出，仰头长叹，说出你灵石和法力远超同阶的秘密，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的。冲虚子死死盯着叶不凡，眼中异色更重。你应该知道，我和欢宗的手段，凡是落在手里的，生不如死。我有点不能理解，你和欢宗其他长老都在前线和妖族血战，人脑袋都快打成狗脑袋了，你怎么还安排这么多金丹补杀颜如玉？真不怕妖族把你和欢宗老巢端了？叶不凡反问道。小子，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啊！冲虚子见对方无视了自己的问题，脸色铁青，杀意满堂。你才是老不要脸，对付我一个金丹初期，连续施展2次幻术，你怎么不把谨慎多疑这4个字刻在脑门上？叶不凡冷笑，掐诀之下，一道锋刃飞出，云朵下的冲虚子瞬间被切成2半，消散成虚无。竟然也是幻影。就在幻影消散的刹那，远方冲虚子的真身彻底显露。他双手结印，鬼火重重，蓦然出现一道由鬼火组成的弥天大手，将半天天空映衬得绿油油。大手足达1000丈，轰隆一声，重重拍爆空气，砸在叶不凡身上。这一击足以轰杀金丹后期。噗！叶不凡身影化作寸寸纸屑，燃烧成灰。纸人傀儡，这怎么可能？你这傀儡怎么能施法？冲虚子真身动容，脸皮都为之抽搐。刚才他施展后鬼火后，就隐去身形和气息，在暗中搜索四周，以防有诈。同时观察此人，确定没问题后，这才出手。可结果出乎预料，老东西，真以为一路追踪我没发现？等了半天，可算等到你本尊了。一道轻喝从冲虚子上空响起，紧接着一杆杆阵旗向4面8方激射而去，
狠狠插在地上。阵法之光拔地而起，形成巨大的牢笼，将冲虚子困在其中。当初叶不凡在钟家购买的3套阵法之一，也是最强的阵法——七星北斗阵，道道星光连接，布满天空，释放惊人的威压。七星北斗阵在元国相当出名，只因钟家曾靠此镇杀过金丹大圆满。看来我真是老了，中年打雁，末了被雁啄了眼。冲虚子脸色阴沉，随后冷笑出声：“不过阵法彻底布置成功，需要一定时间，你可没机会。”他双手掐诀，身影化作道道幻影，冲向阵法外。只要脱离阵法笼罩范围，这阵法就对他无用。云剑，颜如玉倩影轻闪，挡在前方，玉手轻挥，天空上道道云朵被拉扯而下，汇聚成一把云剑刺向冲虚子。后者冷笑，单手掐诀，一片灰色雾气化成毒蛇模样，一口吞下云剑。云剑在其体内左冲右突，难以炼化，这让冲虚子有些意外。虽说施展的只是普通法术，但以他强绝的法力，足以碾压赵国第一天才，手段当真是强，一般金丹中期也不好应付你。可惜爆！冲虚子感慨，旋即冷哼轻吐一字，那毒蛇瞬间爆开，形成一朵蘑菇云，将云剑炸碎。颜如玉脸色微白，反噬之下，嘴角一血，修为差距太大了，正好将你抓走。冲虚子眼神闪过狠辣，掐诀间，一只鬼火大手形成，抓向颜如玉，同时身影急闪，眼看就要脱离阵法范围。轰！蓦然，一道千丈魔躯出现在颜如玉身前，血阳魔火升腾，重重砸在鬼火大手上。一声巨响，两者爆开，冲击波将周围的山岳夷为平地。与此同时，又是2尊巨大魔躯挡住冲虚子，掐诀之下，全身包裹天罡魔焰，撞向后者。其压迫感竟是超过了一般金丹后期。这是什么法术？分身这么强？冲虚子脸色微变，祭出一柄大刀，刀光贯穿天地，顷刻将2尊魔躯斩灭。而在这眨眼间，他已然脱离阵法笼罩范围。王五，没有这阵法，单凭你们2个可不是我对手。冲虚子狞笑一声，脸上满是煞气。是吗？叶不凡面无表情，将手中控阵罗盘扔向颜如玉，而自己则是掐诀。轰隆，惊雷炸响，一道雷霆闪电般的洞穿向冲虚子的眉心，可怕的雷光让冲虚子瞳孔收缩。急！大刀猛斩，当的一声，斩在那道雷霆上，火花四溅，可怕的力量爆发，冲虚子竟是被大力击退10几步。金丹中期，短短半年就从初期突破中期。不对，你法力怎么这么强？冲虚子大骇，长刀法宝不断的颤鸣，其上萦绕上一丝丝电弧，良久这才消失。一击之下，他瞬间判断出对方的法力强度远超后期，再加上一股强绝的肉身力量，实力完全不下于他。叶不凡身影爆出团团粉雾，闪身站在了冲虚子前方，他收回云雷剑，对此剑威力还算满意。云雷剑跻身中品法宝之列，威力比之前强大100倍，不枉他耗费大量的真材。他抬头看向冲虚子，笑道：“现在看看你脚下，可是否在阵法内？”冲虚子四下一瞧，脸色顿时大变，被王五击退10几步，重新回到了阵法内。而在此时，阵法彻底形成，将他困在其中。轰隆隆，七星连珠，一道道星辰犹如雨点般朝着他砸了下来。鬼火慢慢将一颗星辰焚烧成灰，但很快，鬼火被海量的星辰淹没。变阵，高空的颜如玉葱指拨动罗盘，7颗房子大的星辰砸爆空气，重重落下。这阵法早在叶不凡发现冲虚子时就交给了他催动口诀。小王八蛋，就算是超一流的阵法也杀不了我。冲虚子脸色铁青，甩手一柄乌龟壳一样的盾牌变大，挡在头顶，任凭星辰砸落，乌龟壳都难以动摇，防御惊人。又一件顶级法宝，还是防御类型的。叶不凡眼皮抽搐，心说这金丹大修真是有钱啊！顶级法宝，寻常大圆满修士连1件都难以炼制出来，材料过于珍惜。而且赵国没有3阶顶级炼器师，这老东西80%是秦火云国的炼器师炼制的，那边是炼器大国。忽的，冲虚子猛地张口，吐出一根银针，银针通体冰寒，散发的威压惊人。嗖的一声，银针射向高空中催动阵法的颜如玉，速度快到0时都难以捕捉。这才是他的本命法宝通幽针。叶不凡愣了，叶不凡怒了，叶不凡破防了。暗杀型的顶级法宝，尽管有所准备，但还是没料到冲虚子如此豪横。3件顶级法宝加上一身的法术，单凭阵法根本困不住他。法香魔焰，叶不凡大吼，魔道法力狂涌，形成千丈巨人，轰的一声进入阵法，挡在颜如玉身前。
他的法相已然大成。冲天气血涌动，魔手紧握成拳，重重击在银针上。不，银针穿透力极强，魔手被洞穿，扎进魔躯胸膛，一路摧枯拉朽，狠狠插入叶不凡真身的拳头中。多重阻挡之下，消减其威力，卡在了手骨中间。一股冰寒将拳头冻毙，成为碎渣掉落了下来。不凡，颜如玉俏脸惊变。这法宝我积练了上百年，顶级防御法宝都能洞穿，你这小情人断了一只手，战力大减，拿什么和我斗？冲须子大笑，眼中则是闪过一丝震惊。全力祭出的飞针，一般的大圆满碰见了，不死也得重伤，身体被冻毙。可这丝不过金丹中期，只断了一只手，这实力完全超出常理。忽的，冲须子笑声戛然而止，仿佛活见鬼般的看向魔躯中的身影。断掉的手掌疯狂生长，不过片刻间完好如初。怎么可能？就算是肉身金丹，也不可能做到断肢重生。冲须子失声叫道，眼珠子都红了。一股大威胁袭上心头，你这种人不该活着。冲须子杀机冲霄，此人潜在威胁太高了。法体双修，全斗金丹，其战力不下金丹大圆满，再给对方几十年，掌握一些顶级法术和法宝，原因之下谁是对手？噗！他一口血喷出，瞬息隐没虚空。与此同时，魔躯中的银针颤抖，爆发血光，掉头猛地刺向叶不凡的眉心。他就不信，脑袋炸了还能复生？当，大片精血洒出，一只骷髅头大口饮血，转头一口咬住了银针。顶级骷髅头法宝，你果然天魔教的人。冲须子脸色铁青，一个名字几乎瞬间就浮现了心头。张老三，若非遗迹中的天才地宝，对方不可能半年突破到中期。银针挣脱，再次射向叶不凡，可却被骷髅头死死拦住，眨眼交战在一块，难舍难分。叶不凡神情淡漠，双手掐诀，铺天盖地的天罡魔焰覆盖上银针，银针灵性大损，被严重污染。天罡魔焰，冲须子咬牙切齿。恰在此时，阵法又是一变，一颗百丈星辰轰隆隆砸落而下，乌龟壳法保卫之嘎吱作响，随时被压垮。不过在冲须子喷出一口精血后，乌龟壳这才勉强扛住。咔嚓！就在他防御之时，一口血红色大剪刀膨胀变大，朝着冲须子狠狠一剪。正是专攻神魂的剪刀法宝，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袭上心头。冲须子胸口传出碎裂之声，他额头露出冷汗，将怀中的一面铜镜拿出。好小子，你真是够阴险的，这等珍稀的法宝都有。他看向远空暗淡下来的剪刀，心有余悸。原因之下，神魂很是脆弱。老东西，你身上到底有多少好东西？叶不凡脸皮抽搐，那铜镜明显是防御神魂攻击的法宝，这厮比他还狗，防御拉满。就在这时，冲须子的本命法宝被污染的暗淡无光，反噬之下大口咳血。他又惊又怒，赶紧收回银针。鬼火！冲须子在龟壳防御下施展法术，鬼火熊熊燃烧，轰向七星北斗阵，想要冲出阵法。然而阵法光芒强悍，一时半会儿根本冲不出去。叶不凡眸光一闪，催动骷髅头撕咬龟壳法宝，而自己则是退出阵法，又祭出从玉阳子手里获得的小乘法宝，还有一块方印。两者冲出，将鬼火阻挡而下。冲须子见状，脸色愈发难看了，隐隐有些焦急。这张老三本身就是个妖孽，依仗骷髅头加上3道强悍法术，实力和他不相伯仲。加上这阵法，除了那10大金丹能对付，其他谁也对付不了。拖的时间越长，他胜算越低。爆！冲须子脸上露出狠厉，祭出那柄大刀法宝，轰隆一声直接爆开。强烈的反噬让他大口喷血，气息瞬间萎靡。而在法宝爆炸的冲击下，阵法直接被撕开一道裂缝。张老三，今日不死，他日必灭你满门。冲须子露出狠毒，双手掐诀，大地遁术。他身影急闪，朝着裂缝扑去。叶不凡见状，脸色微变。这冲须子一见苗头不对就逃，乌龟壳都舍弃，太果断了，可以说是他见过最难杀的一个。顶级法宝说毁就毁，同时他心疼的滴血，这可都是他的战利品啊！就这么没了。叶不凡来不及心疼，临时锁定冲须子的身影。此刻对方已经顺着裂缝逃出阵法之外。不对，老狐狸到现在还使诈！叶不凡忽的脸色巨变，没有追击冲须子，身躯掀起音爆，硕大的魔拳狠狠砸向远方的一处地面。轰隆，大地被打出一个巨坑，一个人影被逼了出来。表面上利用幻术虚影吸引注意力，其真身则是遁入地下逃遁。冲须子满脸是血，气息萎靡到了极点。
前后接连斗法，加上本命飞针被损，已然被反噬成伤，再加上大刀爆炸，反噬更大，其战力大幅度跌落，完全不是叶不凡的对手。不过已经逃出了阵法，对方不可能追得上他。今日本座认栽。冲虚子森冷地看了叶不凡一眼，又不甘地看向颜如玉，身躯爆发黄光，再度遁入地下，以恐怖的速度向合欢宗的方向移动。想走？毁了我2件法宝，你他妈还想走？叶不凡脸色铁青，掌控庞大魔躯，冲天气血与法力结合，急追而上。然而对方遁术太快了，瞬息间拉出了1000丈。这就是金丹大修的恐怖之处，顶级法术和法宝，再加上超强的逃跑能力，原因之下很难将其杀死。轰！叶不凡露出狠辣，携大力甩出一物，物品迎风而长，眨眼形成100丈高的金塔，金光万道，破空而出，狠狠砸在远方地面上。轰隆！大地被砸出1000丈沟壑，冲虚子惨嚎一声，再度被逼了出来，其全身是血，血肉裂开，显然受创不轻。镇妖塔！冲虚子亡魂大冒，疯狂后退。这等至宝就算不激发威力，当板砖使他也扛不住。而这耽误的功夫，叶不凡已经追了上来，他赶忙掐诀，身影遁入地下。轰！叶不凡操纵庞大魔躯，伸出大手，捡起镇妖塔，抡圆了，狠狠砸在大地上，地面轰隆作响，传出闷闷的惨哼。叶不凡脸色冰冷，拎着镇妖塔塔尖，边追边砸，所过之处，大地上浮现一道道1000丈坑洞，像是打地鼠。地底中时不时传来惨嚎。冲虚子的气息越来越萎靡，他的遁速虽然惊人，但每次施展遁术都被打断。张老三，我认输，快住手，此后不再与你为敌。地底中传来奄奄一息的叫声。叶不凡冷笑，忽的他脸色巨变，猛地看向合欢宗的方向。他现在的位置即将越过雪灵宗的势力范围，进入合欢宗的地界。不可能，合欢老祖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叶不凡后脑勺针刺感强烈，脸色阴晴不定。这里距离合欢宗腹地起码还有万里之遥，元婴真君的神识范围没这么广。一股磅礴如汪洋大海般的神识涌来，速度迅猛至极。不对，怎么还有一个元婴真君？叶不凡神情再变，感受到另一股神识，汗毛都竖了起来。2大元婴轻易不出关，从老巢跑出来，这明显不正常，一定出了什么大事。轰！叶不凡又是一砸地面，大地震颤，随后大手插入地底，将奄奄一息的冲虚子捞了出来。冲虚子刚出来便高声大吼：老祖救！不等说完，叶不凡将其脖子扭断，拽下储物袋将尸体焚毁，来不及细看对方身上的神幽骨，转身向来路飞奔，迎面撞上了追来的绿萝和颜如玉。此刻后者手中拿着乌龟壳法宝。快走！叶不凡急促道，来不及解释，操纵庞大魔躯，一手拎着一个向着远方狂逃，同时施展瞒天术遮掩住真身的气息。张老三这个马甲可以换，但真实身份没得换。颜如玉和绿萝有点猛，他们的灵识远不如叶不凡，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不过很快他们就感应到了那2股磅礴的神识。叶不凡的速度很快，但后方的神识更快，他冷汗都下来了。任凭他逆了天，也抵不上元婴真君一击之威，更何况刚刚经历大战，气血和法力消耗极大。到底发生了什么？叶不凡玩命狂奔，而就在这时，一道红光从身后闪电般的追上。咦，这妖巧，太好了，你真是我的福星！一道清脆的声音在背后响起，充满了惊喜。叶不凡回头一看，脸都绿了。操，你这扫把星，碰上你准没好事。来者，赫然是分别大半年的红毛鸟。此刻对方坐在一艘狭长的飞梭上，速度快若奔雷。呸，什么扫把星，你也忒不礼貌了。红毛鸟不满，旋即宝石般眼珠一转，道：赶紧上来，快带我回你老家，这堪比元婴真君速度的风影梭，姑奶奶送你了，咋样？叶不凡脸色阴晴不定，最终散去魔躯，带着颜如玉和绿萝上了飞梭。飞梭遁速惊人，千里距离眨眼掠过。你是？颜如玉警惕地看向红毛鸟，这鸟气息忽高忽低，时而金丹中期，时而大圆满，很不寻常哦，一只平平无奇的朱雀而已。红毛鸟笑了2声，盯着颜如玉诧异道：咦，叶不凡，你艳福不浅啊，上次碰见那个神秘的女人还是在几百年前，这个不比那个差啊。朱雀。绿萝张大了小嘴，看了看主人，又看了看小红鸟。朱雀在他记忆中也是传说中的神兽，主人居然和朱雀扯上了关系。叶不凡不耐烦道：别扯犊子，你到底干了什么？自从遗迹分别后，这红毛鸟就失踪了，再没听过消息。没什么，也就是拿了合欢宗与真兰楼一些东西，
谁知道那2个宗门老祖这么小家子气，追了我一路。红毛鸟不以为意，叶不凡妈了，这破鸟当真是胆大包天，人家老祖在家守着，你都敢去偷家，而自己实属无妄之灾。他脸色阴晴不定，真兰楼还好说，但若是被合欢老祖追上，他必死。可事已至此，他只能多要好处了。不管你偷了什么东西，我要分一些。叶不凡谈条件，总不能白白被追杀。好，红毛鸟非常果断。而就在这时，原本锁定在红毛鸟身上的神石分出几股，锁定住了叶不凡和颜如玉3人。神石一顿，片刻后，一道虚影在风影缩后方浮现，虚无缥缈，紧紧跟随。这是一位中年男子，满头白发，风神如玉，举手投足散发着一股魅力。这位小友，还请帮忙出手留下此鸟，你杀我门下大长老之事既往不咎，老夫还可收你为徒，赐予重宝。合欢老祖目光在颜如玉身上停留片刻，转而向叶不凡含笑道，言辞温和，如沐春风。小友，只需阻挡此鸟片刻，老夫可告知你结阴之秘，不必担心合欢老鬼耍你，有老夫保护，安全无虞。一道仙风道骨模样的老者浮现，打量着叶不凡，赞叹道，真兰楼老祖，他是真起了爱才之心。金丹中期杀金丹大修，无论放在哪里都是极为震撼的，说句怪物都不为过。神识化形，叶不凡脸皮僵硬，回头看了一眼，心惊肉跳。元婴真君超越金丹太多了，他们的神识能化形，可施展专攻神魂的神通，数千里之内杀人于无形。不仅如此，他们能执掌一方天地的灵气为己用，颠山覆海，实在逆天。2位前辈，还是自己出手吧，我可不是这鸟的对手。叶不凡眼眸闪烁，皮笑肉不笑道，而暗中则是催促红毛鸟加快风影缩的速度。不得不说，此缩速度当真是快，百息的时间就越过了合欢宗的势力范围。小友，莫要得寸进尺。合欢老祖收敛笑容，眼神冷漠。红毛鸟当即喝道，装什么装？如你这搬元婴初期的家伙，想当年姑奶奶拿着2把西瓜刀从仙堂南大街砍到蓬莱西路，杀了不知道多少，眼皮都没眨过。叶不凡一愣，下意识地问，这么长时间不眨眼，你眼睛不干吗？姑奶奶说的是眼睛干不干的问题吗？红毛鸟卡壳瞪了叶不凡一眼。叶不凡揉了揉太阳穴，脸色凝重地看向2大元婴真君。除了师尊，他是第一次距离元婴这么近，丹神石虚影散发的威压就不是金丹能比的。元婴到底多强？叶不凡心中低语，眸子渴望。元婴才是生命层次的大跃迁，筑基金丹差距太大了。不用怕，姑奶奶扰乱了这片虚空，他们不敢瞬移，神识攻击也能防护。红毛鸟见叶不凡慎重的模样，宽慰道，他能安然从2大宗门腹地逃脱，自有手段。当然，正面硬刚元婴，他做不到。小友，得罪2个元婴真君，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何必自找麻烦？真兰老祖声音也低沉了下来。合欢老祖没说话，眼睛却是死死盯着叶不凡，目中闪烁着诡异的光。叶不凡被注视之下，感觉这目光有点熟悉。他脑海中灵光一闪，露出难以置信，这老怪物身上也有神幽骨，莫非是母骨？我天！合欢宗变成了神幽骨的老巢。合欢老祖这眼神和当初火云真人身上神幽骨看他的眼神一模一样。快走！全力催动飞梭。他转头朝着红毛鸟大喝。后者一愣，知道这家伙生性谨慎，能让他如此惊变的绝对是大危险，不敢怠慢，施了几道法诀，飞梭速度暴增。片刻间已然进入天魔教的地界。莽荒大地上零零散散的妖兽正在攻击一些修士，其中多是筑基。小范围的战场很多都是天魔教的灵矿所在地，妖族开始派遣妖兽潜伏进赵国，掠夺灵矿灵药资源了。叶不凡眯了眯眼，而就在飞梭临近天魔山脉的刹那，一道身影从前方急速奔来，他双目猩红，掐诀之下，一柄飞刀斩出一抹千丈刀气。嗡！刀光凛冽，似能斩破天地，带着可怕的法力波动，朝着叶不凡怒劈而来。刀势圆满，是教内2长老。叶不凡脸色阴沉，双手掐诀，祭出骷髅头，重重迎击刀光。刀势达到这种地步的，赵国境内并不多，天魔教金丹大圆满的2长老就是其中之一。轰！骷髅头法宝与刀光相撞，如巨大烟花绽放，冲击波震死了下方路过的几只妖狼。这2长老也是神幽谷的子骨。避过去。叶不凡冷着脸道。红毛鸟吓了一跳，赶紧点头，催动飞梭换个了方向，进入天魔山脉中。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2长老双目深幽，盯着飞梭进入天魔山脉。他并不清楚这几人身份，只得到合欢老祖传递过来的拦住飞梭的命令。2长老思索片刻，驾驭长刀
转身朝着合欢宗的方向而去。阻拦不成，再入天魔教就是送死了。片刻后，两道身影停在天魔山脉外。虚空二力那朱雀夺我合欢宗重宝，必须拿下。不如我们进天魔教，与那位商议一二如何？如今妖族入侵，正魔虚团结一致，应该会卖给我们一些薄面。合欢老祖露出忌惮，提议道。真蓝老祖默然，冷笑道：你不怕死就去。据我所知，现在是黑裙子执掌大局。合欢老祖一滞，神情有些不甘。那朱雀明显和天魔教的张老三有关系，应该是他从遗迹带出来的。搜查张老三的消息，只要将其抓捕，朱雀就会露面。真蓝老祖面无表情道。在追捕朱雀的过程中，他们神识感应到了镇妖塔。合欢老祖瞥了他一眼，那张老三改天换地的手段惊人，我们的神识都看不透真身，你怎么抓？借图鉴真君的推演龟甲。好，商议完毕，转身就走。此刻的天魔教比之大半年前冷清许多，略显萧条。叶不凡变换成古河的样貌，带着颜如玉和绿萝安然进入教内。对他来说，利用造处术改变颜如玉气息，瞒过天魔教大阵不难，难的是怎么避过萝莉师尊。他看了看好奇打量四周的颜如玉，心中苦笑。本想将对方送到雪灵宗，没成想一路被元婴真君追击，只得带到天魔教。万一和师尊碰上，他不敢想会发生什么，得想办法把颜如玉送回雪灵宗。红毛鸟此刻则是像耗子一样钻进叶不凡衣服里，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恐怖东西。回到1号院，叶不凡迅速在内院布置防御大阵，将颜如玉安排在了小楼客房，他则是盘膝坐在自己房间中。现在防御法宝紧缺，他得赶紧消化战利品，提升实力。倒出储物袋里面的东西，顿时整个房间都被堆满了，珠光宝气，目不暇接。下品灵石300万，冲虚子当真是有钱啊！叶不凡啧舌，赶紧收起。除此外，还有一些丹药、灵草，功法典籍一本也没有，倒是有几本上古元婴真君的结婴手札。叶不凡翻了翻，郑重收藏。这些对他将来结婴大有帮助。这家伙怎么功法典籍都没有？叶不凡郁闷，他还想着找合欢炉鼎功呢。殊不知，冲虚紫金丹大圆满100多年，功法、法术早就修炼到了极致，功法典籍已经没什么用了。偶尔会拿出结婴手札研究，图谋结婴。还好，叶不凡得到了2件顶级法宝，威力都极大，一块乌龟壳，一根银针。叶不凡眼神灼灼，迅速将这2件法宝祭炼吞入丹田，一件保命，一件刺杀利器。直至晚上祭炼完毕，叶不凡的战力再增。若是再面对冲虚子，他能更快将其杀了。非真法宝威力太强，一般金丹大修也很难防御。叶不凡若非能断肢重生，更有天罡魔焰这种污染法宝的法术，他现在不死也得重伤。还得修炼一些竞技法术，尤其是速度方面，这是我的缺陷。叶不凡思忖，他现在实力比肩金丹大修，但面对剑河真人、天魔教主那等10大金丹，还是有些差距。前者超越剑士，已然凝聚剑意，攻击力比非真法宝更强。速度方面，叶不凡当初揣着风雷符，这号称3阶最顶级的符箓，结果差点被追上砍死。后者更不用说，元婴之下第一人，唯有修炼众多竞技法术，叶不凡才能硬汉这几位。若是得到上清妙真剑典金丹篇，那他元婴之下无敌。只是元婴，叶不凡眉头紧皱，一记外元婴真君的强势，而今合欢2位老祖的追击，让他感觉到了差距，根本无法对抗，跑都跑不了。他将怀里躺尸的红毛鸟唤了出来，说吧，你在2大宗门得到了什么？一般的东西，2个老怪物不会跨过大半个赵国追到这儿来。叶不凡眼睛深邃，也就是一些元婴真君用的7、8株万年灵药，还有几件元婴法宝。红毛鸟嘀咕道。叶不凡一滞，眼珠子瞪圆了，怪不得让2大真君疯狂追杀，一季中最多4、5千年份的灵药，这对元婴真君吸引力够大了。万年灵药那就是至宝，整个赵国都翻不出来几样能让他们增长修为的东西。万年灵药用好了，有可能让元婴破开瓶颈，这可比镇妖塔实用。给我4株。叶不凡狮子大开口，4阶化阴丹的辅药就是万年灵药，必须到手。只给你1株，姑奶奶还要恢复修为呢。4株。元婴法宝我只要封影缩，其他归你。2株。最终双方讨价还价，叶不凡得到3株万年灵药，紫参草、仙月花、万年青莲。叶不凡脸上露出喜色，郑重用玉盒收起，随后把玩一艘银色飞梭。此物需要万枚灵石催动，堪比元婴真君的遁速，虽说耗费夸张，但终究是保命的东西，绝对的跑路神器。红毛鸟则是一脸心疼，恨不能咬叶不凡2口。正端详间，妈耶！房间内空气一冷，红毛鸟一个哆嗦，
吓得赶紧钻进叶不凡怀里。叶不凡脸色也僵硬了，站起身，转身拱手，见过师尊。此刻，一袭黑色长裙的萝莉坐在茶桌上，白嫩的小脚丫晃了晃去。她歪着小脑袋，桃花眼看着叶不凡，惊异道：“金丹中期了，你这速度当真是快！大半年从筑基大圆满到金丹中期，这速度说句前无古人也不为过，哪怕有大量千年灵药加持。”侥幸！叶不凡擦了擦冷汗，心头愈发紧张。合欢、真兰两大真君隔着近千里，他都能感应到，但这黑裙萝莉出现，他一丝察觉都没有。修为越强，越对师尊的实力感到恐怖，看来有望突破元婴。黑裙萝莉桃花眼眨了眨，极为可爱，婴儿肥的脸蛋儿让人有种捏一把的冲动。忽的，他脸蛋儿一沉，叶不凡，你真的是废物！为师给你娃的纸尿布都准备好了，你居然没让那女人怀孕！一计之时，他为了炼制增加诞生子嗣的秘药，可是斥以巨资购买大量灵药，少说200万灵石砸了进去。之后，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颜如玉大肚子，结果人家金丹了，肚子都没大。叶不凡眼皮抽搐，默不作声。还有，这破鸟怎么也带来了？黑裙萝莉气的小脸升起火烧云。你以为朕妖塔之主为什么将这破鸟关进塔里？这鸟身负厄运诅咒，几千年前接连克死了6位元婴真君。你是觉得自己命硬？他当初进入遗迹，见过这朱雀，若非对方霉运缠身，他早就将其奴役了。叶不凡满脑门黑线，遗迹之时他就不理解，3000年前这鸟为什么没被仙堂的人带走？论价值，朱雀比镇妖塔气运还要大，感情是没人敢动它。罢了，懒得管你，我给你的传讯可收到了。黑裙萝莉挥挥小手，转而道：凡是天魔教弟子都需要轮流去古云城抵御妖族，抵御1个月后才可回来让其他弟子替换，其他正魔大教和家族也是如此。半个月后你去吧。叶不凡苦笑，点头答应。不过他可不认为堂堂第一元婴嘱托他去古云城只是简单的抵御妖族，那颜如玉师尊该如何处置？叶不凡小心问道：要么你把他送到古云城，雪灵宗老祖在那镇守，要么我把他杀了。黑裙萝莉悠悠道。叶不凡无言以对，只得点头答应。黑裙萝莉跳下了茶桌，娇小玲珑的身躯逐渐消失，只留一句话在耳畔回荡：好好留在古云城，别乱跑，我需要你身上的镇妖塔，引一只大妖过来，妖族可是迫切的想要毁掉这东西，天天帮你，总得给为师一点回报。另外，既然金丹了，藏经阁对你开放，去寻找一些金丹法术傍身。叶不凡嘴里发苦，果然让自己去古云城绝不简单，这是让你当诱饵，被元婴大妖盯上，你不死也得脱层皮啊。红毛鸟钻出小脑袋，心有余悸道：那个女人果然不正常，当初在遗迹我就看出她不对劲。叶不凡盘膝而坐，沉默不语。古云城他怎么都得去。小剑仙、周青云和欢圣子圣女都在前线，他现在修为停滞，就算天天和颜如玉双修也快不到哪里去。和欢宗的炉鼎法必须得到，就是不知道师尊想引乃至大妖入瓮，尽量提升自己的实力。叶不凡深感压力，思索片刻，决定以礼服师的名头去古云城。这身份在流云城的时候就和5大仙门、2大魔道势力的人交好，正合适不过。同时制作3阶符箓，之前在元国3阶符纸原料很难寻，都是高阶妖兽皮毛，否则有上千张顶级3阶符箓，砸都能砸死冲虚子。他感应了夏楚紫雪位置，并未在宗门，摇摇头，将红毛鸟留在卧室，离开小楼，准备去藏经阁搜集禁忌法术。就在这时，一道传音符进入小院，在防御阵法中打转。叶不凡大手一抓，将传音符捏碎，浑厚的声音入耳：魔剑上人，他找我作甚？叶不凡眼睛微眯，自己这老族首徒的身份在天魔教很是低调，修为更是低微，很少有人找上门，更别说一封之主。想了想，离开1号院，向山巅走去。一路上遇到零零散散的筑基弟子，其中有不少熟悉的身影，依稀在遗迹中见过。叶师弟出关了，可是修为有所精进，真是可喜可贺。闲暇时可到师兄那里坐一坐。师姐乃是筑基后期，若有机会，可指点师弟1、2，助师弟修行也说不定哦。不少筑基弟子跟叶不凡打着招呼，热情至极。其中几个女修搔首弄姿，不断抛媚眼儿。这半年来，很多弟子拜访这位老族首徒，可惜都没什么回应，他们以为对方闭关了。叶不凡一怔，稍加思索便明白了。如今妖族入侵，人人自危，自己这老族首徒的身份就成了香饽饽。哪天人族大败，这群人能抱住自己的大腿，登上老祖这艘大船跑路。刚刚出关，略有所得。叶不凡淡笑回应。
与几人闲聊片刻，他告辞离去，踏上魔剑峰长老们所在的区域。魔剑峰7位长老都是金丹真人，居所皆是宫殿，大气磅礴，灵气十足。若是放在以前，叶不凡自是对这群长老忌惮，不敢在此久留。但如今修为攀至金丹中期，灵识更是堪比大圆满，自是不必再畏惧。还是老族首徒的身份好啊！在他走后，那三三两两的筑基弟子艳羡不已。他们都去过古云城，勉强存活下来，深知战争的惨烈，不少同门都死在其中。可这位老祖首徒魔剑峰峰主对其格外关照，没有命令下达，压根不用出去和妖族拼命，一直苟在教内，安全至极。他若是去战场，以他低微的修为，早就死了。有弟子酸溜溜道，其他人闻言下意识地远离此人。那弟子也知失言，连忙闭嘴。和此人交好才是重中之重，说不定靠着他的关系，在老祖面前露个脸。以后要多和叶不凡走动走动。众多修士打定了主意，一些自认资质不错的女修更是琢磨回去换几身衣裳，勾引勾引这位叶师弟。只要成为叶不凡的道侣或者情人，请他向峰主求情，我定然也不用去古云城了。其中一个长相清纯、明眸皓齿的黄裙少女摸了摸受伤的手腕，咬了咬牙。此女名为黄灵珊，上等顶级的水灵根，修行多年，已然筑基大圆满，和于成是一个层次的。因其容貌和修为，在教内也算出名。换作以前，他自认能成金丹，未必看得上叶不凡，但现在保命要紧。众弟子各有心思，匆匆离去。而在他们走后，一道藏青蟒袍的短须中年从一处院落的拐角走出，盯着叶不凡离去的背影，眼神闪过寒光。此人正是当初和柳望川狼狈为奸的岳长老。叶不凡去流云城的任务是他发的，回来后更是和柳望川潜伏在1号院，对其进行监视和策划。此子消失半年，修为是筑基2重，下品阳灵根的提升速度倒是正常。岳长老脸色阴沉，但他身边的绿萝却是从2重提升到了6重。一个侍女提升这么大，反而对这主人更加恭敬了。柳望川死后，他直接投入教主门下，暗中足足查了张老三半年，可对方却人间蒸发了一样，半点痕迹皆无。和张老三一起消失的整个天魔教唯有这叶不凡。1号院有没有人，可瞒不过金丹真人的感知。最诡异的是，这姓叶的也查不到任何行踪。流云城时，张老三没杀他，半年前又同时消失，也都痕迹全无，这两人绝对有关系。最起码叶不凡知道张老三的踪迹。岳长老眼神闪烁冷光，转身向教主的道场掠去。教主痛失唯一亲子，相信会对叶不凡感兴趣。叶不凡来到魔剑峰山巅，这里有一座竹园，典雅幽静，灵气十足。叶师弟来了，师尊让我来此等候。宫殿前，一个身着橙袍、长相颇为英俊的青年拱手笑道：“有劳。”叶不凡拱手回礼。这青年叶不凡曾经在遗迹中药园见过，和柳望川他们一起卖力破阵，名为元成。魔剑上人亲传弟子，实力仅次于圣子候选，同样也是楚子雪的追求者，可惜没什么结果。元成打开阵法，将叶不凡引入竹园内，边走边笑，非常和善。以后师弟若是遇到麻烦，尽管找我，我在这天魔教还是有一些薄面的。他不着痕迹地打量叶不凡，心中疑惑不解。这半年来，师尊撤销了叶不凡的宗门任务，更是不让其参与前线的战争。要知道，师尊门下6位弟子可都没这待遇。他想不通师尊为何如此照顾此人。老祖神秘莫测，很难通过此人攀附。那就多谢了。叶不凡笑道。片刻后，他登上竹园内的竹楼2层，元成拱手退下。此刻一道身影端坐在茶桌旁，含笑望来。见过峰主。叶不凡拱手。白发魔剑上人微微颔首，开始沏茶。茶壶轻烟袅袅，一言不发。足足过了1炷香，魔剑上人拎起茶壶，为叶不凡倒了杯茶，醇香扑鼻。这碧云茶可是老夫的珍藏，小有请。叶不凡佯装受宠若惊。前辈，这使不得。一位金丹大圆满的剑修亲自斟茶，这待遇哪怕是天魔教其他长老怕是都享受不到，让其弟子元成看到，估计能惊掉下巴。无妨。魔剑上人摆了摆手，示意叶不凡品茶后者姿态小心地品了一口，先是苦涩，而后甘甜，让头脑都为之一清。这毫无顾忌的意淫，让魔剑上人眼中闪过一色。这小辈，难道不怕他下毒毒死他？好茶。叶不凡赞道。茶是好茶，只是不知道叶小友是不是好客了。魔剑上人见笑容收敛，眼神深幽，隐隐散发出一股金丹大圆满的威压。叶不凡脸色涨红，略显慌乱。小友给我女儿下禁制，控制生死，是不是太过分了？他脸色阴沉，死死盯着叶不凡。这半年来，他趁此人外出，
特地去流云城请精通秘术的风离真人探查楚子雪识海，发现了隐藏极深的禁制，验证了猜测。封主，这是什么意思？张老三，何必与我装糊涂？叶不凡慌乱之色收敛，脸上的涨红也消失，微微眯眼。风离真人灵识特殊，能探查一般人探不到的东西，赵国无出其右。魔剑上人目光如责任而视，一字一顿，还请小友给我一个交代，或者去除禁制。那种禁制太过古老，根本不是金丹真人能够化解的。距离抓我到天魔教差不多1年多了吧？当初我可是差点死在你女儿手里。叶不凡平静道。叶不凡，就算你结丹成功了，老夫也能轻松杀你，让你走不出这竹楼。魔剑上人脸色深沉，阴森道。其身上的金丹大圆满的气势越来越盛，足以让金丹初期都为恐惧震颤。然而让他皱眉的是，眼前这小辈端坐在面前，不动如山，丝毫不受影响。忽的，他气势如潮水般退去，脸上露出苦笑。小友，我就这一个女儿，小友就不能放过她一马？叶不凡面无表情，品着碧云茶。魔剑上人见这家伙软硬不吃，脸色无奈。这半年天魔教很多人都在查张老三，也就是你的踪迹，我都悄然抹出了关于你的痕迹。魔剑上人转道，眼神悠悠。但有些人我阻止不了，比如天魔教主，他一直派岳长老暗中调查。你来这的时候，他已经察觉你的端倪，现在怕是已经向天魔教主复命去了。叶不凡皱眉，来的时候随意扫到的家伙，貌似就是岳长老。不过他当时没在意，以前高不可攀的长老，现在不过是一条杂鱼。只是没想到此人一直在查他，似乎还查出了什么东西。你想以此跟我谈条件？叶不凡眯着眼道。啪啪，魔剑上人拍了2下手，从楼梯口走上来一个老管家，其手里提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男子，法力已然被禁锢，神情又惊又怒，正是赶往天魔教主道场，想要汇报叶不凡踪迹的岳长老。这岳长老交给小友，当作大礼，是杀是留，随你动手。魔剑上人挥挥手，老管家将岳长老扔在地上，悄然退下。很明显，这是试探叶不凡的修为了。金丹真人法力被禁锢，也不是一般人能随意宰杀的。封主，你这是干什么？擅自刺杀门中长老，可是大忌，老祖饶不了你。岳长老沉声厉喝，郁闷的几乎吐血。他还没等走出魔剑锋，就被老管家下了黑手。对方是金丹中期，超出他一个境界，再加上他没有防备，直接中招被抓。你不是一直在找张老三吗？他就是。魔剑上人微笑，指了指对面而坐的叶不凡。什么？岳长老一呆，如雷轰顶，难以置信地看向叶不凡。一袭白衣，姿态沉静，依旧是筑基2重，依旧普普通通。他想过叶不凡和张老三有联系，想过其他任何可能，唯独没想到这点。叶不凡1年前才筑基，和张老三差距8个境界，就算是石头蹦出来的怪胎，进也不可能这么快。岳长老，好久不见。叶不凡侧头轻笑道。你见过我？当初柳望川隐藏在我院中，你也在，不是吗？岳长老发呆，看向叶不凡的目光满是不可思议。我想知道天魔教主查到我哪一步了，岳长老可否告知？叶不凡轻抿碧云茶，漫不经心地问道。老夫是长老，你以什么身份问我？岳长老下意识大喝。到了这种境地，他还是以上位者的口气质问，仿佛叶不凡依旧是当年那个随手拿捏的小辈，还以为每个金丹都是人精。你这厮怪不得被柳望川当枪使，太蠢。既然你认不清事实，那我就让你认清。叶不凡放下茶杯，大手猛地扣住岳长老的脑袋，搜魂。一股灵石狠狠轰击在其识海，灵石之磅礴，犹如汪洋大海。一直紧紧观察着叶不凡的魔剑上人神情巨变，猛地后退，满脸活见鬼的表情。他只是一次浅浅的试探叶不凡的修为境界，可没想到却是试探出了一头怪物。这是那个1年前在各大长老面前战战兢兢的小修士。魔剑上人心头狂震，这灵石的恐怖程度完全不下于他。识海被冲击，岳长老痛苦惨嚎，眼神中满是恐惧和绝望，看向叶不凡的目光犹如看魔鬼。天魔教主并没有发现我的真身。叶不凡翻阅岳长老识海，心中稍松，砰一声捏爆其头颅，万魂幡一卷，将其神魂收入其中。如今的万魂幡威力极强，当初跑路时他扭断了冲虚子的脖子，顺便将其神魂摄取在手，扔进了魂幡。再加上岳长老此刻有6位金丹银魂，还要麻烦风主将失手收起。叶不凡一袭白衣，纤尘不染，重新回到茶桌旁坐下，微笑道。魔剑上人眼皮抽搐，看了看惨不忍睹的尸体，又看了看彬彬有礼的青年，
只感觉心头发毛。叶晓，叶道友进当真是迅猛，敢问你到了什么境界？咔咔一顿杀，结果仔细一看，还他妈是筑基2重的修为。他改了称呼，言辞客气，进艰难，金丹初期罢了。叶不凡叹了口气，心知震慑效果极佳。这老狐狸若是表现得弱，估计已经一番连唬带吓，让他解除禁制了。金丹初期，魔剑上人咀嚼这4个字，怎么听怎么不对味。他挥挥手，让老管家将尸体拖走，递给叶不凡一个储物袋。这是老夫的一点心意，总共200万灵石。魔剑上人神情萧索，雪儿母亲被仇家杀死，我将其抚养长大，爱护有加。他心思单纯，难以面对世间险恶。叶不凡一愣，终于琢磨过味来。200万灵石绝对是巨款，算是金丹大圆满的全部资产了。禁制解除不了，索性托孤。我女儿不说倾国倾城，也说得上沉鱼落雁，在赵国名列前茅，更是圣女，给道友做个小妾如何？魔剑上人语气温和，好似老丈人。我还会附赠2个消息给道友，只求道友让我女儿生个一男半女，以免我楚家绝了后，脱离张老三掌控不太可能。保住女儿的命，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这姓叶的生个孩子，到最后总不能杀了孩子他娘吧？况且此子潜力太惊人，未来可期，女儿也不吃亏。叶不凡眼角抽了抽，对生孩子这3个字属实有点过敏。什么消息？第一个，我妻子来自仙堂，所以我与那边有点联系。仙堂季家已经派遣使者在路上了，目的是你身上的气运。魔剑上人直言，提醒道，以他们的霸道，强势抽取气运，你怕是难以活命。叶不凡瞳孔一缩，心头翻起惊涛骇浪。他没想到仙堂这么快得到了消息，中间隔着10几个国家，还有大片荒漠，金丹真人飞过去也得10几年时间。好，我力所能及的保住楚子雪的命。叶不凡沉声道。第2个消息呢？用不了2年，魔妖就会从遗迹中破开封印出世。这消息来自妖族，当然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魔剑上人缓缓道。咔嚓，叶不凡手里的茶杯被捏碎，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不怀疑消息的准确性，魔剑上人没必要撒谎，而且这件事他早就有所猜测。当初青凤那10几个霍家人在遗迹消失了1-2个月，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叶不凡心头升起危机，他杀了魔妖的一丝分魂，这次出来必定找自己清算。2年时间还早，他还有南红玉这条后路。不过在此之前，他得安排好一切，起码把萝莉师尊伺候舒服了，放自己跑路。多谢了。叶不凡拱手，言语真挚。随后与魔剑上人闲谈，后者完全不负刚才的威严，满脸和善，跟叶某人说话都是老丈人对女婿的口吻。等到日落西山，魔剑上人这才将叶不凡送出竹楼旗弟子袁成在门口守着，早已看呆。让师尊亲送的，这在弟子中绝对是头一份。请。叶不凡下了魔剑峰，前往圣魔峰。迎面一道身形飞来，气质威严，散发的气息比冲虚子强了不止1个档次。见过教主。叶不凡瞳孔微缩，固守金丹和石海，拱手行礼。这教主8成是发现岳长老身亡，亲自过来查探情况的。原来是叶师侄，这是去藏经阁。天魔教主皱眉，目光扫视，对叶不凡几乎没什么印象了。行事低调，足不出户，存在感极低。而今丹峰的圣子候选楚子雪、古风古女等数位天骄晋升金丹，众星捧月，耀眼而璀璨。和这些人比，这老族首徒泯然众人矣，就如路边的尘埃。老祖亲自发话，让你随意进入藏经阁，你去吧。天魔教主意兴阑珊的挥手，他此刻满头华发，愈发苍老。是。叶不凡心中略松，拱了拱手，与天魔教主擦身而过，踩着低阶法器向圣魔峰掠去。这位赵国第一金丹，法宝、法力、灵石、法术都已然真挚化境，危险感强烈至极。且刚才他还发现教主气血如火，显然间修炼体法，实力过于变态。天魔教主懒得在意一个小角色，脸色阴晴不定，迅速掠向魔剑峰。岳长老身死，他身上的追踪咒法轻松被抹除，杀他的到底是谁？他眼神冰冷，心有杀机，直觉告诉他对方的死和张老三有关系。虽说老祖严禁他插手弟子间的恩怨，但柳望川表面是真传弟子，实则是他亲儿子，怎么可能真的就此罢手？忽的，他身形一顿，转身看向叶不凡的背影，眉头微皱。错觉。他仔细凝望，露出沉思，直至叶不凡消失在视线中。天魔教主目光幽邃，转身直奔魔剑峰，片刻后落在魔剑上人的竹楼前。魔剑峰主，岳长老魂牌碎裂，还望给我一个交代。竹楼寂静了一会儿，魔剑上人走出，平静道：岳长老犯了门中大忌，所以我把他杀了。藏经阁前，
一道强大气息走出，28、9岁，身着华服，脸上带着病态的苍白。参见圣子。见过圣子。几个弟子见状，纷纷上前行礼，脸上满是羡慕和恭敬。此人正是丹峰的炼丹天才，一季后唯一的圣子候选李涵。大半年前，因为畏惧张老三，所以拒绝成为圣子。不过在之后结丹成功，自认不惧那人，于是顺理成章地登上圣子位。李涵持以上位者的姿态，淡淡点头。叶不凡亦是拱手：“你是老祖首徒吧？”“呵呵，果然俊美，这增长修为的丹药赏你了。”李涵目光扫过，在叶不凡身上顿了顿，扔出一瓶丹药，淡笑道：“老祖首徒本分低调，现在不过是筑基，和他早已不是一个层次的人，释放一点善意，也无不可说不定哪天用得着。”叶不凡接过，目送李涵离去，神情古怪。他如果记得没错，沙柳忘川时，此人当时被万魂幡困住，差点被阴魂吞了。其他筑基弟子见此，都是露出羡慕之色。圣子赐丹，这待遇可不多。丹峰就是丹峰，前线一群弟子拼杀，丹峰的修士则是在后方炼丹。叶不凡则是咂咂嘴，摇头进入藏经阁，依旧是那个长相黝黑的藏经阁长老。假丹修为，看来你听劝了，未曾修习那禁忌功法。黝黑长老抚须笑道：“当初此子拿走了天煞真魔功，他多次劝告，历史上几百个修炼此功的全死了，不知那功法是何来历？当年第一代老祖得到此物时，可有什么话语留下？”叶不凡眸光一闪，佯装好奇。黝黑长老摇摇头：“乃留下什么话？不过听上一代藏经阁长老提及，和天煞真魔功放一块的，还有一个罗盘，后来被这代老祖取走了。”罗盘？叶不凡瞳孔猛地一缩，当初得到此物，他就怀疑罗盘和指引图应该有2份，他得到的是拜入妖宗的那位持有的，另一份属于第一代老祖。如今猜测成真，第一代老祖的那份已经被罗力师尊取走了，就不知道指引图有没有落入他手中。看来我这位师尊知道空间节点，说不定通过节点去过南红域。叶不凡心情顿时不好了，那萝莉跟个鬼一样，走到哪儿都有他的影子。上面已经吩咐小友可随意出入藏经阁，反正你以前来过一次，我就不带你去了。黝黑长老笑呵呵道。叶不凡颔首，径直走上了第6层。这是只有圣子圣女才有资格进来的，一般长老都没有资格。等叶不凡离开，黝黑长老收敛笑容，从怀中拿出一枚传音符，再次凝神听了听，皱眉不解：“教主让我盯着此人作甚？一个筑基2重，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吗？”就在刚才，教主传过来一道讯息。第6层，叶不凡径直走向金丹真人所需要的功法和法术区域，忽的一顿，转身来到天煞真魔宫的所在。他盯着古籍，一动不动，随后翻开2页，手指微微顿住，看着第3页一道浅浅的指纹，眼神微眯。修士也是人，是人只要用手接触，就会留下指纹。当然，首先修士没有去除这痕迹。沉吟少顷，转身来到一片玉架旁。阴阳合欢金金丹篇，顶级功法，双修宝典，另一半的灵根层次越高，修炼越快。副作用：极度伤肾，容易精尽人亡。天魔血神绝金丹篇，顶级功法，吞噬他人鲜血，炼化为己身法力，增强法力，加快修为提升。玉龙诀，这些金丹功法都不行，不如天煞真魔功。叶不凡掠过功法区，进入法术区。顶级金丹法术大血影遁术，献祭法力、神魂、精血，遁速暴增数倍。副作用：施展后重伤萎靡，需数月乃至数年才能恢复。顶级金丹法术摩罗天刀，配合摩罗丹，以身为刀，以魂为刃，斩魂斩身，爆发绝强一击。副作用：施展后当场神魂与肉身大损，油尽灯枯，谨慎修炼。顶级金丹遁法惊鸿一刹，浮光掠影进阶法术，爆发性速度法术，短距离速度无敌。副作用：伤敌800自损2000，需献祭双腿，爆发后双腿炸碎。顶级金丹法术大魔血9剑，一剑比一剑威力强大，威力强绝。副作用：需付出全身的血液，施展后成为干尸一条。叶不凡双目放光，呼吸急促。好啊，这残忍的副作用让人怦然心动。金丹法术魔影剑，无副作用。叶不凡眉头微皱，将魔影剑诀扔到一边。没副作用，修它作甚？找了半天，最终选出10本顶级金丹法术，兼顾速度、爆发、大威力、防御等等，将他法术缺陷全方位补足。古籍相对完好，没什么磨损痕迹，显然这上千年来没什么人敢修炼这东西。魔道归魔道，但不代表他们不怕死。反观那些副作用小的魔道法术，古籍磨损严重，像是青楼的小姐，不知道接过了多少课，
都快烂掉了。将这些修炼成功，我才能真正立足于10大金丹强者之列，成为金丹天花板的存在。叶不凡心头激荡，将10本法术尽数复刻在早就准备好的玉简中。藏经阁禁止私自复刻副本，不过叶不凡压根没这顾忌，以他的造处术，瞒过藏经阁长老不成问题。复刻完毕，叶不凡将玉简塞进怀里，随后又复刻了一本筑基篇的阴阳合欢经，离开了第6层。哈哈，小友果然是同道中人，我对此功极其有心得，若有不懂之处，尽管来问我。黝黑长老临时扫过叶不凡的储物袋和身上，没发现异常，接过阴阳合欢经，顿时露出暧昧之色，语气都清静了不少。这功法5层也有，不过没第6层的详尽。一定。叶不凡咳嗽2声，准备通过此功逐渐显露出筑基3、4重乃至大圆满的修为。很多时候老族首徒的身份再加上修为，能省去很多麻烦。近日来不少女弟子交好于你，可要把握机会，毕竟你体质本来就适合双修。黝黑长老嘿嘿笑道。叶不凡点头称是，离开了藏经阁。等了片刻，黝黑长老眼中一闪，拿出传音符。合欢经早修炼此功，何至于筑基2重，连普通筑基弟子都比不上。黝黑长老摇摇头，虽是下品灵根，但双修比较特殊，关键对方是阳灵根。他催动传音符，将叶不凡修炼合欢经的消息传递给了教主。叶不凡回到1号院，打开颜如玉的房间，一袭蓝白长裙，正盘腿坐在床榻上，绝美脸颊时而泛起红晕，时而苍白，而气质也时不时的变化。叶不凡皱眉，来到天魔教没多久，颜如玉前世意识就开始复苏，像是被什么刺激到了，而现实的意识不断与之对抗，难不成和师尊有关？这天魔教不适合他再待下去。叶不凡心头微沉，可又无可奈何。他不确定合欢、真兰2位真君是否在天魔山脉外守着，若是现在就送他走，很容易出事。再等等。叶不凡深吸口气，将房门闭上，嘱咐了绿萝2句，回到自己房间。此刻朱雀2条细腿正站在窗口梳理自己的羽毛，一边玩去。叶不凡将他赶走，开始修炼禁忌法术。如今他的悟性顶尖，参悟很快。顶级金丹法术大血影遁术，献祭法力、神魂、精血，遁速暴增数倍。副作用：施展后重伤萎靡，需数月乃至数年才能恢复。负面逆转：无需献祭，身体将没有任何损伤，无需恢复。顶级金丹法术摩罗天刀，配合摩罗丹，以身为刀，以魂为刃，斩魂斩身，爆发绝强一击。副作用：施展后当场神魂与肉身大损，油尽灯枯，谨慎修炼。负面逆转：施展后神魂与肉身大补，全方位增强。顶级金丹法术惊鸿一刹，浮光掠影进阶法术，爆发性速度法术，短距离速度无敌。副作用：伤敌800自损2000，需献祭双腿，爆发后双腿炸碎。负面逆转：伤敌800，自己无损，无需献祭双腿，每次施展可永久增强1点双腿力量。顶级金丹法术大魔血9剑。叶不凡眼前系统面板跳动不停，精神大振，满脸狂喜。果然还是副作用牛皮，不但没损伤，反而增强肉身和神魂。神魂很脆弱，难以壮大，甚至损伤后想恢复都得数年乃至几十年。摩罗天刀的副作用直接加了肉身和神魂双重治疗，连疗伤丹都省了。惊鸿一刹有点变态，永久增加1点力量，岂不是说施展几万次后，我2条腿力量大涨，快若奔雷？叶不凡眼睛雪亮，有点神风腿的意思。不止这些，还有其他6门法术。负面逆转，对身体各部位都有所增幅。随后的10日，叶不凡白天晚上都在修炼10门禁忌法术，由于悟性顶尖，进度非常快，实力肉眼可见的增长。而颜如玉状态愈发的不稳，2种意识不断交锋，有数次前世意识苏醒，但却被叶不凡制服。小贝，第3次了。颜如玉的客房中传出羞愤的尖叫，声音中伴随着噗滋噗滋的动静。过了很久，叶不凡这才满头大汗地走出房间。前世意识苏醒的越发频繁，师尊的存在似乎对他刺激很大，必须送走了。第7日，叶不凡让朱雀出去查探情况，结果发现合欢、真兰2位老祖的神识一直徘徊在天魔山脉外，他只能按下焦躁之心。他感觉再让颜如玉待在这，很可能会出大事，且对压制前世意识很不利。接下来的10日，叶不凡除了修炼禁忌法术，出入颜如玉房间也更加频繁了。他也没忘记打探古云城的情况。自从回天魔教后，一些不常来往的筑基弟子多有拜访，或者举行聚会，交易法器，交流修炼心得。叶不凡正好趁机旁敲侧击，倒是和各峰的弟子们混了个脸熟。
几天时间一晃而过。这一日，天魔教一处凉亭中，几个筑基修士气氛压抑。叶师弟，上面下令，我又得去前线了，不知这次能不能活着回来？一个犹如身穿儒袍，有几分书生气质的青年叹息一声。此人名为赵书生，血封弟子，一季后进入筑基大圆满，距离结丹只差一丝。我也要去了，真是羡慕叶师弟，免于战争的厮杀。如今古云城那边越来越残酷了，尸体堆如山啊！说话的是壮硕如铁的浓眉青年，言辞满是艳羡。他是圣魔峰弟子杜铁，仅次于圣子候选。因1年前被困在赵国的一处险地，错失一计，没能得到凝金丹，并未结丹。此人非常好战，以战斗力闻名天魔教。不过再怎么好战，面对古云城无尽的妖兽，也难免心生无力。其他人也是神情黯然，目光中艳羡非常。正魔两道不是列个杀戮榜吗？只要杀的妖兽多，登上榜单就能获得相应的奖励，排名前时可获得凝金丹。结丹修士的杀戮榜更是丰厚至极，赐予法宝、修炼丹药、功法。叶不凡宽慰几人，这些时日他也差不多搞明白了古云城的状况。数万修士汇聚，在周边造了几座城，防御妖族。每天地上是炼器，筑基修士和低阶妖兽打，高空是金丹修士和3阶妖兽打，方圆千里都被血染红了。为了激励弟子，正魔两道发布杀戮榜。杀戮榜和上万筑基修士争夺前10，难如登天啊！杜铁无奈，心有戚戚。前几天去古云城的前师兄筑基大圆满，实力够强了吧？结果呢，死在了妖兽之口。其他人闻言，脸色都是微变。叶不凡也是心惊，前师兄几天前还和他唠嗑，再听消息，结果天人永隔。就在这时，香气扑鼻，身穿黄裙的少女往叶不凡身边挪了挪，相貌身材皆不俗，气质相当清纯。初恋的既视感，仿若叶不凡上辈子的纯情女高。此女名为黄灵山，最近经常往叶不凡的1号院跑，俨然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师弟，能不能帮个忙？请求峰主免了我这次征召。黄灵山楚楚可怜，双眸灵动，细嫩的手指抚上叶不凡的臂膀。其他人闻言都是看了过来，有些吃味。黄灵山可是魔剑锋的大美人，相貌仅次于楚子雪，从未有过双修道侣，很多天骄对其都有心思。奈何此女鬼精鬼精的，不给任何人可乘之机，如今却是和老族首徒走得颇近。叶不凡心头一荡，随后收敛心神，两手一摊，我何德何能影响上层的决策？能自保就不错了。和这群人虽有些交情，但师尊有令，他也得去古云城当诱饵，吸引元婴大妖。他可比这群人危险多了。众人闻言顿时失望，不过也能理解，虽是老祖首徒，但修为太低，难以影响师门规定。黄灵山被齿轻咬红唇，灵眸浮现决然。今天说什么也得拿下叶师弟。不过诸位也别失望，古云城服饰众多，多买些符箓傍身，能增加生存能力。叶不凡心中一动，好说歹说都是自己的同门，且这几日对自己不错。到了古云城，换成礼服师的马甲，售卖符箓时倒是可以给这些人优惠价。那群符师发战争财，价格水涨船高啊！众人无奈，痛骂那群符师黑心。现在情况是，符箓原料便宜，成品贵，完全供不应求。随后众人交流了下修炼心得，又交易了下物品，这才散去，急匆匆的准备去古云城玩命。叶不凡也是回到1号院，忽的一道传音辐射来，叶不凡将其捏碎，听了听声音，脸皮一僵。萝莉师尊又催人了。叶不凡脸色阴晴不定。这半个月来，在顶级悟性和副作用加持下，他10门竞技法术差不多大成了，斗法能力暴涨了不少，有堪比元婴的风影缩，遇到大妖就跑路。叶不凡琢磨，让红毛鸟打探下合欢、真兰2位老祖的去向，得知2人几日前已经被天魔老祖打发走了，这让他稍松口气。正欲要收拾东西，外面传来一道女子声音。叶不凡皱眉，挥手打开阵法。随后黄灵山衣着薄纱裙款款走来，清纯脸颊绯红，像是动了情的清纯女高，灵动眸子泛着水光。原来是黄师姐。你。等对方进入小院中，叶不凡露出诧异，还没等他说完，就见黄灵山身上的薄纱裙缓缓滑落，白璧无瑕，带着醉人香味，动人心魄。师弟，今晚上你我赏月如何？黄灵山羞涩的靠近，灼热呼吸吐在叶不凡耳畔，一双素手伸出，欲要解开对方的腰带。赏月？你这是赏月吗？你这是馋我的身子。叶某人一时间口干舌燥，蠢蠢欲动。他可不是柳下惠，送上门的小白兔，岂有拒绝之理？还未付诸行动，叶不凡脸色突然一怔，捡起薄纱裙披在黄灵山身上。师姐，小心着凉。他一呆，一张清纯的脸泛白，
而后气得通红。他都衣衫进去了，此人还无动于衷，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侮辱了。就在这时，他看到院中小楼2层，一道女子身影站在那，眼神盯着他。那女子样貌普通，并不如他。叶师弟金屋藏娇，这长相一般吗？黄陵潸了然，穿好薄纱裙，朝着叶不凡痴痴一笑。叶师弟，明日我再找你。说完，袅袅挪挪地离开了。你倒是好艳福，怎么不把他拿下？颜如玉淡淡道。叶不凡飘然上了2楼，咳嗽2声，搂住对方的小蛮腰。他比不上你，是吗？我看刚才可是有些异动。颜如玉眼前微红，气冲冲地伸出小拳头就要捶他一下。叶不凡闪电般出手，将袖拳抓住，掰开玉指，挑出一根细尾针。你装的倒是挺像，可惜你不是他。他眯着眼，抬手捏了捏颜如玉脸蛋儿，异样感袭上心头。颜如玉小脸通红，一双大眼睛几乎喷火。你这小辈，咸猪手往哪放？叶不凡耸耸肩，将其拦腰抱住，雄浑法力压制其金丹。他不理会颜如玉的抓挠，大步进入客房，将其扔在床榻上。今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免得再冒出来。直至翌日中午，小楼才消停下来。颜如玉脸颊苍白，从客房走出，他一个踉跄往前摔倒，一只大手揽住小蛮腰。都怪你，以后不许碰我。颜如玉被齿紧咬。叶不凡干笑，以前他都是收着，今天确实，不过效果很好，想必前世意识已经有了阴影，几个月之内不会再复苏。走吧，去古云城。叶不凡收拾妥当，带着颜如玉和绿萝离开1号院，悄然朝着天魔教外遁去。在他走后没多久，黄灵山再次来到院门前，传音几声，没有听到回音。人呢？一双灵动眸子浮现焦急，清纯脸蛋时青时白，忍不住跺了跺脚。师门诏令，他必须得去古云城，已经没时间了。晚上又来了2次，1号院依旧没回应。黄灵山失魂落魄，只得赶往古云城。和他一起的还有上百位筑基修士，其中不乏叶不凡交情还算不错的赵书生、杜铁等几人。而在叶不凡走后，天魔教主的身影浮现在魔剑峰，屹立虚空，注视1号院。沉吟良久，转身离去。一片大江大河上空，庞大的金剑朝着古云城飞去。红毛鸟像是鱼入大海，分外畅快。小老弟，有没有兴趣跟姑奶奶干一票大的？红毛鸟看着盘膝坐在剑尖的叶不凡，眼珠子一转，嘿嘿笑道。这半个月，他的修为已经恢复到了3阶巅峰，也就是金丹大圆满。没兴趣。叶不凡眼皮都没抬。如今万妖山那群妖族的注意力都在赵国，后方必定空虚，不如跟我一起洗劫一番，以后你突破元婴就有望了。红毛鸟循循善诱，诱惑道。任凭他如何劝说，眼前这人就如石头一样纹丝不动。真是狗啊你！富贵险中求，你不去，姑奶奶去。红毛鸟哼哼了2声，展翅朝着远方飞掠而去。叶不凡懒得管他，驾驭飞剑约莫行了1000里，遇到一位金丹初期的青衫男子，约莫30多岁，40上清宫的人，在他身边还有一位筑基少年，18、19岁的样子。道友可是去古云城的，不如你我结伴行如何？以免被潜伏进赵国的妖族偷袭。青衫男子朗声笑道。3阶妖兽虽不能化形，但已经有了一些灵智。这几个月时有潜入，专门猎杀落单的金丹真人，或者在人族后方搞破坏。颜如玉和绿萝见状，下意识地靠在叶不凡身边。道友上来便是。叶不凡微笑，此刻他一袭白衣，是个中年儒士的模样，显露的是金丹初期修为，气息刚正，和魔道扯不上边。青衫男子带着那少年落在金剑上。齐树，见过前辈。少年赶忙向叶不凡行礼，随后好奇地看着3人，当看到颜如玉和绿萝2位女修时，脸一红，赶忙低头。这让颜如玉2人提防稍减，一大一小，明显是师徒。随后叶不凡得知，青衫男子名叫江火真，号火青上人，闭关多年，刚刚突破金丹，和剑鹤真人同出一族。身边的则是他徒弟，不过筑基一重。道友是哪方势力的长老？火青上人笑着问道。我关道友气脉悠长，法力稳固，步入金丹怕是不下10余年了。在下姓陈，边陲小族的老祖，闭关多年，被正魔2大巨头征召，无奈啊。叶不凡苦笑一声。火青上人也是叹了口气。上面的元婴真君发话，没办法，我在上清宫是个炼气师，斗法欠缺，就这也被征召而来。4世同病相怜，2人一路上倒是相谈甚欢，没多久就称兄道弟起来。期间火青上人邀请叶不凡联手杀妖，后者则是连连答应。飞剑掠过一道大峡谷，气氛愈发和谐。火青上人眼神一闪，笑道：陈老弟，
我这图尔卡在筑基一众已久，始终无法突破，这次带他来历练一番，若是遇到危险，陈老弟看见的话，可要帮衬一二。哈哈，当然，你这徒弟天赋不错，假以时日，金丹有望。叶不凡哈哈一笑，随手递出几张2阶符箓，一些小东西送给令徒了，也算是结个善缘，还不快快谢过你陈叔。火青上人拍了拍少年脑门，笑骂道：多谢陈叔。少年脸色涨红，慌忙走到近前，接过符箓，小心揣进怀里。不必多礼，你卡在此境界多久了？叶不凡笑呵呵道：1年半。1年半，不太像。叶不凡眯着眼，似笑非笑，100多年还差不多。少年身躯微僵，火青上人一愣，皮笑肉不笑道：陈老弟这是什么意思？从离开天魔教开始，两位就跟着我，之后特意接近。叶不凡起身掸了掸衣角的灰尘，淡笑道：我倒是好奇江兄什么意思。话音落下，气氛瞬间凝固。颜如玉美眸一正，迅速上前与叶不凡并肩而立，嗖！而就在这时，那少年双目闪过冷光，张嘴吐出一枚血剑，直奔叶不凡的眉心。两人距离本来不过咫尺，血剑瞬息而至。换作旁人，就算是金丹后期，在这么近的情况下，不死也得重伤。可惜，他面对的是叶不凡。当，后者面无表情，抬手重重砸在血剑上，爆发一连串的火花，其力道之大，竟是硬生生将血剑崩飞。什么？肉身金丹？少年一愣，脸色巨变，猛地后退。其速度丝毫不下于金丹中期，哪里是什么筑基修士？他停在大剑剑柄处，大风烈烈，少年额头隐隐浮现冷汗。和一个肉身金丹距离如此近，哪怕他是金丹中期，也有被瞬间格杀的风险。火青上人脸色也是难看，阁下藏的真是深，肉身金丹，整个赵国都找不出来几位。叶不凡淡笑一声，没有动手，反而问道：两位脸悉数，速度、刺杀能力远超同阶，不知受谁指派刺杀于我？少年是金丹中期，青山男子确实是实打实的金丹初期。他有些不能理解，造处术原因之下很难看穿自己是怎么被盯上的，而且一上来就是2个金丹，说是合欢宗的人也不像，除了金丹大圆满，合欢老祖派其他人刺杀就是送死。而回天魔教后，除了魔剑上人略微清楚自己的底细，其他人一概不知，这就无可奉告了。火青上人露出杀意，双手掐诀，正欲祭出法宝，可就在这时，他脸色巨变，猛地回头看去，只见那少年脸色惨白，右手呈现青紫色，一种毒素迅速往手臂蔓延。刚才那几张符纸你下了毒。少年脸皮狰狞，立即吞下一颗亵毒丹，运转法力想要将毒素清除，而手上的毒素只是顿了顿，蔓延速度陡然加快。别挣扎了，此毒名为忘川，无色无味，灵识和法力难以感知，金丹大圆满碰了也得重伤。叶不凡轻笑道：你若是告知幕后之人身份，我倒是可以为你解毒。这毒来自冲虚子，作为合欢宗的大长老，什么手段都有。少年闻言，脸上露出狠辣，咔嚓一声，竟是将整条右臂撕了下来，鲜血狂喷。走，此人情报有问题。他恶毒地看了叶不凡一眼，转身闪电般的向远处遁逃。而火青上人也不再出手，迅速紧跟而上，一击不成，瞬间远遁。这两人应该是东边九曲国的刺客天沙门的人。颜如玉黛眉紧蹙，九曲国的天沙门乃是有元阴真君的大宗，门下弟子只收钱刺杀，其他什么事都不干。不过这个势力很少在赵国活跃，究竟是谁买凶杀你？颜如玉疑问道。以叶不凡的谨慎，几乎不可能有人摸上门。我哪知道？叶不凡无语，除了元阴真君，他这是第一次造处术失效，被人看穿这个搞不清楚，他寝食难安。而那2个金丹此时已经逃出数百里外。见后方叶不凡没追上来，少年这才松口气，看了臂膀一眼，脸色铁青。尤时期，这人绝对不是金丹初期，狗屁的情报，误差太大了。他咬牙切齿道：天沙门屹立九曲国数千载，很少有情报失误，难不成是金丹中期？那人诓骗我们不成？他肉身都金丹了，修为只会更高，要么是金丹中期，要么是后期。青山男子闻言吃惊，赵国金丹后期的修士全部资料都在天沙门资料库，详尽至极。回去禀报上去，那人想再请我们出手，必须查清楚此人真实修为实力。青山男子脸色凝重，甚至掌握的法术都要查清。我们的隐秘术就算是金丹后期也无法识破，此人8成掌握了极强的瞳术，瞳术能看穿某些表象，但这种术法很罕见。他难以理解，赵国什么时候出了一个肉身金丹擅长瞳术的金丹真人？
轰隆隆！就在这时，耳畔传来轰鸣，两人下意识地回头一看，顿时亡魂大冒。一道血色身影破开阴障，其速如奔雷，几乎瞬间就跨过百里距离。这是什么速度？青衫男子头皮发麻，急忙喷出一口血，画出一道诡异的符号笼罩其身，随后身影隐去，无声无息。旁边的少年也是惊悚，赶忙施展遁术，速度再增数成。然而与其相比，他们的速度慢若龟爬。砰！血色人影一步数十里，眨眼追上少年，硕大的拳头重重轰击其胸膛。后者脸色煞白，立即祭出血剑。当！血剑被震飞，拳头上魔光滔滔，气血如渊，勇往直前。轰隆一声，直接打穿少年的胸膛，拳头从其背后伸出，血淋淋的，连身上的防护法宝都被震爆。你金丹大修！少年嘴角一血，惊骇欲绝。想过情报差距很大，但没想到这么夸张。他们两个金丹中期和初期，居然想刺杀金丹大修。搜魂！叶不凡满头血发飘扬，眼神漠然，大手抓住其脑袋，一股磅礴灵石冲击其脑海。刚接触，一股反震之力涌出，少年的脑袋直接爆开，脑浆子乱飞。叶不凡皱眉，石海被下了禁制，这种禁制很残酷，只要说出一些秘密或者临时探查石海，就会当场自爆。看来想从这两人嘴里得知幕后之人难了。叶不凡无奈，随手捞起少年的储物袋和血剑，又抓了神魂扔进万魂幡。以他现在的实力，肉身之力加上直追大圆满的法力，两者交叠，杀一个金丹中期跟杀鸡没区别，一般法宝根本扛不住。随后他转头看向远空，那个青衫男子隐形手段和遁速都很惊人，一眼望去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一个初期就想逃走，叶不凡眯着眼，灵石如汪洋般笼罩方圆900里，随后就感应到300里外一道隐去身影的青衫男子，后者脸色惊骇，满是恐惧，果真是金丹大修。大血影遁！叶不凡双手掐诀，一道血影将他包裹，迅速追击而上。从藏经阁挑选的10大禁忌法术，这门遁术最变态，原因之下能在遁速上和他媲美的少之又少。当初冲虚子的大地遁术都远远不及，只是几个呼吸，跨过300里，立在青衫男子面前。道友！青衫男子脸色惨白一片，连逃跑的念头都没了。摩罗天刀！叶不凡神情冷漠地斩出一刀，以身为刀，以魂为刃，形成一道足达1000丈的刀光，斩破虚空，往青衫男子劈去。后者大骇之下，急忙祭出一杆长矛法宝，又往身上贴了好几张3阶顶级的防御符箓，形成光罩。轰的一声，长矛法宝直接被斩爆，刀光摧枯拉朽，撕碎数张防御符箓，将青衫男子一劈两半，当场身亡。威力还不错，叶不凡露出满意，这一刀砍死金丹大圆满都没问题。正常修士反噬之下，神魂肉身重创，油尽灯枯。不过叶某人是例外，系统逆转之下，肉身和神魂被治疗，只感觉浑身舒爽，甚至他感觉这两方面都壮大了一丝。随手将青衫男子的储物袋收起，身影化作一道血影，直奔远方。片刻后，就见颜如玉和绿罗大河之畔等候。这种魔道术法以后少用。颜如玉蹙眉，关切地检查叶不凡伤势。他可不信这种恐怖遁术一点代价没有。叶不凡无奈，不得不佯装受伤的样子。走吧，去古云城。叶不凡记起飞剑，载着两人朝着古云城方向而去。路上，他盘坐在剑间，一直皱眉思索。从拜入天魔教开始，复盘所有遇到过的人、遇到的事，甚至连储物袋所有物品都仔细检查了一遍，但任凭他聪明过人，也无法找到什么蛛丝马迹。那幕后之人很明显知道他的真身，且有手段窥破他的造处术。这张老三的马甲快保不住了。叶不凡叹了口气，不过还好，他还有礼服师这个马甲。与此同时，数千里外一座巍峨山岳中，天魔教主盘溪在大青石上缓缓睁开双目，目光幽邃，犹如深渊。他从储物袋中拿出2个令牌，这是他从那两人身上汲取的气息，利用秘术炼制的令牌，只要两人身死，令牌就会碎。死了。盯着碎裂的令牌，天魔教主双目微闭，用2条命试探，没想到你比想象中隐藏的还要深，擅长遁逃的天沙门长老都被杀，你这实力不低于金丹后期啊。天魔教主低语，再度睁开眼，脸色阴沉，似要滴水。那家伙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大半年前只是堪比假丹，半年后实力直追金丹后期，这进步速度过于夸张，心性谨慎，实力强而又低调，你不死怕又是一个元婴真君。他暗中查了半年，
让心腹询问了无数在遗迹见过张老三的修士，搜集功法特征，但对方太谨慎了，和人战斗只是简单的魔气，没有明显的特征。如果非要说特征，那就是法力浑厚程度远超同阶。后去了趟藏经阁，天煞真魔功倒是符合，不过此功也没张老三的法力这么夸张。直至半月前和叶不凡擦身而过，察觉到了一些东西。随后他在脑海中开始推论，假设如果叶不凡是张老三，从身份上倒推，那么一切都有迹可循了。张老三和叶不凡前后出现在天魔教的时间吻合，刘云成时间吻合，遗迹时间吻合，杀他儿子动机吻合，真相已然浮出水面。不管你有什么秘密，杀我儿就要死。天魔教主冷笑一声，老祖护着你，我没法动手，但将整个天沙门卷进去，本教主不信你不死。能坐稳天魔教教主之位，能成为赵国第一金丹，实力和城府都不缺。借刀杀人不能借赵国势力，否则以现在正魔盟友的关系，查出他这个幕后主使不难。但天沙门是九曲国的势力，借他们的手弄死叶不凡，事后老祖根本查不到他身上。他弹指一道传音符飞出，随后闭上眼睛。半晌后，一道黑袍身影犹如幽灵般浮现在大树下的阴影处。天魔教主，你提供的情报有误，可否给个解释？黑袍人声音嘶哑，带着怒意。20株千年灵药补偿。天魔教主平静道，那人的事情我天沙门不再掺和。沉默半晌，黑袍人冷冷道，他并不知那人的身份，只知是金丹真人。再加50株千年灵药买他的命，切，尸体归我。天魔教主目光一闪，沉声道，千年灵药对他来说不难搞到手，遗迹结束后门下弟子就上交了一批。那人实力雄厚，不下金丹后期。70株。那人根脚未知，身份背景什么都不知道。80株。100株，外加1株凝阴草。罢了，我安排几位金丹大修联手将此人击杀。黑袍人叹了口气，杀金丹后期一般用不着大修，同境界就能将其杀了。不过此次任务为保万无一失，自是用最高规格对待。天魔教主颔首道，金丹大修联手杀他绰绰有余，不过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此人城府很深，且谨慎过人，莫要让他逃了。天魔教主坛射出一道黑色玉佩，他还擅长改变气息和隐匿，原因之下难以窥探真身，此物能找到他的准确位置。黑袍人接过，转身消失。天魔教主看着对方离去的方向，冷笑一声，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如果有，那就加钱。古云城，大地被鲜血浸染，城墙斑驳呈现黑红色，到处散发着血腥味，城中街道四通八达，两旁都是店铺，人流涌动，极其繁华。筑基和炼器修士在地面行走，严禁腾空，不过金丹真人是例外，偶尔几个金丹飞过。此刻城门口一群筑基炼器修士排成长龙通过关卡。叶不凡远远的就改变相貌，颜如玉看着叶不凡的脸愣了愣，心情顿时不好了。李副师真是大名鼎鼎。颜如玉撇嘴冷哼道，一季前他压根没见过叶不凡或者张老三，但是他和李司符师打过交道，当初在流云城多次请李符师制作破阵符，后者多次推诿。他怎么都没想到李符师竟然是叶不凡。绿萝也是吃惊，在天魔教的时候就听说过李符师的名头，主要是当时这位是各大金丹真人的座上宾，甚至主人的仇家剑鹤真人数次招揽。我很好奇，在流云城的时候我姿色是不入你的眼吗？多次躲着我。颜如玉踩了他一脚，嗨嗨，你太漂亮，追求者一大堆，我哪敢往前凑。叶不凡干笑两声，这李符师的马甲除了霍云海，他没向任何人透露过。他拉了拉颜如玉的小手，哄了两句，这才消气，带着两人落在拱门前，顿时引起一片骚动，看向这贸然插队的青年很是不满。如今古云城是修士重地，四阶阵法守护，把守严密，再加上城外时不时有妖兽偷袭，格外凶险，都想快点进城内。金丹真人当众休看青来人修为后，都是脸色微变，赶忙拱手行礼。叶不凡微微颔首，拿出信物准备入城。就在这时，一道惊喜叫声响起，却见门口的一个守卫上前拱手道，李符师，李前辈居然进金丹，可喜可贺。叶不凡诧异看着这中年守卫，觉得眼熟。在下江仲，1年前李前辈离开流云城参加故友葬礼，我随着剑鹤老祖相送来着。江仲赶忙道，他是筑基6重，当初这位炼制的符箓都是精品，远超另外几位符师，抵抗妖族的时候可是多次救他小命。想起来了，是你啊。叶不凡恍然，在流云城的时候各大势力相继招揽，
派遣弟子交好于他。剑鹤真人最是勤快，带着江家族人和上清宫弟子拜访很多次。江仲见此，受宠若惊，很是开心。随后得意地看了眼另外几个守卫，让一位金丹真人记得，脸上有光。见过李前辈。那几名守卫也是恭敬道，满脸好奇。李前辈的身份不用查了，请进城，我家老祖可是多次念叨你呢。江仲转头和其他守卫说道，随后殷勤地带叶不凡三人进城。叶不凡眸光一闪，没有拒绝。三阶符箓，他只会金光符、破阵符，没有其他顶级符箓的制作法，需要和这些大派交易。况且无论是筑基还是金丹，进了古云城都要出力，和妖族拼杀叶不凡敢冒头，绝对会被妖族盯死，太危险了。和剑鹤真人等大势力交好，摆出三阶符师的身份，直接一跃成为顶级势力的真正座上宾，完全能避免这个问题。他在流云城显露的只是二阶符师，三阶符师整个赵国寥寥无几，顶级的一个也没有。入城后和颜如玉拜别，让绿萝去租个院落住所，自己则是跟着江仲一路前行。街道热闹非凡，每个修士身上都有煞气，来去匆匆。两旁则是一系列的店铺，以往不常见的灵药、丹药、妖丹等等，在这战时都冒了出来。战争会死人，但同样也代表巨大的利益，在这种环境下，修为必然突飞猛进。叶不凡路上遇见不少刚刚突破金丹的真人。来到城中心，此刻一座巨大的黑玉宫殿矗立，进出者皆是金丹真人。如今这古云城有雪灵宗老祖一位元婴真君镇守，经常给郑萌萌的金丹真人发布任务，安排和妖族的战士。一般由一位金丹带领数十、上百位筑基组成队伍击杀妖族，或者由金丹大圆满统领数千修士组成阵法。今日是正魔一会，我这就给老祖禀报。江仲站到宫殿前，连忙催动一枚传音符。片刻后，一头银发、身穿银袍的剑鹤真人从大殿中走出。没想到李道友在符道上造诣非凡，修为上也是远超常人，如今突破金丹，恭喜啊！他边走边大笑，看向叶不凡的目光很是意外。叶不凡微笑拱手，1年前对方还追杀他，就算是成为符师，也是一口一个小辈，如今却是道友相称。李道友放心，以后和妖族大战，老夫尽量庇护于你。剑鹤真人拍了拍叶不凡的肩膀，笑道。叶不凡眼角一抽，刚来就让他上战场，符师的身份也不能避免吗？叶不凡问道。他修为是强，但妖族铺天盖地的妖兽涌过来，风险还是很大，而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还没他画符赚的0.10多，怕是不能。2阶符师没有金丹真人提供的帮助大。剑鹤真人摇头，来了这古云城，一切行动都不是咱们能决定的。3阶符师也不行。什么？剑鹤真人一愣，满脸不可思议道：3阶符师？李道友莫要开玩笑，3阶符师不同，属于能影响战局的人物，尤其是在战时，其战略价值比10位金丹还要大。没开玩笑。叶不凡淡笑道：1年前道友应该知道，我意欲突破3阶符师，大半年前侥幸突破，绘制一些3阶符箓已经不算太难。剑鹤真人倒吸凉气，重新审视这位李符师。一般金丹修为地位可比不上他这位金丹大修，但对方外加一个3阶符师身份，那就不同了。任何顶尖势力拼了命都要招揽的存在。李道友，请随我进殿，以你的身份足以参与战事会议。剑鹤真人言辞客气，将李符师彻底视为同层次的人物。叶不凡颔首，暗中施展瞒天术，随着对方入殿。殿中一张长长的会议桌摆放，首座端坐着一位身穿道袍的美妇，约莫30多岁，体态丰满，散发成熟的味道，而她的气息如渊似海。雪灵宗老祖连央真君。两边坐着的皆是5大仙门、3大魔门的顶级长老，约莫20多位，全是金丹大圆满。而大殿两侧，一些金丹初期、中期、后期等各宗修士只能站立，其中有不少熟人，小剑仙、周青云、楚子雪、古风谷女王清河、合欢宗的阴阳真人、万寿谷的百寿真人、真兰楼的灰袍真人等等，都和他打过交道。叶不凡大步走入，脸上露出微笑，这是第一次走向台前，走向各大势力的视线中。李符师。阴阳真人看到叶不凡，微微惊讶，他是合欢宗2长老，和冲虚子同级别的存在。小剑仙、周青云等人也是意外，扫了叶不凡修为一眼，金丹初期，随后收回了目光。他们都是金丹中的佼佼者，已经用不着李符师的符箓，倒是没太多亲热。楚子雪和谷女王清河也只是看了叶不凡一眼，随后就不再注意了。在夏里斯见过连央前辈。叶不凡远远拱手，心中慎重。
在一位元婴真君面前，他不敢露出丝毫破绽，尤其这位对颜如玉非常看重，倘若知道元婴被自己夺了去，非得扒了自己的皮。连央真君微微颔首，脸色平静。剑鹤真人则是笑道：“前辈，李道友可是三阶符师，这次偷袭妖兽群的计划，有他在，成功率会大上不少。三阶符箓数量多了，比一般金丹真人威胁还要大。三阶符师，大殿中诸多金丹真人一片骚动，都有些震惊。赵国境内二阶符师足有100多，但三阶只有数位，这比结丹的难度大得多。哦，可是真的？”连央真君正眼打量叶不凡，露出惊疑。是。叶不凡拱手微笑，此次来古云城是想为镇魔盟贡献绵薄之力。好。连央真君露出笑意，眼中很是欣赏。如今战事吃紧，一些小势力恨不能躲得远远的，像这般主动请缨的少之又少。赐座。说完，在会议桌旁摆了一方大椅，非常靠近这位元婴真君。能坐着的无不是各方金丹中的大人物，代表了地位和实力，更别说被真君看中了，这让小剑仙等人颇为艳羡。叶不凡则是心中叫苦，只得硬着头皮坐在这位美妇的下手位，甚至能闻见这位真君身上的莲香。近距离下能看清此女皮肤如牛奶，道袍都裹不住丰满的躯体，长相虽不是倾国倾城，但绝对算得上上等。关键她颇有种未亡人的气质，让人有种蹂躏的欲望。但一些金丹大修压根不敢多瞧，这几百年来，万寿谷老祖、合欢老祖、上清宫老祖都没能一清方泽，此次由真兰楼的破天真人率领尔等突袭万妖山脉中的妖兽大营。接下来连央真君开始部署。叶不凡左侧的一位华服中年点头，其气息强大，赫然是金丹大修。他倒是有所耳闻，破天真人乃是极品雷灵体，是真兰楼最有希望结阴的存在，且实力位列10大金丹前3，雷道法力恐怖至极。听了半天的军事部署，末了连央真君朝着叶不凡含笑道：“李符师与另外2位三阶符师多制作一些三阶符箓可好？当然，每张符箓这些金丹真人都会付出一些灵石、兽皮购买，有大量符箓可提高金丹真人的战力，幅度不小。”叶不凡点点头，坦然接受。而会议桌旁，另外2个老者也是点头，一人黑发，一人白发，显然也是三阶符师。连央真君又部署了一番，随后遣散众人。叶不凡和剑鹤真人同出大殿，没多久就被一群金丹围了上来，姿态很低。李符师，流云城一别，让人甚是想念啊。李符师，以后可要多多走动，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问我。一边去，我这位百事通可比你有用的多。李符师若是有所需要，我这就去安排搜索。诸多金丹言辞和善，热情至极，随后请求对方制作三阶符箓，能优先出售。叶不凡露出笑容，连连答应，不经意地透露出想要三阶符箓制作法的意愿。一时间，游走在各大势力的金丹长老之中，倒是风生水起。原本小剑仙、周青云、楚子雪等天骄对叶不凡没什么兴趣，不过得知已然晋升三阶符师，也是上前交好。等众人散去，叶不凡拜别了剑鹤真人，在古云城闲逛，随后进了几家材料铺，片刻后满意的从其中走出。战前三阶妖兽皮千金难求，如今打起来倒是不难寻了。叶不凡拍了拍鼓鼓囊囊的储物袋，露出笑意，价格也相当便宜。等到夜晚降临，叶不凡半天时间斥300万灵石购买大量妖兽皮，而后来到一处院落前，这院落处在古云城偏僻的地方，颇为幽静，倒是适合。主人，绿萝从里面打开院门，惊喜道：“这些妖兽皮处理一下，制作成三阶符纸，我要画符。”叶不凡将储物袋扔给绿萝，他之所以将绿萝带过来，一是避免在天魔教再有危险，比如上次被柳望川盯上；二来则是有个画符帮手，能省去很多时间。绿萝赶忙接过，小脸露出欣喜。随着主人修为精进，他发觉自己越发没用，唯恐将他抛弃，但只要能帮到主人，就不怕被抛弃了。叶不凡弹了弹绿萝脑门，笑着步入院落。此刻屋舍早就被打扫好了，叶不凡倏然入住。刚回来没多久，一些金丹修士拜访，奉上一些灵石，还有收集来的几种三阶符箓炼制法，叶不凡一一应对，愈发满意。李符师，此符箓制作法名为风雷符，顶级符箓，还请帮忙炼制几样三阶防御符箓。客厅中，小剑仙和周青云联袂而来，客气地递出2枚玉简。他们步入金丹不过半年多，各方面都有欠缺。小剑仙最是渴望防御符箓，1年前迎战张老三，在这方面吃尽苦头，那厮身上一堆防御符，跟特么千层饼似的，砍半天砍不死。事后他痛定思痛，打算效仿，
叶不凡接过玉简，心中大喜。风雷符当年就是靠此逃脱剑鹤真人的追击，虽说这种符箓对现在的他增幅不大，但能提升一点是一点。好说好说。叶不凡笑呵呵的与小剑仙两人谈笑风生，片刻后将其送走。刚欲要关上院门，就见一袭紫色罗裙、容貌倾城的楚子雪走来，带起一阵香风。皮肤白皙，身段婀娜，美的不真实，一如叶不凡当年第一次见她的模样。礼服师，小女子楚子雪，初次见面，多多关照。楚子雪屈膝一礼，阴唇轻抿，一双明眸仿佛会说话般，带着妩媚。和颜如玉的清冷如仙的气质不同，也和黄陵山的纯情女高也不一样。楚子雪仿佛狐狸精，一举一动都勾人心魄，魅惑到了极点。进来吧。叶不凡谋犯异色，转身走向客厅。楚子雪水眸流转，轻轻一笑。当初在流云城早就听闻礼服师的大名，未能拜见，是雪儿的遗憾。不过此次倒是得偿所愿。声音柔媚入骨头，让人听了酥麻。是吗？叶不凡坐在茶桌旁，眯着眼道。自然。楚子雪妩媚一笑，说出来意，此次来是想拜托礼服师绘制几张攻击符箓。未等说完，只感觉脑袋吃痛，一张脸惨白无比。叶不凡收回掐诀的手，淡淡道：现在认出来没？张师兄。楚子雪又惊又惧，赶忙垂下脑袋，心中则是掀起惊涛骇浪。一继之后，各大势力贪图张老三身上的灵药，到处搜索，而今消失大半年，没想到再次出现，竟然以礼服师的身份堂而皇之的进入镇魔异事殿，且成为这些势力的座上宾。他感觉极其荒诞。修为进不错，金丹一重巅峰。叶不凡赞赏道：战争果然能让人进步神速。楚子雪抿了抿红唇，试探道：不知道师兄是什么修为了？怎么想摆脱我的掌控？叶不凡似笑非笑道。楚子雪连称不敢。给我查查合欢宗的圣子圣女、行踪、法术、功法等，我要他们所有的资料。叶不凡平静道：他来古云城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欢炉鼎宫。合欢宗圣子行踪诡秘，除了大战的时候，其他时间并没有见过他。他们的圣女则是一直在合欢宗的地盘上闭关，不知修炼什么功法。楚子雪语气酥软，好奇张老三找他们两人的下落作甚，不过他不敢多问，那就搜索他们圣子的下落。是。随后叶不凡写下一张材料单，又拿出一个储物袋递给他，这些材料以你的身份在古云城寻找。真魔剑的炼制材料过于复杂，且设计魔道，他不适合出面搜寻。叶不凡想了想，继续吩咐：另外查找炼制元婴法宝的材料。真魔剑的主材料最好用上等宝材，如此才能发挥真正威力。是。楚子雪乖巧地接过材料单和储物袋，灵石往里面一扫，顿时吃惊。灵石数量最起码200万，他攒了半年，杀了诸多妖兽，也攒不了100万啊。殊不知这是他爹给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的嫁妆。还有事情吩咐吗？楚子雪小心翼翼道，虽突破金丹，但在张老三面前却是深感危险，他只想赶紧离开这里。叶不凡抿了口茶水，上下打量着楚子雪。天生媚骨，该凸的凸，该翘的翘，双腿笔直修长，其长相更是祸国殃民，颇有苏妲己颠倒众生的韵味。论颜值，赵国能排进前3。楚子雪察觉到其目光，脸颊升起红晕，惊慌失措，犹如小鹿。晚上到我房间来。叶不凡吩咐道，此女资质过人，是极品灵根，仅次于颜如玉，他想试试双修效果。颜如玉性格独立，根本不会依附他，想长久的双修几乎不可能。得到合欢炉鼎宫后，只有楚子雪是最佳的人选。当然主要原因是这女人没什么心机，容易掌控。啊！楚子雪惊叫了一声，红霞升起，连晶莹的小耳朵都红透了。樱桃小嘴抿了抿，乖乖的去洗漱了。等她走后，小绿萝偷偷的从小房间中伸出了脑袋，好奇道：主人不是排斥和她双修吗？他犹记得1年前为了躲避楚子雪，直接带她跑路了。以前是我没自保能力，现在能自保，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放肆。叶不凡轻笑，眼神深邃。两人的恩怨早已消散，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楚子雪的父亲，又是送灵石又是送消息的，否则若干年后他未必会留着楚子雪的小命。不知道楚子雪见了你的真容会有什么想法。小绿萝吐了吐舌头，缩回了脑袋。主人双修可是会暴露真容的。叶不凡闻言神情平淡，回到自己的房间中，盘坐在床榻上，皂处处褪去，露出白皙俊美的面貌。论男子颜值，整个赵国叶某人找不到任何对手。在地球的时候，不知道多少女同学塞过情书，可惜那时候他痴迷联盟，
然后又痴迷农药，压根不搭理那些女同学。楚子雪生死在我掌握，没有暴露风险。叶不凡眯着眼，拿出一瓶丹药，将其打开，药香扑鼻，鸳鸯丹，3阶顶级，短暂的增壮，对双修效果增幅200%，副作用事后损伤气血。这是冲虚子手里诸多丹药之一，在外界根本买不到，本就远超常人，再有这丹药，得多凶悍。叶不凡盯着丹药，负面逆转，事后气血大补。叶不凡吸了吸气，暗叫一声恐怖如斯，随后直接将丹药吞了下去。顿时叶某人元气满满。半晌后，身着薄纱紫裙，浑身湿漉漉的楚子雪忐忑不安地推开房间门，水汽升腾，裙摆紧贴修长玉腿，如出水芙蓉，秀色可餐。皮肤白皙，琴手峨眉，明眸圆润似杏，琼鼻挺翘，唇若樱桃，气质更是妩媚动人。叶不凡有种看到刚化形的狐狸的既视感。还请联系。楚子雪耳朵通红，不敢抬头，声音酥软。再怎么说，她也没经历过人世。随后抬头看到一道熟悉身影盘坐在床榻上，娇躯微颤，彻底呆了。叶不凡，楚子雪失声叫道，一双美眸瞪得溜圆。张老三是礼服师，出现在各大势力面前已经够不可思议了。现在告诉他，张老三是当年他抓回来的炉鼎叶不凡。世间最荒诞之事莫过于此。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叶不凡招了招手，神情平静。楚子雪娇躯微僵，压下震惊，复杂地坐在了床榻上，清香扑鼻，让人心旷神怡。我自己来。他白嫩的修长手指带着紧张和颤抖。他坐在床榻上，葱指攥紧。哼，1年前你可是没这么害羞，还打算拿我当炉鼎。叶不凡挑了挑眉。楚子雪脸颊血红，又羞又恼。都过去了。叶不凡轻笑，褪去衣袍。楚子雪紧闭双眸，不敢看，不过最终还是忍不住偷偷睁开了眼睛，而后明眸瞪大。叶不凡并没有怜香惜玉，须臾一声惨哼：“合欢经你修炼过了吧？”叶不凡道。楚子雪眼泪汪汪，贝齿咬着阴唇，都快咬出血了。他点点头。翌日清晨，效果还不错。叶不凡躺在床榻上，感应体内的金丹，有鸳鸯丹相助，他的修为精进了不少。主要是楚子雪的原因，金丹3重，接近4重。可惜原因只有一次，想突破4重，合欢炉鼎功必不可少。叶不凡暗叹，手指卷了卷楚子雪柔顺的发丝，后者一双明眸红肿，幽怨至极。我这就起床，给你查找合欢圣子的下落。楚子雪咬着银牙，艰难地站起身，他只想赶紧离开这里。等会儿，叶不凡咳嗽一声，于是一上午没有休息。等日上3竿。楚子雪一袭紫裙，不自然地走出叶不凡的院落。他肯定是故意的。对，就是故意的。楚子雪咬了咬牙，心中委屈。他很后悔，当初就不应该将叶不凡掳过来。而叶不凡神清气爽地起床，拿出几枚玉简，开始研究。等到晚上，绿萝将第一批符纸制作出来，他这才画符一口气画了3张顶级风雷符，全部失败，连祭符秘术都没来得及施展。他也不气馁，再度开始画符，直至深夜，终于做到记忆成3了。想记忆成9，还得多练习。叶不凡脸色略微苍白，3阶顶级符箓消耗的法力和灵石都很大。一阵香风扑鼻，绿萝贴心地用粉帕给他擦了擦汗水。随后的10日，叶不凡白天画符，前半夜修炼法相、魔火等10门竞技法术，后半夜则是和绿萝双修。画符进度喜人，10几天下来，他已经做到记忆成7，成功率比另外2个高了不知多少。而制作的顶尖符箓，他暗中收藏了数百张，防御、盾符、特殊符箓等等，全方位加强。如果再面对冲虚子，他连阵法都不需要，单扔符箓都能让对方焦头烂额。而修为提升速度却是很感人，没了千年灵药，又没了颜如玉，修炼堪比乌龟爬。想从中期突破到后期，少说50年打底。绿萝道是进神速，直奔筑基7重，不过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小。小叶不凡和他的胳膊差不多，他已经从8成了2。这段时间少出门，如今古云城不怎么太平，有不少筑基女修莫名失踪。叶不凡走下床，叮嘱绿萝，这件事他听雪灵宗的几位金丹长老提过一嘴，这也很正常。如今古云城鱼龙混杂，避免不了一些人图谋不轨。绿萝小脸红晕升腾，娇声点头。随后画符、双修有条不紊地进行。叶不凡的小院每天都有人拜访，各大宗门的高层金丹礼物收了一批又一批，都快收麻了。如今古云城中礼符师之名已然传扬了出去，
震烁整个赵国。五大仙门、三大魔道争先恐后的想要招揽，毕竟一位三阶符师对大派的实力增幅太大了。为了招揽，天魔教古风峰主派出了古女王清河多次交好，上清宫则是他们的大师姐，一个胸怀宽广的少妇，名叫江婉约。这位是真少妇，半年前道侣死于妖兽之口，实打实的俏寡妇。还有万寿谷的蛇女和欢宗的圣女于玄机，一个长相算不上绝美，但浑身上下散发着颠倒神魂的魅力。和楚子雪的妩媚不同，这少女简直就是行走的春药，魅惑多情，没几个人能扛得住。叶不凡倒是想将其拿下，逼问合欢炉鼎宫，奈何对方身边一直跟着一个影子，暗中紧随。金丹大修，只要叶不凡敢动手，根本瞒不过城中其他的金丹真人，连央真君都会有所察觉。除此外，剑鹤真人来的最是频繁，俨然成为了叶某人的至交好友。李老弟，这几日破天真人就要带人突袭妖族大营了，我后辈将一剑缺乏符箓，还请李老弟帮忙。剑鹤真人坐在院中石桌旁，露出微笑。在一旁，小剑仙束手而立，满脸的期待。在和张老三打架前，他高傲无比，喜欢一路横推，但现在他喜欢偷袭，飞剑法宝上涂满了剧毒，打不过就跑路，更是请傀儡师给他炼制了10几个和他一毛一样的傀儡，俨然是叶某人的衣钵传人。好说好说，这10张符箓拿去吧，其中有小剑仙所需要的风雷符。叶不凡微笑递给小剑仙符箓。这段时间剑鹤真人助力颇多，帮他宣传名声，挡住另外2名符师的敌意。毕竟同行是冤家，叶某人画的符箓量大还便宜，那2人的生意大幅度缩水。之后又是送礼，又是送俏寡妇的，他再拒绝提供符箓，就显得可疑了。多谢李符师。小剑仙赶紧接过，拜谢一声，小心地揣进怀里。剑鹤真人也是大笑，而后神秘兮兮地递出一个储物袋。叶不凡将其打开，灵石扫过，瞳孔猛地一缩，天苍玉树的一节枝丫。叶不凡有些吃惊，天苍玉树通体呈玉色，储物袋里面的枝丫呈现幽黑色，很明显出自遗迹那刻成了精的万年天苍玉树。这种炼器材料，只要加入法宝中一点，那就是无坚不摧，天罡魔焰都污染不了，堪称世间奇珍。元婴真君都要眼红，如此大礼，是为何意？叶不凡眯着眼问道。枝丫虽说少，只能炼制一柄真魔剑，但其价值100张3阶符箓都比不上，只是请老弟炼制的符箓，以后能优先出售给我江家。剑鹤真人笑道，心中则是肉疼。若是战前，他不会将此宝相赠，但如今和妖族大战，他江家死了太多筑基修士，衡量之下，不如将赐予赠送，给后辈子孙换取保命的底牌。3阶符箓太紧缺，那2个3阶符师，一个是真蓝楼的，一个是青云宗的，且产量稀少，自家都难以供应，更别提给他们了。好，我答应了，只是不知剑鹤道友还有没有此物，或者有关消息。叶不凡眼神期待，呼吸急促。若是炼制出真魔剑，习得剑阵，就算面对元婴，也会有自保之力，省得提心吊胆。天苍玉树在封魔遗迹，一剑与人联手，勉强截取一些枝干。青云宗的青云小辈和欢圣子圣女手上都有，还有雪灵宗的几位女修。剑鹤真人略作沉吟，笑道：不过他们可不会拿出此等重宝，他是因为家族不得不拿出玉树之压，周青云几人身后可没家族。多谢了。叶不凡拱手，心中起了心思，师尊让他在这当诱饵，天知道妖族大妖什么时候来，在此之前尽可能的得到其他天苍玉树的枝丫，炼制真魔剑。随后叶不凡又送了剑鹤真人几张符箓，双方谈笑风生，商定了生意，直至傍晚这才将2人送走。叶不凡继续画符双修。数日后，古云城北方的万妖山脉传来一阵震兽吼。叶不凡从院落中走出，眸子微闪，向城门掠去片刻后，他站到了高大的城头。叶不凡视力惊人，能看到距离古云城极远的山脉中各种光芒乍现。突袭成功了。身边一个黑发老者笑道，正是青云宗的3阶符师，还有其他一些金丹真人。不消片刻，上百道身影急促从万妖山方向奔来，而身后密密麻麻的妖兽紧随，红冠蛇、青玉蟒、白头狼、6足蜈蚣等等妖兽，起码20万之巨，一眼望不到头。得亏没参与进去。叶不凡头皮有点麻，远方跑得最慢的2个金丹初期真人被追上后，惨叫2声，直接被无数妖兽淹没了。这阵仗，金丹大修都挡不住几个来回。开启大阵，须臾，急速奔来的破天真人大喝，上百金丹真人全部入城。紧接着，城头上光芒闪烁，层层光幕将整座城池覆盖。轰！大地颤抖，一头巨象撞在光幕上，脑浆迸裂，直接惨死。
其他妖兽纷纷催动天赋法术，像是洪流，对着光幕就是一通狂轰乱炸，光幕颤抖，死死抵御。而在妖兽攻击之时，城内涌出数千筑基修士，施展法术、法器攻击妖兽群，鲜血如雨，血腥味顷刻弥漫整片大地。破天真人只会偷袭吗？有本事出来一战！一头浑身青翠的大鸟在高空盘旋，他口吐人言，眼睛冷冷注视攀上城头的破天真人。其乃是青凤一族，血统高贵，三阶已然灵智大开，远不是其他三阶低能儿能比的。红山真人，滚出来死战！一只拿着巨棍的百丈黑熊咆哮，血红眼珠子怒视城头上的一个红衣老者。他们皆是妖族的大人物，血统尊贵，比之金丹大修丝毫不弱。而在妖族最后方，一道人形生灵静静站立，他头生双角，双目呈树瞳，幽冷而诡异。二蛟大人，此次营地被偷袭，26位同族毙命，损失惨重。相比较之前，人族更强了，各种法宝、符箓极其难缠。一只大黑牛走到近前，恭敬道：“二蛟大人赫然是蛟龙，乃是魔妖蛟族的后代。”闻言冷漠扫了他一眼：“死了也就死了。”二蛟默然道：“万妖山已然推算出镇妖塔所在，不日红雀到来，在此期间攻打古云城不要停止，给他潜入城中的时机。”大黑牛一呆，吃惊道：“红雀大人潜入古云城，镇妖塔及其克制妖族，倘若被人族元婴掌握，同级别的妖族很难敌得过。只是没想到红雀大人居然亲自进古云城。红雀一族有朱雀的血统，自成一脉，每一尊红雀战力都极强，对付一个人族小修士，出动元婴大妖，着实有点小题大做。可古云城的大阵无妨，已经请离大师找到破绽所在。”二蛟语带讥讽：“打了古云城半年，若不是有特别的需要，这座城早就被攻陷了。”此时古云城外任凭妖族叫嚣，破天真人等诸多金丹不为所动。如今这群妖族都红眼了，上去就得玩命。其中小剑仙走向叶不凡，他浑身是血，拱手笑道：“多谢李符师的风雷符了，否则这次不死也得重创。”旁边缥缈谷的圣子青羽扇也是感激的道谢。他们在金丹初期中战力不俗，不过因为天赋和潜力比其他金丹大，大战以来就被妖族重点关照。除两人外，其他一些金丹也是道谢，这让青云宗的黑发老者脸色难看，有些嫉妒。他们经营了数百年，也比不上此刻李符师的人脉，这私会制符箓成功率太高了，交易而已。叶不凡微笑，拱手还礼。忽的，他眉头微皱，一道传音辐射入手中。叶不凡灵石一扫，脸色骤然难看，不再理会外面妖兽群，闪身向城内掠去。他身影快若闪电，不消片刻来到一家客栈外。由于大批量修士都往城门口迎战妖族，内城人流量稀少了很多。他易容后，快步进入客栈，登上2楼的一个房间。床榻上，楚子雪俏脸呈现青紫色，紧闭双目，盘膝打坐，其腹部浮现血洞，鲜血汩汩流出，颜色碧青，不仅受创，而且还中了剧毒。叶不凡脸色阴沉，一拍储物袋，拿出一瓶疗伤丹，弹指射入楚子雪的樱桃小口内。这丹药出自冲虚子，那家伙疗伤药、毒药什么都有，且都是精品。随后大手按在其小腹，楚子雪吃痛，闷哼一声，睁开了双眸。别动！叶不凡开口，雄魂魔道法力灌入楚子雪体内，助其驱毒疗伤。楚子雪点了点琴手，怔怔地看着面前之人，露出复杂。片刻后，他脸上的青紫色消失，气息恢复正常，不过依旧苍白。这种毒是合欢宗的人。叶不凡手直摸起一点碧青血液，放在鼻尖嗅了嗅，眉头紧皱。此毒名为青药，以青药蛇口中毒液炼制而成。他在冲虚子的储物袋中见到过，其毒性特殊，对法力有侵蚀作用，只会降低战斗力，并不会危及生命。是合欢圣子，勤修。楚子雪声音低软道：“我按照你的吩咐，一直寻找合欢圣子的下落。今日破天真人带着诸多金丹真人离开后，他就出现了。我一路追踪，发现他抓了雪灵宗的几个筑基女修，不知道干什么。”他露出怒色，咬牙道：“没成想，追踪到古云城的西北的院落后，反被合欢圣子设局，重伤于我。若非有你给的风雷符，现在怕是已经死了。筑基女修，原来古云城转的那个家伙是他。”叶不凡眯着眼，近日不少筑基女修失踪，他之前还和绿萝提及过，别让他出门。看样子这件事和合欢圣子有关，而对方出手时机也极佳，诸多金丹和筑基都出城迎敌去了。他给你下了降低战力的毒，明显不想杀你，而是活捉。叶不凡冷笑，瞬间明白了过来，此人修炼的乃是双修法，最需要炉鼎，抓住姬女修就不难理解了。而楚子雪怕是早就被发现，
一路往西北人烟稀少的地方引，就是想活捉他，拿他当炉鼎。怪不得魔剑上人这么不放心，这女人是真的呆，一点城府没有。叶不凡看了看楚子雪愤愤的娇俏样子，无言以对，一路往无人区引。换个老怪物早就看出来了，楚子雪还傻傻的去追踪，你受了如此重伤，他不会放过你这个猎物的。叶不凡眼神冷漠，露出杀机，将他引出来，我杀了他，自己双修对象差点被活捉，他哪能忍？况且对方身上的合欢炉鼎功，他必须搞到手。他已经金丹2重了。楚子雪迟疑道，有些担心。他不了解叶不凡的实力，在他看来，对方也刚突破没多久，就算战力远胜同阶修士，也不太可能将合欢圣子拿下。他受了重伤，不但帮不了忙，反而会被对方捉了去。而且这是在古云城，有很多金丹真人，稍有不慎，你就会暴露。你只管将他引出来就是。叶不凡揉了揉眉心，他擅长隐匿，但并不擅长追踪，全靠灵石强悍。但在这古云城内，任何金丹修士都不敢贸然大范围放出灵石，毕竟强者太多了，惹到哪位不高兴，直接以灵石冲撞，其神魂必定重创。更何况叶某人的灵石造处数无法改变，他当初从剑鹤真人手下逃亡时利用了傀儡，而傀儡中的一丝灵石印记，剑鹤真人很清楚。从进入古云城开始，他一直没放出过灵石。你得保护好我，我可不想成为合欢圣子的炉鼎。楚子雪撇嘴，玉手抚上叶不凡的手臂，面若桃花，眸泛春意，像是狐狸精。放心吧，他动不了你。叶不凡转移了话题，以他现在的实力，杀了金丹后期都不会超过10个呼吸，一个初期，但指尖就能灭了。其他金丹真人根本反应不过来。不过古云城那位连阳真君是个例外，他若是探出神识，顷刻就能察觉，以防万一，还是做好规避手段。叶不凡叮嘱楚子雪一番，离开客栈，而后掐诀打出一道传音符。此传音符自是给颜如玉的，雪灵宗是他宗门的老祖，让他吸引连央真君的注意力最合适不过。与此同时，距离客栈不过数百丈的一座酒楼中，一道蓝袍青年坐在窗口，注视着客栈的出入口。看到叶不凡从其中走出，只是扫了一眼就不再注意了。躲了这么久，就算将毒素驱除，法力也会受损，战力大减。蓝袍青年抿了一口酒水，双目露出狡诈。他重伤楚子雪后就一直紧追不舍，追到客栈，他立即回转，按兵不动。一是这里人流众多，二是楚子雪虽然重伤，但毒素侵蚀并不深，还有战力，一时半会儿根本活捉不了。但凡暴露，在如今正魔联手抗敌的背景下，他对盟友下手，必定被雪灵宗老祖赐死。他在等毒素侵蚀的差不多了，等楚子雪战力大减，就算在人多的情况下，他也有把握瞬间拿下掳走。早在之前就应该能将其掳走的。秦修想到这，脸色阴沉。风雷符这种顶尖3阶符箓，那2位3阶符师根本炼制不出来，唯独新冒出来的礼符师，而且画出了很多。若非如此，他早就将其拿下了。以后有机会倒是可以去瞧瞧那位礼符师。到了夜幕降临，秦修依旧不动，他耐心很好。忽的他眼睛一亮，露出火热和欲望。客栈中一道紫裙身影走出，白皙脸颊苍白，气息萎靡，似若柳扶风，法力果然大减。好，秦修心中大喜，已然能想象到掳走楚子雪，将其压在身下，当作炉鼎的场面了。小二，结账。秦修扔下2块灵石，大笑着走向酒楼外。忽的，他身影一顿，脸色不自然地看向走上台阶，踏上酒楼2层的一个少女，眉目如画，杏眼桃腮，眼角下一颗泪痣点缀，风情万种，让不少酒客都为之侧目，目光都吃了。少女风姿绰约，迈着莲足走来，嫣然一笑：“师兄，你这是去哪儿？”“师妹，我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吧。”秦修脸色阴沉，挤出笑容。天魅灵体的于玄机和欢宗上道长老、下道炼气修士都为其神魂颠倒，但他看于玄机的目光却犹如看蛇蝎。别的女人他碰起来没有丝毫顾忌，但唯独此女，他一点念头都不敢碰她，他就死。你我都是可怜人，只是希望师兄别闹出什么事情，免得让老祖不满。于玄机盈盈一笑，千娇百媚：“你抓住姬女修的事已经引起雪灵宗的注意，到此为止。”秦修皱眉，对此女愈发忌惮了。这件事他做得很隐蔽，如果没其他的事，师兄就走了。秦修冷哼，他可没工夫在这和于玄机扯皮，抓楚子雪要紧。下了酒楼，迅速融入人群，消失不见。于玄机美眸流转，从窗口低头看着秦修的背影，若有所思。
秦修早在掌握了楚子雪的气息，远远掉在后面，保持一定的距离。而灵石小心地散开，寻找机会。约莫行了一炷香里，楚子雪绕了几个来回，悄然进入一间院落。这片区域属于闹区，附近都是天魔教的修士驻扎，还是有机会将其掳走的。秦修感应了片刻，天魔教大部分金丹真人都去了城外防御，只有几位金丹在附近。他有把握解决战斗，迅速退走。念及至此，他迅速靠近那院落。可刚临近院门，他身影一顿，不对劲。秦修脸色巨变，没有任何犹豫，双手掐诀，身影爆出一团粉色雾气，向后退出千丈后，临时感应四周，并没有发现异常。他脸色这才稍缓，再度靠近院门。方才之举不过是一次试探，若是楚子雪请人做局，那人见他退走，就应该出手了。此女终归是天魔教圣女，小心为妙。他眼睛闪烁，翻墙而入。刚刚站稳，他脸色一僵。只见院落中，楚子雪静静站立，旁边藤椅上躺着一个青年，无声无息。秦修脸色微变，临时扫过那片地方，空荡荡，青年仿佛不存在，只有肉眼可见。谨慎多疑，怪不得能活到现在。叶不凡歪着头，眼露奇异：“阁下是哪位？”秦修勉强笑道，话音未落，身影已然暴退，闪电般的跃出院落，其速度堪称变态。此人太警惕了，根本不打算冒险抓我，不能让他逃了，否则再想杀，难如登天。楚子雪见状，冲叶不凡焦急道：“好不容易引过来，如果逃了，他岂不是白忙了？”逃？进了这院子，逃是逃不掉的。叶不凡脸色平静，没有动弹。而就在秦修刚刚跳出院墙，身躯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炮弹一般重新射了回来。随后楚子雪就见第二个叶不凡从院墙外走入，他手握一座小乘法宝，气势惊人。分身？不对，你的分身怎么可能这么强？倒退而回的秦修脸色惊变，对方举手投足的战力都不下金丹中期。他没有犹豫，换个方向逃遁，而后砰的一声，再度被逼了回来。不可能！秦修大骇，又看到第三个和之前一模一样的青年走入，手中攥着一个储物袋，扔向藤椅上的叶不凡。后者接过，临时往里面一扫，脸上露出笑容。我的储物袋！秦修又惊又惧，脸色隐隐发白。这人的分身都有金丹中期的实力，超出他太多，难以想象本尊到底多恐怖。他猛地喷出一口血，双手掐诀，大地遁术。秦修身躯爆发黄光，迅速遁入地下。随后一声惨叫响起，地下中钻出第四个叶不凡，大手掐着秦修的脖子，将其提了上来。放过我，我告诉你和欢老祖的秘密。秦修露出恐惧，从喉咙里挤出一段话。咔嚓，脖子直接被扭断，尸体掉落在地上。第四个叶不凡在其身上检查了一番，并没有发现神游谷子骨。合欢宗是神游谷的老巢，一个圣子居然没有被神游谷控制，倒是奇怪。叶不凡本尊则是眯着眼，陷入思索中。旁边的楚子雪早就瞪大了眼睛，呆滞地看着合欢圣子的尸体。在他看来，强大无比的合欢圣子，金丹二重，就这么死了，简简单单，一个分身杀他犹如土狗。而这样的分身还有两个。楚子雪看向藤椅上的叶不凡，分身都如此强大，本尊的有多恐怖，堪比金丹后期。走吧。叶不凡想了想，将合欢圣子的尸体收起。三道分身化作光影融入体内，只留下三个纸人傀儡，一并被扔进储物袋。真魔幻影融合纸人，常人很难分辨分身与本尊的区别。随后将此地战场痕迹清理掉，搂住楚子雪的细腰，瞬间消失在院落内。而在叶不凡走后，数道灵石探查了过来。战斗从开始到现在，说来话长，实际上不过10几呼吸。有金丹真人死亡的气息，在这么短时间内将其杀了，是个大强者啊！没道理，这院子不是咱们天魔教血封的六长老的吗？他去参与突袭妖族了，谁死在这了？查查是不是我天魔教哪个金丹死了？众多灵石交汇，交流后都是惊疑不定。又过了片刻，一道女子身影在院门前停顿了一会儿，脸上露出无奈。早告诫过你，停手，停手！于玄机因为功法特殊，秦修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抓楚子雪他也见到了，杀他的是谁？这速度太快了。于玄机蹙眉不解，思虑片刻，他转身离去。合欢圣子死亡，你去汇报老祖。他美眸微闪，向暗中跟随的影子道：我只负责跟着你，圣子之死自会有人禀报上去。影子嘶哑道。于玄机俏脸一寒，冷冷看了影子一眼，顿了顿道：你发现了什么没有？影子是金丹大修，实力登峰造极。没有，院内所有气息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不过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将金丹二重的圣子杀了，实力不下后期。影子声音没有感情，那人必定和楚子雪有关系。若想查，从他身上入手。查？我可没兴趣得罪一个神秘的强者。于玄机冷笑，随后就将圣子之死抛之脑后了。圣子死？愤怒的只会是合欢老祖。用不了多久，合欢老祖就会再找个人将圣子之位接替。一处院落内，叶不凡站在客厅中，盯着面前的尸体，眉头紧皱。楚子雪换了一袭淡紫色襦裙，气质妩媚，好奇道：“你看了半天了，这尸体有什么奇怪吗？”他现在依旧虚弱，伤势未愈。秦修死后，他的神魂、法力、气血汇聚成一团。叶不凡抬手抓出一道血色光团，光团离体，尸体顷刻成为灰烬。这是什么？他主修的是炉鼎功法，女子吞了此物，堪比吞了大药，修为暴涨。叶不凡眼露异色，楚子雪一呆，有些不可思议。这话很明显，秦修是别人的炉鼎，堂堂圣子，全是炉鼎。啪！叶不凡将血色光团捏碎，神魂扔进万魂幡，懒得关注了。叮嘱楚子雪一番，自己则是回到房间中，盘坐在床榻上，倒出一大堆东西。灵石100万，在金丹初期中算是富豪了。其他的则是功法、法宝、雏形、材料等等。其中一节树枝枝干最为显眼，叶不凡拿起此物，确认之后露出喜色。天苍玉树的一节树干，足以炼制3把真魔剑的主材料，加上剑鹤真人送的那个，能炼制4柄，还差一些天苍玉树才能炼制出12把真魔剑，组成真魔剑阵。想办法和周青云、合欢圣女几人交易此物。叶不凡心头激荡，将此物郑重收起。最后拿出一本几乎被翻烂的古籍副本，其上赫然篆刻5字合欢炉鼎功。叶不凡渴望大半年，一心想要得到的功法。合欢炉鼎功合欢篇，双修修炼速度极快，与炉鼎双修，吞纳其法力，增长修为。合欢炉鼎功炉鼎篇，双修中奉献法力、神魂、气血共道侣，提升修为，自身修为、神魂、气血大幅度跌落降低，双修后必死。叶不凡直接忽略了合欢篇。合欢炉鼎功炉鼎篇负面逆转，双修中奉献法力、神魂、气血共道侣，提升修为，自身修为、神魂、气血大幅度涨幅增高，之后必活。叶不凡双眼雪亮，呼吸急促。好啊！逆转之下，炉鼎功不仅能大幅度提升修为，连同神魂也能变强，而且还能增长气血。好功法！叶不凡激动不已，立马开始修炼。须臾，叶不凡彻底将炉鼎功入门。此功是秦修的主修功法，一身修为早晚都会成为别人的嫁衣。叶不凡想到那家伙尸体上凝聚的光团有些怪异，对方被修炼合欢炉鼎功合欢篇的女子吸纳，基本上必死。不过叶某人无惧，越吸他修为增长速度越快。楚子雪，叶不凡高喝道，他打算试试效果。双修中风险的气血主要是治疗肉身，同时增强女子的体力、力量等等。干嘛？楚子雪小心步入房间，一双明眸闪烁惧色，警惕道：我助你修行。不要，我刚习会的双修法还能治疗。我不信。你不会想拿我当炉鼎吧？楚子雪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看向叶不凡的目光变得恐惧了。唰的一声，他提起紫色襦裙的裙摆，转身就逃。然而他的速度哪能比得上叶不凡？后者一个跨步就追上，直接将整个娇躯扛在肩上，转身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叶不凡，你放开我，我不要当炉鼎！楚子雪大惊，一双素手不停捶打叶不凡的脊背，挣扎着想要摆脱。叶不凡懒得解释，将其扔在床榻上，轻轻一震，襦裙震成碎片。他眼泪朦胧，妩媚中带着可怜，哀求道：我不当炉鼎，放过我好不好？不会拿你当炉鼎。叶不凡上了床榻，掀起被子将两人盖住，顿时鼻尖充斥着清香。那也不行。楚子雪脑袋直摇，不断抗拒。上次双修就不美好，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双修了。起初百般拒绝，哭声不停，不过逐渐的哭声停止。我的修为在增长。这是什么双修法？楚子雪哽咽声中带着惊喜，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吸收就行了。叶不凡回应道。好。楚子雪咬着银牙，开始运转阴阳合欢经，吸纳对方源源不断输送的法力、神魂、气血力量。随后他震惊地发现修为增长得很快，堪比吞服金丹丹药。于是乎他不再抗拒，随着时间流逝逐渐适应。而炉鼎功的逆转之下，叶不凡的修为增长速度更是迅猛，约莫是楚子雪的数倍之多。这速度
比和颜如玉修炼加吞服千年灵药还要快得多。叶不凡心中狂喜，按照这种速度，他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甚至几个月就能达到金丹后期，直接缩短了数十年时间。不仅如此，他的气血也在增强，炼体境界向金丹中期进发，还有神魂也在涨幅，头脑清晰，记忆力加深。如果是颜如玉那种绝佳的合欢体质，速度会更快。叶不凡思忖，如今古云城外面人族和妖族打成了一锅粥，他的实力自是越强越好。一连3日不眠不休，我去稳固一下修为。叶不凡从床上下来，系统逆转后的炉鼎功增长修为太快，他需要时间炼化稳固，而且这几天不少人上门拜访，请求炼制符箓，不过有阵法阻隔，都没能进来。不要！楚子雪声音软糯，伸出素手拽住叶不凡。叶不凡无语，你不是百般不愿吗？哼。楚子雪娇羞，撅起嘴亲了叶不凡一口，然后笑嘻嘻地盖上被子。他的修为增长喜人，比自己苦修快多了，而且有治疗效果，他之前的伤势全都恢复。1日后，休息一下。不，我炼化下法力。我不。等到了第10日，叶不凡这才从房间中走出，他眉宇间带着疲倦，揉了揉腰部，在逆天的副作用下，其他无碍，但腰椎难免有点疲累，得赶紧消化半个月的修炼成果。叶不凡来到地下闭关室，运转天煞真魔功，盘膝打坐，体内庞大的法力几乎冲塞了整个丹田以及经脉。迅速炼化后，叶不凡的修为再度精进，金丹4重。叶不凡内视之下，金丹愈发壮大了，已经有成人拳头大小，法力于经脉中流动，似大江大河，传出奔涌之声。小幅度的修为精进，已经没有天劫了。叶不凡眯着眼摸了摸眉心，眉心正中一道血色符文在闪烁，似在汇聚力量，引来更强大的天劫。他推测，这印记应该和没有得到的天煞真魔功元婴篇有关。叶不凡稳固后，走出闭关室。此刻绿萝在外面守候，见状焦急道：主人，外面那些大派长老都等了好几天了，这段时间传音符一堆又一堆的传进来，没有瞒天术加持，他又不敢出去。叶不凡点头，让绿萝回房，自己则是挥手打出一道法诀，开启外面的防御阵法。这阵法出自元国钟家，倒是寻常的3阶阵法。院门大开，一群金丹真人蜂拥而入。李符师，你可是等得我好苦啊，古云城外都快血流成河了。剑鹤真人当先进入，有些埋怨。是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妖族像是疯了一样，拼了命的攻击大阵，1、2阶妖兽死了7、8千。雪灵宗的大长老说道，他是个老妪，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人。天魔教的3长老等人也是连声附和，真是羡慕李符师，不用打生打死，生活悠然，怡然自得。缥缈谷庆羽扇相貌相当英俊，刚从城外回来，浑身是血，狼狈不堪。小剑仙、周青云、古女王清河、新晋的万寿古圣子等人也没好到哪里去，多少挂点彩。反观叶某人和楚狐狸今夜夜笙歌，神清气爽。叶不凡含笑，请几10个金丹在大厅中坐下，而后从他们口中得知城外的情况。战争愈发惨烈，炼气修士死的不计其数，筑基伤亡4、5千，就连金丹都陨落了10几位。叶不凡听得心惊肉跳，庆幸自己是符师，不用出头。最后听到剑鹤真人提了一句，连央真君和妖族的2蛟大妖与远空血战，打了好几天了。众人对守住古云城愈发不乐观。万妖山妖族属实太多，且悍不畏死。这么说，连央真君不在古云城，城中变得空虚了。叶不凡眯着眼，感觉哪里不对劲。虽说人族偷袭之下，妖族死了很多3阶妖兽，但不至于让他们这么玩命。的确有点空虚，不过李符师不用担心，有4阶阵法守护，妖族攻不进来。天魔教3长老魔云上人哈哈大笑道，况且我正魔联盟已经请了元国钟家的几位阵法师前来相助，准备在其他防御城外布置几座4阶阵法。不仅如此，火云国、北齐、天商几个大国都有不少金丹都来支援。古云城是万妖山脉外的第一道防线，数千里内还有几座城池。叶不凡一怔，脸上古怪。钟家，自己好像是钟家客卿，不知道哪位钟家长老来古云城了。只是连央真君不在，我还是有些担心，万一被钻了空子，古云城怕是要大乱啊。叶不凡委婉的提醒，他身怀镇妖塔，被妖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叶某人可不想正修炼间，冷不丁的出现一个元婴大妖，将他嘎了。谁知这群人根本没在意，转移话题，开始请求李符师制服。叶不凡无奈，只得答应。期间他提出一些炼气传承方面的交易，只说自己后辈想学炼气之道。炼气传承，有，
3阶的。等李符师炼制20张风雷符，我立马双手奉上。万寿谷新圣子于怀当即拍着胸脯道：“3阶炼器传承在大派中也是不传之秘。但现在为了保命，于怀圣子哪顾得了这么多万寿谷，控兽手段惊人，但本身实力并不算突出，对逃遁、防御符箓最为渴求。前圣子若是有这手段，也不至于在一计中被张老三给砍死。”叶不凡自是欣喜，满口答应。他的真魔剑事关重大，绝对不能让旁人炼制。随后，他与剑鹤真人等人商定了交易细节，这才将其送出去。临走前，众人付下定金，各种3阶兽皮、灵石、炼器材料几乎堆满了客厅。叶不凡望着满屋子的珠光宝气，心中愈发满意。林林总总，价值400多万，这赚钱速度堪比印钞机。真魔剑的炼制辅材料聚齐了一大半。叶不凡挑挑拣拣，将大半物品售卖给了古云城内的万和商会，暗中在他们那购买了法宝辅材料。由于赵国战争爆发，一些他国商会也插足了进来。万和商会是最大的商会，覆盖法宝、灵药、丹药、符箓、傀儡、情报等等。传说背后的东家是先唐以北的地丘仙朝，来历神秘至极。从万和商会一路回来，叶不凡发现暗中有不少目光都盯着自己，这是建材企业啊。他心中冷笑，自己现在是有名的3阶符师，身价比金丹大修还要丰厚，但表露的实力只是金丹初期，堪称古云城最大的肥羊。被贪婪之人盯上，觊觎在所难免。可惜他们没什么机会。府邸一直都有各势力拜访，李大符师又是个不喜欢出门的宅男，我比你们还缺钱。叶不凡心中腹诽，快步回到院子。真魔剑炼制材料太烧钱，刚交易到手的400万全砸了进去，还有一堆的符箓欠款。刚回到院落，合欢宗的阴阳真人以及合欢圣女拜访。前者叶不凡在流云城就打过交道，后者是近日才有过交流。叶不凡眯着眼，请2人坐下。我门中圣子莫名惨死，李符师可知晓？阴阳真人叹了口气，道：“老祖传讯，让我查这件事，还请李符师相助。”是啊，李符师。于玄机附和，他腰若细柳，不堪一握，粉裙裹身，坐在木椅上，臀部弧度惊人，一张俏脸带着自然的晕红，像是喝了假酒一般，魅惑又多情。叶不凡多看2眼就有些上头，他转移目光，笑道：“怎么相助？炼制几张追踪符箓。”阴阳真人诚恳道。叶不凡直接答应，他什么气息都没留下，追踪符箓压根没什么用。他提出条件，听剑鹤真人提及，贵宗手里有天苍玉树的几节之干，能否割爱？天苍玉树，此等神物我并没有，不过圣女倒是有几节。阴阳真人一愣，想了想，看向于玄机，后者妩媚微笑道：“此物妾身早已炼制成法宝，怕是不能割爱。”叶不凡脸上露出失望，心中则是冷笑，炼制成法宝，这不是扯淡，整个赵国一个顶级炼器师都找不出来。不过妾身倒是有一奇物，倒是可以交易给李符师。此物乃是天神龟的头骨，被上古前辈祭炼成了宝物，能推演一些危险。于玄机轻笑，拿出一个乌龟头骨，小巧玲珑，其上刻满了符文，可是能推演天机的奇物。叶不凡精神大振，却见于玄机琴手微摇，道：“不是，天机是无法推演的，只能测出自身近日的吉凶，每次测算都会付出一些寿命。推演天机之物，无不是天地至宝，就算是和欢老祖都渴望。怎么交易？我需要30张风雷符。”叶不凡点头答应，心中则是无语，又是风雷符，之前那群人一大半都要此物，莫非这群家伙见势不妙，要跑路了？跑路不带我吗？此物就先交给李符师了。于玄机上前，暗香扑鼻，伸出纤纤玉手，将头骨递给叶不凡。一同递过去的还有一枚玉简，后者接过，似是不小心，于玄机温润手指蹭到他的掌心，触感滑嫩，像是羊脂暖玉，让叶不凡心中一荡。于玄机脸颊一烫，雪白的天鹅颈也微微泛红，让人难以自持。一双眸子荡起春意，含情脉脉，勾魂至极。于姑娘这般尤物，不知会便宜了谁？叶不凡目光微闪，调笑道：“近距离接触此女，他有些燥热，起了反应。当然，不是某物，而是体内的功法。谁知道呢？也许是李符师。”于玄机相当大胆，冲叶不凡眨了眨眼，捋了捋青丝，扭动细柳腰，转身，圆臀摇摆，销魂至极。他坐回椅子上，微微垂手，眸中闪过震惊。在和此人接触的瞬间，他察觉到了合欢炉鼎宫的特殊波动，而且是炉鼎篇。能察觉到，那是因为他修炼的是合欢篇，秦修的存在就是合欢老祖给他准备的。
等他成长起来，金丹圆满，于玄机再夺取他的修为。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这李福师居然是炉鼎体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级别。赵国的难修，炉鼎体质近年来只有天魔教的叶不凡，可他刚筑基没多久，显然不是。于玄机心中起疑，难不成颜如玉体内的元阳是此人的？他身怀绝顶双修体质天魅灵体，对一些双修宝体的元阳很是敏感。当初跟随大长老去追踪颜如玉，就是感应到对方体内的元阳，想查清楚其来历。可惜没什么结果。合欢炉鼎宫只有老祖我圣子有，也就是说是他杀了秦修。于玄机心中惊疑不定，再看向李福师，仿佛在看深渊，深不可测。此人不知是谁的炉鼎，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杀了秦修，修为不下金丹后期，还修炼炉鼎篇，绝对不能放过。于玄机眼眸微闪，打算试探此人，然后下手。他保留处子之身至今，就是为了吞纳合欢炉鼎宫的炉鼎，以达到最大效果。只要成功拿下李福师，修为大涨之下，他就有希望摆脱那个整天跟着他的影子了。三人又商讨了夏之符的细节，叶不凡最后将这两人送走，回到闭关室，深吸口气，有些期待地拿出天神龟的头骨。天神龟寿命悠久，成年就是元婴大妖，而且能活万年，最长寿的一种上古物种。神龟头骨推演近期的吉凶祸福，准确率很低，副作用每次推演减少1个月寿命。叶不凡啧舌，怪不得于玄机把此物交易出来。推演吉凶准确率低，还损失寿命。推演次数少了，吉凶压根没法判断；推演次数多了，谁扛得住寿命这么消耗？可以说是鸡肋。不过叶不凡没这个顾虑，此物对他来说堪称保命神器。负面逆转，推演近期吉凶祸福，准确率高，每次推演增加1个月寿命。叶不凡心中顿时激动，有了此物，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和元婴真君比拼寿命，活个几千年。研究了一番御简中催动此物的法门，片刻后，叶不凡双手掐诀，打出数道光芒，击在神龟头骨。头骨顿时颤抖，散发玄光，奥妙无穷。玄光在身上扫过，像是吸走了什么东西。叶不凡的一根头发有些发白，但很快，副作用逆转下，头发变黑，且生机更加旺盛了，多了1个月寿命，真是美妙啊！这推演吉凶的头骨就能增加1个月寿命，真正推演天机之术得增加多少？叶不凡怦然心动，打定主意，以后但凡找到类似之物，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弄到手。如果能增加寿命，活个几万年，就算资质稀烂，熬也能熬成仙。不过很快，他的脸色就变了。吉凶之别，蓝色是为大吉，白为吉，红为凶，黑是大凶。头骨上只有头发丝的地方有白光，大半区域一片血红，都有些发黑了。我尼玛，我这是要领盒饭了。叶不凡脸色难看。进古云城后，顺风顺水，生意兴隆，赚钱犹如印钞机，修为上更有炉鼎功，用不了多久就会达到金丹后期。如果再得到上清妙真剑典，将真魔剑炼制成功，元婴之下，他当属无敌。接下来就是图谋元婴大道。可现在，这明晃晃的血光之灾给他膝盖上射了一箭。老子不信！叶不凡心情恶劣，收起法诀，再度催动神龟头骨，光芒闪烁。这次头骨上连白光都没了，血红完全将其浸染，刺目至极。不应该啊，怎么可能？以我的修为，怎么会是必死之局？叶不凡额头都冒出了冷汗。拜入天魔教1年多，至今未遇到必死局。随后负面逆转之下，足足加了1年的寿命。头骨上依旧是血光滔滔，半点白光都没有，十死无生。神龟头骨推演准确率再低，10几次都是同样的结果，容不得叶不凡不接受。这凶险出在哪？叶不凡思来想去，最终落在了师尊社的这个局上。有元婴大妖杀他，而且是近期。妖族这段时间频繁攻打古云城，果然和我有关。叶不凡站起身，在闭关室内来回踱步。如果是师尊社局，不应该九死一生，他不可能让自己死在这。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叶不凡浑身紧绷，脸色阴沉，他不喜欢这种感觉。得亏有神龟头骨推演，否则他现在还一无所知。提前做准备，叶不凡心中难安，走出闭关室，开始利用兽皮炼制大量的纸人傀儡，以兽皮为纸，以兽骨为纸人骨架，再用画符材料为墨。片刻后，一个长相和张老三酷似傀儡出现，惟妙惟肖，难辨真假。叶不凡又给傀儡贴上了一张兽皮制作的假脸。他如今的造处术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在傀儡身上刻画法诀，维持一段时间不难。随后
叶不凡白天画符炼制傀儡，晚上紧锣密鼓的和楚子雪双修，迅速增长自己的修为。到了翌日，一道带着斗笠的身影从院子后门悄然走出，向古云城东方而去。随后第二道身影，第三道，第四道，一天的功夫，100多个纸人傀儡悄无声息地散在古云城各个角落。第二天，又是100多个纸人傀儡消失在叶不凡的院落当中，灵石像是流水一样砸了出去，心疼的滴血。得亏每天画符都有一些灵石进账，即便如此，还是有些入不敷出。他娘的，成千上万个我不信凶险还能找上门。叶不凡眼珠子血红，彻底发狠了。别说纸人傀儡的材料耗钱，光成千上万件衣服都烧了不少灵石。为了省钱，制作衣服的重任交到了小绿萝手里。小绿萝一荣出去购买布匹、麻衣、锦衣、丝绸、棉衣等等，穿针引线、缝衣扶缝的人都目了，不知道主人想干啥。到了第7天，如果有心观察，会发现古云城中多了不少青年修士，面孔都各不一样。得亏如今外面在大战，没工夫细查这些人。不仅如此，其中一些青年修士还出了城，被妖兽锤死后，索性躺进了尸堆里。旁边妖兽与人族厮杀，嘶吼震天，脑浆子乱飞，哪会注意脚下的尸体是人是鬼？这一日，5道身影围坐在距离叶不凡院子没多远的茶楼中，4个老头，最后一个则是30岁的美妇。为首的是一个身穿麻衣的肌肉老汉，他盯着手里的黑色玉佩，眉头紧锁。此人乃是天沙门第1号杀手血屠夫，不仅肉身成为金丹，修为更是金丹大圆满，刺杀术、法宝等等都是出神入化，曾刺杀过数位金丹大修，而其他4位也是名震9曲国的金丹大修。美妇排名第2，好毒蝎夫人，毒到大成，被他抓住的男人一般都是玩个半死，然后为了自己的毒虫。其他依次是吴香君、天伤真人、大剑魔，一个比一个强悍，他们联手刺杀一人，数百年未曾有过。别说一些金丹大修，如剑鹤真人、破天真人这种10大金丹都难活命。什么情况？天魔教主让我们刺杀的是一人，还是一群人？血屠夫激活玉佩感应之下，发现整个古云城和玉佩气息匹配的气息没有1000，也有800，失灵了。毒蝎夫人提出质疑，血屠夫没有回应，皱眉沉思。他转头看向旁边面貌平平无奇的中年人，吴香道友，你去查查那群人是怎么回事。吴相君是天沙门第1隐匿强者，同境界没有人能够看穿他的易容术。中年人闻言点头，转身走出茶楼，融入人群，消失不见。一炷香过去，吴相君走回，露出奇异之色。我追踪了一段时间，发现那些只是傀儡，身负隐匿秘术，我都差点被蒙蔽。什么？天伤真人吃惊。吴相君的主修功法乃是集幻无相经，传承自仙堂，实战能力平庸，但在隐匿、幻术、窥探方面很是惊人，其中有一门瞳术，可看穿旁人隐匿之法，他都险些被蒙蔽，可见那傀儡非比寻常。傀儡？你确定是上千个傀儡？大剑魔道吸凉气，难以置信。旋即，他呼吸急促，眼神贪婪。本以为这次任务是门主小题大做，白白浪费我等时间，现在看来倒是捡了个肥羊。傀儡价值可不低，足以证明那人的身价。如此富有，就算和其他4人瓜分，也是一笔巨款。问题是目标为什么制作这么多傀儡，且全部分散出去？血屠夫冷静分析，要么有其他人盯上了他，要么他有推测吉凶的秘宝，提前部署，扰乱我们的视线。毒蝎夫人几人闻言，认为最后一个可能性大。古云城都乱成这样了，谁有闲心盯着一个金丹后期？他如此部署，这也侧面证明了他实力一般。大剑魔讥讽道。众人赞同，但凡实力强绝，不至于吓得扔出这么多傀儡。不过有这群傀儡扰乱视线，我们怎么找他的本尊？我总不能亲自一个个去找吧？如此频繁，必定打草惊蛇。吴香俊说道。他干这行几百年了，首次碰见这种毫无人性的对手。血屠夫捏着手里的玉佩，置诸在握。无妨，这玉佩乃是由秘术炼制而成，天魔教主那个老狐狸绝对还有其他的手段，直接锁定那人的本尊。说罢，他打出一道传音符。再等几天。在场几人干了刺杀大半辈子，最不缺的就是耐心，尤其是吴香俊，他擅长隐匿，曾经为了杀一位金丹大修的家族老祖，他混进其家族，等一个杀人时机，等了10年。而在他们临时传音时，距离他们不远的茶桌旁，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静静而坐。女子眉目如画，冰肌玉骨，身材火辣诱人。神识截取到几人的谈话，双眸浮现神光，那小家伙倒是谨慎得很，搞出来这么多傀儡，
红衣女子嗤笑一声：“有人替我寻找你的真身，本尊就不用费力了。”院中，楚子雪被滋润大半个月，显得愈发的妩媚动人，眸似碱水，体态轻盈，无时无刻散发着诱人的体香。她挽着叶不凡的胳膊，撒娇道：“别赶我走嘛！”说着，丰满之处蹭了蹭对方的臂膀。叶不凡无语，这女人体验了双修的好处后，越来越沾人了，再加上突破金丹2重，一天天恨不能当个挂件挂在她身上。当然，她的好处也极大，大半个月，修为已然逼近金丹后期。合欢炉鼎功的效果太惊人，只要他想，随时都能突破。不过后期天劫会到来，叶不凡一直压着修为，想拿天劫当底牌用。你不想死就走。叶不凡坐在椅子上，平静道。楚子雪见他脸色郑重，也收起了心思，秀眉紧蹙。真的有危险，把绿萝也带走。叶不凡闭了闭眼，嘱咐道。楚子雪俏脸终于变了，逃不了吗？绿萝是叶不凡的侍女，连他都要带走，说明事态严峻到了极点。离开古云城，死得更快。叶不凡摇头，古云城外，天知道有几个元婴大妖盯着他，请你师尊出关都不行。楚子雪脸色煞白，素手紧紧攥着叶不凡的胳膊。不提一日夫700日恩，单双修提升的修为进度，他就不想让叶不凡死。叶不凡没有说话，而是挥了挥手。以你的聪明，你不会死的，我相信。楚子雪眸似秋水，带着绿萝转身而去，后者1步3回头，恋恋不舍，但也知道留在这只会是累赘。叶不凡目送两人离开，院中变得清冷起来。还是死局，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他拿出神龟头骨，推演一番，依旧血光滔滔，像是要滴血，眉头紧皱，大脑不停转动。等到了晚上，叶不凡沐浴焚香，再度推演，这次终于有了变化，出现一丝白光。九死一生的局，叶不凡露出沉思。接下来几天，他照常画符，一些金丹真人不断求符。不仅如此，叶不凡还准允一些筑基修士的拜访。在下赵书生，见过李前辈。一行筑基修士在院外得到允许后，激动不已地进入院落，而后恭恭敬敬地行礼，脸上满是敬畏和崇拜。寻常金丹都难见到的礼符师，能准允他们这些筑基拜见，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赵书生，叶不凡诧异，又看了看其他人，好几个熟人。回天魔教后，那些同门多次找他聚会，赵书生、杜铁几人都在其中。除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宗门的筑基修士。不敢耽搁前辈时间，我愿付出2万灵石，还有一些妖兽材料，求得前辈炼制一张3阶防御符箓。赵书生咬牙恳求道。他气息萎靡，显然和妖族战争中受创。旁边的杜铁脸上直接浮现了一道血色疤痕，而清纯女高黄灵山也是脸色泛白，有伤在身。呵呵，可以。叶不凡含笑点头，直接拿出一些符箓。赵书生、杜铁几人狂喜，感激涕零的接过。多谢李前辈，多谢李前辈。清纯女高黄灵山羞羞答答，小心接过符箓。现在行情，2阶符箓都不好买，更别说3阶了。若是用好了，可是能保命。叶不凡微微颔首，与这些人交易完，将他们送走。随后盘坐禁闭关室，拿出10几根头发丝，以他的修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截取这些筑基修士的头发，再简单不过。我倒要看看其他人的吉凶是怎样的。叶不凡依照这些发丝，利用神龟头骨推演吉凶，一一推演完，最后发现居然有10人成大凶之兆。能活到现在的筑基都是有2把刷子的，不可能在近期死亡这么多。叶不凡目泛金光，有些吃惊。除非有大凶的不只是我，还有整个古云城所有修士。这鬼地方有问题，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依照此寻得大概的逃生路子完全没问题。还是得靠造处术、瞒天术这2门隐秘法门。叶不凡思索后，重新翻出2门秘术，深度钻研。前者已经登峰造极，后者并未达到大圆满之境。随后一段时间，白天画符，其他时间全部钻研2术。造处术逐渐出神入化，变化各种人乃至妖兽，气息和神形都做到完美地步。而瞒天术更是达到大圆满，瞒天过海的时间更久，也更稳定。果然，生存率55分。在第5日，叶不凡再度推演，神龟头骨上的颜色半白半红，还是不保险。叶不凡眯着眼，拿出老祖手图的令牌，打出一道法诀，随后又拿出一根红色羽毛，这是朱雀的羽毛，通讯之用。等到了第6天，神龟头骨上的颜色9成变为白色，只有1成是血色，9成生存率，妥了。叶不凡长松口气，随后恨恨道：逃过此劫，立马筹备结姻。只有成为元婴真君，才能立足一国，凌驾顶级宗门之上，才能保住小命。
元婴大道，难如登天。赵国提高接阴几率的只有结阴丹，但这种东西主要太难寻了，而且也只能提高1-2成的几率。至于副作用大的魔功什么的，他在天魔教翻烂整个藏经阁也找不到和结阴有关的魔功。而且他结的还是5色元婴，5色结阴法已经绝迹了。走出闭关室，叶不凡继续画符。来古云城已经1月有余，收藏的符箓已经有1000多张，都是3阶顶级，一大半是防御符箓天幕符，其余则是攻击符箓春雷符。前者可挡住大修攻击，后者是3阶威力最强的雷符。而在画符期间，古云城外喊杀震天，惨叫声、怒吼声、狂笑声不绝于耳。此时正值初冬，清晨时分，城外起了一层薄雾，距离大城极远的高空，雾中更是有元婴真君交手，声势浩大，法力惊世，朦朦胧胧间似神魔角逐。古云城的小院内也起了一层雾，空气湿冷，高墙壁瓦浮起寒霜。主人！就在这时，一道娇小焦急的在院门外高喊：有妖族潜入古云城。叶不凡画符的手微顿，抬头皱眉，挥挥手将防御阵法打开。绿萝快步进入院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主人快走，潜入的妖族有好多，甚至有数位3阶顶级的。说话间临近叶不凡，噗！就在接近的刹那，绿萝脸色陡然阴厉，甩手打出一道钉头剑，剑使又急又快，威势之强，足以重伤金丹大修。叶不凡的头颅瞬间被洞穿，砰的一声将其钉死在身后的大厅门框上，而后那尸体开始自燃，眨眼成了一滩灰烬。不对，绿萝脸色微变，猛地转身看向院门外，震开。此刻院门外叶不凡一袭白衣，负手而立，淡漠地注视着院中，口中轻念，整个院落开始抖动，层层阵法光照将入口封死。噗嗤，绿萝脸色铁青，猛地喷出一口血，手指点在血液上，在额头画出一道诡异符号。符号光芒微闪，身影变得半透明，一个闪身竟是穿透了阵法，重新回到院外。咦，这是什么法术？叶不凡有些诧异，这法术环绕下，那人就像隐形人。上次能无声无息穿透阵法的，还是在元国的时候，颜如玉进阵找他。果然，你没这么好杀。绿萝站在院外，似是奸计得逞，嘿嘿冷笑。不过，我进阵法，为的就是将你从院内引出来，你还真上当了。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在阵法内动手，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李符师居然是个金丹后期的高手，连5大仙门和3大魔教都被你蒙蔽。一个披着血披风的肌肉老汉从巷子口走出，声音怪异，实力强，又是3阶顶级符师，这种人不可能是散修，必然有背景。李符师，叶不凡脸部扭曲，像是水波一样成为了长相平平无奇的青年，这让血屠夫一怔，转头询问吴香君。后者眸光闪过紫光，略作沉吟道：李符师接待那些大派金丹时，我窥探过，当时显露的是真容，此人不是李符师，只是易容成他的模样。吴香君闭目感应了一番，察觉院内地底有一道若有若无的气息，真正的李符师在地底被禁锢了，此人多半控制住了他，想借其敛财。血屠夫拿出一个玉瓶，打出几道法诀，片刻后看向叶不凡笑道：目的就是你。这下子他彻底确定了目标，刚才没直接动手，那是因为面前之人太过诡异，必须确定目标，否则动手后发现杀错了人，那就闹了大乌龙。叶不凡闻言眸光微闪，地底的他完美施加了造处术和瞒天术，窥探秘术也关不透。和外面那些随手制作的傀儡不同，这易容成绿萝样子的家伙，瞳术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强悍。天杀门的人！叶不凡看向对方手里的玉瓶，心中惊疑，对方很明显是通过此物判定他真身的，眼光不错，告诉你也无妨，派我们来杀你的人名叫……血屠夫嘿嘿笑道，话未说完，一道黑影猛地破土而出，从叶不凡身下跃出，一口咬向命根位置，真是狡诈！叶不凡暗骂一声，堂堂金丹大修，忒阴险。好在他反应神速，身躯一晃，黑影擦着他的衣角掠了过去，定睛一看，竟是一只碧青毒蛇，3阶顶级的竹叶青。毒蛇游动，爬上了一条美腿，而后沿着奇宫桩往上缠上了一个美妇的细腰。又一个金丹大修。叶不凡挑眉，既然确定了目标，迅速将此人杀了，迟则生变。此刻四周已经有8大派的修士赶来，其中不乏金丹真人，一股股灵石更是往这边扫视。毒蝎美妇冷喝，一拍储物袋，一只只蝎子、毒蛇、蜈蚣、蜥蜴等毒虫朝着叶不凡闪电般袭来，每一只都是3阶顶级，数量不下20只。控毒大修。远方一道身影疾奔而来，正是剑鹤真人。他脸色微变，凝望毒蝎美妇。这么多毒虫，
倘若被咬到，不死也得脱层皮，他都得小心提防。还有2个大修，一个是刀道大修。就在这时，阴阳真人也是赶来，他豁然看到一抹刀光惊世，直劈那平平无奇的青年。紧随其后，另一个女修变化相貌，竟然一个没有眼睛、鼻子、嘴巴的无面男子。无脸男身影虚幻，阴阳真人注视之下，精神恍惚，他猛地一咬舌尖，惊骇失声道：“无相千面，天沙门排名第5的幻术大修。”3个大修联手刺杀一人，好大的牌面，此人是谁？阴阳真人看向那平平无奇的青年，他活了几百年，对于邻国的天沙门有所了解，这2个特征明显，一看就是天沙门的顶尖刺客。不是3个，是5个。另一个女子走来，胸怀宽广，身段丰满诱人，好似俏寡妇，正是上清宫的大师姐江婉约。话音刚落，那平平无奇青年身侧2道身影袭杀而至，一柄飞剑如血如魔，剑意冲霄；另一个则是一块铜镜，散发灰蒙蒙的光，光芒渗人，打向那青年。嘶！天沙门的天伤真人，那是天伤镜，还有大剑魔，好家伙，排名前5的联手刺杀一人。阴阳真人惊变，5人联手他对上也是死路一条。随后道：“这家伙干什么了？刨了天沙门主他爹的坟墓，阵仗太大了。如今城中空虚，金丹大修就他们几个，连央真君又不在，他可不想掺和进去，只要不是李福师被刺杀就行。”江婉约拢了拢发丝，轻笑道：“他们这么快赶来，就是发现这边波动剧烈，唯恐李福师被弄死。李福师如果死了，对这魔盟的损失太大。”是张三。剑鹤真人眼神阴翳，盯着那青年，他对其灵石太熟悉。张老三失踪了大半年，真去挖天沙门主他爹坟墓去了。我说整个赵国金丹找他都没找到。阴阳真人震惊，眼中异光闪烁，而其他赶来的10几位金丹真人也是吃惊，灼灼看向那青年。说来话长，但时间只过去2个呼吸罢了。场中，叶不凡眯着眼，灵石猛地扩散，横扫四周，对刺杀而来的毒虫、刀光、剑光熟视无睹。5位金丹大修刺杀，虽然意外，但他并不在意。他忌惮的是暗中的窥伺。从离开院落开始，后脑一直有针刺感，范圣魔功的警兆越来越强。暗中有元阴真君。轰！剑光、刀光、辉光瞬间将叶不凡淹没，地动山摇，原地打出一道100丈巨坑，周围建筑直接被夷为平地。阴阳真人仔细凝视，死了。在他看来，张老三似乎刚刚结丹，面对诸多大修的围杀，别说抵挡了，反抗一个呼吸都难。剑鹤真人眉头紧锁，脸色愈发阴翳。没死，这小子实力有点不对劲。众人抬头看去，这才发现高空中浮现4道人影，全部都是张老三。唰！一抹刀光带着可怕刀意，直奔最左侧那道人影。叶不凡本尊蹙眉，抬手一道乌龟壳立在前方，当的一声，刀光与龟壳碰撞，掀起阵阵气浪。乌龟壳上隐隐浮现一道刀痕，但好在没有裂开。轻轻一震，将3个真魔幻影收回。不是以气息和灵石锁定我的真身，是别的东西。叶不凡试探过后，心中已经有了猜测。从天魔叫出来后，被那2个金丹修士追踪，他就觉得不对劲。出问题的不是造处术和瞒天术，而是他身上的某个东西被锁定了。你不是金丹后期，是大圆满。血屠夫收回飞刀，神情动容。金丹后期就算祭出顶级法宝，因法力远逊于他，根本挡不住他一刀。而远处的阴阳真人更是震惊，脸色发青。原来是你杀了大长老。他认出了龟壳法宝，正是冲虚子的。什么？一个缥缈骨的金丹真人眼皮跳动，匪夷所思道：“你该不会说张老三刚突破金丹，就有媲美金丹大修的实力吧？”其他人也是震撼的不轻。大半年前，张老三只能在剑鹤真人手底下玩命奔逃，大半年后跃了一整个大境界，这进度过于离谱。原本还想出手在张老三身上捞一波金的金丹们，直接止步了。恐怕是这样，否则天沙门怎么可能派5位大修联手杀他？普通金丹可没这待遇。阴阳真人脸色阴晴不定，打算静观其变。而随后他庆幸自己没有出手。无面男身影虚晃，化作成千上百道幻影，将叶不凡包围。无数阴森的鬼笑自幻影口中爆发，回荡八方。一些金丹精神瞬间恍惚，声音诡异凄厉，像是女鬼在哭坟。摩罗天刀。叶不凡脸色平静，五指并拢，大手如天刀，猛地一斩。唰！一道恐怖刀光席卷，成千上百道幻影瞬间被劈碎，连同音波也被震成虚无。噗！角落中的无面男真身险之又险地避过这一刀，但神魂却被刀光波及，
当场重伤，大口喷出一口血。斩魂秘术，他大骇，迅速后退。作为精通神魂攻击的他，最了解这种秘术的可怕。血屠夫、天伤真人、毒蝎美妇四人也是忍不住瞳孔紧缩，露出忌惮。他们心中不禁暗骂：眼前这目标比情报中强大何止100倍。几位在下的实力你们也看到了，即便你们5人联手，一时半会儿也奈何不了我，甚至有可能搭上1、2个。叶不凡收手，向5人拱手施礼，不如就此罢手如何？此后张某人必有后报。若是放在以往，他早就将这5个给剁了。但现在，暗中的元婴真君随时可能出手要他的命，他实在没空理会这几人。阁下实力惊人，不过任务在身，无可奈何。血屠夫冷漠道：虽强，但还做不到让他们5人退避。叶不凡皱眉，心情恶劣。幕后之人给你们多少零食，我出2倍，不3倍，3倍可不够。美妇舔了舔红唇，妾身在九曲国就听闻过张道友的大名，身上灵药可是不少呢。不错，如果换个人，说不定我们就撤走了。但你，嘿嘿。大剑魔露出贪婪。传闻张老三身上有数千株千年灵药，不乏接阴神药，这对任何金丹大修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否则按照天杀门一击不成，迅速远遁的规矩，他们已经走了。现在古云城那金丹大修没几个，迅速杀了他，抢了东西走人。天伤真人目犯杀机，催动小径，大片灰雾喷涌而出，形成张牙舞爪的灰色巨蟒，一口咬向了叶不凡。砰！血屠夫也是出手，直接手拿飞刀，法力与气血交融，形成一道1000丈大的血色刀光，直击叶不凡的头颅。紧随其后，大剑魔的滔天剑光，毒蝎美妇的数十只毒虫，连同无面男的幻术，从各个角度攻击而去，将其退路封死。你们真的是……叶不凡见几人得寸进尺，一股怒火上冲，他脸色狰狞。该死啊！嘎吱嘎吱。随后剑鹤真人、阴阳真人等人震撼地看到，滚滚魔气犹如乌云般滚滚而起，将半个古云城遮蔽。紧随其后，一道高达数千丈的黝黑巨人拔地而起，头顶蓝天，脚踩大地。与其相比，一些房屋渺小的都如尘埃。突破到金丹4重后的叶不凡，法力比一般大圆满还要强，再加上一堆的禁忌法术，就算是大修联手也得死。轰！巨大魔躯一手托举血阳魔火，高温将虚空扭曲，随后直接砸碎刀光，将血屠夫击退。摩罗天刀劈碎无面男的幻术，唰！叶不凡身影晃动，将剑光与毒虫躲避掉，甩手一面乌龟盾牌飞出，阻挡住灰色巨蟒。大血影遁，而后一股滔天血光将魔躯包裹，速如惊雷，直奔血屠夫而去。所过之处，房屋爆碎成渣。这是什么法术？血屠夫脸色惊变，身影暴退。但魔躯速度更快，血屠夫立即祭出飞刀，再度劈出一刀，而大剑魔也是震惊，赶忙追上。轰！诸般法术法宝轰击在魔躯身上，后者瞬间爆开，化为滚滚魔气消散。这是幻影分身，他的真身离开了魔躯。不好！血屠夫脸色微变，赶忙看向其他人，而后就看到一道青年身影骤然冲向吴湘君。惊鸿一刹，青年身影双手掐诀，身影仿佛瞬移，直接跨越数百丈距离，出现在无脸男背后，无声无息，好似鬼魅。阻止他！大剑魔怒吼，祭出5把飞剑，犹如5星连珠般刺向叶不凡，意图将其阻止。可已经晚了。啪！一只大手闪电般抓住无面男的脑袋，任凭他施展幻术都难以奏效。他最傲人的是幻术，本身实力在大修中并不突出。救我！救！他惊恐大叫，话音未落，咔嚓咔嚓，整个脑袋就被扭转了360度。撕拉！脑袋直接被一双大手撕扯了下来，滚烫鲜血如雨飘洒大地，当场惨死。叶不凡一身血色铠甲，满头血发飘扬，一双瞳孔更是血红的似要滴血，滚滚魔气如云，衬托的他犹如人间魔神。给脸不要脸的东西！硬汉5人的联手有点费劲，除非境界达到金丹大圆满，法力远超所有的大修。不过逐个击破对叶不凡来说并不难，身怀诸多禁忌法术，远距离追踪有大血影遁术，近距离惊鸿一刹堪比元婴真君的瞬移，几乎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真大魔头啊！江婉约瞪大了眼睛，震颤莫名。众金丹也是失声，头皮发麻。一位金丹大修就这么死了，干脆利索。他们不禁猜测，这张老三大半年从筑基大圆满达到能杀金丹大修的地步，绝对和遗迹中的机缘脱不开关系。念及至此，忍不住嫉妒和后悔，早知道应该在遗迹后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此人，夺取机缘。剑鹤，你怎么看？能打得过吗？
阴阳真人道：剑鹤真人被称之为赵国10大金丹，剑道比大剑魔还要高深。后者铁青着脸，冷冷回应：6成把握。你要杀他，今日是最好的机会，错过就再也找不到了。阴阳真人撺掇，张老三身上的机缘，他也眼馋得紧。剑鹤真人关注战局，一言不发。他查了此人1年多，深知是个谨慎之辈，今日如此张扬，其中必有缘由。而场中，血屠夫脸色铁青，死死盯着魔火焚烧的吴相军尸体，拿出底牌，速速将此人斩杀。他怒喝一声，双手轻震，吐出一口白光，面孔愈发的苍老。气神斩，白光凝聚成一道人形，紧握飞刀，闪电般的冲向叶不凡。其速之快，堪比瞬移，叶不凡都来不及躲避，张口吐出云雷剑，全身血液灌入其中，躯体迅速干瘪，但很快在副作用逆转下，血液重新充斥全身。刷刷，云雷剑猛斩7剑，一剑比一剑凶悍，在一连串的爆鸣声中，7道剑光被震碎，白光人影速度只是稍顿，再次冲来。叶不凡面无表情，再斩2剑，尤其是最后一剑，剑光足达数千丈，硬生生将白光人影撕成碎片。这一幕让不少人脸色巨变。竞技剑道法术，大魔血9剑，这丝血这么厚吗？剑鹤真人盯着屁事儿没有的张老三，有些匪夷所思。这种剑法天魔教主年轻时候施展过，施展后差点被剑法吸成干尸，足足10几年才休养回来。可这厮气血旺盛，哪有成干尸的迹象？而另一边，毒蝎美妇脸上浮现厉色，竟是直接吞下几条蝎子，而后身躯变化，竟是成了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蝎尾的巨大怪物。蝎子尾针狠狠刺向叶不凡，后者一剑格挡，竟是被震退数步。这是什么东西？叶不凡看着防御力，力量堪比炼体巅峰的妖妇，眉头紧皱。与此同时，天伤真人祭出数件法宝，每一件威力都极强，巨大黑斧头、大钟、蓝色手骨等等，一股脑的朝着叶不凡砸了过来，惊人至极。其中那面灰色镜子最是惊人，辉光如耀，侵染之处，大地都在破败腐朽。嗡！大剑魔也发了狠，冲天血光凝聚血色巨剑，震杀向叶不凡。去！叶不凡冷笑，祭出骷髅头，后者一口血吸饱，与毒蝎美妇血战。他这法宝正面战力最强，硬刚毒蝎美妇不在话下。随后抬手打出数道摩罗天刀与大魔血9剑，迎击大剑魔的血色巨剑。血阳魔火，天罡魔焰。叶不凡掐诀，滚滚魔焰铺天盖地的将天伤真人的法宝覆盖。不得不说，这家伙是真有钱，各种顶级法宝，有力量型的、防御型的、刺杀型的，堪称多宝童子。不过叶某人的天罡魔焰专克法宝，不消片刻，斧头、大钟、蓝色手骨光芒暗淡，灵性大损。这把天伤真人心疼的眼珠子都红了，迫不得已全力催动灰色铜镜，辉光很是奇异，有数道光丝照在身上，皮肤都在腐朽干裂，随时要溃烂。不仅如此，叶不凡还震惊地发现，以他断肢重生的能力都没办法修复，怪不得叫天伤真人，此物专克恢复且能破灭生机。叶不凡眯着眼，随手打出一记摩罗天刀，施展后神魂与肉身被治疗，皮肤这才好转。此物阻止不了系统副作用逆转的治疗效果。日10天，叶不凡见血屠夫再度挥出泼天刀光，立即打出数道法术，顿时天空一暗，磨盘大的黑洞形成，迅速蚕食掉刀光。这是当初在藏经阁选取的10本竞技法术之一，有10天之能，可吞一些攻击。当当，战斗迅速白热化，叶不凡以1敌4，丝毫不落下风，看得阴阳真人、江婉约等人目瞪口呆。现在连6成的把握都没了，只有2成，此子成长得太快了。剑鹤真人震动，轻叹口气，这战力估计只有第1金丹天魔教主能拼一拼了。那老匹夫有一杆万魂幡，只长100万阴魂，比其亲传弟子柳望川的万魂幡强太多。而就在4位金丹大修全力以赴之时，一根银针悄然接近，嗖，其速如电，瞬间洞穿天伤真人的防御手环，刺入其后脑。你！天伤真人眸光恐惧，而后暗淡了下去。其执掌的法宝七零八落。叶不凡冷笑一声，大手一挥，将所有法宝的灵石抹除，收入储物袋。这一幕发生的太快，血屠夫3人根本没反应过来。好阴险的小崽子！大剑魔惊惧，萌生退意。那银针法宝绝对是元婴之下第1梯队的刺杀利器。该死！该死！该死！血屠夫咆哮，须发皆张，他眼珠子通红，怒吼道：“杀了他！杀了他！”说完，他身躯爆出大片的黑雾，而后裹挟着他迅速地朝着古云城门口远遁而去。话语有多狠，
他跑得就有多快。这位几百岁的老头子健步如飞，卷起长龙般的尘土，眨眼跑出了10里地。而他的离开让大剑魔和毒蝎美妇压力骤增。大剑魔气得眼珠子血红，忍不住破口大骂：血屠夫，跑你妈跑！噔噔噔，毒蝎美妇硬汉骷髅头一击后，借势之下看都没看大剑魔一眼，10条大长腿狠蹬地面，紧随血屠夫而去。毒蝎，我操你姥姥！独自面对叶不凡，大剑魔被打得大口吐血，一条手臂都被魔火烧成灰烬。他睚眦欲裂，以舍去一条腿的代价，爆发滔天血雾，奋起追着毒蝎美妇而去。嗡！倏然，一道血色剪刀从叶不凡口中吐出，迎风而长，虚空一剪。啊！凄厉惨叫响起，毒蝎美妇妖化的躯体当场扑通倒地，神魂俱灭。他妖化后物理防御太惊人，不过神魂是最大弱点。叶不凡这些剪刀得自于镇妖塔，在元国就有数次建功，还有手段。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大剑魔见状，亡魂大冒，赶忙祭出飞剑，噗！然而刚祭出就被骷髅头一口吞下，紧随其后的数道禁忌法术，刀光与剑光瞬间将其淹没，斩成几十截，鲜血飘洒。自此5大刺客死了4位。叶不凡大手一捞，将他们的储物袋尽数握在手中，眯着眼看向血屠夫逃跑的方向。终于走了。叶不凡脸色浮现苍白，长长松了口气，似精神松懈般，脚掌落在地上。这是什么怪胎？4个大修都杀不了他，他娘的，见了鬼了！剑鹤真人、阴阳真人等人脸色骤变，看向那如神似魔般的身影，分外的忌惮。此人已然是无敌金丹般的人物，不可敌。我于血战中突破金丹2重了。而在这时，小剑仙从战场中归来，他身披铠甲，气势极强，脸上止不住的笑容。生死魔力最容易让人突破，不过当看到叶不凡后，笑容戛然而止。张老三，我查了你1年，1年啊！你他妈终于出现了！小剑仙大吼，眼睛赤红。他这辈子吃过最大的2次亏，是流云城外被张老三阴的一把，又在遗迹中被夺了镇妖塔这个大机缘。说恩怨，他和张老三的恩怨没人比得上。张老三，和我一战！突破后，他自信心爆棚，大喝一声，从城外大步奔来。不过很快就看到了地上的尸体，脸皮一滞。小剑仙看了看尸体，又看了看张老三，脸上多云转晴，露出笑容。张兄，好久不见，风采愈发的迷人。叶不凡瞅了他一眼，后者拱手微笑，转身撒丫子狂逃。我还有事，改日再和张兄叙旧。众金丹见状，无言以对。轰！倏然，一道红光于人群中爆发而出，几乎瞬移般的出现在叶不凡身后。一只纤纤素手伸出，抓向叶不凡的后脖子。这一幕太突然，速度也太快，就连剑鹤真人、阴阳真人等人都没反应过来。惊鸿一刹，叶不凡脸上轻松表情瞬间消失，怒吼一声，身影刹那消失。轰隆隆，素手的动作很轻，但一击之力却是将大地都撕开一道1000丈沟壑，周边店铺、楼阁、酒楼等等全部爆碎成渣。距离100丈外的几个筑基大圆满的修士被波及，连惨叫都未发出，当场爆成了团团血雾。咦，一个金丹居然早有提防，你发现我了！一声诧异响起，叶不凡原来站立的位置，一道身穿红衣、身材火辣的女子露出惊讶。她出手时机很妙，正是叶不凡最放松的时候。以他的能力，一击建功几乎板上钉钉。前辈堂堂元婴大妖，还要偷袭，是不是太看得起张某了？叶不凡于1000丈外虚空而立，右臂已经不翼而飞，断裂处鲜血汩汩而流。提前防备，还是慢了一丝，只是被擦了一点妖气，胳膊就没了。元婴大妖，快通知连央真君！周围的一群金丹勃然变色，惊恐后退。哪怕是剑鹤真人、阴阳真人等人，也是脸色巨变，迅速逃离此地。在逆天的金丹面对一个元婴，也是死路一条。张老三能在一击之下活着，都是一场奇迹。哥哥，你身怀镇妖塔，怎么对待都不过分。红衣女娇笑一声，俏脸猛地冰寒，身影瞬间消失。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笼罩全身，叶不凡后脑勺的头发根根倒竖。骷髅龟甲，惊鸿一刹，叶不凡咆哮，接连祭出骷髅和乌龟壳法宝，而身躯则是迅速消失。咔嚓，一只素手从左侧袭杀而来，速度快到了灵石都无法捕捉，空气炸碎，乌龟壳法宝当场被重击撕成2半，连同骷髅头法宝也被击碎，灵性大损。2000丈外，叶不凡的身影浮现，此刻左臂也没了，
有顶级法宝防御都扛不住素手的撕扯，两臂消失，他的脸色苍白到了极点。短短2个呼吸，他差点被抓死。哥哥，你这盾术有点意思，但是你能挡得住我几下？一声银铃般的娇笑声响起，红衣女歪着头，眸中闪过戏谑。她身影开始虚幻，声音冰冷：乖乖做我的人宠，我不杀你，还要你操纵镇妖塔呢。人宠？叶不凡脸皮抽搐，立马祭出封印梭，化作一道神光远遁，同时往身上贴了上百张顶级防御符箓。天魔老祖，他的速度堪比元婴，瞬间遁向南城门，数十里的距离眨眼即至。但红衣女的速度更快，一个瞬移就挡在叶不凡身前，素手轻挥，一道红光击射向叶不凡的下半身。后者头皮发麻，连法宝和法术都来不及施展，上百张符箓像是纸糊的一样被红光洞穿，轰的一声，叶不凡一条腿当场炸成血雾。叶不凡剧痛，脸色都狰狞了。这元婴大妖很明显想活捉他，将他削成人质。天魔老祖，你还在看戏？等我逃出升天，必睡你1万遍。你不是想生娃吗？我让你生100个！叶不凡大吼，不断刺激师尊。与此同时，驾驭封印梭掉头，一头扎进自己的小院中，催动防御阵法。如果他会净空手段，依靠封印梭能逃出元婴大妖的追踪，但他不会净空，挡不住红衣女的瞬移。天魔老祖，你在吓我！红衣女冷笑，素手重击，防御阵法瞬间爆碎，而后就看到一道身影从院中飞出，击射向远方。撕拉！红衣女眼神冰冷，只手遮天，瞬间将那身影最后一条腿撕扯了下来。咦，纸人傀儡！他一顿，露出诧异，旋即神识横扫向那院落。倏然，他脸色巨变，猛地转身，素手拍向后方，空间晃动，天地灵气形成一朵蘑菇云炸碎开来。轰隆！红衣女身影像是撞上了一座大山，如遭雷击，身影狠狠砸入地底数百丈，整个古云城都在颤抖兮兮。你这小鸟，万妖山的那个老不死果然派你来了。一道娇小玲珑的黑裙身影浮现，婴儿肥的小脸浮现笑意，旋即小脸一沉，桃花眼扫了地底，恶狠狠道：让我生100个娃，回头再找你算账。轰隆隆，整个大地颤抖，而后城中修士惊骇欲绝地看到一只庞大足有1000丈的红雀从地底飞出，而后闪电般掠出古云城。4阶防御阵法只能防御外面，可不防御里面。这是天魔老祖设的局。撤军！红雀娇声怒斥，声震方圆万里。而远空整合人族交战的妖兽群一顿，为首的3阶妖兽立马掉头。正和连阳真君交战的2蛟也是脸色巨变，迅速后撤。天魔教主乃是元婴后期大修士，完全不是他们2个初期可以抵挡的。嗡！虚空颤抖，黑裙萝莉赤着白嫩的小脚丫走出一步，似是缩地成寸，身影瞬间出现在古云城外。再一迈步，已然临近庞大的红雀，娇小的身躯合其一比，渺小的似尘埃。既然来了，你可逃不掉。小手抓住红雀尾巴，轰隆一声，将其重重砸在大地之上，成千上万的妖兽当场被砸成了肉酱，地动山摇。天魔老祖，得饶人处且饶人！红雀惨叫，斥声道：嘻嘻，饶不了。黑裙萝莉笑嘻嘻地举起拳头，白莹莹犹如小馒头，但垂在红雀身上却似高达万千钧，鲜血飘洒，染红长空。天魔道友，连阳真君飞来，威势一礼，神情略松。天魔老祖是正萌萌的定海神针，唯一的元婴后期大真君，否则即便是元婴中期的上清宫图鉴真君，也挡不住万妖山的那头老魔龙。让古云城所有修士撤退，撤往白玉城，在那里驻扎，布置防御线。黑裙萝莉吩咐。连阳真君闻言，脸色微变。古云城守了大半年，如今突然撤退，他搞不清何意。一旦撤回白玉城，方圆数千里的一些灵矿、药源等等，这就拱手让人了。虽说那是万寿谷的，但他们也会瓜分不少。否则上清宫、雪灵宗等势力不会卖力的抵抗妖族，去做就是了。黑裙萝莉冷哼，不容置疑。好，连阳真君无奈，只得回到古云城，通知各大势力的金丹，带着筑基、炼器等修士从南门撤走。而城内，张老三被元婴大妖几乎被削成人质，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少人暗中拍手称快。张老三算是废了，就算寻得肢体再生的大药，也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此生无望元婴。而其威胁大减，已不足为虑。阴阳真人判断，心头舒口气，4肢去了3只，创伤太大，金丹还做不到肢体复生，只有2条路可走，要么夺舍重修，要么寻找到复生肢体的天地灵物。夺舍之躯花费几百年能重归巅峰，但元婴是不可能了。
天地灵物更是难寻。一代天骄，昙花一现。江婉约自语，其他金丹或冷笑，或惋惜，或冷眼旁观。好啊，没威胁好。他日我有望元婴，你却没希望了。小剑仙摇头，不再将张老三视为对手。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储物袋没了。张老三，他脸色发绿，咬牙切齿。毫无疑问，是之前遁走之时被张老三悄无声息地夺去了。剑鹤真人则是没什么心情，金丹再强大又能如何？在元婴真君面前不过是蝼蚁。元婴啊！剑鹤真人颇有种兔死狐悲之感，怅然若失。众人闻言顿时沉默。元婴就像是横亘在无数修士前的一座大山，穷极一生都难以跨越。张老三都强大到这种地步了，结果还不是被削成了人质，连反抗之力都没有。而他们何尝不是同张老三一样的蝼蚁？片刻后，他们接到连央真君的传讯，撤出古云城，虽不知为何，但只能照做。不好，李符师！剑鹤真人忽的脸色巨变，赶忙进入小院寻找李符师。阴阳真人等人也是神情难看，迅速翻找，结果连尸骨都没找到，必然被张老三杀了。可恶啊！众修痛心疾首。和张老三那个动辄杀人的大魔头不同，李符师为人和善，从不和人结仇，非常正派。几大势力金丹都和其有交情。早前听天沙门的刺客说起过，张老三抓住李符师，借他之手敛财，现在看来用完之后将其杀了。该死的张老三！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安排一批批修士从南门撤出，古云城迅速空荡下去。而地底，他们心心念念的李符师已经施展大地遁术，潜入了地底上百里。此术得自合欢圣子。等到了地底深处，叶不凡辨别方向，朝着流云城的方向跑路。现在的他2条胳膊和1条腿早就长了出来，伤势痊愈。不过法力在经过接连施展禁忌法术，催动法宝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碰上金丹大修，他必死。师尊交代的任务完成了，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叶不凡钻开泥土，脸色阴沉的在地底前行，最后难以支撑大地遁术，不得不边恢复法力边催动最低级的土遁术。他眸光坚定，是要突破元婴，而且是最强大的元婴。忽的，叶不凡一顿，眼神眯起，盯着面前一颗磨盘大的血色巨石，上面刻满了阵纹。血云石，他认识这石头乃是制作顶级法器的材料。他眉头紧皱，绕开血色巨石，继续前行。很快又碰到了几颗血云石，不仅刻画了阵纹，其上还有隐秘气息的禁制。若非距离近，他根本发现不了。这种古老禁制能瞒过元婴真君的神识。不仅如此，地底的土壤、石头像是被鲜血侵染，血腥味浓的让人作呕。每一粒尘埃中都似有修士和妖兽的魂魄在哀嚎咆哮。不对劲！叶不凡脸色微变，土遁前行没多久，眼前豁然开朗，竟是来到了一片地下溶洞。整个溶洞被阵法覆盖，各种天材地宝，甚至还有几杆阵旗。而在阵旗旁边有一只土黄色大鼠盘坐，身穿道袍，乍一看像是黄大仙，每一个都是3阶妖兽。好在叶不凡隐匿造诣惊人，并未被发觉。他迅速后退，换了一个方向。随后东西南方向都有不少血云石和地下溶洞，且有土鼹鼠守卫。叶不凡脸色这下子是真难看了。古云城地底下赫然有一座笼罩方圆数千里的超级大阵。他连忙取出神龟甲推演，和当初推演的一样，9生一死，没任何变化。果然，神龟甲的吉凶卦象指的不是那个红衣女，而是在古云城地底。叶不凡忽的感觉整个地底都在颤抖晃动，红色土壤扭曲变形，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出世。快回天魔教！旁边一只朱雀从泥土中冒出来，冲着叶不凡惊叫。早在之前用龟甲推演时，他就通知了朱雀，让其赶回来支援。叶不凡迅速拿出风影梭，朝着天魔教的方向遁去。风影梭的速度极快，但还没跑出多远，前方泥土颤抖，临时观察中，一只足有万丈的黑色魔手拨开泥土，朝着他抓了过来。这模样和遗迹中无数黑影凝聚的魔手一样，只不过更大更夸张。掉头掉头！朱雀惊悚大叫，赶忙催促。这魔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叶不凡头皮都炸了，调转方向，风影梭在地底疯狂穿梭。屡次坏本做好事，你真该死啊！万丈魔手追击，传出阴森的咆哮。风影梭速度极快，在地底也是堪比元婴，饶是万丈魔手一时间也追不上，足足逃了一炷香。叶不凡连在哪都不知道了，身后万丈魔手终于支撑不住，不甘的溃散。他停下风影梭，擦了擦冷汗，
旁边的朱雀活了数千年，眼睛毒辣，道：“古云城地底是血祭大阵，很明显，很早之前妖族请人布置了。遗迹中怕是也布置了血祭大阵，通过某种秘法打通数万里之遥，用无数人和妖的精血、魂魄等贡献给魔妖，助其恢复巅峰修为，脱困而出。”叶不凡眼皮跳动，古云城打了大半年，就是为了让他脱困，好大的手笔！从魔剑上人那里得知，魔妖脱困需要2年时间，8成这指的就是血祭大阵。而叶不凡利用神龟甲推演吉凶，让师尊赶来，后者直接将大部队撤走，打乱了妖族部署。重点是恢复修为，现在古云城修士撤走，没了祭品，妖族不得不提前开启血祭，如此魔妖恢复不到巅峰修为。朱雀抖了抖小翅膀，人族和妖族，前者欠缺强大的肉身，后者欠缺逆天的神通，都有优缺点。魔妖不同，修炼无上魔经，半人半妖，精通神通妙法，防御力还强得爆表。3000年前，一群元婴都杀不死，只能封印，由此可见一斑。老铁，跑路吧！按照正常情况，2年后魔妖通过血祭重归巅峰，化神之下无敌手，势必荡平列国。若非是你，天魔老祖不会亲自过来，更不会查出血祭大阵。你现在已经被全妖族恨上了。朱雀用怜悯的目光看向叶不凡，咂摸咂摸鸟喙。刚才魔妖只是通过血祭大阵向你出手，过段时间从遗迹脱困后，他会亲自来弄死你。叶不凡脸色发黑，他压根不知道血祭大阵，小萝莉发现的，关他屁事儿。他不禁沉思，人族的几大势力恨他入骨，现在妖族也把他拉入了黑名单。他不能理解，一直稳健的自己怎么混成全民公敌了。叶某人从入天魔教开始就没主动招惹什么人。随后叶不凡在地底盘坐，恢复法力。翌日法力恢复全盛状态，不过他没急着冒出去，地底深处数百丈，加上造处术、瞒天术，元婴真君都很难发现。当然他也不敢探出灵石查探地面情况，元婴大妖太敏锐，趁现在提升下实力。叶不凡盘坐在地底深处，拿出一个储物袋，将其上的灵石抹除，灵石往里面一扫，一览无余，100万灵石、灵药、功法典籍。他翻了半天，终于找出一本功法，上清妙真剑点金丹篇。叶不凡从元国就开始图谋，趁小剑仙回城之际，利用惊鸿一刹和合欢宗的偷香窃玉，将其储物袋薅走。上清妙真剑点金丹篇，剑之大道需强大悟性，108窍剑丸合一，融于金丹，形成剑道金丹。丹田每日需受千刀万剐之痛，容易成为废人，有几率领悟剑意，但很小。注：只可作为主修功法，不可辅修，否则金丹排斥，必爆体而亡。负面逆转，剑之大道，智障也可练，修为每提升1重，丹田需承受千手万指的按摩，领悟剑意概率极高。负面逆转，此功可辅修，金丹可兼顾其他功法。叶不凡精神大振，他筑基时法力可破防御，攻击力极强，依仗此功法，假丹他也能杀。苦于没有后续功法，步入金丹后，单以剑道方面连红粉菇都打不过，大部分情况只能以天魔法力的霸道和浑厚压人。如果对方有防御法宝，太难破防。妙真剑点不同，其属性以速度、攻击力、破防著称，再加上剑意，一般防御法宝挡不住。修炼成功，战力大涨，而且遁速更加快，配合大血影遁术，速度元婴之下第一。就算面对元婴，也不会像古云城那般不堪。叶不凡眼神火热，开始参悟。以他现如今的顶级悟性，再加上负面逆转，修炼速度堪称离谱。且他本就修炼过上清妙真剑点的筑基篇，不过1日就入了门。体内金丹散发剑气，带着锋锐之意。剑气不但没有损伤丹田，反而如女子手指做按摩，舒服至极。功法共有7层，对应7重修为。2日后突破2层，4日后突破3层，半月后突破4重，与金丹4重的修为并驾齐驱。不仅如此，叶不凡心有所悟，从剑士跨入了剑意的境界。万物可为剑，甚至能影响别人的剑道法宝。叶不凡拿出一块黑色石头，这是炼制法宝的材料，坚硬至极。他伸出指头一弹，剑气硬生生将其切开，平整至极。剑意入门，加上剑道金丹，攻击力果然强。叶不凡露出满意之色。在面对那5个金丹大修，他甚至连法宝都无需动用，以剑道遁速和法术将轻松解决。如今战力可称得上元婴之下无敌。而后他又祭炼了几件法宝，自己那个乌龟壳和骷髅头都被红衣女干废了。这些法宝分别是附带破败、腐朽功能的灰烬、蓝色手骨、大钟、黑斧头、大剑魔的顶级法宝血剑、蝎子女的粉色手帕等数件法宝。
还有无相郡的幻术法宝一枚玉坠，催动可施展幻术，能影响金丹大修。原本法宝评级的叶不凡装备直接满了，该出去了。叶某人觉得差不多了，殊不知方圆数千里已经完全被妖族占据了。6位元婴大妖站在虚空，脸色铁青，神识一寸寸的搜索，是要将那个该死的张老三挖出来。为了构建血祭大阵，他们耗费了数百年，结果被一个金丹人族给毁了。他还在附近，魔妖教主出手将他逼了回来。教主意思很明显，他如果杀不死，就由我们来动手。一个身体壮硕的白发男子，眸光赤红，于大地上行走。此人乃是万妖山12位大妖之一白神元。此猿是太古一种，大妖最长寿，可活2500载。和他同时期的人族元婴已经全被他熬死了，挖地3尺也要把他挖出来，坏我妖族大事，罪不容诛。还害得红雀被天魔老祖捉走，损失一大战力。另外几个大妖目露怒火，分别是二蛟、白狼王、雪山雕、青丘3尾狐以及黑关大蛇王，足足6位。就算是合欢、真蓝楼2个老祖都没这待遇。围绕古云城搜查，以古云城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数千里。6位大妖王亲自搜刮，派遣擅长追踪的种族辅佐搜查，其中不乏土鼹鼠、青月狼这种感知灵敏的妖族。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边。1日后，魔妖出世，于一骑脱困，震撼周围数国。5大仙门、3大魔宗如临大敌，但很快得知魔妖只恢复到元婴中期的修为，并未重归巅峰，这让他们松口气。第5日，妖族占领白玉城以北。10日后，无数妖类迁徙而至，堪称异迹。以古云城为都城，改名妖都，建立万妖国。同日，魔妖登基称帝，其架构仿照人族皇朝体系，分封各路大妖为诸侯王，举世震惊。彼时，叶不凡从地底钻出，站在一片山岳旁，身后是无尽的群山峻岭、高岭古木，前方是数座陌生的宏伟巨城，又看到一只只长相各异的妖族在八方巡逻，或从巨城内进进出出。他一脸懵逼，这给我干哪儿来了？这他妈还是国内吗？四周一片陌生，之前利用风影梭跑路，跑得太快，只知道是赵国的反方向呼的。叶不凡汗毛倒竖，立马施展造处术，变成一块石头，塞进旁边山脚的碎石中。一股庞大神识横扫而过，而后在这片区域反复搜查，包括地底深处，都有一只只土鼹鼠钻进钻出。片刻后，一道长着3条狐狸尾巴的粉裙女子好死不死地落在叶不凡附近。她坐在石头上，左腿搭右腿，2条白皙修长的大长腿晃来晃去，青丝盘起，典型的瓜子脸，一双勾人的狐狸眼环顾四周，黛眉紧蹙。3尾妖狐，青丘狐祖。叶不凡距离狐狸竟不过10丈，眼睛余光恰好看到其浑圆的玉臀，都能闻到他身上的体香味。如果换作其他地方，这无疑是一场艳遇，但现在倒了8辈子血霉。他暗骂，别说用灵石探查了，他连看都不敢看，缩在石头群里装石头。大人，没有。1日后，群妖集会，躬身汇报。继续查，这片地区给我翻过来，此人擅长易容术，只要发现任何一个人族，立即拿下。3尾妖狐双石模样，声音酥媚，像是在叫床。他指尖轻抚滑嫩的大腿，似是打算在这等着了。是。众妖躬身退下。叶不凡闻言，心情忐忑。妖族并不知道他能变化成其他东西，以现在的造处术和瞒天术，只要不占卜推演或者锁定身上的物品，元婴大妖也发现不了。但是瞒天术是有时效性的，他最多能瞒1天时间，再次施展必然有一番动静，到时候只要这狐狸精不瞎，这么近肯定发现。时间流逝，叶不凡内心备受煎熬，距离瞒天术失效越来越近。一批批妖族来来去去，不断汇报。他也从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外界局势。万妖国国主魔妖教主，好家伙，这年头妖怪不仅成精，还他妈建国了。叶不凡察觉不对劲，在这片大域、仙堂、地丘等国根本不允许人族建立修仙国度，这是仙国逆鳞。3000年前魔妖都不敢碰这个逆鳞，否则讨伐他的就不是元婴了，而是化神。刚出来就建国，这里面的水很深啊。叶不凡心头微沉，说万妖山背后没什么存在支持，鬼都不信。不过现在没心情想这些了，他只想赶紧去流云城躲着，那里有流云城主这位神秘元婴坐镇。至于天魔教，他不打算再回去了，禁忌法术、功法全都到手，回去没什么意义。而且难保天魔山脉外不会有什么存在堵他。流云城躲个1年半载，同时搜刮结阴法，将真魔剑彻底练成，肉身和修为都达到圆满之境。
叶不凡打定了主意，赵国仇家太多，竟有魔妖虎视眈眈，远的有仙堂觊觎气运，结阴动静又太大，在这结阴等于找死。萝莉师尊又是个精神病，风头过去，立马遁去南红玉，等结阴了再回来找和欢老祖、魔妖这群人算账。正好将魔妖养肥了，等元婴大圆满，吞了他助我突破化神。叶不凡可没忘记魔龙功的副作用，身份逆转，可吞魔妖。1个时辰后，美丽的妖狐大人依旧不挪屁股。2个时辰后，妖狐匆匆手指捻起一串灵葡萄，漫不经心地塞进嘴里，水滋润的丰唇很有光泽。叶不凡妈了，这娘们都开始炫晚餐了。3个时辰后，魔妖那老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无聊的搜查。妖狐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露出丰满的曲线，一双狐狸眼半张半合，依靠在大石上开始假寐。叶不凡算是明白了，寻找他的踪迹全交给手下人，这狐狸精自己则是找个地方摸鱼享受。他第一次痛恨这种摸鱼。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就在瞒天术即将失效时，妖狐终于动了。他似是接到了传讯，狭长的狐狸眸浮现异色，随后起身向南方飞去，瓜子脸一本正经，神识认认真真的搜索。而恰在此时，远方一道身影飞来，浑身漆黑鳞片，像是大蛇。整个妖族只有你就会偷懒。黑关蛇王扫了妖狐一眼，皱眉冷笑，这狐狸是出了名的懒鬼。狐妖翻了翻白眼，懒得搭理他。两妖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天地尽头。叶不凡终于松口气，从石头缝里钻出来，露出人形。哥哥，小弟弟，你还真在这儿啊！忽的一声酥媚的娇笑声在背后响起。叶不凡脸色巨变，猛地回头看去，身后的山岳半山腰处，一袭粉裙的妖狐正笑嘻嘻地看着他，媚眼如丝，勾魂夺魄。他点了点肩，翘下巴，慵懒道：二教给我传消息时，我还不信，附近数百里天上地下都搜刮了一个遍，怎么会在我的地盘上呢？没成想你还真在，还就在我旁边，你这隐秘手段，姐姐真的佩服呢。妖狐冲叶不凡眨眨眼，迈着玉足走来，身姿款款，优雅迷人。我在你身上闻到了很重的阳气，不如趁别人没发现，跟姐姐回家好不好呀？姐姐的床又大又软哦。我如果是元婴，倒是有想法与姐姐一夜风流，毕竟没尝过狐狸精是什么滋味。叶不凡深吸口气，脸色沉静。他灵识覆盖八方，赫然发现有5道神识以极快的速度赶来，顷刻间就将他锁定。脸皮抽搐，嘴里不禁发苦。他实在无法理解妖族是怎么找到自己的。镇妖塔他已经让朱雀换另一个方向带走，他们是分头跑的。哥哥，小弟弟还真敢想呀，不愧是能惹得魔妖跳脚的家伙。妖狐笑得花枝乱颤，胸前一颤一颤，让人目眩。你果然在这。黑关蛇王术童森冷，去而复返。与此同时，一股古精式气息横移而来，一只顶天立地的白神猿，头角峥嵘的蛟龙，皮毛白顺的山雕，以及直立行走的白狼王，每一个都是元婴大妖，6位齐出。就算是和欢老祖也得望风而逃，更别说叶不凡只是一个金丹的人类。镇妖塔在哪？二蛟冷喝，一股恐怖威压释放，叶不凡只敢肩头猛沉，双足深深陷入大地。白神猿双目如灯笼，气势惊人，他打量着叶不凡，露出欣赏。告知镇妖塔的下落，饶你不死。你这等人才，世间难得。白狼王、雪山雕一言不发，俯视叶不凡，犹如看待蝼蚁，神情漠然。从红雀开始，他们锁定的就不是这个人，而是身上的镇妖塔。可这段时间，镇妖塔也无法锁定了。如今近距离下，他们可以肯定这塔不在对方身上。抱歉，我也不知道在哪。叶不凡摊手，敬酒不吃罚酒。白狼王眸光冷森，张口吐出一道青光，闪电般的击向叶不凡。轰的一声，那片地带直接被凿沉下去数十丈，形成巨大的坑洞。元婴大妖的随意一击，金丹大修根本扛不住。我是真不知道在哪儿，给别人了。叶不凡于1000丈外浮现，背着双手，从容而又镇定。见到加持，他的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不再如面对红衣女那般连逃都做不到了。有点意思，怪不得能从红雀手里逃脱。妖狐有些意外，娇笑道：姐姐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呢。白神猿亦是惊叹，上清宫那几个金丹大修在速度上也远远不及，他是真的欣赏，可惜是人族。二蛟大妖则是不耐烦，冷冷道：我等不想搜魂，乖乖说出镇妖塔的下落。若非镇妖塔，他早就宰了这个人族小子，怎会如此浪费口舌。而另一边的白狼王一击未果，颜面受损，眼泛厉色，他连废话都没有，身影消失。撕拉，灵气被撕成断层，
一朵巨大蘑菇云升起，紧随其后是一只擎天利爪，遮天蔽日，直奔叶不凡。唰的一声，后者双手掐诀，身影再度消失，其残影被利爪击碎，大地被撕开一道千丈沟壑。白狼王名不虚传。叶不凡于另一边浮现，险之又险的避过。这次白狼王速度更快，长此以往早晚被追上，更何况还有其他元婴大妖虎视眈眈。念及至此，叶不凡运转功法，身上的修为猛然暴涨。金丹后期，从古云城他就在压境界，并未突破。找死！二蛟眼瞳冰冷，同样出手了。不过很快，他脚步一顿，脸色巨变。他猛地抬头看去，只见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一道道雷霆闪烁，天威骇人。天劫！白神元浑身白毛猛地一炸，悚然后退。二蛟、白狼王这几个姿态高高在上的大妖也是脸色大变，疯狂逃遁，离开天劫笼罩范围。此刻的天劫约莫数十里，这天劫并不大，此人突破怎么会引来天劫？他又不是突破元婴。妖狐瓜子脸上满是活见鬼的表情，其他5位大妖更是脸色阴沉，又惊又惧。他们都是度过化形劫的存在，深知天劫的恐怖，这辈子都不想再度第二次。而天劫之下，谁干预接近渡劫者，就会被天劫针对，危险更大。在场没有哪个大妖敢说能存活下来，不知道怎么引来的，但再小的天劫也是天劫，他一个金丹渡不过去。二蛟阴沉道，有些愤怒。白狼王、雪山雕亦是恼火，这人类宁愿被天劫劈得灰飞烟灭，也不愿告知镇妖塔下落。而距离此地约莫1000里的妖都，也就是远古云城内，皇宫大内中，一道身披黑金地袍的英武中年从殿宇内走出，面孔棱角刚硬，身材魁梧，一双眸子似冷电。魔妖，而今的万妖国国君。正欲走出古云城，忽的一顿，脸色微变，是那个人族小子，他引动了天劫，一时驻足不前。天劫他也不想面对，尤其是还没恢复到巅峰状态的情况下。那个镇妖塔你控制了数千年，了解其弱点，已经镇压不了你了，何必担心？一道沙哑声音响起，皇宫一侧走出一个老者，此人同样也是蛟龙一族，并非蛟族的后裔，而是分支万妖山第一人，号称魔龙。我出事后推演过，此人是个变数，直觉很不好，必须除掉。魔妖帝面容冷峻，不容置疑。他如今恢复到了元婴中期的水准，但真实战力直追大后期。魔龙皱眉，嘶哑道：天魔教的那位是他的师尊，其来历神秘，神通莫名，我甚至怀疑他精通占卜之道，他出手谁也杀不了其弟子。天魔老祖，吃！魔妖帝冷吃。我从遗迹出来后和女人过了一招，他功法有很大问题，战力时强时弱，他抓红雀8成和他功法有关，而且他脑子不好使，能护住他自己就不错了。咦？魔妖帝忽的轻移，看向北方，眉头紧锁。这天劫不对劲，他怎么没死？北方，轰隆一声，一道手臂粗的雷霆狠狠砸在叶不凡身上，后者一阵哆嗦，白眼狂翻，身体直抽搐。果然，他要死了。百里外的白狼王见状，冷哼一声，妖狐则是有些异样，奇怪地望着天劫下的人影。二蛟脸色难看，额头青筋狂跳。蛟和龙一样，好阴，对蛟和之事太精通了。那人的表情哪里是要被劈死的意思？这小王八蛋分明是爽得痉挛了。爽！叶不凡几乎要呻吟出声，身上过电似的酥麻无比。天煞真魔功副作用逆转，不可能死在雷劫下，再加上雷霆淬炼体内天煞金丹，自是舒爽无比。他并不想暴露天劫的秘密，但没办法，不用这底牌，身处万妖国腹地，他根本逃不出去。呸！妖狐脸红，啐了一口。他是活得久，但由于生性懒散，喜欢宅，是妖族的异类，压根没和雄性交合过，连出门的次数都屈指可数。能走到如今地步，全靠天赋。天狐一族媲美真龙、魁牛等太古神兽，尾巴越多，天赋越高。他是数千年来唯一的3尾，更高的4尾更罕见。传闻中的9尾天狐已然绝迹。不可能，天劫威力如此恐怖，他怎么会爽成这样？白神元、雪山雕几个大妖震惊，满脸的匪夷所思。他们从未见过这种人。山水有相逢，诸位告辞。叶不凡额头一道血色符号闪烁刺眼的血光，整个人极为妖异。他最后朝着妖狐眨了眨眼，大笑道：妖狐姐姐，洗干净屁股，下次见面你我再共度春宵。拿出风影梭，驾驭其上，顶着雷霆朝着远方疾行。随着他的移动，头顶的劫云紧随其后，一顿狂劈，所过之处
大地焦黑。二焦、白狼王6位大妖只能眼睁睁看着叶不凡离去，连接近都不敢，郁闷的几乎吐血。他们是第一次碰见这么邪门的金丹。跟上去！雪山雕不甘心，远远坠在天劫后面。其他大妖亦是紧随，好不容易搜索到此人，若是让其就这么跑了，实在无法接受。轰隆隆，天雷滚滚，不断狂劈而下。叶不凡仿佛没事人一样，坐在风影梭上离开了万妖国。一路上遇到几座宏伟巨城，一些城池甚至还在建造中，一群群有些灵智的妖兽忙前忙后，热火朝天。李大师，这座城池是万妖国第一道防线，布置阵法就仰仗大师了。一头大黑牛直立而起，站在城头。虽是3阶顶级的妖兽，在万妖国充当牛头军师的角色，但面对站在城头上的老者，却是恭敬至极。黎大师是4阶阵法师，魔妖帝对其都颇为客气。有黎大师在，万妖国必定昌盛。旁边一头3阶大青牛大笑着恭维：“将这些阵旗和灵石安插好即可。”黎大师颔首，露出微笑，而后笑容僵硬了。一道人影从巨城上空飞过，雷霆像是无数巨蟒对着城池一顿狂劈。眨眼间，还没布置好的阵旗被劈碎，刚刚建立的城池也被夷为平地。城内一些妖兽亦是被殃及，惨嚎着被劈成了焦炭，连同刚才说话的青牛也被劈死，当场熟了。大黑牛有点懵，抬眼看去，就见那人影伸出大手，将刚才被劈熟的青牛抓了去，剥开皮毛就是一顿炫。真香。叶不凡咀嚼着牛肉往前疾驰。大黑牛！待到人影远离，大黑牛愤怒咆哮。叶某人压根没搭理，眨眼跑出了上千里，凡是走过的妖城当场化为废墟。半炷香不到，终于来到人族和妖族的边境线。一些巡逻的修士看着远远奔来的天劫，惊恐之下赶忙避开，连探出灵石都不敢。多谢诸位相送。叶不凡回头望向那6位元婴大妖，大笑着进入人族地界，眨眼消失在天地尽头。二蛟、白狼王等妖脸色铁青，站在边境线上，不敢再往前。如今赵国多位元婴齐聚白玉城，他们敢深入，就得被围剿。回去！二蛟冷喝，转身就走。而妖狐一双狐狸眼闪烁，咯咯娇笑。这小弟弟有意思，他和其他大妖不同，一门心思开疆拓土，他只想在家宅着，混吃等死。若非上面命令，他甚至懒得出来。有意思，有意思，你潜入人族，把他抓过来。你什么身份别忘了。黑关蛇王不满，冷笑道：起码人家比你长得好看，喜欢好看的不犯法吧？你个丑八怪！妖狐翻了翻白眼，扭动柔软细柳般的腰肢，袅袅挪挪地走了。黑关蛇王脸皮发青。叶不凡落在一片区域，等天劫消散后，迅速改变气息，向流云城的方向而去。白玉城大后方就是流云城，在后面就是天魔教，倒是没多远。他很谨慎，直接收起了风影梭，也不施展大雪影遁这种显眼的遁术，遁入地下，利用最简单的土遁术前行。这种低级术法速度慢，但有个好处，动静不大，容易隐匿。土遁中，叶不凡不断复盘这段时间经历的一切，从回天魔教开始就不对劲，天沙门到底锁定我身上什么东西？妖族又怎么锁定我的位置的？他检查了储物袋几10遍，根本没有任何发现。难不成是推演之道？叶不凡有些头疼，这点他无法避免，身上的气运根本挡不住强大的占卜。那位散修元婴神秘至极，疑似有规避占卜之能，至今无人占卜出其来历。有他庇护流云城，能挡住一些占卜。1日后，有惊无险地来到流云城外。这座散修圣地如今更加的繁华，无数修士从几座城门口进进出出。叶不凡易容成普通筑基的样子，排队入城。多灾多难啊！短短半个月，万妖国占领赵国数千里之地，无数普通人沦为妖族的奴隶、口粮。是啊，谁能想到魔妖竟然从遗迹中出来了，并登基称帝？这明显想和赵国人族打持久战，一步步蚕食。前面几个筑基男女愁容满面，身上衣服的标识很明显是18大修仙家族的修士。这位道友不知郑魔盟怎么打算的？叶不凡心中微动，拱手询问其中一个道袍老者。他得在流云城躲一阵，现在跑去元国，估计半道上就被合欢、真兰2位人族老祖给拦住了。造处术瞒不过元婴的神识，瞒天术时间又短，还能怎么打算？雪灵宗、上清宫几位元婴在前线白玉城镇守，应对妖族的大军。合欢老祖、缥缈谷老祖镇守后方。道袍老者露出不耐烦，但看到叶不凡是筑基大圆满，赶忙客气回应：我家族有个长辈和上清宫的一位长老关系莫逆，听说他们已经暗中迁徙一部分弟子，撤往他国了，寻找合适的迁徙地。一个青年神秘兮兮地说着。
其余人吃惊，脸色变了又变。这是非同小可，顶级大势力迁徙，无论去哪里都会触及当地势力的利益，到时候修炼资源都成问题，搞不好顶级势力瞬间一落千丈，然后被吞并。而大势力一走，他们这些修仙家族可挡不住万妖国。叶不凡也是愣了愣，心说赵国顶尖大势力也要跑路了，得赶紧提升实力，去南红域。不提对抗原因，起码做到能安全跑路。如果跟着天魔教去他国和别人争地盘，根本没时间图谋原因。而后叶不凡又询问了几句，大概摸清了局势。白玉城成了前线，后方散修圣地流云城就成了补给地，最大的交易场所，就连最大的万和商会也搬了过来。安全，资源多，非常好。叶不凡暗自给自己点赞，于是进城后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小院。当初就是在此结交剑鹤真人、百兽真人等各大金丹的。如今城中人流更加密集，一群金丹往返于白玉城和流云城，城中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想在此租个4合院，1个月得4000灵石，1年4万多灵石。虽说现在战事频发，猎杀妖兽赚钱更容易了，但一般的筑基圆满也是租不起，堪称天价。1年前4万灵石购买10几座大府邸了。不过叶不凡是例外。李道友能看上我这青玉院，是池某的荣幸，扯什么租金，这院子就送给李道友了。房宅伢子看到叶不凡样貌，赶忙把东家请了过来。东家一见叶不凡，惊喜交加。此人是个金丹初期的修士，姓池，隶属于城主府，手里房产众多。叶不凡住的西大街青运院就是此人的。当初拜访过他，那就多谢池道友了。叶不凡拱手微笑，这就是3阶符师的好处。寻常金丹，对方根本不给面子，更别说送房子了。可别这么说，半月前我听闻你被那个张老三杀死，可是把我伤心坏了。我心想，如李符师这等心地善良的人，那个狗东西怎忍心杀死？池姓老者摆手，请叶不凡进青运院的客厅坐下。他笑道：“还好，吉人自有天相，李符师安全归来。”叶不凡闻言，眼皮抽搐。他当初留了一手，为的就是保住李符师这个身份。随后从池姓老者口中得知，剑鹤真人等人以为他被张老三杀死，从古云城撤到白云城后，日日痛骂张老三不当人子，已经骂了半个月。叶不凡无言以对。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欠着那些人一批符箓没还上。张老三没杀我，兴许是想为以后用我敛财吧。叶不凡叹了口气，这次那魔头绝不敢再出来了，2条胳膊和1条腿折了，想恢复都不可能。李符师大可放心。池姓老者赶忙道，生怕这位跑路。赵国3阶顶级符师可就这一位，而且出产量大，谁能比得上？叶不凡谋犯异色，笑呵呵地与池姓老者闲聊，打探情况，尤其是炼器材料和炼体药材。真魔剑的辅材料聚集了一大半，肉身金丹也得提上日程，尽早达到大圆满。2条手臂和1条腿被轻松粉碎，这是他的痛。自己的防御必须拉满，而一般金丹根本进不了最顶级的交易圈子，只有利用李符师的身份才能接触到。聊了没多久，池姓老者将房契交给他，而后客气地提出请叶不凡炼制5张3阶研爆符，后者欣然答应。这种符箓威力不小，且具备大范围杀伤力，可应对妖兽群。敲定了交易，池姓老者这才满意离去。走到门口时，他忽然道：“李道友，1年后万和商会举行大型拍卖会，道友可要做好准备。”叶不凡一愣，不明所以。大型拍卖会，流云城每年都会举行，现在战事举行得更加频繁，其中天材地宝层出不穷。那可是万和商会，听说会从仙国运来一些资源兜售，传闻有结阴灵物，甚至有结阴丹的主药，元阴真君都对此非常重视。池姓老者神秘兮兮道：“一些宝物在仙国并不罕见，但赵国资源贫瘠，再加上战时，任何一件稀有物都能拍卖出天价。而且由于背景深厚，谁也不敢觊觎万和商会。结阴灵物，结阴丹主药。”叶不凡一顿，眼睛放光。结阴必须提前准备，否则到了大圆满，单寻找结阴法、结阴灵物都得耗费很长时间，更别说这种罕见至极的宝物了。而且能让元阴真君都为之重视，必然还有重宝。多谢道友提醒。叶不凡拱手道谢，后者摆了摆手道：“万和商会为了1年后的拍卖会，已经开始做宣传了，用不了多久就会传开。”说完离开了青运院。叶不凡驻足院前，露出沉思，看来得攒钱了。他琢磨，这么大的拍卖会，单一件结阴灵物就得大几百万，更别说结阴主药了。在天材地宝紧缺的赵国，能拍上1000万，再加上其他重宝，叶不凡这点身价完全不够看。加紧制作3阶符箓，大量交易，换取资源。叶不凡回到自己的房间，清点储物袋，
古云城时赚了不少钱，但购买炼器材料花得更多，入不敷出。毕竟炼制的是12把顶级法宝，太烧钱了。好在临走前宰了4个天沙门刺客，发了一笔横财。4个人加在一起1200万灵石，还有一些灵药、丹药，倒是可以出手。可惜功法这些带有标志性的不能卖，否则必然被人盯上。叶不凡清点了一下，非常满意。大修的身价就是丰厚，比画符来钱还要快。咦，这是什么东西？叶不凡从毒蝎美肤的储物袋拿出一块乌黑令牌，其上刻画着一个仙字，材质竟是炼制元婴法宝的材料，坚韧至极。能用元婴法宝材料炼制一块令牌，绝对非凡。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来，摇摇头将其收起，随后又拿出一本古籍翻了翻，不禁露出喜色。虚身术，那个擅长易容的无脸男轻松穿过阵法，而不引起阵法波动的秘术。虚身术，上古禁忌秘术，身躯虚化，可躲避法宝、法术、阵法攻击，神魂攻击无法躲避。副作用，修炼此术容易化道，生死道消，每次施展都会增加化道风险，施展越多风险越大，直至神魂、肉身、意识融于天地，彻底消失。谨慎修炼。叶不凡一怔，倒吸凉气。身体虚化，简而言之就是物理攻击会从他身上穿过去，这都堪称真正的神通了。当然不可能完美的躲避物理攻击，大概只承受1/10的伤害。如果按照现代思维去想，那就是空间从此方空间暂时躲避到另一个空间，但还是会受到此方空间的影响，所以无法完美躲避伤害。叶不凡推断和分析，不过这够逆天了，风险也很大。所谓化道，说白了就是整个人融入天地，化作大道的一部分，当场人间蒸发。上古年间有化神天君悟性逆天，于悟道树下顿悟，元神出窍，朝游北海木苍梧，3年后化道，消失无影。其实这跟死了一样。传说领悟大道的绝世仙人都有化道风险，如果叶不凡哪天悟性再提一提，达到悟性逆天的地步，顿悟过久，也有化道的可能。负面逆转，修炼此术无化道之威，必活，每次施展都会降低化道风险，施展越多风险越小。叶不凡脸上露出笑容，还得是系统。吴将军越施展死得越快，而他越施展存活率越高。叶不凡迅速参悟。1日后，虚身术入门。唰，叶不凡身影开始模糊，像是鬼影，一步走出，毫无阻碍地穿过墙壁，走到大厅。他拿出一把飞剑法器，往手臂一斩，像是斩在影子，手臂微晃，飞剑直接穿了过去。虚身术散开，叶不凡手臂上浮现一道血痕，很浅，还是受到影响，大概相当于一剑威力的1/10的伤害。他已经很满意了，有了这秘术，如果再面对红衣女，对方不可能瞬间毁掉他的手臂，起码能扛几下。而且一般的3阶阵法困不住他，连破阵符都不需要，可直接穿过去，堪称逆天。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大笑声。李符师，听闻你没死，老夫真是喜出望外啊。李符师，半月未见，我甚是想念。一群金丹真人联袂而来，看向叶不凡都是松了口气，露出喜色。雪灵宗的大长老，一个黑衣老妪，天魔教3长老魔云上人，万寿谷百寿真人，新圣子于怀，缥缈谷庆羽善等人，还有小剑仙、楚子雪、颜如玉等几位年轻天骄。当看到叶不凡4肢完好，颜如玉、楚子雪2女心中一颗大石头落下。怎么没见剑鹤道友和阴阳道友他们？叶不凡和诸位真人寒暄，说辞和面对池姓老者一样。将近100位金丹，有熟人也有陌生人，其中他还看到了天魔教的老熟人血峰峰主、魔剑上人以及圣魔峰之主。凡是去白玉城的金丹，基本上都会在流云城这边停留，购买丹药、法宝、符箓等物。这几位初次见到李符师，打量着面前的蓝袍青年，打着招呼，非常客气，能引动100位金丹真人拜访。整个赵国元婴之下，唯有李符师一人。叶不凡满脸微笑，应付这些场面已经习惯。他像是老好人一样，没有冷落任何一个修士。长相如此年轻，是驻颜有术，还是年龄小？可惜我女儿已经许了叶不凡，不然得好好撮合。魔剑上人看着李符师，难掩羡慕和震动。他是第一次见到李符师，这人脉太夸张了。正魔两道有一个说一个，几乎半数长老都和此人交好，而且有求必应，风评极佳。唉，真是可惜。魔剑上人暗叹，如此良善之辈，比一肚子坏水的叶不凡强太多了。他们在白玉城8大势力的1大半长老皆是去了赵国和万妖国的边境线，都开始玩命了。雪灵宗黑衣老妪苦笑着解释，
其他人也是黯然。如今赵国局势堪称水深火热，不玩命，自家随时被万妖国颠覆。诸位要保住性命啊！我可不想来年看到一些老友陨落。叶不凡叹了口气，哈哈，所以我等就来李符师这里了。顶级符箓可找不到，只有您能制作出来。百兽真人活跃下气氛，大笑道：他和李符师交情最深，去年在流云城就拜访了很多次。当初对方还是2阶符师之时，城主府的另外2个符师认为李符师抢了生意，多次上门警告，还是他和剑鹤真人出面解决的。百兽老兄，可别折杀我了。叶不凡谦逊道。其他人闻言也是露出笑容，气氛欢快不少。颜如玉见此，一双美眸浮现异色，甚是古怪。他在古云城一直压制前世意识，没去过叶不凡的府邸，他是头一次看到对方的另一面。这社交能力真的强大，就是不知道这群人知道这家伙的真实身份后，会不会气得跳脚。李某人唯一长处就是制服了，能帮到诸位是我的荣幸，今日后给诸位打9折。叶不凡坐在主位上微笑道。他得疯狂搞钱了，不说1年后的拍卖会，单炼体、炼器材料的花费都极大好。众人闻言心中感动，连连称赞。唯一的顶级符师不做得起价，就算大善人了，更别说打折。只是李某人有个请求，我想炼制保命的法宝，毕竟你们也知道，张老三差点把我杀了。叶不凡满脸心有余悸，随后试探道：这才是重点，是急是急，应该有件保命法宝，那张老三不当人子。李符师放心，如果再让我见到张老三，必教训他，替李符师出气。百兽真人闻言赶忙拍着胸脯保证，其余人附和，脸上皆是浮现恨恨之意。顶级符箓可是能保命的，在古云城的时候依仗符箓，不知道死里逃生几次。李符师如果死了，他们损失最大。不知李符师想要什么炼器材料？魔剑上人想了想，问道：他来是给楚子雪求符箓的，自己寿元快到头了，不怕死，但担心女儿。那个叶不凡被红雀大妖弄残了，四肢就剩一条腿，生死未卜，压根指望不上。叶不凡目光微闪，沉声道：天苍玉树的枝干。什么？魔剑上人面皮僵硬，偌大的厅堂中气氛也瞬间冷了下来。血风风主苦笑道：这等奇物，就算炼制元婴法宝都绰绰有余，我们可没有。遗迹的那一刻成了金的天苍玉树，在魔妖出世后就被其带走了。叶不凡分外失望，他总不能去跟魔妖抢吧？而且那棵天苍玉树成了精，实力也是恐怖的很，他防都破不了。百兽真人嘴唇微动，向新晋于怀传音询问几句，后者踌躇不决，最后咬牙同样传音。百兽真人是于怀的长辈，那个骑青牛的万兽圣子在遗迹被张老三杀死，最高兴的莫过于他们叔侄。我这有2节玉树枝干，只是不知道李老弟以什么交换。百兽真人神情郑重，当初在遗迹小剑仙和欢圣子圣女等人联手对玉树下手，还有其他宗门弟子，万兽谷的几名弟子也在其中，最后分到了几小节之压，交给于怀圣子换取了资源。百兽老兄想要什么？叶不凡眼睛微亮，直截了当：100张风雷符。100张！众人吃惊，如今市面3阶中风雷符最贵，一张接近10万灵石，几小节之压值这个价，毕竟连元婴真君都心动的东西。但李符师又不是铁打的，成功率再高100张画下来也得耗费很长时间。好，叶不凡答应。百兽真人也相当痛快，让于怀圣子拿出枝丫交给叶不凡，后者接过塞入储物袋，而后不动声色地扫了其他人一眼。众人眼中闪过觊觎，但很快就消失了，这让他稍稍安心。自己这庞大的人脉错综复杂，抢他就是犯了众怒，而且还是在战时，这就是人脉的好处。我万兽谷还有一位弟子，他手中有1节枝丫，我叫他过来。百兽真人满意，直接打出一道法诀。叶不凡心中大赞，他见没人再开口，咳嗽一声道：我如今符箓早已又有所精进，能制作风雷符中的精品，其遁速堪比剑鹤真人。什么？小剑仙、血风风主、魔剑上人等人震惊，眼睛直勾勾。元婴之下，剑鹤真人剑意大成，速度第一，一般的风雷符差多了，能比得上他精品风雷符，那速度得多恐怖。一时所有人心动。我有几节，请李符师制作100张风雷符，还有一些在一位女长老手中，我给她传讯。周青云呼吸急促，终于挡不住诱惑。一开始他打算炼制成本命法宝，而且自家也有3阶符师，就是之前在古云城那2位中的一个，但无法制作顶级精品的风雷符。如今赵国局势随时崩坏，还是先保命要紧吧。叶不凡欣然答应。我也有几小节。缥缈谷庆羽扇咳嗽一声道：我这也有。圣魔峰主沉吟片刻，叹了口气：
这还是很早以前我进入遗迹中得到的。他是金丹大修，10大金丹之一，但得为后辈着想。随后，一位上清宫的长老也是开口。叶不凡脸上绽放笑容，赶紧与这几人交易，将10几节黑玉般的枝丫放进储物袋，大小不一，炼制12把，还差一些。叶不凡计算了下，心中无奈至极，这成套的法宝太烧煮材料了。随后，其他一些金丹想以别的东西交易精品风雷符，叶不凡婉言拒绝。对这种精品风雷符，他早有算计，这是战略物资，他不可能兑换普通材料，纯粹就是掏这群人压箱底的稀世珍宝的。众人失望，只得做起了其他3阶符箓的交易。叶不凡一一应付，敲定生意。一时间，大厅中热闹非凡。叶不凡订单海量增加，这李赋师画符成功率就算高达70%，光这些订单他都得画1年半载。魔剑上人看向李赋师的目光似是活见鬼，其他3阶符师加起来都比不上啊。自己刚才也交易了，但是初次见面，对方不可能先给他制作，得排队，估计半年打底。随后叶不凡又和众金丹闲聊，打探消息。从圣魔峰主口中得知，8大势力有迁徙的打算，目前在列国搜索合适的洞天福地。如果找到，正魔盟彻底绑在一起了，全部都要迁徙过去。仅凭1、2个宗门，可拼不过他国势力。如果找不到，正魔盟很可能迁徙去仙堂。圣魔峰主迟疑了一下，隐晦的传音，这个消息知晓者寥寥无几。叶不凡心头微震，眸光闪烁。若是去仙堂，楚子雪、颜如玉都要去，将来解决了气运，倒是可以去看看，在借天魔教的洞天福地修炼，获取仙堂的一些修炼资源。他如果到了元婴，如赵国之地，根本满足不了他修炼需要片刻后，一男一女走来，女子一袭宫装，眉如远山，唇若点绛，明眸顾盼生辉，很有灵气，让人有种清新之感。叶不凡眸光闪过异色，又看了眼那男子，眼神更古怪了。这2人一个是王清武，一个是徐峰，当初在遗迹的金丹洞府外，这2人还打算劫杀他来着，结果被巨大黑影吓走。见过李赋师，王清武盈盈一笑，露出丰满的曲线。他已然金丹，徐峰则是满脸落魄，恭恭敬敬上前。见过李前辈。叶不凡颔首，心中感慨，这2人天赋差不多，前者成就金丹，容光焕发，后者还在筑基大圆满徘徊，能守住天苍玉树的枝桠，8成有什么背景。我妈以此物只求李赋师一个人情，其他什么都不要。王清武轻笑，伸出修长的手指，直接将1节枝桠递了过来。叶不凡没接，微微蹙眉，想要我做什么？以后想好了再说吧。王清武明眸闪过狡黠，众人闻言都是露出异色。这女人聪明过人，很明显这是投资。如果李赋师哪天晋升4阶符师，那王清武就赚大了。但李赋师倘若死了，什么都捞不着。叶不凡接过，算是答应了。眼下炼制提升实力要紧，晚辈想求1颗凝金丹，2份结丹灵物。徐峰满脸渴望道。一计过后，他突破金丹失败，侥幸未死，他不甘心，想再试试。叶不凡一怔，还没等他说话，雪灵宗的黑衣老妪直接上前笑道：这些我替李赋师给了。说完扔给徐峰一个储物袋，后者大喜过望，赶忙接过，随后将1节枝桠递了过去。眉眼力尽，给李赋师。黑衣老妪冷喝，徐峰脸色微白，赶忙恭敬递给叶不凡。后者接过，露出微笑。这就是3阶顶级符师的待遇啊！没有结丹灵物，别人给你想办法，我会给孟道友制作100张风雷符的。叶不凡微笑道：此人名叫孟云，雪灵宗的最强金丹。黑衣老妪当即点头，这让其他人后悔不迭，下手慢了。之后与众人聊了片刻，等到晚上尽数散去，叶不凡心中大松口气。天苍玉树已经能够炼制11把真魔剑，还差1把，不过先凑合吧，炼制出来再说。而厅中还有3人未曾离去，魔剑上人妇女颜如玉。楚子雪撒娇道：爹，女儿找李赋师有事情相商，你先回去吧。魔剑上人一愣，露出狐疑，有什么事非得避开他？不过也没多问，点头朝着叶不凡拱手，转身离去。不知颜仙子找李赋师何事？看着父亲离开，楚子雪妩媚轻笑，言辞颇有敌意。对于这个年龄刚刚18，且样貌比她还要强几分的女子，难免生出争强好胜之心。楚姑娘又是何事？颜如玉气质清冷，声音清脆悦耳。忽的，她似是意识到了什么，看了看妩媚动人的楚子雪，又看了看叶不凡李赋师，真是好艳福。说完，悠悠地瞪了他一眼，起身就走。叶不凡扶额。颜如玉虽然年纪小，但聪明得很。等颜如玉离开，一阵香风扑面而来，楚子雪一袭紫裙，坐在叶不凡腿上。
白皙脸蛋儿泛起红晕，妩媚笑道：“你若是看上了颜如玉，我帮你给她下药。”下药？给你下药还差不多。叶不凡笑道，抱起他进入了卧室。片刻后，运转功法。叶不凡叮嘱，后者听话的点头。不得不说，楚子雪身材样貌都是绝佳，比狐狸精还狐狸精。随着功法运转，刚刚突破后期，修为又精进了些许，比吞丹药速度快多了。而楚子雪修为也到了中期。第二日清晨，叶不凡穿着整齐进入书房开始画符。随后的日子，白天画符，晚上双修，修为进迅猛。同时给了楚子雪1000万灵石，帮他购买炼体药材。范圣魔宫依旧需要药雨。叶不凡从元国突破后就开始研究金丹药方，最终将一味名为断骨草的主药去掉，毕竟太难找了，而是用3阶妖兽的妖血代替。从万妖国回来之时，他抓了一头被劈死的大青牛，利用其妖血尝试炼制药浴，效果不如灵药，不过能用，主要是量大，唯一的缺点就是砸钱，3阶妖血很贵。叶不凡不得不硬着头皮画符，好在如今能做到技艺成9，成品数量比古云城多，而且精品数量增加，价格高不少。于是接下来的10日，白天画符，与各大金丹交易符箓，一个个修士在叶不凡的清运院进进出出。晚上他又多了要御炼体的项目，体魄和修为齐头并进，实力每天都在提升。当然，他也没忘寻找炼气法。半月后，叶不凡拜访火云国的一位3阶顶级的炼气师昊铁大师。之前在古云城的时候，火云国、北齐国、天商国、元国的10几位金丹真人前来相助，而今全都搬到了流云城，距离清玉院不远，算是邻居。天商国的4位金丹真人擅长傀儡之道，叶不凡这段时间时常来往，对于纸人傀儡的钻研愈发精深。值得一提的是，元国来的金丹是老熟人，钟家的钟月当初突破金丹时便和钟青红一起招揽他，还有其他大家族的金丹。火云国则是擅长炼气，铁大师是气宗的佼佼者。奈何，滚！老夫在炼气，没空。炼气室内传出暴躁的老者声音。叶不凡眼皮抽搐，揉了揉太阳穴。他在古云城听说过这铁大师脾气又倔又臭，剑鹤真人等人都不喜欢拜访，没想到脾气比传闻中还臭。不好意思，阿里夫师，铁大师在炼气，改日再来拜访吧。红月居中，一个身穿灰衣、体态肥胖的中年拱手面带尴尬，旁边则是一个干瘦中年。两人都是金丹后期的修为，实力不俗，来此就是为了保护铁大师前道友。不知铁大师什么时候出关？叶不凡咳嗽一声，看向肥胖中年。火云国的炼气法必须弄到手，真魔剑事关重大，他可不想炼制失败，费了好不容易得到的天苍玉术。这个不清楚。钱胖子摇摇头，小声道：“李副师，铁大师来赵国本就不情愿，毕竟这地方危险，脾气不好，还望担待。火云国对赵国的支援主要是炼气方面，那我改日再来吧。”叶不凡苦笑，告辞离去。随后几天，铁大师依旧炼气，压根没出关。钱胖子和岳瘦子2大金丹是铁大师的同族，倒是喜欢到叶不凡这喝茶聊天，时不时打听流云城的青楼。他们不是来这串门，就是去青楼。昂首挺胸的进去，颤颤巍巍的走出，没意思，真没意思。回来就是圣如佛祖的表情，告知叶不凡男子汉大丈夫当刻苦修炼，岂能沉迷女色。没过2天，又兴奋的去青楼了。不仅2人，另一个喜欢往叶不凡这串门的是合欢圣女于玄机。又是半个月过去，清运院内，叶不凡端坐石桌旁，身后一棵槐树矗立，树冠将阳光遮挡。李福师生活悠然，远离妖群纷争，倒是羡煞妾身呢。于玄机一袭淡黄色对襟，齐胸如裙，乌黑长发束成云髻，犹如皇家公主一般，魅惑中带着优雅。她盈盈娇笑，素手为叶不凡斟茶，一举一动充满诱惑。哪里，我实力低微，无力杀敌罢了。叶不凡轻抿香茶，舌尖略品，称赞道：“好茶，贵宗的碧春莹当真一绝。”回到流云城1月有余，万妖国已经发起了10几次进攻，双方互有死伤，胜负半对半，估摸着战争能打数年。不知李福师对未来局势怎么看？于玄机款款而坐，他本就生的俏美，气质动人，眼角下一颗红痣更平添了几分妖媚。万妖国3阶妖兽太多，源源不断，正魔盟的修士消耗过甚，难以补充，此消彼长，赵国沦陷是迟早的事。叶不凡摇头，眸泛异色，更别说魔妖帝无时无刻都在吞噬血煞之气，修为不断恢复，死亡越多，魔妖帝恢复越快，等重归巅峰，赵国8大势力根本挡不住。是啊，赵国早晚败北，正魔势力都在开掘资源，
临走前将其带走。于玄机秋眸流转，素手搭在叶不凡的手背上，楚楚可怜道：哪天合欢宗败亡，不知李副师能否收留妾身？于仙子能看上李某，李某三生有幸。叶不凡心头一荡，只觉于玄机美若天仙，反手抓住对方的素手。那就多谢李副师了。于玄机秋眸闪过讥讽，语气却是愈发温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逐渐摸清了李副师的脉门，自己媚术无双，此人挡不住。这也很正常，他天生媚体，在修习合欢宗强大的媚功，全力施展，就算元婴真君也要心神动摇，若即若离之下，已然对他沦陷。是时候了。就在这时，钱胖子和岳瘦子走进院落，前者见此大笑道：李副师真是好艳福，让人羡煞。两人看向于玄机，以他们现在的贤者时刻，也是惊艳的移不开目光。与其一比，青楼里的胭脂俗粉实在不值一提，晚上再来叨扰李副师。于玄机眨了眨眼，笑容动人，抽手起身，掀起香风，袅袅挪挪地离开了院落。叶不凡眼眸恋恋不舍，等对方彻底消失在视线，眸光恢复了清明，露出冷笑。这女人在古云城就对他有所图谋，不过对方耐心极佳，一直没动手。若非他演技登峰造极，估计于玄机还得忍几个月。我听闻这合欢圣女还是完璧之身，那个已经死去的合欢圣子都没吃到手，没想到被李副师拿下了，真是佩服。钱胖子感叹道，嫉妒的不行。合欢宗的历代圣女都是绝色，一些元婴真君都想一清芳泽。不过这数百年来，几代圣女好像都没什么好下场，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我可还没拿下，哈哈哈！叶不凡大笑道，与钱胖子两人品茶闲聊。流云城外有修士发现一座洞府，乃是上古修士的府邸，李副师可打算去瞧瞧？岳瘦子小声道，眼睛放光，那可是上古修士啊，听说还是那位修士，还是四阶符师。叶不凡眸光微闪，笑着摇头，表示没什么兴趣。我打算去看看，还想请李副师帮忙呢，毕竟你是三阶符师，有你再能应对一些符阵。钱胖子惋惜道，四阶符师特殊，其符箓堪比神通，而且融合阵法之道，可组成符阵，其威力之大，对元婴也有一定威胁。四阶符师实力太恐怖，遗留手段不是我能应对的。叶不凡再次婉拒，这让两人颇为可惜。而后也不再多说，闲聊了一会儿，两人告辞离去，方向赫然是青楼。叶不凡眯着眼，露出沉思，他摇摇头，起身回到书房画符。如今生意蒸蒸日上，除去购置的兽皮、朱砂等物，每天都有几十万的净利润进账，赚得盆满钵满。但各种材料的消耗也极大。楚子雪回来，悄然进了青玉院。这是你要的药材。他递给叶不凡一个储物袋，忽地在他身上嗅了嗅，埋怨道，又是那个合欢圣女找你了，你还真被她迷住了。似是有些吃醋，盯着叶不凡银牙紧咬。我不管，今晚上你是我的。今晚不行。叶不凡摇头，拿起储物袋想了想，又收了起来。他肉身金丹经过1个月的药育，差不多到了初期巅峰，只差一步肉身中期。这次楚子雪购置的药材就是为了突破所用。而修为方面，在之前的3人行中也是突飞猛进，已然金丹5重巅峰，也是即将突破6重，仅仅1个月。这种速度堪称恐怖。不嘛！楚子雪娇躯钻进叶不凡怀里，撒娇道，而后俯身在其耳畔悄悄说了2句。说完，大眼睛晶亮。叶不凡怦然心动，随后再次摇头，哼，不理你了。楚子雪幽怨不已，哼了一声，提起裙摆离去。叶不凡哑然一笑。到了深夜，院门被敲响，叶不凡嘴角掀起弧度，走到院门口，将之打开。门外一道倩影走入，于玄机换了一身蓝色薄纱裙，香肩半露，体态轻盈婀娜，一双明眸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月下看美人，越看越销魂。他楚楚动人，欠身施礼。李副师，今晚上可要心疼妾身呢。自然。叶不凡露出痴迷，眼底却是闪过讥讽。他牵起于玄机的素手，将其带入房中。于玄机秋眸眨了眨，露出得意。来吧，于仙子。叶不凡眼神晶亮。于玄机轻嗯一声，耳垂红润晶莹，一张娇媚脸颊白皙，犹如白玉瓷器，一颗心更是砰砰跳。虽然言辞大胆，更是合欢圣女，但没经历过男女之事，若非形势所迫，她不会这么早委身。呼！于玄机吐气如兰，玉手缓缓解开束腰丝带，蓝色薄纱裙滑落在地，露出娇嫩的肌肤以及亵衣，凹凸起伏，曲线玲珑，惹人遐思。你！于玄几乎的惊叫一声，美眸瞪大，瞬间他迟疑了。于玄机背齿紧咬红唇，秋眸如水，浮现决然，玲珑玉体攀上床榻，与叶不凡耳鬓厮磨，脸颊绯红。
李符师，夜深了。于玄机媚眼如丝，轻吹一口粉红雾气。见叶不凡神态迷离，他痴痴一笑，分外得意。须臾，房间中传出痛苦惨哼，直至凌晨。你做了什么？突然，叶不凡愤怒的声音传出：哥哥，李符师，不应该说张老三，你修炼的炉鼎篇，那日在古云城和你接触时就感应到了，自是要夺你修为喽。于玄机娇笑，愈发得意。他修炼的是合欢篇，双修之中，合欢篇天克炉鼎篇，不怕对方反抗。随后他运转合欢篇吞纳对方的修为，自己的修为进度则是节节攀升。由于身怀天魅灵体，再加上修炼合欢炉鼎功已久，钻研甚深，采阳补阴的效果在整个赵国无出其右。他本就达到了金丹2重，更是完璧之身。不过片刻间，他的修为就突破到了金丹3重。金丹中期，修为变强，真是美妙呢。于玄机咯咯娇笑，笑声愈发的欢愉。不过很快，他声音陡然惊恐：不可能，你怎么没事儿？炉鼎篇修炼者，一切修为、神魂、气血都将被吞噬，当场成为干尸。他惊骇地发现，张老三不但毫无损伤，反而精气神更加足了。一个小姑娘还想算计我，羊入虎口晓得不？现在该我了。叶不凡轻笑，翻身而起上。之前只是装样子，表现得一般般，现在，轰！叶不凡强悍的体魄彻底释放，气血如龙。得亏有数道阵法防护，不然这动静能响彻整个西大街。张老三，住手！我错了，我错了，好不好？于玄机起初还反抗，很是硬气，不一会儿就哇哇大哭。叶不凡不为所动，直至1日后，叶不凡这才神清气爽地从房间中走出，回头看了一眼榻上的双眸红肿的少女，轻笑道：别想着跑，我给你下了生死禁，杀你不过弹指间。于玄机裹着被子，只露出脑袋，乌发披散，脸颊娇嫩。张老三，他背齿紧咬，幽怨至极，而后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只感觉前途灰暗。本想着采阳补阴过后直接遁出赵国，可现在身不由己了，他有些后悔。而叶不凡进入闭关室后，迅速盘膝而坐，消化双修所得。轰！一天的不断奉献，反哺后庞大的修为被金丹吞噬，顿时金丹长大1圈，法力更加深厚，质量更高。金丹6重，只差一步就是大圆满。于玄机是双修体质，再加上他的元婴突破顺理成章，法力强度完全超越了金丹。叶不凡掌指间法力吞吐，强大至极。不仅如此，灵石更是破开了金丹极限，达到了1200里范畴，堪比元婴初期。灵石探查范围广，但强度上还差了元婴一丝。如果境界达到大圆满，或许灵石会演变成真正的神石。叶不凡露出期待。神魂蜕变，灵石也跟着蜕变成神石，届时可施展魂道神通，神魂可与元婴一战。而他一个金丹就拥有神石，古今未有。咔嚓咔嚓，叶不凡皮肤开裂，肉身也在变化，旧皮褪去，新皮复生，血肉、血液、内脏都在蜕变。直至晚间，叶不凡肉身变化这才停止。气血如大烘炉，力量、速度、反应能力、防御都拔高到了一个新高度。肉身金丹中期，炉鼎功不仅能增加修为，肉身也能变强，只是没前者这么迅猛。金丹大修，弹指间可杀。叶不凡长笑一声，震掉旧皮，站起身来。8块腹肌，身材匀称，明明没有多少肌肉，但却是给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感。叶不凡感觉自己现在实力很特殊，介于金丹大修和元婴之间，打肯定是打不过元婴，那群家伙法宝、神通只长天地灵气，和金丹完全不是一个物种，但跑还是没问题的。他回到房间，就见于玄机穿戴整齐，盘坐在榻上，一袭淡蓝纱裙遮住动人心魄的躯体，脸蛋娇艳如花，散发诱惑。张老三，你想干什么？于玄机像是惊慌的小鹿，裹起被子缩在床角。这人像是凶兽，他是真怕了。天苍玉树拿过来。叶不凡眸光微闪，淡淡道：当初他想向此女交易此物，但对方以已经成炼制法宝为由，拒绝了后者犹豫。见张老三开始脱衣衫，赶忙道：给你还不行吗？说着心疼地将几节天苍玉树扔了过去。叶不凡接过，露出满意。这下子真魔剑的主材料彻底齐全了，12真魔剑阵可困杀元婴。能不能放我走？我在你这只会给你惹麻烦。于玄机轻咬红唇，哀求道：麻烦？你指的是和欢老祖？叶不凡冷笑，不以为意。于玄机发呆：你怎么知道？你不仅修炼了合欢篇，炉鼎篇也修炼了，
再结合前几代莫名失踪的合欢圣女，叶不凡露出讥讽：合欢老祖这是养炉鼎，前几代圣女全被吃干抹净了吧？从杀圣子秦修时，他就觉得奇怪，那家伙就是个炉鼎。再察觉鱼玄机也是炉鼎，瞬间明白了，恐怕整个合欢宗半数修士都是炉鼎。炉鼎吞炉鼎，所有女修最终一条路就是被合欢老祖吞噬。鱼玄机身负天魅灵体，比较特殊，之所以还是完璧之身，那是因为没有成长起来。等到金丹大圆满，就是合欢老祖采摘之时。叶不凡此举就是截了胡。鱼玄机俏脸发白，浑身颤抖。你好像是合欢老祖的直系后裔吧？那老东西竟然准备拿你当炉鼎，是他的10代孙。鱼玄机苦笑，目光厌恶。合欢宗长老没有女性，就是因为此，所有女长老都被他采阴补阳，成了尸体。他一直养着我，没碰我，就是为了等我修炼到大圆满，借我的天魅灵体突破元婴中期。为了不让我逃跑，甚至安排一个金丹大修以保护的名义监视我。他这处子身便宜任何人都不会便宜老祖。之前他在等秦修达到金丹后期，打算吞了他，然后逃出赵国。秦修死了，他在古云城发现李福师修炼炉鼎偏后，立马换了目标。来时他利用秘术摆脱了一直跟着他的影子，吞了李福师后离开赵国。结果他怎么都没想到被采捕后，这家伙竟毫发无损。想到这，他看向叶不凡的目光甚是奇异。金丹大修，这么说我要被盯上了。叶不凡皱眉，一天过去了，我遮掩气息的效果已经没了，影子很快就会发现，然后赶过来把我抓回去。鱼玄机拢了拢青丝，看着面前俊美无双的青年，他发现张老三以前的相貌都是伪装，现在才是真容。他忽然笑盈盈道：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你总该要保护我吧？小姑娘心思挺深，你本来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吧？如果采捕不了我，索性甘愿成为我的奴仆，借我手除掉那个影子，摆脱合欢老祖的掌控。叶不凡眯着眼钻进被窝。你鱼玄机娇俏的笑脸微僵，而后衣服被震碎。叶不凡好好教训了他一番。半天后，穿着整齐的下了床榻1年后大型拍卖会之后，我带你离开赵国。叶不凡露出思索，颜如玉性格独立，不会跟他离开，楚子雪也不行，魔剑上人不会让他带走的。而且那女孩子心机太浅，容易被人算计，绿萝修为又太低，去南红玉根本保不住她。鱼玄机是唯一的选择，有实力有心机，而且还是绝佳的双修体质。叶不凡就算成就了元婴，对他修炼上的帮助也很大。若非如此，利用完之后他就会将其杀了。好。鱼玄机香汗淋漓，幽怨至极。他轻声道：我母亲就是被合欢老祖采捕死的，只要你帮我杀了她，以后我就对你死心塌地。哼，还是等我元婴吧。叶不凡嘴角一抽，自他杀了火云真人和冲虚子后，就已经和合欢老祖不死不休了。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秦修和鱼玄机身上没有神有骨？来了。叶不凡神情微动，鱼玄机也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俏脸微变。怎么办？那影子是实打实的金丹大修，张老三根本拦不住。如果查明这里的情况汇报给合欢老祖，那他们2人都要死。元婴真君出手，再逆天也只有死路一条。穿好衣服，我见识这位金丹大修。叶不凡眸光微闪，易容成礼服师的模样，缓步走出房间，来到院落中，挥手将院门打开。早就等候多时的10几个金丹赶忙进来，都是过来交易符箓的。哈哈，李符师多日不见，不知我那封雷符炼制出来了几张？百兽真人大笑道，他身上沾染血腥味，似乎刚从白玉城回来。其他人也是眼神期待。随着战争愈发惨烈，他们对于3阶符箓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10几张吧。叶不凡微笑，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些符箓摆在石桌上。好，不愧是李符师，这效率是真的高。百兽真人大喜，立即伸手从石桌上捞起10几张紫色符箓，他仔细端详片刻，赞叹道：全都是精品。他心中打定主意，必须照顾好李符师，万万不能让其陨落。李符师，近期我在流云城停留，在前线捉了一头3阶顶级妖兽，需要一些材料将其驯服。百兽真人大笑道：这段时间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保证给你办好。叶不凡也是露出笑容。其他10几位金丹分别拿好自己的符箓，拜谢一声，而后掏出储物袋递给叶不凡，里面都是灵石或者妖兽皮。叶不凡接过，心中满意，而后与几人闲聊片刻，将其送走。没多久，一个身披黑袍的干瘦老者走入院中，他仿佛一具干尸，眼窝深陷，绿油油的眼珠子转动，看向叶不凡卧室的方向。在下牵引道人，合欢宗的一个老不死，早就听闻李符师大名，特来拜访。
干瘦老者眼中闪过深沉，朝着叶不凡拱手微笑，皮包骨的脸笑起来很阴森。请坐，不知找我何事？叶不凡示意，眯着眼笑道：我家小姐多年没回合欢宗，我家老祖甚是想念，此来想请小姐回去。你家小姐？李符师就没必要装糊涂了吧？圣女就在你这院落。牵引道人皱眉，皮笑肉不笑。哦，原来是合欢圣女，好说。叶不凡淡笑，这老东西上来就以合欢老祖压人，这是威胁和警告。若非他身份特殊，人脉强大，此辽恐怕不会废话，直接痛下杀手。他拍了拍手，于玄机袅袅挪挪地从房间中走出，一袭蓝色纱裙，身段窈窕，妖媚迷人。见过牵引前辈。于玄机欠身施礼，而后秋眸忐忑地看向叶不凡。他不知道这坏胚想干什么，难不成怕得罪合欢宗，想送他走不成？小姐可是让老奴找的好苦啊！牵引道人目光阴冷，脸上却满是苦笑。忽的，他一顿盯着于玄机的眉宇，又看了看对方不自然的站立姿势，老脸微微抽搐。圣女修为不浅，能让他都这个姿势了，他都不敢想昨天这对狗男女到底多疯狂。而自己呢，火急火燎地寻找了一天一夜，就差没把刘云成翻过来。李符师真是不客气啊，我家小姐你都敢动？牵引道人死死盯着叶不凡，眸光闪烁杀机，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他至今记得多年前老祖发现还是婴儿时的于玄机身怀天魅灵体有多激动和惊喜。呵呵，没办法。叶不凡耸耸肩，微笑道：我与于姑娘一见倾心，免不了干柴烈火，想必合欢老祖会成全我们的美事。牵引道人脸都绿了，阴沉道：好好，我会禀报老祖，看老祖怎么说吧。他奉命守着圣女20多年，老祖苦养了于玄机20多年，就等着修为大成，采阴补阳，当炉鼎了。可现在被这姓李的摘了桃子，他都不敢想老祖得知后有多愤怒。哦，这么说合欢老祖还不知道于玄机来我这了？叶不凡忽然笑了。你什么意思啊？牵引道人冷冷盯着叶不凡。我刚才都准备跑路了，毕竟被合欢老祖盯上，压力实在太大。既然他不知道，我还跑什么？叶不凡轻笑道，心情愉悦。不到万不得已，李符师的身份不想这么快放弃。你想杀我？就凭你一个战力垃圾的符师？牵引道人嗤笑，一股形成强大威压散发。叶不凡面前的石桌瞬间被压成齑粉。若非你牵扯的人脉过多，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了。牵引道人冷笑一声，强压下杀心。他只能请合欢老祖动手宰杀这厮。他不能杀一个金丹，难免会有动静。若是被百兽剑鹤那群人察觉，一群金丹围攻之下，他根本走不出流云城。李符师的人脉关系太大了，而后向于玄机道：跟我回去，你下场如何，请老祖发落。不回去。于玄机俏脸煞白，连忙躲到叶不凡身后。他如今是金丹中期，但面对牵引道人这个金丹大修，他这点实力无异于蚍蜉撼树，由不得你。牵引道人冷哼，还没等他动手，哐当一声，院门被一股狂风关闭。李斯，你想找死吗？牵引道人勃然大怒，凶光毕露。还是说你想请百兽真人他们围杀于我？叶不凡懒得搭理他，直接打出一道法诀，开启遮掩气息的阵法。好好好，有阵法遮掩，杀你后可安然离开。牵引道人嘿嘿笑了，唰的一声，干枯的手掌抓向叶不凡的头颅，掌指间射出黑气，滋啦滋啦，腐蚀的天地灵气都在冒烟。张老三，于玄机惊叫，唰，一道血色剑光闪电般划过，牵引道人手掌瞬间被洞穿，而后剑光勇往直前，没有丝毫停顿，深深插入牵引道人的头颅，轰的一声，将其带出数十丈，钉死在院墙上。一剑秒杀，这就死了。于玄机都呆了，有些匪夷所思。那剑光太快了，他的灵石都无法捕捉。只是牵引道人这个金丹大修，居然连反抗都做不到，直接毙命。死！这家伙本就不是活人。叶不凡目光奇异地看向那尸体，嘎吱嘎吱，牵引道人拔出血色飞剑，脸上的血洞汩汩冒出恶臭的深绿色液体。他将被打歪的脑袋摆正，发出牙酸的骨头摩擦声。嘿嘿，原来你是张老三，怪不得。牵引道人绿油油的眼珠子直勾勾，裂开嘴，脸上表情狰狞可怖。于玄机吓得脸都白了，惊悚道：你竟然是尸修！所谓尸修，一是葬在极阴之地的尸体，经过成千上万年不腐，再加上天地造化，产生灵智的尸体，这种一出世，肉身就堪比炼体的原因。另一种则是人族自知前途无望后，利用秘术转修尸道，魂魄和尸身融为一体，寿元悠久，如人间法宝。
一位金丹巅峰的师修，就算天魔教主碰上，也只有跑路的份儿，寻常手段根本杀不死。这等罕见东西都被我遇上了。叶不凡啧舌，挥手让于玄机后退。你小心点，师修浑身的尸毒，沾之必死。于玄机很是畏惧，他迟疑道：要不你带着我逃吧。张老三很强，但没有雷道、激阳这种属性的功法或者法宝，再强也杀不死师修。逃？你们逃得了吗？牵引道人怪笑，而后身躯猛扑向叶不凡，其速如闪电，5根手指像是钢爪，散发墨绿色的雾气。墨绿雾气便是尸毒，别说触碰，闻上一口都得当场中毒身亡。砰！叶不凡抬手一拳，法力与气血交融，直接与钢爪硬汉，一声闷响，牵引道人像是撞在山上，直接被锤翻在地里。牵引道人有点懵，难以置信，近身搏杀，就算是炼体大圆满，也得敌不过师修。尸毒，呵！叶不凡看了看拳头上逐渐腐烂的皮肉，尸毒入侵，但转瞬间被一股法力驱逐，伤势恢复如初。天煞真魔功至阳之煞，天克这种阴性的尸毒。啪！牵引道人刚爬起来，就被一只大手拍翻在地。吼！牵引道人愤怒咆哮，身影急闪，直扑院外。哐当一声，叶不凡一个闪身挡在身前，抬手催动血色飞剑，剑意迸发，刷刷几下将牵引道人斩成了10几块。他如今金丹6重，再加上金丹中期的肉身，两者叠加，金丹大修也只有被秒杀的份儿。你不是金丹，你是元婴。牵引道人的头颅骨碌碌滚到了一旁，他瞪着绿眼珠子，惊骇失声。这强大的有点离谱。他猛地吐出一口尸火，扑向叶不凡。与此同时，那10几块尸身迅速汇聚而来，想要重组。你这人送个美女给我就算了，还把自己送上门，哎，让我说什么好？叶不凡抬手将尸火打灭，眼睛灼灼的上前，并指成刀，连斩10几次摩罗天刀。此术可斩身、斩魂。啊！惨叫声响起，牵引道人痛苦咆哮，不消片刻，声音戛然而止。10几块尸体彻底不动了，其魂魄虽打碎融入尸身，但还是存在的，魂魄能斩杀。叶不凡迅速将尸块收起，很是兴奋。这尸体硬度堪比顶级法宝，若非他修炼上轻妙真剑典，根本破不了防。天选的傀儡啊！1年之后的拍卖会，安全性大大增加啊！叶不凡小心翼翼地将尸块收好。纸人傀儡终究是纸人，破绽太多，不如真人。有这具尸体傀儡，拍卖会他本人都不需要去，这就完了。于玄机在远处瞠目结舌，足以碾压他的尸修，在张老三手里仿佛是玩具。不然呢？叶不凡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一道神识烙印，冷笑一声，直接强势驱散。你把现场清理一下，另外这本蛮天术你赶紧修炼，否则瞒不过合欢老祖。说完，扔给于玄机一本密卷，拎着尸块迫不及待地进入闭关室。与此同时，合欢宗一座地下宫殿中，身披长袍的中年男子盘膝而坐，满头白发，面貌英俊，风神如玉。合欢老祖对面则是真兰楼的老祖，仙风道骨，气质矍铄。你私自从白玉城回来，所为何意？不怕天魔教的黑裙子找你麻烦？若是导致有元婴被大妖围杀而死，他会把你抓起来喂鱼。那个疯女人至今没人知道她的脑子想的是什么。合欢老祖淡淡说着，他和缥缈谷老祖镇守后方，以免妖族偷袭，无需上前线。了不起重伤，要死哪这么容易？真兰老祖捋须笑道，我千辛万苦从屠剑那里帮你借来了推演龟甲，这么久过去，你得给我一个交代。朱雀和张老三都消失了，有人替他们遮蔽了天机，龟甲推演全是迷雾。合欢老祖冷冷道，心中暗骂了狐狸，这厮不想耗费寿元就让他推演，而且多次过来打探消息，又想让他出力，又对他不放心，是吗？黑裙子在前线，可没人替他们遮蔽天机。真兰老祖狐疑，要么你自己推演。合欢老祖冷哼，忽的他声音一顿，拿出一颗黑色珠子，此刻珠子已然碎裂。嘿，你收服的师修被人灭了，看样子合欢圣女出了问题啊！真兰老祖幸灾乐祸。合欢老祖拿弟子和圣女当炉鼎，对底下人来说是秘密，对他们这些元婴真君来说并不是。有元婴出手了，金丹没人能杀他。合欢老祖脸色阴沉，隐隐有些暴怒。颜如玉和于玄机两女是他突破元婴中期的关键，前者疑似被人夺了元婴，而且不好下手，现在连于玄机也没了。我去一趟流云城。合欢老祖起身，他顿了顿，将龟甲扔给真兰老祖。仙堂那群人快来了，他们一来，张老三身上的东西全是他们的，你最好请屠剑真君推演他的下落。仙堂寂家，
真蓝老族脸色微变。仙堂有数个大族，每一个比赵国所有势力加起来还要强大。其中的季家原本不姓季，而是云，数百年前改姓了。堂弟姓李，李字头上盖个天，便是季。传闻季家有一位化神天君，尤其蛮横，这数千年来四处收集气运，意图先唐皇帝之位。暗中传言，1年前便木仙国已经步入晚年的大祭司被狙杀，就是季家干的。而这便是边牧和仙堂开启战争的导火索。季家想趁乱合练八荒气运，登基称帝。来的是季家哪位？不知道，但肯定是个大人物。我赵国迁徙之事就落在季家身上。黑裙子能同意，不同意又如何？真蓝老祖沉默。投靠季家风险太大，要么造反成功，一飞冲天，成为新帝的开国重臣，成为仙堂新的大势力；要么随着季家被那位六边形战士一样的唐皇帝一块给锤死。合欢老祖离开合欢宗，不过半晌就来到流云城的城主府。不知合欢道友来此何意？流云城主一袭白袍，中年模样，大袖飘飘，颇具仙气。他从闭关中走出，于庭榭中设宴，请城主查杀死我门下牵引道人的凶手，顺便帮忙寻找我宗圣女的踪迹。合欢老祖开门见山，自他进入城内，神识就受阻，再加上有人替圣女遮掩气息，难以锁定踪迹。他推断是某位元婴出手，恐怕要让合欢道友失望了。我从不掺和赵国势力的恩怨。流云城主摇头笑道：“开个价，价再高也不会掺和。”流云城主双目深邃，微微一笑：“罢了，既然城主不愿插手，那就请风离出手如何？”合欢老祖退而求其次。流云城主来历莫测，城主府的那些散修亦是神秘。风离真人虽是金丹，但擅长各种秘术。当初剑鹤真人请其调查张老三和小剑仙一战，风离并非我的附庸，而是客卿，他来去自由，你请便就是。流云城主淡笑道。片刻后，一个拄着拐杖的九旬老翁走来，行一步，咳三咳。晚辈风离见过合欢前辈。风离真人颤颤巍巍的行礼：“帮我调查3人，恐无能为力。你金丹大圆满100年了吧？给你一份结阴机缘。”合欢老祖懒得废话，弹指一枚拳头大的火红玉石射出。风离真人接过，查探过后，脸色陡变。想要结阴，一是需要契合功法的结阴灵物，增加破丹的几率；二是需要结阴丹；三是需要结阴秘法，依此法凝聚元阴；四是结阴福地，灵气充足的灵脉；五是防御天劫的秘宝，对抗雷劫、心魔劫。火龙玉髓。风离真人攥紧玉石，激动不已。正儿八经的结阴灵物，能提高1成的破丹几率，价值连城。金丹破碎风险太高，有此物在破丹时的安全性大大增加。小老竭尽全力。好，随我来。合欢老祖拱手向流云城主告辞，大袖一卷，带着风离真人离去。流云城主坐在庭内，若有所思，连结阴灵物这等细针都拿出来了，看来这合欢老祖真急眼了。父亲，8大势力退走，我们接下来如何打算？一个白发青年走来，恭敬道：“此人正是当初叶不凡入流云城参加拍卖会时作为主持的云空城城主亲自。我们是仙堂来的，姬家的老不死已经作画，该回去了。临行前该办的事办了。”流云城主露出回忆，他来赵国本就是躲避姬家老不死，躲了600年，终于将其熬死了。这年头活得久才是王道。拎着礼品去拜访西大街的礼服师，看看他愿不愿意随我去仙堂。一个4阶服饰的潜力种子可不好找，就算不能招揽，也要结个善缘。是。云空城身边跟着几位金丹护卫，顺着街道来到清运院门口。刚到，就见不远的红月居内，礼服师正在挨骂：“没看到老夫在练气吗？没空搭理你，赶快滚！”而出口不逊的，则是一个满头红发的老者。老者赤着上身，大声痛斥：“原来是这老头！”云空城脸一黑，半个月前他也招揽过气宗的铁大师，结果也是一顿骂，丝毫不给面子，气得他直接拂袖离去了。礼服师脾气是真好啊，这都能忍，怪不得人脉这么庞大。旁边几位金丹钦佩不已，换作他们早就气得砍人了。铁大师骂完，转身进入炼气室，哐当一声关上了门。旁边钱胖子和岳瘦子则是满脸歉意。礼服师、铁大师脾气就这样，还望担待。无妨。叶不凡摆了摆手，无可奈何。这1个多月，他多次上门拜访铁大师，求个炼气法，结果处处碰壁。这老头脾气是真倔啊，难不成非得我动手？叶不凡琢磨，要不要伪装成劫修，把这老头给打晕带走。他如今天苍玉术齐全，就差一门成功率高的炼气法了。如果成功，
面对原因，他也不惧。走出红月居，一个臀部浑圆的少妇在对面的院子门口，朝着叶不凡抛了抛媚眼，笑盈盈道：“那个糟老头子脾气坏得很，李福师还是别再找他了，来妾身这里坐坐如何？此女正是袁国忠家的中月。”李福师对少妇没兴趣，不如我来。另一边的院门前，一个锦衣大汉大笑道，眼睛色眯眯的。此人是天商国来的傀儡师，姓穆。叶不凡曾在对方手里换到过炼制傀儡的秘术。去你的！人家李副师长相算不上俊美，但也算清秀，你太丑。中月撇撇嘴，两位可有炼器法？我打算炼制一件本命法宝。叶不凡心中微动，问道：除了火云国那群炼器师精通炼器，我袁国只通阵法，要不李副师买一套3阶阵法？中月摇摇头，笑盈盈的开始推销。穆傀儡师也是摇头，这铁大师脾气是坏，但炼器造诣没得说，你想得到炼器法，除了他别无可能。低端的炼器术哪地方都有，但高端的只有火云国。他劝道：我劝你还是别炼器了，还是琢磨其他的东西吧，阵法、傀儡都行。迄今为止还没人能让铁老头屈服，还是算了吧。中月亦是劝解。叶不凡苦笑，拱了拱手，转身回到清运院。刚坐下就见云空城拜访。叶不凡没和其打过交道，不过他社交能力强大，不一会儿就熟络了起来。不知李符师日后作何打算？以你的符师造诣，在仙堂也能混出名堂，不如随我父亲去仙堂如何？云空城笑呵呵道。叶不凡眸泛异色，婉言相拒。云空城也不气馁，与叶不凡闲聊，倒是相谈甚欢。此人言辞得当，如沐春风，交好之意溢于言表。临走前给了叶不凡一块玉佩，道：李符师若是有需要，可凭此玉佩寻我。叶不凡欣然答应，目送对方离去。此人不简单啊，金丹6重，和你一样。衣服里钻出一颗红色小脑袋，正是朱雀。叶不凡将那尸体炼制成了傀儡，这鸟就出现了。他猜测这破鸟想图谋1年后的拍卖会。他如今气息极强，时而元婴，时而金丹大圆满。此人话里话外透出一个信号：流云城主来自仙堂。他既然释放善意，没必要交恶。叶不凡抿了一口茶水，目光悠远。仙堂之地，他早晚都要去，人脉铺设过去，会给他带来一定助力。我1年后要走，届时需要你的帮忙。你要去哪儿？带着姑奶奶一起呗。那你传我几种秘术，防止元婴真君追杀的。我妖族秘术，你不适合，不过有一门要不要学？乱空秘术，可阻止瞬移。朱雀眼珠子一转，从朱雀一族出来后，和他接近的人或妖全死光了。叶不凡是为数不多能挺过1年而不死的朋友。好，叶不凡答应。他实在忌惮元婴真君的瞬移，若是能阻止瞬移，以他现在的速度加上风影缩，完全有希望逃跑。叶不凡一顿，抬眼看向院门，而朱雀则是把脑袋重新缩回了衣服里。哈哈，李符师、铁大师无礼，还望海涵。这样吧，我请道友去一红楼，如何？钱胖子和岳瘦子满脸歉意，而后挤眉弄眼。铁大师真性情，没什么，一红楼就算了，我比较喜欢清静。叶不凡摆摆手，请2人落座。那真是可惜了，近日流云城外举行秘殿，听说有提升修为的丹药出现，不知李符师有没有兴趣？钱胖子神秘兮兮道。如今随着流云城修士越来越多，城外也设立了方士，一些秘殿也随之冒出头来，并不稀奇。你们不是攻那位4阶符师的古洞府去了吗？没捞到一些丹药？叶不凡诧异道。他还记得半月前这2人邀请他去攻占那处古洞府来着，别提了，被人捷足先登了。岳瘦子满脸无奈，这个消息没几个人知道，不知道谁把那洞府提前到了去。叶不凡恍然点头。李符师要不要去秘殿？岳瘦子再次邀请，叶不凡则是婉言拒绝，没啥兴趣。听说一些妖兽越过前线，潜入了赵国腹地，外面太危险了。钱胖子和岳瘦子面面相觑，有些无语。他们也不再相邀，而是闲谈，说起一红楼的哪个姐们屁股大，哪个头牌相貌好，一时间唾沫横飞，兴奋不已。不行了，我得去一趟青楼。最后2人实在忍不住，匆匆离去。叶不凡眼眸微眯，打出一道法诀，一道黑影从客厅角落中走出，无声无息地跟了上去。这是牵引道人的尸体，以他现在傀儡造诣，可远距离操控并获得视野共享。你怀疑他们2个？红毛鸟很是诧异。这2个家伙第一次以4阶符师古洞府吸引我，我懒得搭理，现在又换个秘典，想图财害命，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叶不凡冷笑。李符师的人脉固然强大，但雄厚财力难免让人觊觎。一些人铤而走险很正常，只不过叶不凡不怎么出门，那些暗地里的家伙
没机会下手。杀了！红毛鸟兴冲冲道：“2个小角色而已，没必要。再者，我已经被流云城的城主注意到了，不宜动手。不过倒是可以通过2人把炼气法搞到手。”叶不凡摇摇头。另一边，钱胖子和岳瘦子进入了青楼，大咧咧的找了2个小妹快活一番，等精疲力尽，这才坐到靠窗的位置饮酒。那小子是真狗啊，死活引不出去。酒气上冲，钱胖子捶着桌子恨恨道。岳瘦子迟疑道：“要不算了吧，若是被8大势力的金丹发现，咱们不好办。算了，我们每天看着数十万的灵石流水一样进了他的口袋，你忍得住？”钱胖子眼睛发红，若非李福师人脉强大，他们早就动手了。至于赵国和万妖国的战争，他们压根不在乎。他又道：“况且1年后的大型拍卖会必定珍宝无数，甚至有结印灵物，我们若是将它洗劫一番，拍卖会就不用愁了，大有希望结印。”岳瘦子闻言呼吸急促：“结印啊，哪个金丹忍得住？听说张老三在古云城的时候控制此人，借机捞了不少灵石，他能捞，我们为什么不行？”钱胖子冷笑道：“既然密店不行，那就换个方案。他不是一直想要炼气法吗？那就以此吸引他，我就不信他一直在院子里缩着。这一票干成，我们再也不用发愁以后的修炼资源了。”在青楼商量了一会儿，到了深夜，2人醉醺醺地回到了红月居，盘坐在各自房间中打坐。房间中，他们运转功法吐纳，修炼速度慢如龟爬。他们已经活了500年，仅剩100年寿命，依靠苦修，别说元婴，就算突破到金丹大圆满都不可能。金丹进境速度实在太慢，这一票必须干成。等洗劫了那个姓李的，再把岳师弟给杀了，所有灵石都是我的。钱胖子睁开眼睛，露出狠辣，随后闭上眼睛。而在他吐纳之际，一道身影一直站在他的身后。叶不凡像是一只透明的鬼影，面无表情。红月居有阵法守护，但对于掌握虚身术的他来说就是个摆设，再加上瞒天术、隐匿术，他悄无声息地弄死一个人太简单了。驻足片刻，他转身穿过墙壁，回到了自己的院落，将钱胖子2人抛之脑后，和于玄机开始双修。让我休息几天行不行？于玄机看着钻进被窝的张老三，吓得俏颜发白。不行。叶不凡耸耸肩，而后诧异道：“你这衣服挺结实。”于玄机的衣服居然是一件防御法宝，就离谱，饶了我好不好？于玄机缩成了小猫，可怜巴巴道，眼角下的泪痣晶莹发光，显得极是魅惑。不好。叶不凡咧嘴笑了，道：“你以为这件防御法宝挡得住我？”随后一段时间，叶不凡日子照旧，化符双修，时不时利用药浴增强体魄。他推测，用不了3个月修为就能再度突破，达到7重金丹大圆满。之所以3个月，那是因为于玄机小身板实在不经折腾，炉鼎宫的治疗功能压根跟不上，否则2个月就能突破。而体魄想到大圆满，估计得小1年。他也不急，反正得在流云城待1年，修为和肉身双双达到圆满，不知能不能和元婴初期一战。叶不凡躺在藤椅上，享受着绿萝的按摩，心中期待。从古至今，无人能跨过金丹和元婴之间的巨大鸿沟。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他让楚子雪打探结婴法的消息，奈何无果。这种秘法太罕见，8大势力珍藏的也只能增加几率，并没有强大的副作用。而钱胖子和岳瘦子来串门的更加频繁了，不断和叶不凡增进感情。随后找到机会向他提出城外密店疑似出现炼气法，叶不凡不为所动，这让2人失望之余暗中咬牙切齿，太狗了，没见过这么狗的人。1个月后，剑鹤真人从白玉城归来拜访叶不凡，半晌后离开。到了晚上，隔壁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剑鹤真人，突然下手，你要作甚？我们是火云国气宗的，是你们8大势力请来的，你敢动手？”啊！大地震颤，院中光芒大起，各种法宝乱飞，噼里啪啦一顿响声，这瞬间惊动了周围几大国来临的中岳、木傀儡师等人。片刻后，剑鹤真人提着2个人进入清运院，扑通一声将2人扔在叶不凡面前。一位金丹大修，还是剑道第一的狠茬子亲自出手，2个金丹后期压根反抗不了。旁边小绿萝则是好奇地打量2人。多谢剑鹤道友。叶不凡笑眯眯地拱手道：“不影响上清宫和气宗的关系吧？这2个狗东西胆敢对李福师图谋不轨，该死，反正用不了太久就会离开赵国，得罪气宗也无所谓。”剑鹤真人摆摆手，冷冷扫了眼前胖子和岳瘦子。如今妖族和人族战事焦灼，李福师比这2个重要太多了，其画制的符箓不知救了他家族多少族人，人情欠得极多。当然，
最重要的是，上清宫和其他势力不同，专注剑道，对法宝的需求并不是太高。李斯，你想干什么？李福师，我们可什么都没干。钱胖子两人闻听此言，心中咯噔一声，他们想不明白还没下手，事情怎会败露？叶不凡懒得搭理，而是静静等待。他亲自动手会暴露实力，所以请特意等剑鹤真人回来，让他帮忙。两人交情最深，而且对他有需求，没理由不答应。过了片刻，中岳、穆傀儡师等人赶来，眉头紧皱地看着这场面，心中难免不舒服。不过叶不凡解释一番，这些人这才恍然，看向钱、岳两人纷纷摇头。蠢，太蠢了！得亏李福师没出城，否则他一死，8大势力的金丹定会详查，调查出来，这两人就得赔命。李福师这2个多月来炼制的符箓的太多了，堪称符箓制造机，不说在前线保住上万修士的性命，大几千还是有的。有几个金丹不欠他人情的。李福师，你什么意思啊？铁大师急匆匆走来，怒瞪叶不凡。刚炼制完一柄法宝，就发现自己2个族人被抓，他这暴脾气哪能忍？贵宗的2位想杀我取财，可别告诉我铁大师不知道。叶不凡面无表情，血口喷人，可有证据？铁大师怒喝，他本就看这信里的不顺眼，若非场合不对，他已经动手了。叶不凡神情漠然，抬手拿出留影石，一道画面浮现而出，正是钱胖子2人于青楼对话的场面。那小子是真狗啊，死活引不出去。要不算了吧，若是被8大势力的金丹发现，咱们不好办。算了，我们每天看着数十万的灵石流水一样进了他的口袋，你忍得住？画面闪烁，钱、岳两人见此脸色煞白，中岳、穆傀儡师等人则是脸色怪异，看了看2人，又看了看叶不凡。他们第一次发现这人畜无害的李福师这么有心机。李某人胆小怕死，曾被张老三胁迫过，所以对谁都有所防备。叶不凡收起留影石，叹了口气，这2个废物。铁大师脸色发青，恶狠狠瞪了钱、岳两人。他沉声道：说吧，你要什么？他脾气是不好，但不傻，这2个蠢货算计人不成，反被算计，现在留着不杀，明显就是冲着他来的。但他又没办法，只能忍下这口气。炼气法，能增加成器几率的炼气法。叶不凡平静道：我气宗的炼气法是不传之秘。铁大师顿时火冒3丈，这厮果然图谋炼气法。叶不凡无奈拍了拍绿萝的小屁股道：去，拿把刀来，要锋利的，免得溅了铁大师一身血。绿萝小脸一红，嗔怪了叶不凡一眼，不过还是听话的进屋拿刀去了。铁大师，救我啊！三叔。钱、岳2人脸色变了，赶忙朝着铁大师求救。后者则是老脸抽搐，健硕的上身肌肉不断跳动。若非同族，他才不会管2人死活，但终究是自己的子侄。李福师，气宗的炼气法真的是机密，若是随便传扬出去，我们3人谁也活不了。铁大师苦笑，言辞客气，哪还有往日在叶不凡面前痛骂的样子？我只要能增加成品几率的秘法，又不是你们气宗的炼气传承。叶不凡笑道。铁大师沉默，眼神闪了闪，扔给叶不凡一枚玉简。后者接过，翻看了一下。李福师，告辞。铁大师拱手，而后愤怒地踹了钱、岳2人几脚，这才抓小鸡似的将其带走，回到红月居。三叔，难不成你真将炼气法给他了？钱胖子回到院子，脸色变了变，急忙追问。他心有怨恨，哪能便宜那心里的？给他？他不是要增加成品几率的秘法吗？那门万炼法需对法宝万次锤炼，才能增加成品几率。铁大师冷笑道：成品概率大，但前提是法宝能扛过万炼，万炼报废几率更大，连我都不敢用这门秘法。炼气步骤分为熔炼、气胚、刻画静置、锤炼、成品，每一道工序难度都极大。第4道工序的万次锤炼，一般法宝根本扛不住。那就好。钱胖子恨恨道：得万炼法，李斯敢炼，法宝必废。你们2个猪油蒙了心的废物，那信里的关系网何其大，对他下手，但凡被查出来蛛丝马迹，谁也救不了你们。立马收拾东西滚回气宗。铁大师怒喝，狠狠抽了2人几个大嘴巴子。现在李斯没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这2个人再想走就难了。而李斯再愤怒，也不会对他下手，对方人脉广，他这位3阶炼气师的人脉也不是摆设。青运院内，叶不凡心情大好，设宴款待剑鹤真人，同时教好中岳与穆傀儡师等他国修士。席间推杯换盏，气氛融洽。李福师，听说和欢老祖来了流云城，寻找他们失踪的圣女。1个月前，圣女和你走得很近，估计会找你问话。他身边还跟着风离真人，不知道想干什么。
剑鹤真人举杯饮酒，提醒道：“身为上清宫的高层，对消息很灵通。合欢老祖调查1个月未果，现在想回过头来用土办法找。”合欢老祖，风离真人。叶不凡心中微沉，脸上却是不动声色。风离真人擅长各种秘术，当初剑鹤真人请其调查过他，而且魔剑上人也是请其相助。窥察到楚子雪脑海中的生死，尽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人在追踪方面比元婴真君还要难缠。剑鹤真人随后又笑道：“你也不用担心，你牵扯前线战争，合欢宗的老怪物不会拿你怎么样，只是问话罢了。自然，不过还是多谢剑鹤道友提醒。”叶不凡微笑道：“换作以往，他听见一点风吹草动，转头就会提桶跑路。但现在修为肉身精进，剑道大成，再加上搅乱瞬移的乱空秘术，就算直面元婴，他也能安然脱身。等真魔剑练成，正面硬汉合欢老祖也不是不可能。”酒宴过后，叶不凡将这些人送走，自己则是兴冲冲地回到闭关室，拿出玉简，贴在眉心，脑海中顿时出现万炼法。万炼法，炼器秘术，需万次锤炼，以此增加成品几率，最高9%。副作用：万次锤炼，法宝9%几率报废。叶不凡睁开眼睛，神情怪异，怪不得铁大师给的这么痛快。不过，这恰恰是他需要的。负面逆转，万次锤炼，法宝9%几率完好无损。叶不凡露出笑容，他没有耽搁，立即让绿萝去买了一堆的炼器工具。到了晚上，绿萝抱着一堆东西回来，叶不凡盘坐在炼器炉旁，参悟绿萝购买的炼器书籍。看完，首先扔进炉内一堆法器材料，利用法力和灵石控制交融。以他如今强大的灵石，第一步不难。片刻后，一团黑乎乎的液体浮现而出，叶不凡将液体凝成剑胚，而后闭上眼睛，打出一道道禁制，引入液体中。液体逐渐成型，啪！中途某个关键，液体直接炸开，四处乱溅。失败了，连万炼都没撑到。不过他也没气馁，第一次炼器就成功，那才叫邪门。接下来的10日，他尝试炼各种法器，费了不少材料，但随着熟练度增加，他已然能炼制出法器了。低级、中级、高级、顶级为法宝，法器品级一步步提升，这炼器技艺以恐怖的速度上升。这一幕若是让铁大师看到，估计能惊得眼珠子掉下来。炼器中成品最难，锤炼次之，一般炼器师都是在这2个步骤上失败。然而叶不凡这2个方面最是轻松，利用万炼法压根没失败过。1个月后，闭关室内，叶不凡脸庞认真，满头大汗，不断挥锤狂砸铁桩上的刀胚，每次砸中刀胚其中的杂质就会减少1分，而后再度扔进炼器炉煅烧，来回数次。最后一次，叶不凡打出数道法诀，引入炼器炉内，而后一股寒气从内爆发，整个闭关室起了一层冰霜。这是成品的关键。叶不凡打出法诀，而后迅速探出法力，牵引出一柄湛蓝飞刀。飞刀如万年寒冰，冰冷而又锋锐。低级法宝寒风刀成。叶不凡爱不释手，仰天大笑。虽是低级，换做以前他抢都懒得抢，但这是自己炼制出来第一件法宝，成就感满满。1个月就从菜鸡达到3阶的水平，纵观史书都找不出来一个。实验了这么久，该炼制真魔剑了。叶不凡深呼口气，眼神灼热。1月来，他不光炼器，还要画符，同时还要兼顾炼体，双修，堪称时间管理大师。肉身金丹已然达到中期巅峰，修为距离大圆满也是只差一丝，各方面都在勇猛精进。叶不凡准备了1日，正欲炼制真魔剑，忽的他脸色微变，打出2道传音符，而后施展瞒天术，闪身走出闭关室。院门外赫然出现2道身影，一人中年模样，风神如玉，合欢老祖；一人九旬模样，拄着拐杖，目光幽深，正是风离真人。2人所立之处，方圆数百丈，连个人影都没有，可见气场之大。不知前辈驾到，李某有失远迎。叶不凡上前，眸光微闪：“你认识本座？”合欢老祖神情和煦，但眼睛却锋锐如刀，刺目至极。在下于月余前见过合欢前辈一面。叶不凡请2人入厅，在剑鹤真人告知他消息后，没2天，白玉城爆发大战，合欢老祖被紧急召了过去。李符师的符箓在这场战争中功不可没。合欢老祖和善道神识却在对方身上肆无忌惮地搜索。不仅如此，整个青玉院都在他神识笼罩范围。3阶阵法在元婴真君面前如同虚设，直接被神识轰碎。然而叶不凡早有防备，固守灵石和法力，一脸的敢怒不敢言。半晌，合欢老祖脸色陡厉，
一股元因威压阵的叶不凡坐下椅子抱碎。李斯说：“于玄机在哪？”叶不凡满脸惊惶，赶忙拱手道：“前辈，这是何意？贵宗圣女我怎知下落？”李斯，乖乖说出她的下落，我不杀你，否则……合欢老祖眼神冰冷，一股杀意如冰刀抵在其眉心。后者冷汗淋漓，赶忙叫屈：“前辈，我真不知道，1个多月前圣女来了几次，可之后再也没见过了啊。”合欢老祖一言不发，气势犹如洪荒猛兽。身畔，风离真人暗自运转秘术，双眸愈发深幽，不断识别对方的神魂波动契机。如果仔细看，能看到风离真人眸子中倒映出一幕幕画面，那是李符师炼气的景象。他身怀回溯秘术，能回溯出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就在回溯之时，眼前骤然浮现迷雾，难以回溯。此人身上有推演的奇物，阻碍了回溯。风离真人传音。合欢老祖皱眉：“我调查过此人，在古云城之时，贵宗圣女交易给了他一块天神龟甲，应该是此物起了反应。”风离真人继续传音。合欢老祖神情漠然，伸出手道：“李斯，把那块龟甲拿来，此物是交易所得。我……”叶不凡无奈，不得不拿出龟甲递上，而心中则是满是杀机。若非图谋拍卖会，他早就翻脸了。好在他早让朱雀施展秘术，影响风离的施法。合欢老祖拿着龟甲，示意风离真人继续。后者点头，眸光继续回溯。然而，回溯的是制服画面，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微微摇头。合欢老祖脸色沉静，看不出喜怒。终究活了700多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过来，我查探下你的记忆。合欢老祖冷应道：“于玄机下落事关重大，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叶不凡脸色微变，道：“前辈想搜魂，是否不妥？原因搜魂，怎么搜都会对神魂产生不利的影响。怎么，你不愿意？”合欢老祖嗤笑：“别人忌惮你所谓的人脉，但本座可不在乎。”叶不凡脸色铁青，已经按捺不住，想要翻脸了。打不过对方，但安然离开却是没问题。只是想要在拍卖会上得到结阴之物，恐怕不可能了。合欢道友，李小友是我城主府的贵客，搜魂就没必要了吧？就在这时，一道中年身影浮现在客厅，淡笑道。合欢老祖脸色骤变，沉声道：“流云城主，你要插手？插手算不上，只不过李符师是本城主极力招揽的符师，你动了他的神魂，符道算是废了。”流云城主平静道：“况且你肆无忌惮的在城内搜查，已经够给你面子了，别太过分。”哼，既然如此，那本座就告辞了。合欢老祖自知理亏，而且着实没在李斯身上发现异常，拱了拱手，告辞离去。至于天神龟甲，压根没打算还回去，此物本就是他的，只是赐给于玄机做保命之用罢了。不过他还是给了叶不凡10万灵石，这是卖给流云城主的面子。叶不凡掂量着灵石，面无表情。那龟甲价值可不止10万。这老怪物，他双目微眯，心头杀意更甚。第一次有人从他口袋里拿东西，他娘的，这老东西说什么也得弄死。多谢城主大人。叶不凡转身拱手道谢。这1个月来，云空城经常往他这里跑，城主府本就有招揽之意。他帮忙，预料之外，情理之中。流云城主双手拢袖，笑呵呵道：“也不算帮你，那老狗无所顾忌的在流云城搜查，我早看他不顺眼了。那风离真人……”叶不凡顿了顿，露出疑色。风离真人比我的来历还要深，疑似某位4阶天机师的后裔，他挂职在城主府，我无权干涉他的行动。当然，虽是天机师后裔，但他不会推演占卜，没那个天赋。流云城主摇摇头，天机师罕见至极，更别说4阶了。那等存在，元婴真君见了也得绕道走，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叶不凡凛然，压下杀念，跟天机师扯上关系，再弱也难杀，规避风险的能力太强了。这是叶不凡梦寐以求的职业，得到天机术，依靠副作用估计能活1万年，可惜赵国压根没有天机师的传承。李符师可愿入我城主府？等回到仙堂，我可给你4阶符师的传承。流云城主笑呵呵道。叶不凡迟疑，却听流云城主摆了摆手：“别在意我元婴的身份，入我城主府需心甘情愿。”他想了想，道：“这样吧，和风离真人一样，先挂着一个客卿长老的身份吧，来去自由。”多谢。叶不凡心中松口气，大喜过望。有流云城主庇护，合欢老祖在没有确定他身份前，不敢对他下手。拿着长老令，以后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是我流云城主府的长老。流云城主扔过去一枚银色令牌，深深看了叶不凡一眼，哈哈大笑，转身消失。
叶不凡拿着令牌，双目微眯，而后飒然一笑，转身回到闭关室。谢谢你。于玄机俏生生站在室内，体态婀娜多姿，感激的欠身施礼。若非瞒天术，他现在已经被合欢老祖抓走当炉鼎了。不用谢，要谢回头好好伺候我。叶不凡挥挥手。于玄机脸似红霞，白里透红，眼角下的一颗泪痣更添魅惑。我尽力。他咬了咬银牙，面前这人天赋异禀，不好伺候。合欢老祖是个老狐狸，不好糊弄。近期你老实待在我房间中，配合那只红毛鸟施展瞒天术，别出去。叶不凡叮嘱道，随后挥手让于玄机离开，自己则是脸色凝重，拿出一大堆的材料以及天苍玉树，开始正式炼制本命法宝真魔剑。叶不凡早就将真魔剑炼制法记得滚瓜烂熟，而这半年时间，辅材料已然集齐。他脸色凝重，将黑曜石、血云石、月狼兽骨等材料投入炼气炉内，以法力凝聚火焰，迅速煅烧熔炼。片刻后，一团黑红液体飞出，煞气四溢。他小心将其放进瓶内，再度拿出一堆材料煅烧熔炼。而在叶不凡炼气时，距离青玉院不远处，合欢老祖神情冷漠的注视，凝眉沉思。合欢前辈怀疑此人，风离真人恭敬询问，只是感觉不对劲罢了。张老三，你查的怎么样了？没查出来，不过我有办法将其引出来。哦，合欢老祖挑眉，闻听片刻，点点头，你去安排吧。忽的一道传音符落入掌中，他脸色微变，道：你先查着，同时监视这姓李的。说完，他闪身消失。风离真人躬身，眼神若有所思。他拿出3枚铜钱，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使用。虽非天机师，但利用此物能够变相推演天机，和屠剑真君的龟甲一样。不过代价太大了，想杀张老三的还真是多啊。片刻后，风离真人接到传讯，露出惊异。一晃，半个月过去，这段时间叶不凡暂时停止制服，全力炼制真魔剑。熔炼12剑胚，刻画静置，有惊无险地度过静置法阵中。12把漆黑剑胚摆放，叶不凡拿着大锤不断地锻造剑胚，驱逐杂质，使得真魔剑胚更加凝练，气势越来越强。呼！炼气炉内大火喷涌，12把剑胚投入其中，就差成品环节了。叶不凡脸色发白，接连半个月一丝不停歇，法力和神魂消耗很大。他赶忙吞服丹药，临时操纵炉内剑胚。约没过了半日，一股惊人魔气从炉内爆发而出，瞬间将炼气炉震得粉碎，剑气纵横，如至宝出世。不好！叶不凡脸色微变，赶忙打出数道法诀，稳固刚刚成品的真魔剑。等真魔剑气息内敛，他长松口气，脸上露出狂喜。不敢耽搁，他赶忙喷出一口精血，覆盖在12把真魔剑上，迅速祭炼。翌日清晨，叶不凡终于祭炼成功。12口漆黑飞剑上花纹密布，像是黑玉般，魔气惊人，轻轻挥动间，割裂出道道虚空剑痕，能影响虚空，这已经不仅仅是金丹法宝了，超越3阶顶级准元婴法宝。叶不凡仰天大笑，兴奋不已。有此威力，情理之中。毕竟他耗资太大，单辅助材料他就斥几千万灵石巨资了，耗时半年。只等叶不凡晋升元婴，以元婴蕴养，就能成为真正的元婴法宝，而且是12柄。咔嚓！叶不凡拿出一片法宝碎片，轻轻催动一口真魔剑一斩，像是切豆腐一般，法宝碎片被一分为2。若是让别人看到，眼珠子估计能惊得掉下来。这等锋锐度，世间罕见。收敛激动之情，叶不凡拿出玉简，修习真魔剑阵。人、地、天3阵，人阵和地阵杀同皆轻而易举，而最强大的天阵足以困杀元婴。合欢老鬼，我的东西没这么好拿。叶不凡眸泛寒光，不过稳妥起见，他还是得先把修为和体魄提升到大圆满，如此才能真正的力敌元婴。到了晚上，叶不凡吞下12口真魔剑，走出闭关室，炼气半个月，连修为和体魄都耽搁了。晚上在于玄机的侍候下进入房间。翌日，叶不凡精神气爽地走出房间，打开了院门。李符师，半个月啊，等得我好苦。李符师，请快快制服。百兽真人等人蜂拥而入，叶不凡自是来者不拒，客气地和这些人商议交易之事。这次来流云城都小半年了，资金全砸在真魔剑材料和炼体药材上了，现在堪称穷鬼。距离大型拍卖会还有一段时间，他打算好好攒一笔灵石，用于竞拍结阴法和接阴灵物。交易过后，与百兽真人闲谈间，得知如今局势，赵国经过小半年的消耗，逐渐不支，被万妖国压着打。好在火云国、元国、
天商等国派遣大量金丹真人支援，再加上几位元婴也跟着加入战场，倒是阻止了败势。万妖国背后疑似有神秘强者扶持，赵国坚持不了太久。期间，百兽真人透露秘辛，叶不凡凛然，愈发庆幸自己是符师，不用上战场。看来这赵国是待不下去了，必须趁赵国败北前撤向南红域。叶不凡感到紧迫。八大势力之所以一直硬挺，那是因为想迁徙前将灵矿、灵药、天材地宝搜刮干净。毕竟一旦迁徙，没了修炼资源，势力很容易分崩离析。末了，百兽真人向叶不凡透露近日发生的大事：距离流云城数千里的汉城，一座上古元婴洞府被发掘，引动四方。可是真的？叶不凡怦然心动，凝视百兽真人。李符师有兴趣，倒是可以与我结伴而行，收获55分。哈哈哈！百兽真人大笑道。其他金丹真人也是纷纷附和，他们此行求福就是为了那洞府做准备。毕竟一位元婴真君遗留的洞府价值太大，若是找到接阴灵物甚至结阴法，那就是一步登天。叶不凡想了想，摇头道：算了，我修为低微，就不掺和了。这洞府可不是钱胖子信口胡诌的那种，人尽皆知必是真的无疑，但他总觉得不对劲，不想去冒险。再者，如果真有接阴灵物被人得到，他找机会抢就是。眼下最要紧的是将肉身和修为提升到大圆满，做到真正力敌元婴乃至于斩杀。无妨，等得到天材地宝，李符师想要什么尽管交易便是。百兽真人等人知道李符师实力低微，倒也没有强求，相继宽慰。修真之道，需富贵险中求，但元婴洞府干系太大，一般的金丹圆满都未必能活着回来，更别提李符师压根不善斗法。聊了片刻，众人告辞离去。叶不凡继续画符、炼体和鱼玄机双修的悠闲生活，顺便抽空修炼真魔剑阵。他也没忘了小绿萝和楚子雪，两人修为进度喜人，前者更是在他灌溉下达到了筑基大圆满。而自己，储物袋里的灵石迅速充盈，逐渐奔向1000万巨款，体魄再要愈下，每日都在变强。1个半月后，叶不凡的修为终于突破金丹大圆满，灵石更是翻天覆地，彻底蜕变，凝聚成了神石。明确城距离流云城和白玉城上万里，靠近天商国。此时高空乌云密布，雷霆如蛇，将大地击得焦黑一片。地下，叶不凡盘膝而坐，满头血发，眉心一道血色印记闪烁。而泥丸宫中，如大海般的灵石紧缩，而后不断蜕变，逐渐缩小成了一片湖泊。看似变小，实则质量高出灵石10几倍。真正的神石，叶不凡的灵石本就超越了大圆满，范围堪比元婴真君。可质量终究不如，无法施展魂道神通。而经修为突破，灵石由量变引起质变，达到了新高度。叶不凡目光看向地底，一只2阶土鼹鼠在地底深处钻进钻出，一道神石猛地轰击过去。土鼹鼠连反应都来不及，神魂被轰得炸碎开来，当场死亡。丹神石能做到简单攻击，可影响金丹，如果有魂道神通，可对元婴造成一定威胁。叶不凡露出激动，而神石笼罩范围更是高达2000里，比一般元婴初期更广更强大。随后他又内视己身，丹田那金丹血红堪比婴儿的头颅，比正常金丹圆满大了10倍不止。完美金丹再加上天煞真魔功的特性，他法力的质量已经接近元婴真君，唯一欠缺的就是无法操纵天地灵气，这才是元婴超越一切的根本。以天地灵气施展法术，天然就比金丹强大太多倍，不过配合上他强大的肉身，勉强能弥补这点。面对合欢老祖，可一战。叶不凡于无尽雷霆中长身而起，心头畅快无比。等天劫消散，他走出地底，一步迈出，身影消失，施展禁忌法术，惊鸿一刹，不是瞬移，胜似瞬移。天商国，一道老者身影走来，他远远望向那片被劈得焦黑的大地，露出惊疑，目光转向叶不凡，凝眉道：哪位道友在此渡劫？这天劫范围极广，可又不太像元婴劫，而且对方气息很邪门，完全没元婴的样子。他神识横扫而去，想要探出那人虚实。滚！叶不凡双目如电，一股比老者更强大的神识冲出，与对方相撞，虚空顿时炸开，波纹起伏。老者脸色微变，立即收起神识，拱手道：敢问道有何人？何故引动天劫？他是天商国琉璃宗的老祖，元婴初期。眼前这青年神识如此强悍，绝非泛泛之辈，可又陌生得很。赵国元婴他都打过交道。哼，本真君一生行事，何须向你解释？叶不凡冷哼，身影闪烁，1步10里，眨眼消失不见。这么嚣张的吗？
琉璃老祖身形一动不动，眉头紧皱。瞬移，看来真是个元婴。停顿片刻，转身离去。而数百里外，叶不凡心中略松，天劫动静太大，所以他找个无人之地渡劫，可还是引出了动静。好在凝聚了神识，面对一位元婴真君，故作低调，那是蠢。而后他大步走向流云城的方向，一步10里、20里、30里，速度大涨。只要不是多尾元婴围杀，哪里都可去也。叶不凡大笑，心头畅快。路过几只行踪隐秘、潜入赵国的3阶顶级的妖狼，见到白衣人影一闪而过，吓得直哆嗦。元婴真君，他们大骇，亡命而逃。但很可惜，叶不凡几个弹指数道夹杂着剑意的剑气飞扬，瞬间越过数里之地，噗噗几声将妖狼斩杀当场。那3只妖狼堪比金丹大圆满，但在如今的恐怖到离谱的法力面前，就跟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唰的一声，一道白影闪过，再次出现时已然身处30里外，手中多了3枚妖丹。叶不凡嘴角微勾，随手收起。若是他想，妖族战场他能杀穿。距离流云城尚有100里，他易容成一个中年文士模样，缓速朝着流云城飞掠而去。路上遇到10几个金丹修士，满脸颓然，个个带伤。诸位道友，可是去了那上古元婴洞府，结果如何了？叶不凡上前拱手，好奇问道。1个半月前百兽真人邀请他去的时候，这几个都在场，打算结伴而行。他全力突破大圆满这段时间，听闻那洞府外有4阶阵法守护，不少人大喜，这更加证明里面有宝贝。有人确定洞府原主人乃是6000年前的元婴散修云墨散人，阵法极其难破，直至前2天才破开。那古洞府数百年前就被人一劫而空了，就是个空壳子。其中一个断臂老者破口大骂，非常痛恨。此人号云路居士，金丹后期修为，叶不凡记得是缥缈谷的一位长老。让我知道散布消息的是谁，非得扒了他的皮。别说元婴法，连一粒筑基丹药都没有，白白拼了1个月的命。另外几人也是口吐芬芳，气得脸红脖子粗。一群金丹被耍，如何能不怒？原来如此，那真是可惜，我还准备去捞点好处呢。叶不凡佯装可惜，拱手拜别几人，向流云城而去。片刻后，悄然进入青云院，从里面打开院门，百兽真人、血风封主、圣魔封主，还有雪灵宗的大长老孟云老妪等诸多金丹涌了进来。或许是和叶不凡混熟了，倒是没多理。我草他妈的，别让我找到那个散布谣言的混蛋，非得砍死他。为了破阵，耗费了6张3阶破阵符啊！刚进门，狼狈不堪的众人就开始大骂，尤其是百兽真人舌灿莲花，问候了洞府散布者18辈祖宗。叶不凡无语，赶忙请诸位老友坐下，命绿萝沏茶。随后，百兽真人等人大倒苦水，说辞和云路居士说的一样，散布谣言的确实是畜生。叶不凡附和，心中庆幸，得亏自己稳了一波，没贸然去元婴洞府。他敢确定，这绝对是给他张老三设的局。对于元婴法，他最为渴求，知道假洞府骗不了他，所以弄个真洞府。只不过是洞府内已经空了。根据百兽真人所言，那洞府400年前就被人挖掘了。合欢老祖貌似就是350年前结阴的，他设的局无疑了。叶不凡暗骂老狗，全赵国8位元婴就此聊和真兰老祖一门心思，想要将他挖出来搞死。忽的，叶不凡谋犯杀机。合欢老祖挖掘洞府结阴前后不超过50年，这老狗身上有结阴法。他怦然心动，暗自推算成功率。他有乱空秘术、大血影遁术、惊鸿一刹，再加上封印缩，9%生存率，杀了对方的几率不高，4%。剑阵能困杀，但一个活了700多年的老怪物也不是傻子，神通也是未知数且。元婴如果脱离法身，那速度太猛了，这才是元婴真君难杀的原因。如果肉身金丹圆满，5%几率。朱雀神秘莫测，从遗迹出来1年多，实力应该很强，8%几率。叶不凡沉思，如今凝聚神识，该修炼魂道神通了，几率9%。叶不凡眼眸深沉，打定了主意，若有机会，拍卖会后杀了合欢老祖，成不成都得迅速遁向南红玉。叶不凡应对百兽真人等金丹。片刻后，众人提出交易符箓，这次破阵损失不小。他自是来者不拒，谈拢价钱，送诸人离去。随后一段时日，叶不凡无需浪费心神在修为上了，全神贯注利用药浴修炼泛圣魔功，提升体魄，偶尔和鱼玄机双修。剩下时间则是修炼摩罗天刀、大血影遁术等竞技术法，务必将其修炼到出神入化，尽可能的提升实力。同时和邻居木傀儡师来往更加频繁了，交流傀儡之道。3个月后，距离大型拍卖会越来越近。
叶不凡体魄已然突破到了后期，气血冲霄，力可拔山，防御力更是彪悍。他的炼体法是赵国第一炼体法，防御和顶级法宝差不多了。剑鹤真人那等攻伐第一的剑修，想破防都得费一番手脚。这一日，一则消息传出，震惊赵国、袁国、万妖国等各大势力。仙堂来了3位王侯贵族。剑鹤道友，莫要开玩笑，仙堂来人怎地如此快？院内，叶不凡听着剑鹤真人谈及仙堂，脸上露出诧异，心中则是大沉。他想骂魔剑上人，1年前魔剑上人可是信誓旦旦地说，仙堂那群家伙赶到这得好几年，结果1年不到，杀到门口了。我可没开玩笑，来者是季家老八季沧海，元婴后期的大修士，就是奔着张老三来的。剑鹤真人唏嘘不已，自古云城一役，差不多1年了吧？那家伙不知道躲哪儿去了，现在估计没法躲了。为何？掠夺气运需要天机师出手，沧海真君身边可是跟着一位3阶天机师。剑鹤真人嘿嘿笑道：“3阶天机师找个金丹真人太轻松了，普通遮蔽天机的秘术物品也只能增加占卜难度，并不影响结果，除非是4阶天机师的器物。”呵呵，那张老三运气是真差。叶不凡笑道，心中则是直骂娘。随后琢磨怎么跑路。在他的字典里，保命2字永远排在第1位。剑鹤真人摇头，露出凝重。张老三也不算运气差，天魔老祖不知道发了什么疯，跟沧海真君打了一架，双双重伤，那片山脉都被夷为平地。沧海真君气得火冒3丈，现在跑袁国疗伤去了。得到消息后，他才真正清楚这位天魔老祖到底多变态，那可是仙堂的元婴大修士，神通法宝都是顶尖。不过只是一方气运，引得大修士亲自过来，很明显不正常。沧海真君恐怕还有其他目的。叶不凡沉默，心中不知滋味。小萝莉很明显是为了保他。随后，叶不凡旁敲侧击了一番季沧海3人的信息。天机师不必多说，让他关注的是季沧海带来了一个年轻人，季家的小少爷，30多岁，10年前成就7转金丹，而今已然金丹大圆满。这么年轻的大圆满，堪称变态。不过也能理解，仙堂不比赵国，背靠季家这个庞然大物，打娘胎里就开始嗑药，变态相对合理。叶不凡推测，此人多半是承载气运的容器。打听完毕，闲聊片刻，敲定风雷符的生意后，将其送走。他脸色难看地回到房间，就见于玄机俏颜雪白，吓得在一旁瑟瑟发抖。小红鸟站在茶几上，直接把脑袋扎进了羽毛里。叶不凡皱眉，而后就看到床榻上一道赤着白嫩小脚丫的黑裙萝莉静静躺着，双眸紧闭，脸色略微苍白。回来了。黑裙萝莉疲惫地睁开桃花眸，眼瞳如黑宝石。师尊。叶不凡心头凛然，赶忙上前行礼。于玄机一愣，呆了呆。天魔教老祖是个女子，经过大战时，不少人已经知晓。她只有一个徒弟，那就是叶不凡。他是第一次张老三还有这个身份。黑裙萝莉起身，2条小手臂撑着床沿，小脚丫晃来晃去。他歪头看着叶不凡，咂舌道：“你还真金丹大圆满了，这速度旷古烁今啊！短短2年炼气到金丹圆满，仙堂那群人用药砸都砸不出来，多亏师尊栽培。”叶不凡恭敬道，随后挥手示意于玄机和小红鸟出去。等2人离开，黑裙萝莉这嗤笑一声：“别整这些没用的，从你筑基开始，我就发现你骨子里对谁都没有尊敬之心。我保了你2年，已经保不住你了。拍卖会之后就去南红玉吧。”黑裙萝莉下了床榻，仰着头看着叶不凡，他板着脸道，蹲下身来。叶不凡苦笑，照做。这小萝卜头个子太矮了，师尊早就知道南红玉，我所料不差，逃出我的魔掌，很开心是不是？不敢。黑裙萝莉忽地笑了，桃花眼弯成了月牙，煞是可爱。就算去了南红玉，以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那里还有一个我。叶不凡眼皮抽搐，这萝莉师尊到底有几个？我成就元婴时分出了杀念，让他用第1代天魔的血影图和罗盘穿过空间节点，到南红玉拜入了真魔宗，现在应该成了真魔宗神女吧？你的魔功出自那里，早晚得去。不过别惹他，他修炼杀戮之道，没善念牵制，可比我凶多了。而且我和他并非技艺共享，他不知道我收了徒弟。黑裙萝莉打了个哈欠，懒洋洋道：“也是个。”叶不凡迟疑地比划了一下个头：“你在说谁个头小？”黑裙萝莉桃花眼顿时瞪圆了，粉腮气鼓鼓的，显得愈发可爱，圆润嫩白的脸蛋儿仿佛能掐出水来。不敢。叶不凡拱手，他主要是为了好认。萝莉师尊每一个精神方面都有问题。他赶忙转移话题，满脸期待道：“敢问师尊可有结阴法，或者接阴灵物？”有，但不适合你。
萝莉摇了摇小脑袋，奇异道：“元婴有5色，4色已然极限，天赋、气运、机缘、功法等等综合因素，才能成就4色元婴，大部分只是1色罢了。5色已然绝迹，只有你们这些天道筑基、完美金丹才能铸就。”他迈出小脚丫，踩在地面上，背着小手踱步。你需要的是5色结阴法，对应金木水火土5种功法，5种结阴灵物。仙堂那边一群天骄都想5色元婴，所以此法在那边并非秘密，数月后的拍卖会上会出现，你有财力就去竞拍。这种秘法他前世见过，但没兴趣走那条注定走不通的路，所以压根没收集5色结阴法。拍卖会，从万和商会内部了解到的，如果不是此法，我早让你离开赵国了。这赵国的水比你想象中深得多，仙堂也不敢插手太过。黑裙萝莉桃花眸深邃，多谢师尊。叶不凡心中激动，这绝对是意外之喜。本来他都打算结普通元婴，毕竟5色结阴法难寻。我这只有1块金属性结阴灵物，天赤母金，给你了。黑裙萝莉翻手扔出1块黄金似的矿石，沉甸甸，充满锋锐之气。叶不凡眼睛大亮，赶忙接过。这等奇物拿出去，足以让那群金丹圆满疯狂抢夺。你还需要什么？以后再想从我这捞好处，怕是没机会了。黑裙萝莉问道。神通，竞技神通。叶不凡眼睛火热，哼，给你2门，一门法术神通，一门魂道神通，够你用了。神通难修，贪多嚼不烂。黑裙萝莉撇撇嘴，拿出2枚空白玉简，印在额头片刻，扔给叶不凡。他叮嘱道：神通不是金丹能够支撑起来的，等你元婴再休息吧。后者接过，匆匆一扫，心头震动。地煞神通定身术，一言可定人、妖、魔，副作用对神魂、法力、法身负荷极大，反噬更大，非化神天君不可修习，恐有暴毙之险。所谓神通，有天罡、地煞、人阶之分。天罡36，地煞72，人气108，此乃神通之源。一般元婴修习的皆是人阶神通，地煞则是化神才能掌握。赵国境内人阶都很少，更别说的煞神通。这等层次，元婴施展都得当场被吸成人形腊肉。负面逆转，对神魂、法力、法身负荷极小，反噬更小，无暴毙之险。叶不凡心中狂喜，还得是系统。对元婴真君来说，别说定身1秒，就算是定身1个瞬间，那都是致命的。人阶中品神通天地为局，魂道神通以天地为棋局，以万物为棋子，组金氏杀局，可困杀元婴。副作用需强大神魂为本，施展过后神魂大损，轻则昏迷，重则3魂7魄丢失。负面逆转，弱小神魂也可施展，过后神魂大补，轻则神智清明，重则3魂7魄齐全并壮大。叶不凡见状，心头激动，2大杀招啊！有此2门神通在，出其不意下，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干掉1位元婴真君。当然也不是没代价，定身术品级太高，本就是化神天君的神通，负荷再小也不是金丹能够承受的，只能当作底牌用。珍重将2门神通收起，叶不凡欲言又止。师尊，仙堂的祭沧海替你挡下了，你想跑路吧？那老匹夫在元国，你踏进元国一步，必定被那位3阶天机师占卜到。等我恢复了，再帮你一下，给你逃离的时间。黑裙萝莉似是困了，眼皮子直打架。他扔给叶不凡1枚铜钱，催动此物可暂时遮蔽天机。叶不凡赶紧接过，珍重收好。好了，我伤势也不轻，需要沉睡一段时日，有什么危险去找流云城主，他会帮你。黑裙萝莉爬上叶不凡的床榻，娇小玲珑的白嫩娇躯看得人口干舌燥，更有一股异香充斥房间。她虽然个头小，但真应了那句童言，再加上那双桃花眸，这种眼型看条狗都显得深情。帮为师盖上被子。黑裙萝莉打了个哈欠，疲倦道。叶不凡上前帮她盖上被褥。什么味？黑裙萝莉忽然嗅了嗅被子，悠悠地瞪了眼叶不凡，给我换条新被子。叶不凡咳嗽一声，换条被子重新盖上。黑裙萝莉这才沉沉地睡去。睡着，小嘴微张，流出了晶莹的口水。叶不凡忽然想到某个典故，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可惜没有恶毒的皇后。摇摇头，关上门，走出去。随后一段时日，清韵院有萝莉镇压一切，叶某人安全感大增，自己则是搬到了萝莉的隔壁，与于玄机双修，压根没顾忌。反正萝莉一手促使他和颜如玉的艳事，什么都见过。而红毛鸟亦是老实了下来，缩在地底下不知道在干什么。眨眼又是数月一晃而过，叶不凡来流云城已然满1年，距离拍卖会还有半个月。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赵国与万妖国停战，
刘云城的人流量暴增。元国、天山国、火云国等国家不少金丹大圆满闻风而动，赶来刘云城。数百年来最盛大的拍卖会，宝物无数，更有结阴法和接阴灵物，没人不心动。甚至有不少元婴真菌驾临，合欢、真兰、图鉴、万寿古青玉、真菌等等，再加上邻国的元婴数量空前，高达10几位。一道道神识扫过，无论是金丹大圆满，还是筑基、炼器，全都战战兢兢，满是敬畏与恐惧。叶不凡为之心惊肉跳，都想要跑路了。他低估了拍卖会的含金量，元婴太多了。好在自家院子里有个元婴大修士坐镇。财力方面，他积攒了数月，灵石高达8000万，堪称赵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印钞机。而他的体魄，经过数月的药浴，再加上不断和鱼玄机双修，对气血有增益，肉身已然达到金丹后期巅峰。后期到大圆满，药浴根本破不开坚固的壁垒。不过叶不凡有系统。噗！叶不凡盘坐在闭关室中，手掌浮现一团火焰，血阳魔火。副作用是损失身上的血肉，负面逆转后是增幅肉身，每次施展都会有一丝增幅。当初叶不凡成就肉身金丹，就是得益于这道法术。踏入金丹后，副作用增幅肉身的效果无限减弱了。叶不凡皱眉，上次突破，他施展血阳魔火的次数高达上千次。他推测，越往后想借此突破越难。呼！叶不凡吹灭魔火，再度施展，而后再吹灭，再施展，循环往复，足足施展了8万次，耗时7天，壁垒终于破开，体魄猛地增长。肉身金丹大圆满8万次，不知道能不能靠这法术的副作用，肉身突破元婴。咔嚓咔嚓，叶不凡皮肤皲裂，心皮滋生，轻轻一震，旧皮脱落，身材更加匀称，血液宛若大江大河，气血澎湃似上古真龙，力量、速度、防御都达到新的高度。叶不凡有种力量的膨胀感，拿出一件断剑法宝，轻轻一捏，其上浮现凹痕。他赞叹，孤色丹以肉身之力就能碾压元婴之下任何大修。范圣魔功是赵国第一炼体法，远比寻常功法修炼出来的体魄强大得多。叶不凡忽的眼睛露出狠辣，拿出真魔剑狠狠一斩，啪嗒一声，左臂掉落在地，灼热的血液喷溅，烫得惊人。他忍痛运转范圣魔功，气血涌动，断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生。呼吸间，左臂完整，掉落的臂膀则是迅速化为飞灰。当初刚肉身金丹，重塑手臂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力更快了，只要不是瞬间将我击杀，几个呼吸就能恢复如初。他振奋不已，保命能力达到新的高度，法体双修，进阶圆满，战力暴涨一大截。叶不凡握了握拳，很有自信。他在万妖国领教过红衣女、白狼王的攻击手段，超出金丹太多太多，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但他是完美金丹，再加上天煞真魔功，法力太浑厚，直追元婴，肉身超越了顶级法宝，整体实力太变态。再加上真魔剑阵、禁忌法术，数月不间断的2门神通，一般元婴初期不是对手。叶不凡心中微动，施展了几次血阳魔火，然后发现肉身之力还能增长，只不过微乎其微。想要攀过肉身元婴这座大山，难如登天。放眼周遭列国，数十位元婴，一个肉身元婴都没有。所需要的结阴法、结阴灵物比修为元婴更加稀有，倒是不用结阴法，找到副作用更大的神通，即可肉身成阴。叶不凡打算重点关注这方面，随后起身走出闭关室。明月当空，映照的整个流云城。他心情大好，转身走进卧室，和于玄机畅谈人体和艺术。什么动静？沉睡数月的黑裙萝莉被吵醒，睡眼惺忪地拍开房门，羞怒交斥。而后他声音戛然而止。你黑裙萝莉呆呆望着房中，圆润小脸瞬间浮上一片火烧云，瞪大眼睛，砰的一声退出房间，将房门关上，小心脏扑通扑通急跳。怎么可能？遗迹的时候没有这么……黑裙萝莉难以置信。与此同时，流云城外一行3人缓步而来，为首的是身着长衫、气质4大儒般的灰发老者，双眸沧桑，如蕴含日月星辰。先堂季家、季沧海，身旁则是3阶天机师，号无名居士，40中年，即便近距离看，其面貌也是让人看不清，难以记忆。最后的则是一个青年，一身锦衣华服，玩世不恭，如花花公子。季家最小的天骄季无悔，八叔，我对老史子气运没什么兴趣，带我来干哈？我现在只想跑路。青年翻着白眼道。季沧海瞥了他一眼，淡淡道：我这一脉就指望你了，你身上有18道气运，
再加上那张老三身上的一道，就有机会和其他鸡脉争一争。仙家大族中竞争残酷，气运之间相互吞噬，失败者下场很惨。毕竟化神资源只有1个名额，争个嘚儿，万一我被那几个妖孽砍死咋办？尤其是季无道那个变态，我至今还是个童男，可不能死了。季无悔撇嘴，季沧海没有理会子侄的唠叨，缓步入城。拍卖会上有我需要的疗伤之物，切忌打草惊蛇，莫要引人注意，免得被天魔教的女疯子察觉。话刚说完，季无悔豁的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美女。如今流云城晚上亦是灯火通明，人流涌动，热闹至极。少妇，还是最极品的那种。季无悔狂喜，3步并作2步，拱手施礼，相当绅士和优雅。美女，约吗？一袭道袍，身材丰满，颇有众位王人气质的连央真君峨眉微皱。滚！旁边作陪的真兰楼大长老脸色微变，一巴掌狠狠抽在季无悔脸上。季无悔纹丝不动，这让大长老脸色再变，重新审视眼前这青年。他一巴掌同境界也不敢硬接，这人硬抗一击，居然一点事儿没有。美女，这是你家下人，忒不懂礼貌了。季无悔斥责道，而后死皮赖脸地看向少妇，笑道：这一下我就不计较了，美女，与本公子赏赏月如何？唉，季沧海叹了口气，拽着季无悔的脖领子往远处走去。哎，八叔，那是你未来侄媳妇儿，别拽我啊！季无悔被拖着走，还不忘回头叫道：美女，你家住哪儿啊？有空找你玩啊！真是放肆！真兰楼大长老脸色发青，调戏元婴真君，几个脑袋也不够砍的。那是仙堂的元婴大修士沧海真君。连阳真君没有理会青年的言语，而是凝重地看向那老者的背影。什么？真兰楼大长老脸色巨变，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那青年，声音有些发颤。我刚才抽了季家小公子一个嘴巴，莫说是他，就算是真兰老祖也不敢对季家小公子动手，背景实在太大，而且8大势力可是要投靠过去的。另一边，季沧海租个宅院住下，季无悔则是懊悔不已，只恨自己没要到那位美女的住所信息。翌日清晨，季无悔在流云城溜溜达达，寻找那位少妇踪迹，可惜一无所获。不过倒是发现距离不远的院子内有不少金丹进进出出，不乏一些美女。他自是欣喜，登门拜访，倒是和里面的符师混个脸熟。李兄弟，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泡妞？季无悔与叶不凡对面而坐，他看了看一旁伺候的绿萝，有些羡慕道：不止这个小家碧玉的女子，他这2天发现有好几个女修士跟李符师眉来眼去，羡煞极了。而自己呢，如果不依靠家族，那些女子搭理都不搭理他。呵呵，无外乎他需要什么，你恰好有什么。叶不凡含笑道，目光微闪。他神识惊人，能看出这青年不简单，实力绝对不下于剑鹤真人。这2天经常往他这跑，似是姓吴，自称无悔。比如，季无悔精神一振，立马拿出墨宝和纸张，做出聆听状。比如别人需要符箓，我恰好会画符，他们自会找上门来。叶不凡看着对方认真记录，神情怪异，这是个人才。叶不凡随口胡诌，眼前这小子倒是听得很认真，时而迷茫，时而激动，时而恍然，跟龙场悟道似的。李兄，你是大师啊，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以后你就是我大哥，请受小弟一拜。末了，季无悔吹干满满几页纸张，满脸崇拜的拱手拜下。叶不凡含笑，眼神更加怪异了。李大哥，您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不足？季无悔希冀道，像是聆听老夫子教诲的学生。你发型不好，别披头散发，束发绑个白色束带，衣服别太华贵，朴素一点，谦谦君子一些，别像个花花公子似的。那些女子一看你这流氓样，不揍你，就算你走运。叶不凡打量对方，指点道：您真是神了，我昨天搭讪个少妇，还真被揍了，多谢大哥指点迷津。季无悔大喜，立马换了一身儒衫，配上一把折扇，有了书生的模样。但怎么看那股子纨绔气质就是遮不住。叶不凡无言，又指点了2句：好好，小弟这就出门泡妞，以正所学。季无悔满脸激动，急匆匆地离开了青玉院。这人不简单，应该身怀先天宝体。于玄机走了过来，小声道：先天宝体就是特殊体质，就如他的天魅灵体一样。他是季家的小公子，或许对我有点用。叶不凡抿了口茶水，目光深邃。你怎么知道？于玄机一呆，有些不可思议。他一个纨绔，是仙堂那边的大人物，此人实力太强了，超越了剑鹤、破天真人这些大修，而且还兼顾炼体，体魄达到了金丹中期。这种人赵国任何势力都培养不出来。叶不凡轻笑，肉身大圆满后，第6感更加敏锐，更别说他还有神识。
对方的隐秘法形同虚设。那您还不走？于玄几乎的脸色微变。季家小公子来了，那位元婴大修士必然也在城内，有师尊庇护，更有流云城主为我遮蔽天机，不会有事。可现在若是离开了，瞬间就会被那位3阶天机师占卜到，那才要命。叶不凡摇摇头，心头沉重。他还是低估了这场拍卖会的含金量。如今流云城藏龙卧虎，也不知道暗地里有多少仇家。好在他实力爆表，不过为防万一，还是得提前做准备。我交给你一些事。叶不凡起身附在于玄基耳畔说了几句，而后走入闭关室，拿出一堆的材料，铁木、月石、魂玉等等，全是炼制傀儡的材料。他得到万炼法后，与隔壁的木傀儡师来往最是频繁，已经从他手里换取到了傀儡秘术，再加上2年前最先得到的扎纸宝典，如今傀儡术差不多是3阶水准。傀儡和炼器很多地方是互通的，他修习符道是增加攻击、防御手段以及赚钱，傀儡则是纯保命了。古云城之时，纸人傀儡迷惑敌人失败了，好在现在凝聚了神识，对傀儡的控制达到新高度。叶不凡沉吟片刻，扔进炼器炉一堆铁木，开始打造傀儡。2日后，一个高大傀儡出现在他面前，和正常傀儡不同，结合纸人稍加改动，皮肤细嫩光滑，犹如人皮，看上去神似一个金丹修士。叶不凡闭上眼睛，泥丸宫神魂之力分出一丝，融入傀儡中。这是元婴神识的特性，能分出神念，可长时间附着在他人身上，超越距离控制。以前叶不凡想做到这点，只能分出真魔幻影进入傀儡中，维持时间太短，距离受限。下一刻，傀儡双目猛地睁开，充满了灵性，活动了几下，傀儡咧嘴笑了。如此，谁能变得真伪？随后几天，叶不凡给傀儡用了造处术，易容成礼服师的模样，直接出门接客。应对请求画符的金丹修士以神念为本，造处术和瞒天术维持时间更长了。叶不凡很是满意。时间流逝，期间季无悔来得很是频繁，不断求教泡妞的技术，两人交情愈深，甚至邀请他同去参加拍卖会。多日后，终于到了大型拍卖会的时间。叶不凡交代了楚子雪、绿萝、于玄机一番，走出了清运院。万和拍卖会处于城中心，进入庞大的会场中，一群筑基只能在最后方站着，数量足有5、6千，前方落座的是数百位金丹，除了赵国，还有元国、火云国、天商国等金丹真人。最前方的贵宾席，只有元婴真君才有资格入座。此时，人群中一个黑袍大汉打量着四周，目光闪烁，正是叶不凡。一群金丹，大半都是熟人。他感慨：剑鹤、小剑仙、周青云、百兽真人、百兽圣子、破天真人、雪灵宗的梦云大长老、合欢宗的阴阳真人、缥缈谷的大长老、真兰楼的几位，还有血峰峰主、魔剑上人以及各大势力的宗主，流云城的云空城以及城主，甚至他还在后面看到了天魔教的筑基修士，比如那个像是清纯女高的黄灵山、杜铁、赵书生。熟人太多，唯独没看到天魔教主。今日之后，不知何时与这些人再见。叶不凡心中滋味莫名。拍卖会后，他就得去南红域，去那里结姻。这赵国得罪的人太多，更别提万妖国魔妖帝。仙堂季家对他虎视眈眈。连央真君来了，见过连央真君。呼的一声惊呼，所有金丹满脸尊敬，尽数起身行礼。叶不凡亦是起身，微微拱手。连央真君一袭道袍，遮不住那丰满的曲线，惊心动魄，气质犹如魏王人，一看就是水多的那种，极其吸睛。身旁则是跟着清冷似仙的颜如玉。连央真君莲步轻移，所过之处，一群金丹满脸恭敬地让道：我的女神。藏在一群金丹中的季无悔满脸痴迷。忽的他一愣，看到连央真君身边的一个绝美少女，瞪大了眼睛。太美了，这种绝色美人，饶是在仙堂也是罕见。距离他不远的季沧海和那3阶天机师则是神情不变。缥缈谷老祖、万寿谷青玉真君、上清宫图剑真君、青云宗老祖，一道道元婴真君走进来，气场之强，震慑的整个拍卖会鸦雀无声。从金丹到筑基，个个垂手，连大气都不敢喘。这些元婴每一个跺跺脚，赵国都要颤3颤，全是通天的大人物。再强大的金丹，在其面前屁都不是。合欢老祖，嚯的，叶不凡双目微眯，眼底掠过杀机。一个白衣中年走来，容貌俊朗，风神如玉，目光温润，风度优雅。他目光扫视全场，神识仔细打量每一个修士。发现了吗？合欢老祖缓缓传音，看向走到身边的真兰老祖。他凝眉道：你确定那家伙在这拍卖会？
真蓝老族扫了一圈，平静道：“有人为张老三和朱雀遮蔽了天机，不过我耗费了数年寿命，勉强能推演出大概位置。他必然在这拍卖会。”闻言，合欢老祖眉头紧锁，神识再度仔细搜索。如此肆无忌惮，剑鹤、小剑仙等诸多金丹有所感应，心有怒火，却是不敢说什么。不过接下来进入的几位他国元婴感应到合欢老祖的神识，却是皱眉，很是不满。其中一人叶不凡也是见过，正是引动天劫时那位天商国元婴，疑似琉璃宗老祖。再用神识乱扫，信不信我捶你？最后，身材娇小的黑裙萝莉走入拍卖场，桃花眼弯弯，笑盈盈中带着危险。他一入场，图鉴真君等10几位元婴尽皆拱手。见过天魔老祖。合欢老祖收回神识，皮笑肉不笑，而心中却是一沉。有天魔老祖插手，就算找到张老三也是没用。不过很快，他心中就是一喜，哼，没空搭理你。黑裙萝莉收回目光，看向金丹人群中的一人，冷冷道：“季家的老狗，狗尾巴都露出来了，别藏了，你的伤势休养好了。天魔老祖何必与老朽针锋相对？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季家其他人过来收取镇妖塔和那方气运。你保不住张老三，来的那位可比我更强。”季沧海蹙眉，冷淡道：“因为一个小小金丹和季家交恶，实为不智。季家老八，沧海真君，这位怎么也来了？”所有人脸色巨变，图鉴真君等人也是心头微沉。他们可是准备投靠季家的，天魔老祖如果和季沧海打起来，为难的是他们。两边都不想得罪，也没见你们季家知道哪里去。你既然来参加拍卖会，就老实待着，别动歪心思。黑裙萝莉冷哼，自顾自地坐在最前的贵宾席。季沧海脸色不变，坐回大椅，他目光扫了眼旁边的天机师，后者摇摇头，迷雾重重，干涉张老三天机的因素比之前更多了。季沧海皱眉，感觉哪里不对劲。这天魔老祖漂亮是漂亮，但也是真的凶。季无悔咂咂嘴，向旁边坐着的李副师小声道：“李大哥，这种女人谁娶谁倒霉啊，一天的挨3顿揍。”是急。李副师深以为然。这位自是叶不凡的神念傀儡，造处术外加瞒天术，完全能避开元婴神识，暗中更有朱雀藏匿，就算瞒天术时效果了，也能出手为其遮掩。另一边，一群金丹真人之中，身穿紫袍的中年眼中闪过一丝欣喜。他乃是圣魔峰6长老陈长老，100年前突破金丹，是天魔教主暗中栽培起来的奴仆。他从怀中取出一道漆黑玉符，催动玉符感应了一番，欣喜更甚。叶不凡果然在这拍卖会，主人所料不差。陈长老露出笑容。1年前天沙门刺杀叶不凡失败，天魔教主就隐忍了下来，所幸天沙门天高地远，任凭叶不凡天大的能耐，也无法顺藤摸瓜查到教主身上。之后再派金丹刺杀，已经毫无意义，且有暴露风险。而今隐忍1年，教主终于再次找到机会。偌大的拍卖会，元婴汇聚，只要爆出叶不凡的身份和位置，合欢、真蓝老祖以及其他几位元婴断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而有季沧海坐镇，天魔老祖庇护不了对方。金丹杀不了你，元婴真君总能杀了你吧？陈长老环视拍卖会中所有金丹和筑基修士，眼泛讥讽。就算你能逃出合欢老祖等人的灭杀，还有万妖国的魔妖帝潜在流云城等着你，你插翅难逃。1年前，便是他替天魔教主远赴万妖国，替二蛟、白狼王、3尾妖狐提供张老三的大概位置。只是没想到，那家伙居然借天劫逃出升天。当年柳望川的心机城府远超同辈，其父天魔教主更甚，幕后运筹帷幄，借刀杀人用的炉火纯青。而今再次布局，整个流云城已然成为一张大网，就等着叶不凡这条鱼了。如果叶不凡知道，估计能瞬间明白当初用龟甲推算出9生1死到底应在谁的身上。不是红衣女，不是魔妖帝，不是6位元婴大妖，而是天魔教主。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走到拍卖台，身着麻衣麻裤，身材佝偻，气息强大。在下万和商会赵国分会会长麻不同，这次拍卖由我举行。麻衣老头拱手微笑。元婴真君。万和商会果然背景深厚。正常，此次拍卖会众宝奇多，没元婴真君镇场子怎么能行？拍卖中一片哗然，别说那群筑基修士，一群金丹也是战战兢兢。元婴真君推多了，还好，叶不凡倒是松了口气，有元婴真君镇场子，起码不用担心合欢老祖这群人抢劫商会。闲话不多说了，各位随意竞价，每次竞价不得低于1万灵石。麻不同笑呵呵的挥手，一个侍女款款端着托盘走上拍卖台，后者掀开托盘上的红布，露出里面的一把银色飞剑。
此物顶级法宝，银雷剑，起拍价80万灵石。赵国不少金丹真人见状，啧舌不已。不愧是万和商会，开场就是顶级雷属性法宝，攻伐第一，就算在地大物博的仙堂，也得值个几百万灵石。上清宫的金丹真人最是眼热，他们修炼的就是剑道。100万灵石，剑鹤真人呼吸急促。120万，180万，阴阳真人、血风风主等人相继竞价，眨眼价值飙升至200万。叶不凡都为之啧舌，得亏和妖族大战，否则这群人哪有这么阔绰。不过他没动心思，这次重点是五色元婴法、元婴灵物，300万。和欢老祖淡淡道。图鉴真君默然道：350万，各位给个薄面。不等别人反驳，360万。一位垂垂老矣的元婴真君直接开口，目光悠悠地扫视图鉴真君和合欢老祖等人。此人乃是元国宋家元婴。他嘿嘿笑道：呵，老头子弄件法宝给后辈子孙，诸位就没必要跟我抢了吧。随后又补了一句：老头子大限将至，命不久矣。场内数千人一听，直接哑火了。图鉴真君与合欢老祖对视一眼，脸皮抽了抽。其他人也是心中暗骂，却也不再和宋家元婴相争。这世界上一种人不能惹，快死的元婴真君。听说元国那几位和宋家老祖有仇的元婴真君，这些年一直躲在外面不敢回来，就怕这位带他们一块走。最终银雷剑被宋家元婴拍走，后者上前当场与麻不同交易，钱货两清，这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接下来的是一本顶级功法，阴素功，极阴极柔，克制刚硬功法，有化解媚术和幻术之能，适合女子修习，可从炼气修炼到元婴。麻不同清点后含笑点头，再度拿出一枚古朴玉简，起拍价90万。说完大有深意地看了眼合欢老祖，引得后者脸皮僵硬。这功法明显针对合欢宗的。150万。连阳真君水眸泛起涟漪，声音柔和。雪灵宗都是女修，与合欢宗是死对头，最需求此功，倒是没人和连阳真君争抢，最后被以160万的价格拍走。麻不同继续拍卖千年灵药、元婴法宝材料、顶级丹药等等，无不是赵国稀缺之物。拍卖会气氛推向高峰，竞拍愈发激烈。图鉴和欢老祖等人亦是频频出手。到了他们这个境界，修为进步一丝都是千难万难。整个赵国8位元婴中期只有上清宫的图鉴真君，因此对千年灵药和丹药最为渴求。这群元婴是真的有钱啊！叶不凡感慨万千，上百万灵石是金丹的全部身价，但在元婴兜里不过洒洒水。他按兵不动。半天后，竞拍逐渐进入尾声。此物想必在场的诸多金丹圆满都渴求。麻不同笑呵呵道，挥手让侍女掀开托盘上的红布，顿时光芒四溢，似有风声在响。一颗满是孔洞的灰色石头，密密麻麻，像是蜂窝。结阴灵物，风陨石，适合风属性功法，其他属性的功法倒是也能用，不过没有风属性契合。可保金丹安全破开，增加一成结阴的可能性。麻不同见在场不少人呼吸急促，吊足了胃口，这才道：起拍价200万、300万。剑鹤真人眼神灼热，立即竞拍。阴阳、破天真人几乎异口同声350万。不少人都是为了此物才参与这次拍卖，足足等了1年。500万。缥缈谷老祖嘶哑道：此宗有2个金丹圆满是风灵根，最合适不过。550万。琉璃宗老祖声音如雷。缥缈谷老祖皱眉，阴沉道：此物最适合我缥缈谷，阁下就没必要跟我抢了吧。他眼神不善，有才者居之。不等琉璃宗老祖说话，图鉴真君适时道：700万。门下剑鹤真人最有可能结阴，虽说风属性不太适合，但总比没有强。结阴艰难，增加1成几率已经难得。剑鹤真人满脸感激。呵，800万。寿元将近的宋家老祖喝了一声，再次加价。一时间元婴真君尽数下场，为门下金丹竞拍。叶不凡眯着眼，眉头紧皱，难不成白来了？风属性不合适啊。他一颗心不断下沉，好不容易等了1年，结果就这。他想接5色元婴，需要的是金木水火土5种接阴灵物，师尊给了母金，还差4种，风属性根本没用。最终风陨石以4800万的高价被图鉴真君收入囊中，恨得琉璃宗、缥缈谷老祖等人咬牙切齿，但又无可奈何。换做其他人，他们还能联手施压，但中期实在打不过。看到后面一群金丹筑基咂舌，真特么有钱。交易完毕，麻不同一张大嘴，笑得都快咧到了耳根。结阴灵物在赵国绝迹，但在仙堂还是有的，
，4800万已经溢出了3、4成的价格。这次拍卖会定在赵国，太合适了。麻不同暗道，随后继续道：大家也不必气馁，结阴灵物还有几件。话落，所有人精神大振。此物雷击木，雷属性结阴灵物，起拍价200万、1000万。真蓝老祖直接抬高了数倍，身旁的破天真君眼睛都红了。此人叶不凡也有交情，极品雷灵体，战力位列赵国金丹前3甲。当初就是他带着众修袭击妖族巢穴，一击建功。如果真蓝老祖作画，他成就元婴，绝对能把真蓝楼带领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雷道在元婴中的战斗力很恐怖。1500万。图鉴真君，你已经有了一件结阴灵物，他妈的还跟我抢，没必要吧？2000万。真蓝老祖大怒，他寿元也只有200年了。雷击木是关宗门兴衰，尤其在即将迁徙的时候。2500万。老头子大限将至，快死了，谁敢跟我抢？滚犊子！这里是赵国，忌惮，但不代表怕你。宋家老祖，你有种现在就自爆，我看看你能炸死几个元婴。竞争愈发激烈，最终以5000万的高价被真蓝老祖拍走。这么多灵石，对元婴也是伤筋动骨，不过花得很值。随后又有几件结阴灵物被拍走，要么适合特殊体质，要么符合异灵根，而5行属性的只有一件，金阳银光。一群元婴完全急红了眼，竞价激烈至极。事关宗门接班人，哪还顾忌强者风度，张嘴闭嘴，口吐芬芳。靠！我白来了不成？叶不凡忍不住暗骂。金属性已经有了，再拿到手没意义，这是最后一件结阴灵物，诸位可要珍惜啊！麻不同作为分会会长，堪称谢传，笑得合不拢腿。他示意侍女红布拿开，顿时一股炎热气息笼罩拍卖会。那是一朵类似蒲公英一样的奇花，通体赤红。叶不凡见状，眼睛雪亮。等了1年，终于出现了火属性的结阴灵物。麻不同嘿嘿笑道：此物炎龙花，一尊真龙的半身花。什么？真龙半身花？难不成我们北域真的有龙？合欢老祖震撼，难以置信。既然是真龙半身花，必然有真龙存在。可这种妖族霸主级的恐怖族群，早在上古已经销声匿迹了。当初偷到他宝库的朱雀也类似，消失殆尽。数千年来，那只鸟是唯一露面的神兽，这个就不能告诉诸位了。麻不同摇头，目光隐晦，某些隐秘不可言。1500万。2000万。2500万。合欢、真蓝、琉璃、青云老祖等人纷纷竞价。最后一件结阴灵物都是势在必得，只有仙堂祭沧海、无名天机师没有动弹，闭目养神。他们已经得到了疗伤物，对结阴灵物没什么兴趣。忽的一道声音直接将整个会场压了下去。6000万。谁啊？加价这么猛？会场安静片刻，众人露出吃惊，纷纷循着声音望去。那是一个黑袍大汉，身材像是一块门板，充满压迫感。金丹真人。剑鹤真人一愣，有些匪夷所思。阴阳真人、百兽真人、青云宗大长老等人亦是皱眉，仔细打量。他们这些金丹在元婴面前都是小辈，即便竞拍也只能由各家老祖出面，他们是不敢出头的。6000万。一个金丹小辈，你能拿得出来吗？真蓝老祖神情冷漠，自有一股元婴气势，搅动虚空。这么多灵石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巨款，把全部身价压上去倒是能争，但他们身为宗门老祖，不可能为了元婴灵物弃整个宗门于不顾。小辈，你是哪家的后生？可别有命竞拍，没命带出去。小辈量力而行。合欢、真蓝老祖等人纷纷厉声喝道。强绝的元婴威压仿佛大山，重重压在那黑袍大汉身上。元婴灵物就剩一件，他们怎能放过？距离黑袍人近的各宗金丹脸色微变，骨头都在咯吱作响，机遇窒息。只是威压余波，他们就有些承受不住，更别说被针对的黑袍人了。在下服游国修士赵流。各位道友，依照图鉴真君所言，这元婴灵物有才者居之。面对磅礴威压，叶不凡纹丝不动，冷笑一声，一股强大神识爆发开来。众元婴一怔，合欢、真蓝老祖等人立即收回威压，惊疑不定。金丹他们还能恐吓一番，毕竟太弱，但同境修士就不得不慎重了。浮游国的元婴真君。连央真君美目流转，与其他真君对视一眼。浮游国地处九曲国以东，也就是天沙门东边，中间还隔着乐阳国等好几个国家。由于距离太远，赵国元婴没跟浮游国修士打过交道。是你？琉璃老祖则是吃惊，认出了这神识。众元婴诧异，琉璃倒有见过他，在天商与赵国的边境见过此人，神识很强，
不是一般的元婴初期。琉璃老祖回应，满脸凝重，原来是赵刘道友，没想到这拍卖会居然吸引来阁下，真是。合欢老祖露出笑容，言辞客气不少。说到最后，神情郁闷，蜉蝣国赶到这都得几个月，也不知道这陌生元婴怎么跑这来的，恰逢其会罢了。叶不凡淡淡道，各位有财力，尽管竞拍。众元婴哑火，却也不再以势压人。虽然在赵国地盘，他们联手之下有把握镇压此人，但到了这个境界，太难杀。场中唯有剑鹤真人露出匪夷所思，时而疑惑，时而摇头。当年他追杀张老三，得到过其傀儡以及里面的灵石烙印，这神识气息和张老三很像，但不可能，那家伙只是金丹。而一群金丹和筑基则是满脸敬畏，阴阳、破天真人等人纷纷拱手，见过赵前辈。叶不凡面无表情的颔首，挥挥手。远处季沧海看着他，蜉蝣国修士。季沧海若有所思，他没和张老三照过面，压根认不出来神识气息。旁边无名天机师则是目光微闪，拿出3枚金色树叶往手里抛了抛，共抛6次，此为6爻卦。片刻后微微皱眉，再次推演。这天机师阻止他。始终没动弹的黑裙萝莉蹙眉看了刘云城主一眼，后者微微点头，大手缩进袖袍，暗自敲击一块木甲，干扰占卜。他不会推演天机，但有干扰天机的宝物。1年来都是他阻止合欢、真兰乃至于魔妖帝的推演，因此叶不凡一直安稳待在流云城。他向黑裙萝莉传音道：这么近的距离，再加上叶不凡暴露一些东西，我至多干扰2个时辰。拍卖会结束前，时间足够了。黑裙萝莉桃花眼闭上，轻声传音。可之后呢？这么多元婴盯上，他一样会死。流云城主皱眉。黑裙萝莉平静传音：我这徒弟没这么好杀。流云城主诧异，不知道这位何故对叶不凡如此自信。而此刻，另一边的天魔教陈长老则是悄然利用黑色玉符，不断确定叶不凡的准确位置。拍卖会人太多，太拥挤，不好确定是哪个人。他有些焦急，必须尽快。6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麻不同笑容渐浓，结阴灵物可是只有最后一件了。叶不凡见状，心中暗骂，这是让人抬价啊！6200万。万寿谷青玉真君闷声道，这价已经到极限了。青云宗老祖迟疑了一下，道6300万。7000万。叶不凡冷冷道，我不介意各位再加。场内寂静片刻，一片哗然。还加？这得多有钱？真豪横啊！毫无人性。黄灵山等筑基修士胆战心惊，10万灵石他们一辈子都未必攒够。7000万，把前面这几个金丹卖了也不够。这该死的狗大户！青玉老祖心中破口大骂，深感无力。在场元婴之前都相继竞拍，花了不少，现在完全拿不出来了。就算能，接下来几十年也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而此花之所以比图鉴真君竞拍的风陨石高出1大半的价格，那是因为大部分人修炼的是5行属性功法，越匹配溢价越多。这家伙到底是蜉蝣国哪个大势力的老祖？合欢、真兰老祖等人猜测，他们不再竞拍。最终炎龙花被叶不凡拍到手，直接上前和麻不同交易。没白来，火属性接阴灵物到手，还差3种。叶不凡小心将其收进储物袋，长松口气。他身上只有8000万，再加他也扛不住。之前毫无人性的姿态，不过假象，让这群人放手罢了。随后拍卖继续，一件又一件宝物，金丹们争抢的火热。元婴也时不时下场。快到尾声，麻不同从托盘上拿起6卷古籍，他笑道：此为5色结阴法，可结5色元婴。想必诸位都听说过，元婴有5色，这偌大修仙界，大部分修士至多凝成4色元婴，此法可助人凝成5色元婴。话落，一片哗然。剑鹤真人眼睛都看直了。元婴品质越强，潜力越大，而想要形成高品质元婴和金丹息息相关。金丹层次越高，元婴品质越高，当然还得加上根基、功法、天赋、气运等等综合因素。元婴品质代表了能不能化神，而且也代表了法力强度。不提传说中的5色、4色元婴，就比同境界强出一大截。可是魏真，破天真人呼吸急促，赶忙求问。打消这个念头，此物只有研究价值，不能修习。图鉴真君冷笑，阁下可要说明白了，别随便糊弄。仙堂传承万载岁月，可至今无人凝成5色元婴，且害死了不少人。身为元婴真君，可不局限于赵国这一隅之地，想修为进步，只能游历各国寻找天才地宝。他自是去过仙堂，了解过此法，
嗨嗨，需要修炼金木水火土5种功法，作为辅助，修炼难度很大。马不同咳嗽一声，他背后的地丘仙朝也有人修炼此法，但因功法数量多，难度高，危险大，很容易让人当场暴毙。如水灵功和火灵功控制不好，两者冲突之下就是死。仙堂和地丘大族已经不敢修炼了，所以大肆推广此法，就是希望有人能够修炼成功，然后抓过来研究。5种功法，开什么玩笑？修炼一门都难如登天，5门这辈子到死都不可能修炼成功，仙堂的人都练不成，更何况我们。一群金丹傻眼，大为失望。他们有自知之明，结因风险够大了，再加上这功法，死得更快。当然也有自命不凡的。嗨嗨，这门5色元婴法起拍价80万，马不同干咳，直接报价了。正常元婴法珍惜至极，哪怕是有副作用也得5000万打底，上亿都不奇怪。但5色元婴法不可能以此凝聚元婴，再加上仙堂、地丘特意推广此法，价格因此不高。话落，众金丹缄默无声，压根没心思拍这鸡肋。虽说不可能以此凝婴，但有参考和研究价值，100万。青云宗老祖开口，合欢老祖沉吟片刻，道：150万，200万。真兰老祖沉声道。叶不凡眼睛放光，心脏狂跳，脸上却是不动声色，淡淡道：300万，350万。赵刘道友，没必要跟我抢了吧？又无法修炼成功。真兰老祖皱眉，参与竞拍的都是为了留给后人，他也不例外。有才者居之，400万。叶不凡平静道。真兰老祖一滞，差点一口气上不来。有钱了不起。他叹了口气，摆了摆手，罢了罢了。其他人也不想和这位土大款相争，最后5色结阴法落入叶不凡手中，终于到手了。叶不凡心头激动，将6本古籍收入储物袋，揣进怀里。拍卖继续，最后是几件压轴的元婴法宝。叶不凡实在没钱竞拍，而且他有准元婴法宝，索性不再逗留，起身就走。众人见状，面露异色，却也没有太过理会。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走出，拦在叶不凡面前，正是天魔教的陈长老。他手握黑色玉符，其上泛着光芒，直指叶不凡。果然是你，改天换地的本事当真是不小。陈长老脸色凝重，涂剑、合欢、真兰等几位元婴真君露出异色。让开！叶不凡面无表情。陈长老嘴角掀起讥讽，后退2步，大声道：诸位元婴前辈，可知此人真实身份？让开！我不想再说第3遍。叶不凡眼神冰冷。慢着，天魔教的小辈，继续说，我倒是对此人身份有兴趣。合欢老祖目光一闪，一个闪身立在陈长老身边。真兰老祖一时呵呵笑道：赵刘道友，要走何必急于一时？2位要挡我？叶不凡脸色愈发冰寒，眸泛杀机。挡不至于，只是我赵国正与妖族对峙，唯恐有大妖混进来，对我8大势力图谋不轨，所以还是让他说完吧。合欢老祖皮笑肉不笑道：这话就是胡扯了，妖族再嚣张也不敢进拍卖会。一群元婴在这，来一个死一个。黑裙萝莉则是冷漠道：我天魔教的长老胡言乱语，让诸位见笑了。说完，他小手一挥，一只漆黑大手散发恐怖波动，闪电般的抓向陈长老。轰！一片金色霞光爆发，将漆黑大手挡了回去。却见继沧海出手，元婴大修士的气息散发，挡在陈长老面前，神色平淡。人老成精，从一句话就察觉到了问题。他回头看向陈长老，继续说：好，天魔老祖，我此次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陈长老哈哈狂笑，面色狰狞，他指着叶不凡，此人乃是天魔老祖首徒。叶不凡？谁？剑鹤、阴阳真人等众金丹一脸懵逼。合欢老祖、真兰老祖一时皱眉，这名字一点没印象。我倒是听说过，叶不凡乃是2年前天魔老祖收的徒弟，下品阳灵根。小剑仙一愣，有些不可思议。我记得当年在流云城外杀了他，后来得知他是假死脱身，那一天差点被张老三搞死，他不可能忘记。从那以后，他收敛傲气，学会了逃命第一，学会了用毒阴人。正是因此，妖族大战中不知道多少妖兽死在他的偷袭之下。原来是他，不可能吧？叶不凡是元婴。拍卖会最后方的数千位筑基恍然大悟，而后纷纷质疑。2年前叶不凡名声大噪，就是因为被天魔老祖收为徒弟，后来行事低调，逐渐泯然众人矣，没人关注了。人群中不乏天魔教的修士，黄灵山、赵书生等人则是瞪大了眼睛，真的是叶不凡。
他们还记得前往古云城前和叶不凡畅谈来着，聚会经常叫他。和欢老祖瞥了陈长老一眼，冷冷道：“小辈，我不是听你废话的，天魔老祖的一个徒弟而已，似乎是筑基小修士，他哪在意这等小人物？”陈长老却是阴恻恻地看向叶不凡，笑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张老三。”轰！整个拍卖会瞬间沸腾，一道道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叶不凡。啥玩意儿？你说他是谁？小剑仙呆滞，缥缈谷庆羽善傻眼，旁边周青云仿佛听错了，掏了掏耳朵。一记后，张老三像是一座山一样压在他们头上。不可能，叶不凡怎么可能是张老三？2年前叶不凡才筑基一重。阴阳真人皱眉，立马质疑。当年剑鹤真人追杀张老三未果，他和百兽真人还嘲笑了一番。剑鹤真人则是叹道：“是张老三无疑，当年我掌握了他的灵石烙印，刚才察觉这位和他的灵石很像，只是不敢确定。还真是他！我天！2年前筑基一重，2年后战力堪比金丹大修。大修，无敌金丹还差不多。1年前在古云城杀了天沙门4位金丹大修，只是他不是被妖族的红雀大妖给斩了2臂1腿吗？”百兽真人等金丹震动，眼睛发直。如果2人身份无疑，那这背后代表的东西就大了。2年时间，修为和实力跨度如此之大，说身上没有通天至宝，鬼都不信。有意思，真是有意思。刚才所谓的神识是虚假的吧？敢在我等面前冒充元婴真君？2年时间，哼！图鉴、青玉等诸多真君眼神闪过金光，死死盯着叶不凡。镇妖塔他们可以不要，毕竟是外物，但此人修为进度太恐怖，这对卡在元婴初期或中期几百年的他们来说，吸引力是致命的。就在这时，合欢老祖双目炽热，连废话都没有，直接出手。轰的一声，大手直抓叶不凡的头颅。合欢，你敢！黑裙萝莉斥道，身影微晃，直奔合欢老祖。有何不敢？季沧海，我和欢宗从此加入季家阵营。而且，你不是一直在找张老三吗？他修为突飞猛进的秘密，你我瓜分如何？合欢老祖大笑，根本不在意黑裙萝莉的怒火。砰的一声，手掌扣住叶不凡的头颅。嗡！一旁的季沧海则是神情冷漠，法力滔天，一柄金色飞剑挡在黑裙萝莉前方。张老三，哦不，叶不凡要完了，去哪儿不好，非得来这拍卖会凑热闹。众人摇头，如果没有季沧海，天魔老祖还能镇压所有人。可现在同为元婴大修士，孰强孰弱很难说。而从未说话的叶不凡被拿捏住头颅，脸色依旧平静。合欢老祖，你活不了多久。叶不凡淡漠道：“是吗？不对。”合欢老祖忽的笑容僵硬，脸色闪过厉色，大手猛地一捏，咔嚓一声，叶不凡的头颅爆碎，没有鲜血，只有漫天的铁木碎屑。傀儡！合欢老祖脸色微变，旁边的真蓝老祖猛地上前，抓住无头傀儡仔细搜查。储物袋不在，身份暴露前，此人提前将储物袋转移了。叶不凡本尊怕是早就离开了拍卖会。真蓝老祖脸色难看，暗骂一声，真是狡诈之极。卧槽，张老三，还得是你啊！提前让傀儡进场，吸引火力和视线，竞拍到手后，本尊直接暗中转移宝物，提前遁走。小剑仙则是满脸震惊，说不出是羡慕还是嫉妒。2年下来，就算实力不如张老三，但论手段自认不输于对方。可现在狡诈之道差了一大截。他目光坚定，我要修炼傀儡术，一如既往的狡猾难缠。剑鹤真人叹了口气，只是不理解那家伙怎么能将傀儡控制到这种地步，竟是瞒过所有原因。图鉴、连央真君等人一时面色古怪，头次领教了那位小辈的手段。合欢老祖面色铁青，直勾勾地看向陈长老，给我一个交代。为了张老三，他可是已经和天魔老祖翻脸了。不可能，玉符不可能出错，在古云城的时候就能锁定他。陈长老则是歇斯底里的大吼，慌忙走上前仔细检查傀儡。他可是把命都搭上了，就是替教主除掉此人，而今怎甘心白送一条命？唰！忽的，他神情一顿，面前的傀儡中从断裂的脖子中飘出一丝阴魂，阴魂呈现透明状，双目无神，神情呆滞，显然是个失去了神智。他不是柳望川的阴魂。周青云惊呼道，难以置信。一计之行，柳望川死在张老三手中。黑裙萝莉露出异色道，原来是血脉追踪。他看向陈长老，淡淡道，你背后果真是教主，这对父子真是好手段，怪不得那厮消失了。古云城之后，天魔教主以探查万妖国秘密为由，无影无踪，而一般阴魂
压根无法通过血脉追踪到。但某些情况例外，比如柳望川临死时提前施法，带着一丝血脉主动投入万魂幡。他深知叶不凡谨慎，且擅长隐秘术，因而以生命包裹住这丝血脉，瞒过了叶不凡的探查，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让他父亲以此锁定其位置。父与子血脉相连，一些罕见秘术能通过冥冥中的联系寻找亲子的血脉踪迹。古云城中天沙门5位金丹刺杀，城外6位大妖为杀，皆是因为此。当初叶不凡从万妖国回来后，重点关注自己被追踪到的原因，储物袋都快翻烂了。最终在万魂幡内，柳望川的阴魂内部找到那一丝隐藏至深的血脉，而柳望川临死前说的那句成王败寇，无话可说，我愿化为万魂幡的阴魂，他日师弟若是结因和天魔教主起了冲突，还望放他一命。此话现在去看，就因在这叶不凡没有随便动这丝血脉，反而以此为诱饵投入傀儡，在拍卖会时将天魔教主调出来。和天魔教主无关。陈长老脸色微变，法力涌动，大手猛地重拍脑袋，脑袋瞬间爆开，当场气绝身亡。自杀了。这天魔教主真是厉害，一个金丹竟然被训成了死士。这家伙自杀，很明显不想让其老祖缩魂，以此找到天魔教主的踪迹。剑鹤真人倒吸凉气，满脸忌惮。那位赵国第一金丹手段当真是可怕。周青云汗毛直竖，嘴唇干涩道：还是叶不凡技高一筹，依靠柳望川的阴魂，反算计了一把，给天魔教主下套。这两个老阴笔，拍卖会中叶不凡真身就如此难寻，而今他提前离场，再找恐怕就是大海捞针了。真兰老祖面色铁青，合欢老祖亦是脸色难看。一个金丹小修士，当真难杀。季沧海叹了口气，而后回头看向天机师，后者点头，沉声道：我已推算出他的位置。好，速速带我去。季沧海微微一笑，大步朝着拍卖会外走去。季老狗，你这天机师只是一个金丹吧？就不怕他死在这？黑裙萝莉脸罩寒霜，三阶天机师的价值极大，一些原因都比不上。天魔老祖尽管动手便是。季沧海走出拍卖会，只有余音环绕。既然如此热闹，那拍卖会暂时搁置，明天还有一场拍卖。马不同眼珠子一转，朝着众人拱手笑道：既如此，再好不过，快跟上沧海真君。好好好，柳暗花明啊。有天机师推演，再算计也是无用，他逃不了了。走。合欢真兰老祖顿时大喜，赶忙跟上。咱们也跟上去看看热闹。天魔老祖，没问题吧？图见真君眼前一亮，笑呵呵地朝着黑裙萝莉拱手，而后闪身而出。青云、琉璃、青玉等诸多元婴对视一眼，相继跟上。一群金丹一时不甘落后。拍卖会虽未结束，还有压轴宝物，但再珍贵也比不上叶不凡身上的镇妖塔，还有他修为进度迅猛的秘密。剑鹤真人等人还真想知道那心智惊人的叶不凡到底能不能度过此劫。待到众人离去，在场只剩下黑裙萝莉和流云城主父子以及麻不同。我尽力了，已经拖延了2个时辰。流云城主叹口气，而后目露异色道：不过看天魔道友的神色，似乎对那小子的逃命有信心。我那徒儿鬼精鬼精的，就算我不出手，他也死不了。黑裙萝莉背着小手平静道：什么？他一个金丹圆满，能挡住元婴大修士？流云城主惊异道。黑裙萝莉瞥了他一眼，没有回答。麻不同见两人传音，上前拱手笑道：天魔道友，需不需要我出手？你能挡住大修士的攻杀，但还有合欢、真兰这几人，出手价钱吗？只需要你一个人情。当初黑裙萝莉告知叶不凡五色元婴法的消息，就是出自麻不同。作为生意人，最擅长的就是投资。不必了。黑裙萝莉挥了挥小手，身影一晃，消失无影。流云城主大袖一卷，带着云空城紧随其后。流云城北街，一座偏僻的小院中，身穿破旧布衣的花甲老者拿着花洒浇着几株盆栽，他气息只有炼气7、8层，平平无奇。啪啪，院门被敲响，老者浇花的动作一顿，还是来了。他叹了口气，走向院门，缓缓将之打开。门外走进来一个俊美的白衣青年，打量着小院，而后赞叹道：你的隐秘手段不比我差啊，即便元婴想找到你都不太可能。来人正是叶不凡。这次是本尊在拍卖会利用神念傀儡吸引注意力，本尊悄然脱身，而用柳望川的阴魂钓鱼，并不算失败。天魔教主虽不在拍卖会，但在流云城。他看向老者，笑道：天魔教主，你潜入流云城，这是想看着我死？是啊，一计之后我想过放弃杀你，可川儿终究是我儿子，唯一的儿子。
老者逐渐挺拔，样貌变化，顷刻间成为了一个黑袍中年男子，正是天魔教主。他苦笑一声，坐在院中树下的石桌旁，做了个请的手势：“叶道友，请坐。”叶不凡掀起衣袍，端坐石凳上，请喝茶。说起来，我这天魔教主不称职，竟是看走眼了，还是老祖眼光毒辣啊？天魔教主拿出茶具，倒了一杯香茗，眼神有些复杂。叶不凡接过，品了品，好茶，茶味下毒，都是老狐狸，下毒实在没什么用。你是通过那丝血脉反追踪到我的吧？天魔教主由衷称赞道：“年轻一辈，你这心机首屈一指。”从陈长老魂灯破碎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被叶不凡下了套。我也只是尝试罢了。我猜测你会来流云城。叶不凡道，他眯着眼道，而我也不想你活着。你这种人，城府比和欢老祖他们还要深，如果结姻，就是大威胁。当初在筑基时，柳望川就是最大威胁，差点被搞死。现在他爹心思更绝。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万魂幡中，就算仔细查探，也不可能察觉我儿遗留的那丝血脉。天魔教主转移了话题，问出疑惑。叶不凡也没隐瞒，道：1年多前，我回到天魔教去藏经阁，发现了天煞真魔宫上面遗留的指纹，能上第6层的教中也没几个人。那时候丹峰的李涵成为圣子，去藏经阁的时候恰好与我擦身而过，我以为是他翻越此宫，没怎么怀疑。叶不凡淡淡道：后去过了古云城，被天沙门刺杀，又被6位大妖围杀。回到赵国后，我想到了那指纹并非出自李涵，而是你，所以重点关照万魂幡，把柳望川的阴魂拘出来，搜查了几百遍。天魔教主无言，着实没想到自己的破绽出在这。当初他只是怀疑杀死他儿子的是天煞真魔宫，毕竟此宫法力特点就是极度浑厚。翻阅过后，对痕迹并未在意，再谨慎也不可能谨慎到这种地步，处处不留痕。后来排除了此宫，因为凶手的法力比功法描述的还恐怖罢了。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天魔教主脸色冷漠下来，你可杀不了我。叶不凡摇头，眼眸闪烁，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没逃离流云城？自然是杀你。这一年，我反复假设各种可能性，你会用那丝血脉反追踪到我这，就是可能性之一。毕竟你太聪明了，所以提前留了个后手。天魔教主冷笑，目光冰寒。局中局，你是真的厉害。叶不凡暗叹。就在这时，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后院爆发，魔气与妖气交融，滚滚犹如狼烟，席卷整个流云城。叶不凡，你可真是让本地好等。一道身穿黑金地袍，头戴地冠的中年男子龙行虎步，气势压得虚空扭曲。他双目冷漠，大手覆盖上冰冷的黑色鳞片，一直点向叶不凡的脑袋，速度太快了，比瞬移还要恐怖数倍。魔妖帝，果然是你。叶不凡坐在石凳上，身形未动，脸上露出微笑。天魔教主引他过来，他何尝不是通过天魔教主引魔妖帝出来？对于这颗无与伦比的大药，叶不凡必须了解清楚底细，如果能提前夺取，那就更好了。不过很快他脸色就僵硬了。靠！元婴后期大修士，你这老匹夫怎么恢复得这么快？叶不凡破口大骂，如果是中期，他还能依靠魔龙功的副作用想办法吞了对方，但大修士他根本吞不了，实力差距太大。他赶忙高呼：善良且美丽的师尊，救我！砰！一道白色倩影打出一道七彩霞光，重重击在魔妖帝指头上，将其击退。白裙子，你不是被黑裙子压制封禁了吗？魔妖帝立在虚空，脸色骤冷。天魔老祖善恶两念互相压制，互相不对付。黑裙子和沧海真君血战，白裙子并未出现，被封禁无疑。可现在，出乎他的预料，杀叶不凡恐怕没这么容易了。我不想打架，你走吧。白裙萝莉站在叶不凡身边，桃花眸清澈无比，充满了天真。闻着旁边白裙萝莉身上的清香，叶某人安全感大增。还是善良的师尊靠谱。他赞叹，换做黑裙子，估计他得等自己快被打死的时候再出手。走。哼，本帝倒要看看你这白裙子有多强。魔妖帝冷笑，全身覆盖鳞甲，气势滔天，拳掌间仿佛形成一道太极鱼，法力时刚时柔。轰！空气炸碎，可怕的神通直奔白裙萝莉。后者蹙眉看了叶不凡一眼，你自己小心点。说完，身影一晃，白嫩小手画出道倒水印，将太极鱼抵挡而下。两位大修士交锋，直上九霄，流云城上空大片云朵都被打爆，动静可怖。叶不凡，白裙老祖一直在暗中跟着你吧？没想到我又失败了。石桌对边，天魔教主再次苦笑，而后脸色一冷，猛地翻出一杆万魂幡，狠狠插在地上。
吼！阴风阵阵，百万厉鬼咆哮，瞬间将院落挤爆了。其中金丹阴魂族有数十位，筑基阴魂更是数不胜数。眨眼间，黑雾滚滚，此方地带成了无间地狱。这等恐怖景象，2、3个金丹大修一起上，也只有些菜的份儿。咆哮声、惨叫声、狞笑声响成一片，眨眼间，叶不凡就被百万厉鬼淹没。唰！做完这一切，天魔教主直接舍弃了万魂幡，身影闪电般的朝着院外遁逃而去，极其果断。叶不凡的强大他很清楚，唯有利用万魂幡阻挡他一时半刻，自己才能逃出升天。嗡！黑雾内，一股冲天气血爆发，摧枯拉朽般撕开一道通道。天魔教主，你可走不了！叶不凡满头屑发，从滚滚厉鬼中走出，任凭他们攻击，都无法破开其坚韧的皮肤，灼热的气血反而将他们灼伤。他大手穿过厉鬼群，一把抓住插在地上的万魂幡，顷刻炼化，收进储物袋。惊鸿一刹，叶不凡俊美面庞冷漠，单手掐诀，身影一个闪烁，出现在天魔教主身后。而此刻，对方已然临近流云城门。什么？这禁忌法术距离怎么这么长？天魔教主脸色巨变，双手掐诀，大血影遁术。掐诀后，他脸色瞬间惨白，神魂、法力、精血似要被抽干。藏经阁中的诸多禁忌法术，他身为教主自然修习过，且相当精深。唰！一股血雾包裹住他，速度暴涨一大截，直接掠出流云城。随着逃遁，天魔教主脸色愈发的苍白。大血影遁术，叶不凡单手掐诀，一股血影包裹，速度远超天魔教主，眨眼追上。天魔教主见状，难以置信：你竟然将这门禁技术修炼到大圆满了！不止如此，他还惊骇地发现，对方施展过后，精气神饱满，脸色红润，不但没有被大血影遁术的影响，反而像是嗑了药一样，精神大涨。眼见叶不凡一拳砸来，可怕气血冲霄，他赶忙掐诀，惊鸿一刹。天魔教主一声痛呼，双腿炸碎，身影消失，险之又险地避过这一拳，不敢有丝毫犹豫，再度施展禁忌遁术，朝着远方遁逃。然而惊鸿一刹，叶不凡一步迈出，身影消失，再次出现时已经挡在了天魔教主面前。后者一顿，面庞苍白如纸。他看了看叶不凡完好无损的双腿，仿佛活见鬼，不忿地怒吼道：你2条腿怎么还在？同样施展惊鸿一刹，自己需要献祭2条腿，对方屁事儿没有就算了，看其腿部反而更加强壮了，简直没天理。嗡！叶不凡没有丝毫废话，一拳轰出，气血之强搅动风云，犹如元婴真君般恐怖，比古云城中何止强大了10倍。天魔教主还有诸多顶级法宝和法术，但面对绝对的力量碾压，他只有绝望。法宝刺杀秘器对你已经无效，苦叹一声，放弃了抵抗，眉宇间浓浓的疲倦。罢了，我也累了，送我与我儿团聚吧。轰！天魔教主身上的顶级防御宝甲像是纸糊的一样，当场被打爆，身躯更是被轰碎，血染长空，当场身亡。叶不凡面庞冷峻，收起了对方的储物袋。这赵国第一金丹很强，一般大修压根不是对手，一道惊鸿一刹就得死。但很可惜，叶不凡实力完全超出了金丹范畴，而且肉身防御太强，对方根本破不了防，还挺有钱。叶不凡神识往储物袋里面一探，顿时吃惊，光灵石就有1200万，还有上百株千年灵药，10几件顶级法宝，还有杂七杂八的功法典籍，这完全超出金丹大修的身价。一计之行，养肥了此人。叶不凡摇头，收起储物袋。此时他站在虚空中，下方是一片丛林，已经远离流云城100里。霍地抬头看去，流云城方向上百道流光移动而来，速度都极快。最前方的是10几位元婴真君，为首的则是季沧海。叶不凡，给我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合欢老祖怒喝，一个瞬移跨越数十里。嗡！他虚空凝聚出一道1000丈大的血红大手，抓向叶不凡。其势之强，能灭杀天魔教主这等人物几百次。轰！叶不凡红发飞扬，气血如大江大河，与法力叠加，轰的一声将血红大手打爆。恐怖的法力波动将下方数十里的丛林夷为平地，烟尘滚滚。叶不凡低头瞅了瞅拳头上的浅浅裂痕，元婴真君真是强大啊！天空一片寂静，无数道身影停在数十里外，呆愣愣望着这边，一时都有些恍惚。元婴真君是赵国的主宰，随手一击挟天地之威，虐杀金丹犹如踩死蝼蚁。可现在这个蝼蚁一拳打爆元婴真君的攻击，此人！季无悔浑身颤抖，
眼珠子死死盯着叶不凡，充满了羡慕和嫉妒。此人怎能如此俊美？不公平，真他娘的不公平！我若有如此相貌，何愁泡妞不成？一头红发，加上血色铠甲，配上那双红宝石一样的眼瞳，简直邪魅到了极点，真是太帅了！世间怎有这般俊美之人？一群女性金丹眼睛发亮，其中一位雪灵宗的年轻女长老更是评头论足，就是太邪了。如果穿上一袭白色如山，头发挽个发髻，配上一把折扇，应该会很有前途。小剑仙脸皮抽了抽，问题是他的长相呢？杀了他，此人不能留。真兰老祖心头震撼，而后胸膛被杀意填满，他一步走出，单手掐诀，神通日月轮转，高空大日转换，天地黑暗，竟是形成一轮明月，朝着叶不凡砸落而下。季沧海目光闪烁，亦是出手，然而他被闪射而来的黑裙子阻挡而下，想杀我徒儿，季老狗，谁给你的勇气？咔嚓，他小手举托，一道血红闪电被抓下，劈向季沧海。而在流云城方向，一道身影急冲而来，眨眼即至，挡在叶不凡面前，祭出一把黑刀，怒斩明月。咚，虚空震颤扭曲，足有万丈大的明月被一分为二，而后炸开，形成强烈风暴，席卷天地。流云城主，果然是你一直在暗中帮他遮蔽天机。真兰老祖怒喝，脸色铁青。流云城主耸耸肩，一脸的无所谓，反正快要回仙堂了，他不怕得罪赵国的原因。嗖！就在这时，合欢老祖再次出手，一道光轮疯狂吞噬天地灵气，威势恐怖，朝着叶不凡切割而去。元婴法宝，光轮上白色光线扫过，大地被洞穿无数孔洞，瞧得远方一众金丹头皮发麻，迅速后退。叶不凡，你还真是够强，法力和肉身融合，可敌元婴，万古岁月怕是只有你了。合欢老祖眼瞳森冷，可惜你还不是元婴。叶不凡面无表情，双手掐诀，千丈魔躯裹身，顶天立地，周身魔焰沸腾，法力惊世。分，他双手掐诀，另外又分出3道魔躯，正是真魔幻影。到了他这个地步，真魔幻影已经能和法相交融，相互配合。法相也是3道，大魔血9剑，摩罗天刀，日10天。3道真魔幻影驾驭魔躯，各自施展禁忌法术，硬生生将光轮阻拦而下。每道幻影都有本尊3成实力，战力极强，但应对的终归是元婴法宝，一时间节节败退，哪怕施展禁忌法术也难以招架。不过叶不凡需要的只是挡住片刻，3个幻影就如此强，这家伙法力到底有多浑厚？合欢老祖震惊，对方的法力波动还在金丹层次，但质量太强，而且浑厚如汪洋大海，直追元婴。忽的，他脸色一沉，转身打出一道血龙，轰的一声将瞬移而来的重拳挡下。叶不凡收拳倒退，身影再度消失。瞬移，合欢老祖冷哼，身影晃动，刚消失，所立虚空就被9道剑光撕碎，轰的一声，大地被斩出9道深达1000丈的巨大沟壑。随着叶不凡法力变强，大魔血9剑更加强大，虽不如神通，但因汉元婴施展的法术却是绰绰有余。元婴法力很强，如果说这个境界的法力是一片夯实的混凝土，那叶不凡的法力就是甘宁的水泥地，差距有，但不是太大。最关键的是肉身之力混进了水泥地，使得坚实程度直追混凝土。至于一般金丹真人的法力，纯粹就是水。咔嚓，一道血色大山形成，狠狠砸向叶不凡，方圆数十里的虚空被压得扭曲变形。惊鸿一刹，叶不凡单手掐诀，险之又险的避过，而后反手一记万丈长的摩罗天刀，怒劈10里外的合欢老祖。那种速度太快了，丝毫不弱于元婴真君。天血盾，合欢老祖脸色阴沉，双手一合一拉，一道法术盾牌形成，轰的一声，硬生生扛住这一刀。到了他们这个级别，3阶法宝没什么用，还不如防御法术和神通，唯有4阶元婴法宝能增加战力。可这种级别的法宝，炼器材料难寻，他一共就2件，一件是攻击型的光轮，另一件是赶路用的风影梭，已经被朱雀盗走。刷刷，两人几乎同时消失，而后在万丈高空对轰一记法术，再度消失其速之快。下方观看的诸多金丹真人的灵识都只能捕捉到2道模糊的残影。至于紧赶慢赶而来的筑基修士，仰望高空连人影都见不到，只能看到黑光与血光2道法术光芒时不时炸开，形成朵朵蘑菇云，类似两边扔出原子弹对轰。这叶不凡还是人？剑鹤真人呆若木鸡，别说威力，单那速度他这剑道大修看都看不见。他如果上去一个照面就得死。同样是金丹，怎么差距这么大？能和欢老祖拼成这样，
此不能惹。百兽、破天、阴阳等诸多金丹头皮发紧，他们打定了主意，以后见到叶不凡就躲远点儿。最复杂的莫过于和小剑仙、周青云、蛊女等人。叶不凡和他们一个时代的，可现在超越了上个时代和上上个时代的元婴真君血战。黄灵山、杜铁、赵书生等人则是目光荒诞，很难将这个无敌的家伙和那个整天缩在魔剑锋1号院的狗乌龟联系在一起。不过是金丹大圆满，尽可力敌元婴。倘若他踏入元婴，实力有多强？青云老祖不敢去想，身为元婴，神识强大，能轻松捕捉到那两人的行动轨迹。图见真君目露金光，暗自揣测，这家伙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静观其变吧。万寿谷青玉真君则是平静道：连央、琉璃等诸多元婴也都没有出手的意思。合欢、真兰两位老祖和叶不凡仇怨早就结下，他们和对方可没有深仇大恨。如果叶不凡只是金丹实力，他们不介意杀人夺取秘密，可现在这家伙太强了，一旦弄不死对方，让此人逃脱，等对方结阴成功，他们就得亡命天涯了。这家伙比天魔老祖的潜力还大。战斗进入白热化，两人在高空不断瞬移，而后施展法术交战，都在寻找对方的破绽，予以痛击。战斗愈发焦灼，叶不凡硬汉合欢老祖丝毫不落下风。而百里外、千里外还有3处战场，魔妖帝与白裙子与最高空打得不可开交，沧海真君与黑裙子血战，最后则是真兰老祖与流云城主的战场了。一时间胜负难分。到了他们这个境界，能操纵天地灵气，不怎么怕法力耗空，就算能分出胜负也没啥用。元婴真君很难杀，最多能打烂肉身。元婴遁逃而出后，速度会暴增70%，找个倒霉鬼夺舍，几十年后又会雄起。叶不凡终归不是元婴，法力有耗空的时候，合欢老祖则没这个顾忌，长此以往，前者危矣。琉璃老祖做出精准判断，其他人深以为然，看起来两者平分秋色，实则合欢老祖占据巨大优势。而高空战场中，合欢老祖打出数道法术，将叶不凡击退。此刻他神情冷漠，气势充足，压根没有法力大耗的样子。叶不凡，你能抗住多久2刻钟？还是一个时辰？合欢老祖瞬移躲避掉叶不凡的日食天，冷笑道：金丹和元婴的区别就在于法力超越、瞬移、神通、元婴法宝、操纵天地灵气等方面。他操纵天地灵气，以此施展法术，自身法力并没消耗多少。是吗？叶不凡没有理会，2道法术迸发而出，分别是大魔血九剑、摩罗天刀、血阳魔火，威势可怕，足以灭杀金丹几百次。合欢老祖这次没有避开，而是直接硬喊：等得差不多了，你可以去死了。合欢老祖忽地露出讥讽，一拍储物袋，手中多了2张符箓，符箓上刻画着山峰模样的符号，贴在身上，4阶防御符箓。这种符箓哪怕是他也是相当珍惜，是从他国交易而来，一共就2张。顿时2座万丈大山形成，散发惊人压迫感，挡在身前。不再理会对方的攻击，合欢老祖双手掐诀，眼神中讥讽更甚。轰隆隆，3道法术重重击在虚无大山上，勉强将之打碎，但法术也被消耗得溃散开来。叶不凡见状，脸色微变，后脑勺发紧，一道金世光芒从后方袭杀而来。他猛地回头看去，却见自己的3道真魔幻影已经被磨灭，巨大光轮似能切割万物，轰的一声，狠狠将他的防御破开，从胸口开始，上下一分为2，滚烫血液染红长空。嘿嘿，小辈，你心机深，但能深到哪里去？和本座拼斗法，你还不够格？合欢老祖嘿嘿冷笑，得意道，利用符箓挡住叶不凡的攻击，再利用这瞬间的功夫，暗中催动法宝，磨灭其幻影分身，从背后将其袭杀。后者根本没时间躲避。说来话长，实则不过一眨眼。对于他们这种层次来说，胜负只在转瞬间。你不得好死！叶不凡上半截残躯逐渐发凉，嘴里涌出鲜血，声音断断续续，目光涣散，气息迅速归于死寂。半截尸体从高空坠落，生死已分，还是敌不过合欢老祖这只老狐狸。图见真君见状，暗叹一声，不是叶不凡斗法经验差，而是他没有结因，根本不了解元婴的手段。4阶元婴法宝岂是区区3道幻影分身能够挡住的？合欢老祖本尊和叶不凡本尊交战，不过是试探其底牌。毕竟是天魔老祖的徒弟，鬼知道有没有什么4阶符箓、4阶傀儡或者秘宝之类的大杀器。打了半天，合欢老祖发现叶不凡没底牌，于是发动致命一击。终归未结因啊，否则有元婴出鞘，不至于死。连央真君摇头道：剑鹤、小剑仙、周青云等人恍惚不已，
这就死了。一代天骄，如流星划过，昙花一现，能和元婴达到这种地步，足以留名青史了。百兽真人开口道，随后看向远空白裙子和黑裙子的战场。徒弟被杀，这位恐怕要发飙了，得亏和欢老祖是个人精，早早投靠了季家，有季沧海在，天魔老祖杀不了他。我倒要看看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合欢老祖目光贪婪，迅速靠近叶不凡上半截尸体，大手抓向后者衣服里的储物袋，翻开衣服，豁然看到7、8个储物袋，鼓鼓囊囊。他大喜，赶忙拿出，然而刚伸手，噗！死不瞑目的叶不凡双目陡然爆发凶光，张口吐出12把真魔剑，猛地洞穿向合欢老祖的丹田。到了元婴，心脏和头颅并不致命，最多能杀死肉体。丹田中的元婴乃是神魂与法力交融的产物，这才是致命的。速度太快，距离也太近，合欢老祖根本躲避不了，丹田瞬间被洞穿，然而却没有任何鲜血流出，身躯逐渐消散。触摸我的衣服，触感真实，和实体一样。这么强大的幻术，超越法术，是幻术神通无疑。老狐狸，你是真难搞啊！叶不凡瞳孔一缩，神识操纵12把真魔剑围绕上半截残躯，环视周围。此时距离地面不过100丈，周围数十里一片空荡荡的。远空一道身影突兀地从虚空浮现而出，脸色铁青地盯着叶不凡，心有余悸，他忍不住破口大骂道：小崽子，大半截身子都没了，这都不死，你有毒吧？他打心底认为对方死了，毕竟对方再强只是金丹，没有元婴，肉身死即道消。施展幻术神通是下意识的谨慎使然，能在和欢宗这魔宗混到元婴真君的地步，哪有善茬？谨慎小心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你有毒才是，这都搞不死你。叶不凡冷笑，阴险，你是真阴险。合欢老祖痛骂，那12把剑威力太惊人，堪比元婴法宝，倘若刚才亲自上前，他现在已经死了，只剩下胸口以上，连心脏丹田都没了，这都干不死。这家伙是什么怪物？图见真君一愣，满脸活见鬼的表情。青云、万寿谷等诸位元婴真君亦是心头一寒，头皮发麻。这可不是师兄，正儿八经的活人，这就像看到一个普通人被砍了脑袋，还能咧开大嘴咬人一样惊悚。而后他们看到那个残躯长出了胸膛、肋骨、五脏、手臂、小腹，呼吸间5支健全了，就是没穿衣服。连央真君、黄灵山等诸位女修神情不自然地别过头去，有几个雪灵宗的女金丹也是羞得扭头，不过眼角余光却是偷偷瞄了过去，一看之下，小心脏扑通狂跳，脸色更红了。剑鹤真人瞅了眼叶不凡下半身，倒吸凉气，惊呼道：此子简直神人，畜生啊，长得俊美就算了，他的竟然还要不要让人活了。季无悔一时看到，羡慕地哀嚎起来。叶不凡老脸也是一红，咳嗽一声，穿上一袭白衣。这是范圣魔功唯一的缺点，能断肢重生，但衣服重生不了，我特吗？合欢老祖看着眨眼间完好无损的叶不凡，一愣之下，以他的威严和城府都忍不住破防，当场口吐芬芳。莫说金丹，就是他这位元婴只剩一点残躯，也很难再长出身体，要么用天地宝药修复，要么夺舍重生，哪一种恢复的都很慢。本座不是来看你裸奔的，我不信打烂你的头颅，你还能活？他怒喝，光轮闪电般的转向叶不凡，后者面无表情，记起12把真魔剑挡住光轮，叮叮当当，火花四溅，法力波动扫荡虚空，真魔剑魔光滔滔，将光轮死死压制，任凭光轮左冲右突，也无法突破12把真魔剑的防御。合欢老祖吃惊，他远远低估了这些黑色飞剑的威力，居然全是12把准4阶法宝，他就算有材料，也找不到4阶炼器师，一时间不禁憋闷，打一个金丹圆满如此费劲，实在丢人。以为本座没了法宝，那奈何不了你吗？合欢老祖怒吼，双手掐诀，天地灵气骤然动荡，形成万丈漩涡，引动天地灵气汇聚成一道七彩光芒，神通七彩神光。施展后，合欢老祖脸色略微苍白了一丝。利用天地灵气凝成神通，同时也会消耗自身法力，毕竟是以法力为神通核心，就像是桃肉和桃核。动，七彩神光洞穿虚空，叶不凡抬手打出几件防御法宝，但在神光面前像是纸糊的一样，一碰就碎，当场废掉。好强的穿透性！叶不凡脸色凝重，这神通及其克制防御法宝和肉身，杀伤力很变态，而且速度太快，根本躲不掉。他双手掐诀，身影虚化，逆天秘术虚身术。与此同时，大魔血九剑、摩罗天刀等诸多法术迎击而上，轰隆！
法术尽数破碎，勉勉强强削弱一丝威力，而后神光狠狠从他身上穿透而过，击在数十里外的一座大山上。山岳崩塌，地面被神光凿出千丈深坑，其威力看得不少元婴真君都心惊肉跳。这神通他们了解，合欢老祖得自于他国秘境七彩真君的洞府。这是什么秘术？合欢老祖震惊地看向半透明状的叶不凡，难以置信。这一击足够将对方肉身当场毁灭。叶不凡身体逐渐凝实，哇的一口鲜血喷出，头晕目眩，胸膛出一道脑袋大的血洞，前后透亮。神通威力超越法术太多倍，即便削弱了90%威力，还是受创了。内脏粉碎，范圣魔功运转，内脏再度生长出来，看得不少人咂舌。这恢复能力着实非人。不对，你气息萎靡了，看来断肢重生并非毫无代价。合欢老祖忽然狞笑起来，恢复这么猛，明显消耗庞大气血，就跟消耗法力一样。神通万兵诀，他再度施展神通，随着掐诀，一道道虚影浮现而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兵器虚影叠加起来的威势，比七彩神光更加惊人。当然，消耗也更大。他脸色更加苍白了。我看你能抗住几次？去死！合欢老祖却是猖狂大笑，等的就是现在，给我定！而就在合欢老祖施法自身最空虚的时候，一道声音骤然响起，诡异的力量融入虚空，像是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合欢老祖的身躯，连一根手指头都动用不了。真魔剑天阵。叶不凡眼眸冷漠，双手掐诀，此阵可困杀元婴。他一直忍住没有发动，因为他只有这瞬间的机会。元婴真君太难杀，一旦反应过来逃遁，根本追不上。刷刷刷，和光轮纠缠的12把真魔剑骤然爆发滔天魔光，瞬间出现在合欢老祖周遭。真魔剑之间互相连接，迅速旋转，随着转动，12把飞剑模糊不清，逐渐幻化出道真魔剑虚影。12道、24道、36道，一股惊世威压爆发。嗖嗖嗖，数以百万计的真魔剑影狠狠洞穿向合欢老祖的肉身，其身上的防御秘宝爆发玄光。但很可惜，真魔剑影数量太多，玄光直接破碎。而此刻定身术已然失效。你一个金丹，怎么会神通？怎么有剑阵？合欢老祖大骇之下，根本来不及施展神通阻挡，眨眼间就被剑影贯穿，刺成了马蜂窝，连同头颅密密麻麻无数孔洞。叶不凡，一个拳头大的红色婴儿从丹田中闪烁而出，红彤彤的眼睛恶毒地看了叶不凡一眼，而后卷起储物袋迅速瞬移。今日不死，我必余生环绕。小婴儿的瞬移速度远比肉身快得多，但他刚消失，方圆百里的虚空当场扭曲。乱空术，早有准备的叶不凡虚空一按，整个天地空间紊乱，硬生生把消失的小婴儿从虚空中逼了出来。这门秘术专门针对瞬移，净空秘术，朱雀交给你的。小婴儿脸上终于露出慌乱，不等再逃，紧随其后的一道声音将他拉入了绝望。天地为局，黑白困杀。叶不凡脸色冷峻，双手一合，嗡，天地变色，一方足达数十里的巨大棋盘虚影落于小婴儿下方，一颗颗庞大的黑白棋子落在棋盘上。杀！叶不凡周身一道高大白袍身影将他笼罩，他仿佛是与人对弈的棋手，食指与中指从棋四中捻一颗黑棋，朝着棋盘一个位置落子，那位置正是小婴儿所在。与庞大棋子一比，小婴儿在棋盘上仿佛一粒灰尘。魂道神通！小婴儿恐惧大叫，赶忙遁逃。然而无论怎么逃，头顶黑棋始终在头顶，脚下黑白棋局从未变过。叶不凡，得饶人处且饶人！小婴儿大吼，施展神通抵抗，可没了肉身，实力大幅度削弱，根本挡不住黑棋。从定身术施展到现在，不过呼吸间接二连三的攻击，完美衔接，直接将他打懵了。既如此，那就一起死。他露出疯狂，一股恐怖波动席卷天地。然而失了先机，再无翻盘可能，未等自爆，庞大黑棋落下，将其碾成了虚无，连同源营里的神游谷一起被碾死。棋盘上所有黑白棋子散发光芒。天地为局，成！一代元婴老祖死。合欢老祖身上的不是母骨，而是子骨。叶不凡将合欢老祖的储物袋和光轮法宝收起后，凝眉看着元婴消散处，这天地奇虫太诡异。算了，反正要跑路，母骨追过来也没用。叶不凡掂量了下储物袋，露出笑容。他杀合欢老祖，一是有大仇，二是对方的结阴法和宝物。去南红玉，人生地不熟，需要物资，而这斯能结阴
就是依赖于6000年前云墨散人遗留的古洞府，此前还用此洞府给他挖坑。以叶某人的谨慎，只有五色结阴法属实不保险，在家和欢老族手中的结阴法可高枕无忧。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绿萝和鱼玄机，前者跟了自己2年，若是结不了阴，几百年后恐怕要成为一抔黄土。至于后者，他的功法来自南红玉的真魔宗，这势力太大了，比仙堂也不遑多让。那鬼地方有化神天君，他秘密众多，更有真魔宗的至宝魔玉玺，还有另一个满脑子杀杀杀的精神病师尊在那待着，他可没打算头铁的扎进去。助于玄机结阴，顺便让其拜入其中，给他搞出来天煞真魔宫的元阴篇和化神篇，岂不妙哉？如果有危险，他再通过空间节点跑回来。如今正逢晚冬，寒风凛冽，天空下起了鹅雪，大雪纷飞，漫天银白给流云城披上了一层银装。城外无数道身影伫立风雪中，任凭雪花落肩，犹不自知。和欢老祖死了，剑鹤真人呢喃，如坠梦端。和妖族大战中都未曾死一位元婴真君，而今堂堂合欢老祖威震一时，居然死在了金丹手中。金丹斩元婴，古往今来一个例子也没有，哪怕在仙堂也足以引起轩然大波。小剑仙、周青云、百兽真人、破天真人等人更是震撼得无以复加。啊，这黄灵山、赵书生等人嘴唇发干，血液几乎凝固。合欢宗完了。阴阳真人脸色煞白，二话不说迅速后退，转身就走。合欢宗没有元婴撑着，势必被其他大势力吞并，跑晚了就是一个死字。宿敌雪灵宗可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子要么全力击毙，要么尽力交好。图见真君脸色变幻，最终没有动手。他选择的不是季家阵营，而是和天魔老祖一样选择唐皇帝。立场方面和叶不凡并非敌对关系，万寿谷青玉真君、青云老祖更是遍体生寒。合欢老祖之死，死于大意，他远远低估了叶不凡，否则以他的精明，遇见不对早就逃了。连央真君冷笑，幸灾乐祸。如果是同境界交手，但凡有危机，压根不会恋战，直接跑路。此人可怕就可怕在这诸多逆天手段一直隐忍不发，直到最后才爆发，连环攻击根本不给合欢老祖反应的时间。琉璃老祖神情凝重，乱空术、剑阵，还有一言定身，这些无不是大神通。最后的棋局更是强悍无比，究其根由，便是对方拥有元婴期的神魂，否则这等大神通根本无法完美发挥出来，更别提杀元婴了。而叶不凡收起所有物品后，转身看向这边，眼神深幽。目之所及，剑鹤真人等人尽数垂首，不敢与其对视，唯有图剑等人双目平静。没想到啊，踢到了铁板。真蓝老祖迅速脱离和流云城主的缠斗，回到人群中，脸色铁青。合欢虽然死了，但不代表他怕了叶不凡。对方底牌已经暴露，想杀他根本不可能。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高空传来，却是黑群萝莉的声音。他和季沧海血战，神通不断爆发，谁也奈何不了谁。别盯着季家的小辈了，他身边有天机师，你拿不到他身上的东西。黑群萝莉传音郑重提醒。叶不凡一顿扫了眼季无悔身边面貌模糊的天机师，他的确想临走前抢劫一波季无悔。这位季家公子身份尊崇，身上绝对有接阴灵物，五行灵物可是还差3样。快走！季家小辈对你身上的气运避之不及，根本不想夺取，威胁从来不是他们3个。黑群萝莉催促。叶不凡闻言心头猛地一紧，视线中季无悔朝着李副师拱了拱手，李大哥，小弟还有事先走了，有缘再会。说完他抬头看了眼自己的八叔，隐秘气息，转身就跑，眨眼跑出了流云城地界。旁边的天机师仿佛没看见这3个老狐狸。叶不凡恍然大悟，不禁暗骂。他突然明白了季沧海这几个为什么这么快到赵国，一部分是夺他身上的气运，一部分是避难。如果夺取气运失败，季无悔就借机跑路，躲避族内其他天骄的气运吞噬。魔剑上人当初说仙堂季家来人，指的压根不是季沧海3人。诸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叶不凡拱手，最后看了眼人群中静静站立的颜如玉，而后拿出封印梭，踩上去迅速朝着远方遁去，眨眼间遁入茫茫大雪，消失无踪。能让黑群萝莉如此慎重的，来者绝对是比季沧海还恐怖的大佬。吞噬他只是顺带，主要目标是季无悔。而人群中的李符师这具傀儡身也是悄然离开。叶不凡，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魔妖地狱万里，高空怒喝，声音如雷。他不再恋战，向万妖国的方向掠去。如今杀叶不凡不成，
再滞留下去毫无意义。白裙子心性善良，并未阻拦。季沧海也不再和黑裙子交战，落在流云城外。他看向季无悔逃离的方向，怔怔出神，良久轻叹一声，看向天机师道：无名，你不该放他走的。就算季无悔吞了叶不凡身上的气运也是无用，打不过季无道，到时候还是死。天机师淡笑道：蜘蛛在握，而今出了叶不凡这个妖孽，相信季无道会感兴趣，让他去追星夜的，给季无悔争取结阴时间。2年时间从筑基到能斩元婴，身上秘密太大，季无道不会放过。季沧海沉吟，事已至此，也只能点头。哼！黑裙子则是瞥了季沧海一眼，冷哼一声，带着流云城主回到流云城。流云城主紧随其后，人群散尽，尽数回到流云城。今日一战，毫无疑问会震动天下。仙堂那边的诸多元婴，乃至于化神天君，都会对叶不凡产生兴趣。金丹杀元婴，着实太匪夷所思。半日后，2道身影从远方冒雪而来，落在流云城上空。一人满头白发，是个健硕老者，气息如渊似海。季家老四，也是元婴大修士，但修为波动比季沧海更强。在他身边则是站着一个英俊青年，身着黑衣，目光如电，看起来年纪不大，但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元婴初期。季家妖孽100年结婴，季无道。老八，出来！季老四冷漠开口，声音如滚滚雷霆，响彻整个流云城。城内的一群元婴吃惊，赶忙走出居所，抬头看去，又是季家的，比季沧海更强。图鉴真君、青玉真君等人瞳孔收缩，惊疑不定。老四，你想如何？季沧海走出院落，神情漠然。季老四感应了一下，冷声道：老八，你把季无悔放跑了，小辈交锋，长辈不得干涉，你可是坏了族内规矩。前辈可并非是沧海真君放跑的，当时被天魔老祖阻拦，无悔趁机逃离。天机师笑呵呵的拱手将原委说了一遍，听得季老四不断皱眉。旁边黑衣青年也是静静聆听，神情平淡。不过当听到叶不凡杀合欢老祖，脸上露出了感兴趣之色，轻笑道：金丹杀元婴，你说的可是真的？自然。天机师拱手，嘴角笑容愈发浓郁。这才是他的算计，让叶不凡吸引季无道，给无悔争取时间。论天赋，季无悔比季无道不差丝毫。好，原本我是奔着无悔那小子来的，现在嘛。季无道大笑，眼睛掠过一丝兴奋。2年从筑基到金丹大圆满，更是逆境伐上，冠绝古今。忽的，季无道笑容凝固，旁边的季老四脸色也是微变。妖族敢立国，果然跟妖徒有关系。季老四猛地看向远方，沉声道：旁边的季沧海也是面色难看。仙堂、地丘、边牧等仙国禁止其他势力在立国，而妖族敢建立万妖国。仙堂的大势力猜测其背后有通天存在扶持，随后所有元婴抬头看去，只见一道红发红袍老者从万妖国的方向御空而来，没有惊天气势，反而像是普通人一般，让人观之不透。在下司神，来自妖土朱雀一族的族老。红发老者转瞬间走到流云城上空，朝着诸多元婴拱手。他看了眼季老四和季老八，微笑道：2个小家伙来这，难不成是向万妖国兴师问罪的？朱雀一族，小家伙！天地为之一静，下方的图鉴真君头皮瞬间炸了，此人是化神天君不成？这信息量太大，不提朱雀一族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单这称呼，元婴大修士被称为小家伙，天知道这红发老头活多久了。原来是朱雀一族的前辈。季老四和季沧海脸色僵硬，上前拱手。他们出自仙堂，远比赵国这群人更加了解这方世界的秘辛。而季无道则是试探道：这万妖国莫不是朱雀一族扶持的？不是，是真龙一族的主意。仙堂的人想找麻烦，找真龙族去吧。红发老者摆了摆手，忽的眼神一凝，看向天魔教的黑裙子和白裙子，诧异道：阁下功法奇诡，难不成是？对方身上的功法气息疑似来自魔土，和你无关。黑裙子打断道，面无表情。红发老者也不生气，笑呵呵道：我此番来是找我家小姐，你身上有小姐的气息，不知她身在何处？黑裙子摇头表示不知。季老四和季沧海脸皮则是抽搐了几下。这厮神口中的小姐，毫无疑问是被那只被下了诅咒霉运缠身的鸟。当年在仙堂克死了不少元婴。3500年前，一位化神天君持有上古法宝镇妖塔，对霉运缠身的鸟忍无可忍，将其封印在塔内。后来这位化神天君就作化了，很多人猜测他作化和那只鸟身上的霉运有关，8成也是被克死的。我倒是知晓其下落。图鉴真君目光一闪，拱手道：
这位是妖族的，正好是敌对，待在这里实在让人没安全感，得赶紧支走。哦，他在哪？红发老者诧异道。听真兰老祖说起过，应该和叶不凡在一起。图见真君道，真兰老祖当初借他的推演龟甲，便是因为叶不凡和朱雀。红发老者笑容一滞，皱眉道：人族，还是个男的。他没被克死，当年小姐背下了厄运仙咒，凡是靠近小姐的，最后的下场就是被霉运缠身，一个也活不了。同族都被克死了好几个，有婚约的那位闻听后，吓得当场解除了婚约。后来小姐偷了秘宝，逃出了妖土。红发老者想了想，邀请道：小家伙，可愿为我讲讲这3000年来发生的事情？元国边境，叶不凡带着藏匿在一座峡谷中的绿萝和鱼玄机，向钟家和宋家的交界处掠去。早在拍卖会前，他就让2人赶往了元国。而带绿萝，主要是他担心下次再回赵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万一老死咋整？绿萝只是筑基，寿命太短，靠他自己结丹，几率又太低，而自己也缺少贴身秘书，索性一块带走。途中，红毛鸟赶了上来，小嘴巴巴个不停：你是真厉害啊，还以为需要姑奶奶我出手呢。叶不凡懒得搭理他，打出数道传音符，告知伪装成王武的余城，钟家客卿这个身份必须一直存在下去，用来搜集妖族和仙堂的情报，为下次回来吞噬魔妖地去仙堂做准备。叶不凡转了几圈，悄然来到那座平平无奇的山岳外，打开阵法进入山腹内。真魔殿已经消失不见，只有一道巨大漩涡，犹如黑洞，距离上次传送过去隔了1年多的时间。这就是你所说的空间节点？于玄机好奇道。红毛鸟也是看了又看，眼睛中闪过惊疑，催促道：那还不赶紧过去？不急。叶不凡想了想，拿出魔玉玺，打出数道封印法诀。这毕竟是真魔宗的至宝，其中必有追踪之法，他可不想重蹈被天魔教主追踪的覆辙。你们在这等着。做完后，他拿出血影图和罗盘，裹住自己，遁入漩涡内。他眼前一片天旋地转。当再次睁眼时，已经来到了南红域中那片地下湖，空间节点正处地下湖上方，四周阴冷潮湿，一片寂静。叶不凡拿着被封印的魔玉玺，低头利用天煞真魔功感应了一番，能清晰感觉到此玉玺内部有一丝异动，与极北方向遥相呼应。果然，真魔宗能感应到这玉玺，几层封印术根本封印不了。他脸色微变，迅速转身穿过空间节点，回到元国山腹。而后，叶不凡足足打了上百道封印，再度进入漩涡，出现在南红域的地下湖。还有异动，他脸色阴沉，又回到了元国山腹。南红域，2轮明月高悬，之下一座天山屹立云端，此为3大霸主之一的真魔宗所在。其化神老祖红衣天君迅速从大殿中走出，脸上满是激动。1年多时间过去，他派遣门下所有元婴四处寻找，搅得南红域天翻地覆，可始终一无所获。而今魔龙玉玺的气息终于再次出现，快到月宫登仙之期了，这次一定要找到。我倒要看能修成天煞真魔功的是谁。他赶忙瞬移出万里，确定魔龙玉玺所在。不过一个呼吸，气息又没了。红衣童子一呆，停下了身影。出现时间太短，难以锁定位置。片刻后，气息再次出现，他赶忙瞬移，试图探寻气息的来源。然而气息消失又出现，来来回回几10次。红衣天君像是无头苍蝇似的乱转，始终无法锁定魔龙玉玺。草究竟是哪个王八蛋？你有完没完？哟呵，找了1年多，你这是找到了？一个青袍老者双手拢袖，悠哉悠哉的上前。此人正是天仙宗的太上长老，去年因偷看门下女人樱木玉，躲到了真魔宗，一直躲到现在。当初和红衣天君下棋时，对方察觉到魔龙玉玺出现，以及背后将天煞真魔功修炼成功的幸运儿，找了1年，一根毛都没找到。滚犊子！身穿红衣的童子骂道，随后一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青袍老头，说：是不是你天仙宗把他抓起来了？关我天仙宗什么事儿？可能是无忧宗的那群家伙干的。青袍老头腹黑地猜测道。南红域以宗门为主宰，仙朝为辅，3大霸主势力真魔、天仙、无忧，表面和气，底下却是明争暗斗。无忧宗那群智障！是红衣童子嗤笑。无忧宗的至高宝典乃是无忧经和大梦仙经，前者修炼后心如明镜，无尘无垢，静静飞速，战力极强，但副作用很明显，被戏称鱼的记忆。他们的记忆时间短的只能保留7天，时间长也就70年。每次记忆刷新，除了功法神通，其他的忘得啥也不剩。
个个身上带着一本手札记事本。而大梦仙经更绝，在梦中修行速度惊人，但常年处于梦游状态，浑浑噩噩，清醒时刻很少。在真魔宗和天仙宗看来，这跟智障没什么区别。好在大概确定了方向，南方。红衣童子再度探查片刻，这次魔龙玉玺的气息彻底消失，距离太远了，南方数十个大国想找魔玉玺难度极大，但总比没有好。宗主出来！红衣童子沉吟少顷，声音如海啸，震彻云端那座绵延万里的天山。不过几个呼吸，一道身影迅速赶来，身穿紫黑长袍，气度威严，赫然是元婴大修士。老祖有何吩咐？真魔宗主上前拱手，小心谨慎。在其他地方他修为通天，威压四海，但在红衣老祖面前时再不够看。元婴和化神的区别就在于婴儿和成年人的区别，至于金丹顶多算是胎盘。抽调元婴，搜查南方87个大国，给我一寸寸的找，一定把那个江天煞真魔宫修炼者挖出来。红衣童子冷峻道：什么？这么多？真魔宗主脸色发绿，小的国家100万里疆域，大的足有亿万里，一寸寸去搜，得搜到猴年马月，而且还有几大诡异的禁区，元婴进去都很难活着出来。红衣童子瞥了他一眼，后者嘴里发苦，连忙称是。片刻后，一些元婴真君从天山中飞掠而出，率领一堆金丹朝着南方大范围搜查。对此叶不凡一无所知，他带着红毛鸟、鱼玄机和绿萝从漩涡中走出，盯着玉玺瞅了又瞅。放心，姑奶奶用的上古封印术打了几百层，任凭真魔宗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锁定位置。红毛鸟满不在乎，好奇打量四周。叶不凡颔首走向地下湖中的一个洞窟出口，嗖！然而就在这时，数道黑光袭杀而来，却是一只只巨型蚊子，口气锋锐，直插叶不凡的脑壳。呼！红毛鸟一口赤炎喷出，最前方的几只蚊子发出滋滋惨叫，当场化为了飞灰。这朱雀！绿萝小嘴张成了菱形，鱼玄机也是吓了一跳。那几只蚊子可是有金丹大圆满的实力，一口火烧死了。这朱雀的多强？叶不凡瞥了一眼，倒是没有在意。1年多前，他初次进入南红域，没有多加探寻，就是因为这守护的天文妖难对付，猜测是第1代天魔老祖豢养的妖兽后裔。别再杀了，留着守护空间节点吧。叶不凡摆摆手，法力裹挟着鱼玄机两人顺着洞窟出口一路前行。片刻后，穿过阵法，来到一片山谷中。外面正逢晚上，四野茫茫，一片静谧，只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兽吼，还有虫鸣声。湿润的土地上，一只小螳螂盯着2步外的甲壳虫，做出捕猎状，2根大刀般的前肢不断摩擦。小螳螂小眼睛闪了闪，突然冲了过去，啪叽一声，一只大脚从天而降，踩死了小螳螂。好浓郁的灵气！叶不凡站在地面上，深吸口气，赞叹道：空气清新，灵气浓度是赵国10几倍，估计只有仙唐那等洞天福地才能媲美。忽的，他一怔，皱眉看向高空，2轮明月高悬，银辉普照，照亮了大地。在古籍中翻阅过，南红域有2个月亮。红毛鸟有些惊异，惊叹道：难道传说是真的？什么传说？传说有一个月亮上住着绝美的嫦娥仙子，那是真仙子，谁若能登月，赢得她的青睐，就能娶她为妻，且长生不老。红毛鸟解释道。叶不凡翻了翻白眼，道：上面是不是还有个大汉叫吴刚，每天砍1棵月桂树，给嫦娥仙子秀肌肉？你怎么知道？传说中还真有一位仙人在上面砍树，是不是叫吴刚，那就不知道了。红毛鸟惊异地看向叶不凡，后者语气一致，无言以对。忽的，他眼神一凝，挥手引去了几人身形。片刻后，几道身穿奇装异服的男子从远方驾驭飞剑，从山谷上空掠过。那几个男子都是筑基大圆满的修为，满身煞气，一看就不是善类，互相嘀嘀咕咕，不知道在讨论什么。等他们离开，叶不凡这才显露身形，眉头紧锁。他们说的是方言吗？鸟语。叶不凡沉默了下，问道。他肉身金丹大圆满，听力惊人，可惜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你赵国那地方才叫方言，他们用的是上古通用语，好像在讨论抢来的妹子哪个比较润。叶不凡想了想，改变相貌，又让鱼玄机引去媚谷，后者直接来了个女扮男装，他们2人相貌实在太扎眼。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先跟红毛鸟学习上古语，了解南红域，然后加入一方势力，图谋元婴灵物，安全结姻。随后他伪装金丹初期的修为，不高也不低，卷着2人朝着远方遁去。在他们走后约莫2天，一道身影飞来，悄然进入洞窟内的隐藏阵法中，来到地下湖。
她身穿一袭紫裙，身段轻盈，娇小玲珑，红唇若樱桃，脸蛋白嫩而又圆润，仿佛能掐出水来。弯弯的睫毛下，一双桃花眼闪闪发亮，看起来极为可爱。但此女却是让真魔宗人人恐惧，让上百个大国谈之变色的真魔宗神女。虽是元婴初期，但战力无敌。曾有散修联盟的一位元婴中期真君上门提亲，结果被他徒手锤死了。逆境伐上，天下哗然。叶不凡若是见到，必能一眼认出来，正是他那位萝莉师尊。不过穿的是紫裙，没有善念牵制，他比恶念更凶。叶不凡虽然将师尊给的令牌早早粉碎扔弃，更是谨慎地将遗留在地下湖的气息清除干净，但他错估了一点。天文妖是身处南红域的杀念师尊特意扔在这的。第一代天魔老祖用来守护空间节点的妖兽，早就被杀念师尊杀光了。天文妖死了3个。紫裙萝莉神识扫过，秀眉微蹙，看向空间节点。他仔细感应了一下，并没有察觉到什么气息，冷笑一声，还挺谨慎。天罡法回天反日。紫裙萝莉双手掐诀，往眉心一点。此法乃是神话中的神通之一，最高深之境，洞察诸天，知晓过去一切因果，无有障碍。几乎一切回光返溯的秘术，包括当年风离真人的回光术，追根溯源，皆是来自此神通。朱雀施展的遮掩术在这神通面前根本无用。不消片刻，一幅清晰画面显露而出，一男二女，还有一只鸟。紫裙萝莉歪着小脑袋看了看为首的青年，他不认识，不过那只鸟他见过，镇妖塔里的朱雀。紫裙萝莉诧异，再度看向那青年，画面中其印堂饱满，非霉运缠身之症，没被克死就很离奇，有意思，正好需要了解赵国的事情。紫裙萝莉露出感兴趣之色，扫了空间节点一眼，转身就走。恶念被善念压制，处处受限，他不想也被限制，这是他从不回去的原因。叶不凡伪装成金丹初期的修士，一路飞行，飞了一天，除了在山谷时碰见的那几个筑基修士，一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偶尔碰见几只妖兽，但没什么灵智。叶不凡想打听南红玉的情报都费劲，这不正常啊！灵气如此浓郁，怎么会没有势力建立在此？叶不凡踩在飞剑法宝上前行，眉头紧锁。荒原一马平川，一眼望不到头，无城池，无洞府，无修士，凡人也没有他。原本打算找个修仙城池，彻底了解南红玉的势力划分，然后加入某个良善势力。毕竟结因动静太大，想瞒也瞒不过去。该不会一头扎进某个禁区了吧？红毛鸟狐一道，这让叶不凡神经瞬间紧绷，心凉了半截。在元国极东之地也有一方禁区，别说金丹，元婴都不敢涉足。他这小身板扎进去就是一个死字。又飞了大半天，叶不凡终于确定所处之地不是禁区，视线中几道身影朝着他这个方向飞掠而来。最前方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修，30岁左右，黛眉凤目，鹅蛋脸，黑发如瀑，明艳动人。她似乎在逃命，轻抿红唇，我见犹怜，身上粉色连衣裙破破烂烂，露出白腻的肌肤，以及2条浑圆笔直的玉腿，就连蟹裤都露了出来，惹人目光。而其修为不过是筑基大圆满。身后紧追不舍的是2个结修，一个满脸横肉，身穿黑衣，是金丹初期；另一个身材高大，长相平平，身穿白衣，是筑基大圆满。裴水岩，小乖乖，将那件顶级法宝交出，饶你不死，再脱光衣服到大爷怀里来，大爷必好生疼你。擦，大哥，抓到他后我先上。2个结修目露淫邪，眼角余光看到叶不凡，闪过诡异之色，而后继续狂追丰满女修。前辈，救我！小女子愿以顶级法宝相赠。丰满女修也看到了叶不凡，慌忙转移方向，往身上贴上一张3阶符箓，勉强拉开距离。叶不凡露出诧异，心说这戏码好熟悉，某些话本小说就是这样，凶徒追美女，路过的主角高喊一声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然后是烂大街的英雄救美。怒杀凶徒，救人后美女暗生情愫，送出宝物，没多久就开始啪啪啪。这南红玉结修这么多吗？从地下湖出来后，遇到2拨人，没一个好人。叶不凡摸了摸下巴，英雄救美正在此时。于玄机美目流转，酸酸的瞥了叶不凡一眼。那女修长相不俗，身材更是火辣，没有哪个男的不心动。救美，叶不凡陷入了沉思。正思索间，2个结修已然追上了丰满女修，将其从空中打落，后者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进了杂草丛中。擦，大哥，我先上。那个长相平平的筑基修士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撕拉一声将丰满女修上半截衣裙扯得稀碎，露出抹胸，而后搜出一件储物袋后倒出一件闪着光的玉盘。顶级法宝，
他大喜之下，将玉盘又重新塞回储物袋，收进怀里，随后色眯眯地瞅着裴水岩：“啊，前辈，求求你救我一命！”小女子愿以身相许。裴水岩恐惧的尖叫，慌乱护住自己的抹胸，大臀边后挪边朝着叶不凡求救，一双凤眸满是水雾，泪水流下，让人见了心疼不已。嘿嘿，老子赵玉，小子，你刚结丹吧？识相点，别多管闲事。那横肉壮汉站在一旁，狞笑地看向叶不凡，而后目光扫过于玄机，见其长相平庸，就没了兴致。不过看到绿萝娇俏的面容后，眼前倒是一亮。绿萝见状，气得俏脸通红，对这两人非常厌恶。于玄机似是司空见惯，看向叶不凡，后者眯着眼，没有动静。经过这2天，他和于玄机学会了上古通用语，能听懂对方说的话。忽的，他大步上前，高声厉喝：“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2个凶徒竟敢如此！放开那女孩，让我来！”叶不凡搓了搓手，直冲丰满女修。救美？不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要上也是他先上。他的速度极快，还没等2个劫修反应过来，他冲到那裴水岩身边，将他拽到另一边的草地上。一股异香扑鼻，叶不凡嗅了嗅对方身上的体香，笑道：“美女，我长相英俊，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说完，不管对方同不同意，开始撕扯对方的衣裙。你放开我！裴水岩一愣，又羞又怒，气得眼泪啪嗒直掉，似是没想到求救对象和那2人是一丘之貉。于玄机、绿萝，那2个劫修都愣了，自称赵运的金丹劫修勃然大怒：“你真是畜生啊！”另一个白衣修士也是怒极。说完，2人驾驭一剑一矛，朝着叶不凡打来。叶不凡转头大喝，挡住他们。哦！于玄机和绿萝发呆，赶忙出手。然而，就在叶不凡转头分心之际，原本在他胯下柔柔弱弱的裴水岩目中闪过狡黠与狠毒，张口吐出一口飞剑，嗖的一声，朝着其脑袋刺了过去。飞剑法宝，这丰满女修哪里是筑基圆满，分明是金丹初期巅峰，比那2个劫修还要强出一大截。这么近的距离，别说初期，中期都防不住。本小姐的便宜不是这么好占的。裴水岩冷笑，法力涌动，想要震开身上的叶不凡。然而对方像是一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纹丝不动。咔嚓，叶不凡面无表情，徒手抓住刺来的法宝，咔咔2下，当场捏成了废铁。法宝被毁，裴水岩当场被反噬的一口血喷了出来，他花容失色，脸色惨白，似是不敢置信。这怎么可能？你不是金丹初期，徒手毁掉法宝，这得多强大的肉身？小姑娘，你这杀人夺宝的戏码成功了不少次吧？欺负我是外地来的？叶不凡眼中哪还有什么欲望，大手猛地掐住裴水岩的脖子，将其从地上提了起来。裴姐，赵运和白衣劫修脸色大变，赶忙出手，想要营救丰满女修，然而却被于玄机轻而易举地挡下。这女人是金丹中期。赵运2人对视一眼，冷汗都下来了。在这幻剑国边境，他们3人依靠这种计策，成功劫杀了很多人。裴水岩掌握隐匿修为的秘术，金丹后期也很难窥破。他察觉到附近有修士，就会用敛心秘术，佯装被他们追杀。美色、宝物，总有一样让那些修士动心。甚至有金丹中期被突然爆发修为的裴姐袭杀而死，从未失手。可这次踢到了铁板。放开我！衣衫褴褛的裴水岩被掐得脸色通红，想要调动修为，但惊骇地发现法力被压制得死死的。而做到这一步，绝对是金丹大圆满。啪！叶不凡狠狠抽了裴水岩一个大嘴巴子，后者的明艳俏脸当场肿胀起来，直接把这位美女打懵了。带走！打了几道法诀，封印对方修为后，叶不凡将其摔在地上，挥了挥手，将此地的战斗痕迹抹除。初来乍到，他不想惹麻烦。不过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散修。他神识何等强大，对方隐匿秘术形同虚设，且发现这3人法力驳杂，绝对不是出自宗门。这种人没背景，杀了也没人追查。正好他需要南红玉的详细资料。小绿萝赶忙提起裙摆跑了过来，将丰满女人拖走。另一边，于玄机也用飞剑重伤了2人。对他这位合欢圣女来说，同修为都难逢敌手，更别说对方只是金丹初期。用绳索绑好，拽着2人迅速跟上叶不凡。片刻后，叶不凡找到一片山脉，迅速开凿出山洞来，将3人扔了进去。说说吧，这里是什么地方？他看向丰满女人，这3人明显以他为首。裴水岩、赵运3人恶狠狠地盯着叶不凡。前者咬牙道：“有个条件，放了我们，我就……”唰！叶不凡双指并拢，唰的一声，一道剑光射出，
将那个筑基圆满的修士脑袋切了下来，鲜血喷了裴水岩、赵运一身，两人脸上的狰狞表情瞬间溃散，浑身发颤。你们没有谈条件的资格。叶不凡俯视两人，面无表情。若非担心对方石海里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连废话都不会说，直接搜魂了。上次对付天沙门的时候，刚搜魂，那家伙脑袋就爆了。这里是幻剑国，而我们来自醉国。裴水岩不敢再谈条件，凄凄哀哀地讲述。叶不凡静静听着，对南红玉大概有些了解。南红玉三大霸主真魔、天仙、无忧宗占据南域中心资源最丰厚的几个大国，还有上百个国家都是其附属，每年上贡一些天材地宝。三大势力之下，则是散修联盟和仙族张家都有一位化神天君坐镇。除此外，还有一个化神天君独来独往。大地之母，传闻是天降桂树，乃桂树所化。而叶不凡所在之地，则是南方的幻剑国，旁边是醉国，就是叶不凡之前经过的无人区。听裴水岩口述，醉国说白了就是周遭列国无数犯了大罪或者得罪人逃难的汇聚地，其中最大的城池是醉城，里面全是穷凶极恶的解修。醉城之外倒是少有人晃悠。叶不凡一路飞来，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就是因为此，没有哪方势力敢建立在那。除了被抢劫，还是被抢劫。这三人来自醉城，潜伏在幻剑国，时不时出手劫掠过往的修士。靠着劫掠，其中两人已经结丹。他们一看叶不凡衣着奇异，必是他国修士无疑，且明显不了解这边的局势，所以动了歪心思。周围列国可有结阴之地，没人出手干扰的地方？叶不凡眯着眼问道。结阴。赵运看向叶不凡的目光变了，有些惊悚，屁股往后挪了挪。能结阴的，有资产结阴的，最起码是金丹大修。他憋屈的几乎要吐血。一个大修，你装什么金丹出气？有，在燕国，只要你缴纳足够多的灵石，燕国皇室就会给你提供4阶灵脉，供你结阴。裴水岩赶忙道，且会替你抵挡那些不怀好意之辈。这种生意他们做了数百年，口碑绝佳。如果结阴成功，他们还会重金招揽。哦，叶不凡精神一振，他就需要这种结阴地，安全，有口碑，不怕干扰。其他地方属实不安全。问完了，把他们杀了吧。叶不凡站起身，冲于玄鸡淡淡道。说完转身就走。裴水岩俏脸惊恐，赶忙道，我还是厨子，我愿意给你当炉鼎，别杀我。修炼到这种地步，还有大好未来，他不想死，更何况大仇未报。满脸横肉的赵运则是瘫倒在地，露出绝望，只恨自己不是女儿身。炉鼎，我不需要。叶不凡默然道，头都没回。这女人姿色过人，但差了于玄机一截。于玄机美眸眨了眨，抬手就是一剑。燕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结阴，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你就算去了，排也得排个几百年。裴水岩惊恐尖叫道，我出生燕国，我有办法让你在短期内结阴。修士结阴事关重大，被人突下杀手，夺取结阴宝物的事情屡见不鲜，因而燕国皇室瞅准商机，提供了安全结阴地。而在那结阴的，要么是散修，要么是小势力的修士，人数太多，否则也不会成为大生意。等等，叶不凡忽的一顿，挥手制止于玄机，眉头紧皱。他着实没想到这一点，有点荒诞。他冷冷道，结阴还要排队？叶不凡又看向红毛鸟，露出探寻。大概率是真的，4阶灵脉不多见，安全的更少，这种生意仙堂的一些势力也会做。你结阴失败了，他们能赚取海量租金，成功了，交好一位元婴真君。红毛鸟点头，传音道。叶不凡沉默片刻，瞅向裴水岩，结一次阴租金多少？8000万下品灵石，不过他们只要中品灵石1比100，也就是80万中品灵石。叶不凡眼角一抽，倒吸凉气，靠，真黑心啊！他竞拍的结阴灵物才7000万，仙堂也是这个价，那里富饶，修士比赵国那贫穷的小地方有钱多了。红毛鸟传音道，赵国灵矿大部分只能挖出来下品灵石，中品灵石很少。仙堂不同，地大物博，灵气浓厚，灵矿深处甚至有上品灵石，这也是元婴修士多的原因。而世人所不知的仙土、妖土、魔土，甚至能产出仙灵玉。叶不凡眯着眼道，裴水岩是吧？我不太喜欢被算计。妾身之父乃是燕国的怒江侯，后得罪了一位王爵，因而被灭门，我侥幸逃亡至罪国。裴水岩说到这，露出仇恨目光。不过我父生前的至交是一位金丹大修，有恩情遗留，我请他出面帮您成为燕国侯爵，以其身份自然能插队结阴。叶不凡闻言，心中微动，
他刚才听对方的叙述中，金丹大修若是有贡献，可荣获侯爵身份，而原因就是异姓王了，类似于那些宗门的长老之流。三大宗是超然存在，燕国是真魔宗附属的顶尖势力。不提异姓王，皇室本族也有数位元婴真君坐镇，一位大修士，一位元婴圆满的巨头，外面传言相对正面，加入其中倒是不错的选择。背靠大树好乘凉嘛，而且距离真魔宗近，正好让于玄机加入其中，给他搞来天煞真魔功的后续和禁忌神通。他眯着眼淡淡道，给你们2个选择，成为我的奴仆供我驱使，要么都去死吧。能成为您的奴仆是老奴的荣幸。赵运这个糙汉上道的很，当场拜倒，陪着笑献上魂血。叶不凡抓住魂血收起来，面色古怪。这个赵运自称是一个小宗门的修士，被其宗门的金丹老太婆给抓去当炉鼎了。因赵运能说会道，把老太婆舔舒服了，加上身强体壮，那老太婆没舍得杀，后此人找准机会跑路到了罪国。从此赵运再也没碰过女人。裴水岩相对矜持，磨磨蹭蹭地将魂血交出。主人，老奴当年也去过燕国京城。赵运谄媚地上前搬出藤椅，您躺好，我驮着您飞行。叶不凡面无表情坐了上去，赵运背起藤椅离开洞窟，朝着燕国的方向飞行。裴水岩、于玄机和绿萝紧随其后。舒服。叶不凡赞叹，这赵运驮人太稳当了，如果能驮张床就更好了。正驮着藤椅飞行的赵运满头大汗，闻言忍不住脸皮抽动。和那老太婆不同，这位大修的体魄绝对恐怖得很，跟特么背了一座大山一样。一行人前行，飞过大江与山峦，中间遇到了一些修仙城池，修士们来来往往，倒是颇为热闹。他们御空而行，众多修士迎面，尊敬的拱手施礼，不敢打什么鬼主意。叶不凡吸取教训，为了避免没必要的麻烦，展露的修为是金丹大圆满，只要脑子正常点儿，都不敢劫道。10天后，叶不凡已经飞过了3、4个国家，灵气浓郁，繁华似锦。他也真正见识到了南红玉的底蕴。每个国家各种势力，金丹数量远比赵国多得多。元婴虽然只有10位左右，但质量比赵国高出一大截。其中地域广袤的大国，元婴更多，不乏元婴巨头。又过了5天，终于到了燕国。一马平川，偶有山岭和盆地。前行中，叶不凡看到2个元婴真君从东北方向掠来，身后跟着一群金丹修士。2大元婴约莫6旬，身影一顿，冷漠地看向叶不凡几人，其目光深邃，似能洞穿人心，要把叶不凡几人全部看透。裴水岩、赵运2人吓得脸都白了。真魔宗，元婴又出来了。叶不凡从藤椅上下来，赶忙施展瞒天术。此时他和于玄机、绿萝已经换了装束，符合南红玉的衣着特色。1年多前，真魔宗派出诸多元婴真君四处探查，罪国也在探查范围内，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消停一阵，没想到又出来了，而且规模更大。裴水岩丰满躯体下意识地靠近叶不凡，又惊又惧地解释，上次顶多是1位真君，没带人，这次出动就是2位，且带一群金丹。什么？叶不凡心中咯噔一声，差点口吐芬芳。1年多前，不就是他第一次传送到这的时间吗？而今又出现，毫无疑问，在找他和玉玺。得亏他小心谨慎，提前将玉玺封印，否则现在已经被真魔宗逮走了。停下！1位金丹圆满上前厉喝，2大元婴真君则是居高临下，淡漠注视，不知2位前辈何事。叶不凡心头一紧，上前拱手道：“这2人都是元婴初期，但威压惊人，比合欢老祖更强。同为元婴，但也有强弱之分。新元婴、老牌元婴以及那些功法玄妙、掌握各种神通的元婴，战力差距极大。听你口音，你不是附近国家的修士吧？”一个黄袍元婴冷冷道，重点关注叶不凡：“不是，我来自南红玉边陲小国，有点画符手艺，这才来这繁华的燕国，赚些天才地宝留给家族。”叶不凡躬身道，心中更加警惕，好死不死的碰到真魔宗，这只能证明一点，这超然势力派出的修士极多，往哪里走都能撞上。福国，黄袍元婴皱眉：“不是，是福国以东的小国天明国。”叶不凡低头拱手道：“福国乃是南红玉最大的符道圣地。”哦，你都会画什么符？黄袍元婴似是好奇，眼神却冷冷盯着叶不凡，神识来来回回在他身上搜查。身为真魔宗元婴，执掌窥探神通，虽未能窥出什么来，但他却诡异的对眼前这人有种莫名的亲近感，这很不寻常。惭愧，我符道天赋一般，只能画出2阶符箓。叶不凡适时露出尴尬，拘束道：“老夫陈和，画一张，让老夫瞧瞧。已经很久没见过福国那边的修士了。”
旁边那绿袍老者捋着胡须，相对和气，别紧张，只是看你长得有点像故人之后罢了。话虽这么说，但上位者的威压却是没有收敛丝毫，眯缝着浑浊老眼盯着叶不凡。绿萝、于玄机两人瞬间紧张了起来。他们有朱雀暗中施展的瞒天术加身，就算是元婴中期也很难窥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是，叶不凡倒是镇定，老老实实的拿出伏笔等物，这些得自裴水岩。赵国的伏笔和南红玉的有一定区别，根本瞒不过这些心细如发的老怪物。他在古云城、流云城画符数量太多，再加上悟性达到顶级，就算没有祭符秘术，也有3阶符师的水平。不过他不敢画3阶，法力催动，画了一张2阶爆炎符，中途失败了3次，刻意为之。叶某人可不想被真魔宗这群杀才抓走，当画符的工具人。你还是剑修？自称陈和的绿袍老者目光一闪，感应到对方的法力波动有锋锐之意。是，剑道浅薄，让前辈见笑了。叶不凡拱手道，而心中暗骂一声老狐狸，这2个元婴哪里是看他画符，分明是借机看他的法力。天煞真魔宫的法力霸道浑厚，别人未必能分辨出来，但真魔宗可以。得亏他还兼修了上清妙真剑典。呵呵，你剑道凝聚剑意，有剑意化形的潜力，很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出自天明国的哪个势力？晚辈名叫赵流，一介散修，居无定所。原来如此，哎，散修不易啊，能有如今修为，可见你努力勤恳。绿袍陈老怪捋须笑道，似是赞赏，递给叶不凡一枚绿色玉佩。你很像我故人的后代，这玉佩可防御1次元婴攻击，你就拿着防身吧。叶不凡一呆，脸上露出狂喜，赶忙上前接过，多谢前辈厚赠。没事了，你去吧。陈老怪和颜悦色地挥挥手，见叶不凡几人离去，笑脸这才收敛。来人，长老，弟子在。一个青年上前恭敬道，去查天明国是否有这个人。陈老怪面无表情，倒不是怀疑那人修为法力压根不是天煞真魔功，其他也没看出异常，但那种亲切感有点莫名其妙，分不清来源。他猜测那小子是不是真魔宗某个已故元婴的后人。弟子需要一些时间。那青年拱手退下。天明国距离极其遥远，他飞过去都得1个月，再加上调查，没2-3个月下不来，何不抓起来仔细探寻？黑袍月老怪皱眉，不耐烦道，碰见1个就抓，你得抓多少10万？还是1000万？天仙，无忧宗巴不得你这么干。陈老怪叹口气，况且找魔龙玉玺的不止他们，还有那2大势力，对方不可能任由玉玺重归真魔宗，就算找到天煞真魔宫修炼者和玉玺，也不能随意动手。随后陈老怪轻笑道，那人多半故人之后，和魔龙玉玺无关。出现在叶不凡前方的是一片宏伟巨城，城墙绵延不知多少里，完全看不到头，10几座城门，人群来来往往，繁花似锦。燕都这么大的城池，人口绝对不下10亿。叶不凡望着巨城，抹挲着手里的玉佩，脸色阴晴不定。为什么不把这玉佩毁了？红毛鸟瞅了一眼，传音道，毁掉，那2个元婴立马就会杀过来，你信不信？叶不凡无语道，本来他们没疑心，但你毁了此物，他们瞬间起疑。这东西是那陈老怪的，必能以此感应到自己的位置，不过还是得谨慎，过段时间扔掉，或者合理的销毁。叶不凡眸光一闪，他想了想，那是丹田中的金丹，眉头紧锁。不止对方有亲切感，他同样也有，而且更加清晰，但那种感觉很邪门，像是有种那2人是我儿子的感觉。叶不凡神情怪异，这应该和天煞真魔宫有关。面对那群金丹修士，倒是没有这种感觉。以后必须离真魔宗元婴远点，顺便让于玄机查查此功。叶不凡看向于玄机，低声传音了几句，我舍不得你。于玄机一呆，幽怨道，如果你能成为真魔宗的神女，好处不用我多说吧，反正燕国距离真魔宗不是太遥远，你偶尔过来不就好了。叶不凡揉了揉于玄机的翘臀，引得后者脸颊飞霞，轻轻呻吟了一声。见叶不凡心思已决，于玄机只得答应。正如他所说，自己想结姻，只能依靠某个大势力。叶不凡又交给了对方一些宝物，目送对方离去，倩影消失在天地尽头。你确定生死印不会被化神强者解除？他皱眉看向红毛鸟，确定生死印比你以前的生死镜更强更隐蔽，他只要不蠢就不会透露你的来历。红毛鸟用鸟喙梳理了下羽毛，那就好。叶不凡颔首，他就指望于玄机给他弄来天煞真魔宫的后续功法了。进城，叶不凡带着绿萝、裴水岩3人进入燕都。燕都分3部分，一部分是普通居住地，一部分是专门为外来修士提供的修炼洞府黄杨山。
其灵气浓度犹如大雾，浓郁至极。租金也贵得离奇，黄杨山外围洞府100万灵石一年，越往上越贵。最后是皇宫大内，灵气更浓。听人所述，里面的一处洞府就是提供外人结阴所用。裴水岩出生此地，有他带路，叶不凡轻松找到牙行，租到一处院落。租金2万灵石，寸土寸金的燕京像是吸血鬼，狂吸过往的修士。租好院落后，叶不凡压根没打算让裴水岩父亲生前的至交帮忙，天知道他全家满门被杀，跟那位至交有没有关系？先住几天，观察情况。主人，这燕都的酒水真的好喝啊！酒楼中靠窗的雅座旁，绿萝小口小口地喝着酒水，小脸酡红，光艳照人。好喝，回头买几坛子。叶不凡轻品一碗酒，宠溺道：“这是燕国特产，乃是用灵果酿造，对低阶修士有增益，但价格也贵，1000灵石一坛子。”忽的，周围交谈的酒客惊呼，而后纷纷挤向窗户，抬头看去，高空乌云迷雾，滚滚灵气以皇宫为中心，形成庞大的漩涡，无尽灵气倒灌而下。今日，本座逆天行，在此结阴，我必超越祖上，成为一代元婴真君。一道中年男子逆风而上，在漩涡中心狂笑。又有人结阴了，是海真人，一代金丹大修啊，无敌人物，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上次那个，不少修士兴奋的议论，还没等议论完，轰隆一声，惊雷炸响，一道成人粗的雷霆劈下，那空中的中年惨嚎一声，直挺挺的一头栽了下去。叶不凡眼皮一抽，被劈死了。皇宫大内半天没动静，而高空中的乌云也逐渐散去，露出碧玺的天空。刚才还豪言壮语的结阴修士，转眼就挂了，死得太快，让原本自信满满的叶某人心里突然没底了。结阴有破丹、成阴、渡劫3个环节，而渡劫又有法劫和心魔劫。法劫就如此离谱，心魔劫不是更恐怖？哎，跟上次一样，又死了一个。可惜破丹和成阴2大险境好不容易度过，结果止步天劫。周围酒客摇头叹息，几个金丹修士则是满脸吐死狐悲，心情沉重。敢问各位道友，结阴死亡率很高吗？叶不凡心中一动，拱手朝着旁边酒桌的3个金丹圆满修士问道。几人身着华贵，气质不凡。9成9吧。这100年来结阴的修士我数过，一共240位，只有3个结阴成功了。其中一个肥胖中年苦笑道：大部分连第一关破丹都过不去，这海道友算是出类拔萃的，可如今，所以本侯至今不敢结阴。这么少？绿萝吓了一跳，不由担心地看向主人。金丹圆满已经是他遥不可及的梦，高高在上，但现在死了这么多，万一主人渡不过去。叶不凡无言以对，心哇凉的。单纯雷劫他不怕，筑基后就开始遭雷劈，身体都快对雷劫免疫了，但心魔劫难办，有一丝疏漏，心魔入侵，当场暴毙。在下叶不凡初来乍到，能否请教各位一些经验？叶不凡报出了真名，真假名字在这地方没什么区别。随后打听起了这240位的案例，失败是成功他妈，能了解结阴的失败点，自己也能提前避免。请教不敢，只是浅薄之见，在下燕国平阳侯，请道友与我们同席。岳灵侯、镇远侯3人纷纷起身还礼，言辞和善。中间那个是个女子，27、8岁，长相普通，身材倒是白嫩，明显驻颜有术。叶道友也是来结阴的吧？如果结阴成功，还指望你分享经验呢。肥胖的平阳侯似乎是个长袖善舞的，片刻间就拉近了关系。岳灵侯抿着红唇，轻笑道：平阳侯喜欢结交各方的道友，人脉极广，叶道友若是有需要，可以找他。一些小事能办，我在金丹圈子里还是有些薄面的。平阳侯哈哈大笑道。叶不凡微笑道谢。与几人闲聊间，倒是对燕都情况了解不少。一般结阴短则1月，长则半年，因人而异。从平阳侯口中得知，半个月后还会有人结阴，乃是一个家族的金丹老祖，姓于，人称于老鬼，足足准备了150年，而今一切具备，如何才能短时间内结阴？叶不凡打探道。道友刚来就结阴，准备充分的情况下，结阴几率也不大，要是准备不足，这3人一愣，面面相觑。仓促结阴，基本上十死无生，哪怕是3大霸主里的天之骄子。几人好心劝了几句，见叶不凡坚持，纷纷摇头。平阳侯沉吟道：想短时间内结阴，得是大燕国自己人，比如像我一样加入其中，成为一方侯爵，如此可请燕帝给予结阴特权，租借结阴地也会打6折。他指了指自己，苦笑道：我也是在100多年前加入的，为燕国办了一些事，有功，所以捞了个侯爵的爵位，只是一个个同道殒命，我拖了100年还没结阴。原来如此。
叶不凡点头，如果是一些小事，替燕国办也就办了，让他卖命，不可能。或者由一位皇室亲族的亲王推荐，那等存在，我这外姓侯没资格接触。平阳侯补充了一句，大燕国阶级分明，外姓侯说白了就是客卿长老，地位并不高，而亲王和异姓王一样，都是元婴真君，不过前者出自皇室。叶不凡点头，又打听了相关细节，随后迟疑了一下，问道：敢问这燕都可有出售接阴灵物的？平阳侯三人面皮僵硬，瞪大了眼睛，似是没想到这位这么勇，你连接阴灵物都没有，居然敢结阴。叶道友，不是我说你哎。平阳侯忽地叹息一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形形色色的结阴者见过了200多位，个个慎重小心，事前准备上100年的不在少数，像叶不凡这般头铁的，他是第一次见。叶道友，燕都结阴者众多，结阴灵物在这可是稀罕物，不过魔云商会是南红域最大商会之一，他们应该有存货。岳灵侯眼睛一转，笑盈盈道：我和魔云商会的理事倒是有些交情，可为道友引荐，能不能得到那就看你的造化了。那就多谢了岳灵道友了。叶不凡心中微喜，拱手道：他现在还缺3样结阴灵物，如此可修习5色元阴法。不仅如此，他还需要购买一些副作用大的神通，用来肉身结阴。法力结阴得修炼5种功法，悟性再高也得需要时间，但肉身结阴简单，随时可以。而肉身结阴后，就算自己法力结阴失败当场爆炸，他也能依靠泛圣魔功滴血重生，不必像刚才那位仁兄一样直接嗝屁了。叶道友，魔云商会在找金丹修士办那件事，其中危险颇多，岳灵侯既然引荐，是受商会所托。一直没怎么开口的镇远侯嘴唇动了动，传音入密。哦。叶不凡目光一闪，不动声色的传音，我也缺接阴灵物，之前跟岳灵侯去了魔云商会，他们不要灵石，只要替他们办成那件事，就会奉上2样接阴灵物，什么属性任你挑选。镇远侯面无表情，暗中却是传音，那件事太危险，唯有战力极强的金丹大修才可活命，我没十足把握，所以婉拒了，具体的我就不能多说了。多谢。叶不凡眯着眼传音道，这镇远侯似乎颇有来历，气息诡异，至于口中的那件事危险，他打算先了解再说。那商会找的是金丹，说明危险系数不会超过金丹范畴，既然不超过，对叶不凡来说，走一趟跟旅游逛街有什么区别？2日后你我在魔云阁相见。又聊了一会儿，岳灵侯笑盈盈的离去，叶不凡也是告辞，带着绿萝回到刚租的小院。见他们离去，平阳侯回头诧异的问道：你提醒他了？他在燕都金丹中人脉最广，当初魔云商会是委托他帮忙找实力强劲的金丹，不过他拒绝了。商会背后是真魔宗和天仙宗，他不想和2个庞然大物接触过多，提醒了，算是结个善缘吧。镇远侯平静道。平阳侯闻言眯缝起小眼睛，似笑非笑道：哦，能让镇远侯主动结交的可不多，你真看好他能结阴？镇远侯50年前成为燕国侯爵，来历神秘，很少主动结交同境道友，更别说提醒什么人了。谁知道呢？他敢贸然结阴，要么是蠢货，要么是有把握，是成是死，与我并无损失。镇远侯眼眸深邃，露出笑意。也是。平阳侯颔首试探道：此人8成结阴失败，不过镇远侯一定能够成功，在此滞留50年。你图谋的是2色元婴吧？结阴艰难，2色元婴更难，而3色更是罕见至极，唯有如真魔宗这般庞然大物，才有结3色元婴的传承。至于4色，整个南红域不超过1手之数。2色哪有这么容易？哎。镇远侯摇头苦笑。叶不凡回到院内，布置了一套3阶防御阵法，让裴水岩和赵运出去打听和肉身有关的神通秘术，自己则是盘膝坐在床榻上，皱眉沉思。他现在灵石不多了，只有几百万，想从魔云商会买到神通根本不可能，想要画符赚取灵石需要很长时间。叶不凡无奈，上次凑够8000万，他耗费了小半年。忽的他心中一动，差点忘了，拿出合欢老祖的储物袋，将里面之物倒出，顿时华光一彩，充斥房间。这合欢老祖当真是富贵，解了燃眉之急。叶不凡大喜，细数之下，灵石总共6000万，大多数都是中品灵石，让原本贫穷的自己瞬间富裕起来。此外还有一些功法典籍，合欢炉鼎宫的元婴篇赫然在其中。元婴境进时在太慢，在仙堂、真魔宗等地方也一样，700-800年都未必能提升一个小境界。叶不凡资质太拉，就算达到元婴，5000年都不可能突破元婴中期。依靠此功能大幅度缩短时间，不过还是得需要上百年。降低资质的副作用秘法，
必须提上日程了。此物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中。叶不凡收起功法，拿起神龟甲，推演了一下，无吉也无凶。随后又翻了翻其他东西，没找到和欢老祖生前施展的那几门神通，让他颇为失望。不过却是找到了一片古老的青铜残片，上面记录的世上古异形术，低级得很。叶不凡翻来覆去，没看出什么来，正欲扔进储物袋，忽的手指一顿，不对，皱眉盯着异形术，而后拿出自己造处术，前后比对，字迹一样，明显出自同一人之手。叶不凡目中金光一闪，打出几道造处术的法诀，青铜残片波纹起伏，其上字迹开始变化。片刻后，一篇新的异形神通浮现而出，并非法术神通，而是体术神通，唯有炼体之人才能施展。异形神通，取妖人的魂与血，炼化后以此改变血肉、骨骼、内脏，亦形成那人妖模样、身体、魂魄，法力一致，神识难测。副作用：维持时间短暂，不能抵挡同术神通的窥察；副作用逆转，维持时间长久，可抵挡同术神通的窥察。叶不凡张大了嘴巴。如果说造处术是改变的是外表，那么这异形神通改变的就是内里，变成一只猫，内部身体的构造就是一只猫。这神通有点逆天，如果变成一条真龙，理论上来讲能够施展真龙神通。叶不凡怦然心动，红毛鸟传给他的瞒天术没什么威力，不限种族。正常来讲，妖族的天赋神通极其强悍，因身体血统构造不同，人族根本无法修炼。反之同理，魔妖帝能施展人族法术，那是因为半人半妖之体，有一部分人族血统。朱雀，过来。叶不凡传音，不大一会儿，红毛鸟飞了进来，翻着白眼道：叫我干哈？没见姑奶奶闭关恢复元婴修为吗？传我朱雀一族的小法术，还有借你的一丝魂魄和精血一用。啥玩意儿？魂魄精血能随便给的？100万灵石，1000万，成交。叶不凡咬牙点头答应。如果能变成朱雀，别说1000万，1个亿也值了。你到底想干啥？红毛鸟挤出一滴紫色血液，其中夹杂着一丝神魂之力，好奇道。叶不凡没搭理他，而是一口吞下，运转异形神通，开始炼化。这是体术神通，以他惊人的体魄，完全能够修炼。半日后，叶不凡站起身，骨骼嘎吱作响，身上长出了红毛，嘴巴开始变尖。卧槽！红毛鸟眼见对方变成一个大号朱雀，吓了一跳。鸟喙尖尖，红色羽毛，2只爪子，臂膀则是成了大翅膀。叶不凡拍了拍翅膀，当场飞了起来，法力变成妖力，唰的一声，翅膀光滑一闪，犹如钢铁，将石桌一分为2。这是朱雀一族的小法术，切影术，真的可以？叶某人震惊了，而后目光火热地看向红毛鸟。能施展妖族法术，就能施展朱雀一族的诸多天赋神通，比如朱雀之火，焚烧万物，杀伤力极其恐怖。当然，他终究不是真正的妖族，变化后的伪妖力不可能媲美真妖力，能施展妖族神通，威力稍显不如。你真的是变态啊！别看我朱雀一族的天赋神通，万不能外传的。红毛鸟惊的眼睛几乎掉出来，见对方双目放光，吓得一个机灵，赶忙飞了出去。叶不凡没有去追，而是熟练新身体。片刻后，大号朱雀变成的巴掌大，运转伪妖力更加得心应手，不过很快他就大汗淋漓。终究不是肉身元婴，维持妖体需要庞大气血支撑。还有个缺点，那就是红毛鸟是母的，导致它变化后的妖体身体构造也是母的。如此，就算没有瞒天术，那些元婴真君也无法窥破我的异形神通。叶不凡兴奋大笑，之前一直困扰于造处术无法瞒过元婴神识，现在安全感重新回来了。他怀疑异形神通和造处术原本是一体的，内外兼备，源自天罡36法胎化异形。所谓胎化异形，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神禽或异兽，能随意变化天地万物。这门神通得好好休息。红翅膀扑腾一声，叶不凡回归人身，而后从储物袋中翻出一门秘法，和欢老祖的结阴法，元血结阴法，配合结阴丹、结阴秘药，5成结阴几率，副作用使用后元阴灵10度远逊同阶，100年内有随时溃散消亡的风险。叶不凡一怔，露出恍然，怪不得和欢老祖能凝阴成功，5成几率，哪怕再仙堂也算得上奇高了，但风险也大，100年内随时暴毙。里面还夹杂着结阴秘药的配方，换做以前叶不凡未必能凑得齐，但这是在繁华的燕国没什么问题。负面逆转，使用后元阴凝10度远超同阶，100年内元婴越发凝实，无危险。
叶不凡露出笑容。五色元婴法再配合此法，结阴把握起码90%。到了晚上，裴水岩和赵运回来。主人，我走访了几家大型法术店铺，并未找到有关神通的信息。赵运苦笑，躬身道：神通在元婴中也是极其珍贵的，在大势力属于不传之秘，鲜有外流。这个层面的东西，除非是一些隐没暗处的元婴交易会，明面上根本没有。以他的修为，根本没资格接触。我也去了一些验斗秘店，也没有，大都是一些法术。裴水岩轻声回应。他身穿一袭鹅黄裙，2条大白腿并拢，见叶不凡目光看来，挺了挺傲人身姿。相比较为其做事，他倾向于爬上这位金丹大修的床。叶不凡眉头紧锁，失望至极。他随手写下药方，道：去收集这里面的药材，这是结阴秘药和结阴丹的材料。当初在遗迹，他已经搜刮到了凝阴草、九曲云花等数种结阴丹的药材，再加上和欢老祖压箱底的一堆药材，其中不乏万年灵药，差不多凑了一大半。再在燕都凑一凑，炼制结阴丹不在话下。主人，听说燕国的拍卖会近期会拍卖结阴丹，何不直接竞拍？即便凑够了药材，也得请炼丹师。赵运看了看药材，迟疑道：结阴丹的炼制法在南红玉并不是秘密，我自有打算。这是2000万灵石，不够了再找我，尽快去办。叶不凡扔给2人一个储物袋，挥挥手。正品结阴丹有毛，又哪有自己炼制的极品毒丹好使？赵运不敢再问，转身退下。裴水岩向叶不凡抛了个媚眼，水蜜桃般的身材摇摆，袅袅婷婷的走了。这女人不怀好意，缠主人的身子。小绿萝小声提醒。叶不凡轻笑，捏了捏她嫩白的脸蛋儿，她无非想借身体保命罢了。你这是吃醋了？哪有，我只是担心主人，毕竟结阴危险。小绿萝大眼眨了眨，掀起绿裙，轻盈坐在叶不凡腿上，小脑袋埋进后者怀里，纤细手臂环住宽厚脊背，紧紧抱住。自看到那个结阴失败被劈死的家伙后，他一直都在害怕。如果主人陨落，他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未来只有迷茫和恐惧。繁华宴都对金丹大修元婴来说是好地方，对他一个筑基修士来说，那就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洪荒猛兽。放心，死不了。叶不凡嗅着绿萝身上的馨香，轻笑道：明天我给你结丹灵物和丹药，你结丹吧。叶不凡想了想，道：曾经难以得到的宝物，现在唾手可得，和欢老族储物袋里面有不少好处，不乏结丹的东西。就算绿萝结丹失败，如鼎宫也有治疗效果，根本无惧。主人！绿萝一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紧紧埋进他怀里。叶不凡食指大动，抱起绿萝进入了卧室。赶路半个月，风尘仆仆，都没来得及好好休息。翻云覆雨，一夜无话。2天后，叶不凡随着岳灵侯来到燕都的一座阁楼前。阁楼7层，占地颇大，上面赫然刻着魔云阁3字。一些金丹真人进进出出，修为皆是不俗。此阁唯有金丹之上才有资格进入，甚至有元婴真君。岳灵侯笑盈盈道，带着叶不凡走上阶梯。刚要进入楼内，岳灵侯忽的一顿，满脸恭敬道：见过林前辈。从楼内走出一个50多岁的黑发老者，身穿灰白长衫，气质平和。见过前辈。叶不凡吃惊，赶忙拱手：元婴真君。然而诡异的是，林姓老者根本没搭理他们，目光呆呆地直视前方，一步步地下了台阶，像是牵线木偶一样。错身而过的瞬间，一股波动从老者身上散开。叶不凡忽然困意上冲，眼皮子几乎要睁不开。这是无忧宗的林真君，离他远点儿。岳灵侯提醒。叶不凡眼神眯起，赶忙退开。他惊疑道：他难不成在梦游？叶不凡听裴水岩提及过无忧宗的至高宝典大梦仙经，梦中修行。是，所以别碰他。上次有位金丹真人触碰到了这位，结果被拉入了梦中，当场神魂俱灭。岳灵侯脸色发白，心有余悸。如果打断美梦，也会把你杀了。叶不凡无言以对。这不是精神病吗？病症比他那个萝莉师尊严重多了。不知道林真君怎么来这里了？岳灵侯摇摇头，带着叶不凡进入大厅，厅内第1层是交易区，售卖一些宝物。岳灵侯径直带叶不凡来到第4层的一个房间内。片刻后，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进来，看向叶不凡大笑道：叶道有事吧？岳灵侯与老夫提及过，他是金丹圆满的修为，相当不俗。老夫姓巫，魔云商会理事。巫理事拱手上下打量叶不凡，露出异色。他听岳灵侯提及过此人，来历不明，修为是金丹大圆满，没有任何准备就妄图结阴，貌似是个狂妄自大之徒。不过这些不关他的事。他拍了拍手，让一个姿色过人的女修进来为叶不凡和岳灵侯侦查，随后女修恭敬退下。原来是巫道友，幸会。
叶不凡微笑拱手，心头却是发紧。他有神识，肉身感应也是敏锐，能察觉到暗中有人窥视。元婴真君，一个元婴真君暗中窥视，是何意？叶不凡心中诧异，脸上却是不动声色，与乌里氏寒暄。言谈间，乌里氏旁敲侧击他的来历，而他自是滴水不漏。叶道有可知紫破玉妖？乌里氏对面而坐，目光闪动。叶不凡一怔，凝眉道：可是紫破玉矿产生的妖物？传闻矿脉汲取天地精华，无数年后会诞生灵魄和灵智，术能成精，这种炼器材料也能成精。平常紫破玉就能炼制3阶法宝，紫破玉妖更可炼制4阶顶级元婴法宝，价值连城。只是这种妖物攻击、速度、防御都太强，元婴之下基本上没对手。不错，有位大人物委托商会集结金丹修士，猎杀紫破玉妖。乌里氏补充道：那玉妖太狡猾，元婴过去直接的遁逃离，太难抓。那位大人物也是无奈。叶不凡思索片刻，觉得没什么问题。叶道友，猎杀紫破玉妖虽然危险，但只要谨慎一些，还是没问题的。况且此行还有5个金丹，可用操纵阵法困杀玉妖。岳灵侯见叶不凡迟疑，以为担心安危，宽慰道。他向乌里氏使了一个眼色，后者了然，露出笑容，拿出5个玉盒，一一打开，露出里面物品。一颗绿色光团，像是心脏；一小块的土黄色泥土，散发强烈的土灵气；其余的则是火、金、水等属性的灵物，5行俱全。贵商会真是好大的手笔啊！为了紫破玉妖，这等稀珍的接应灵物都拿出来了。叶不凡吃惊，盯着那颗心脏和泥土，还有那一碗固态液体。天齐木星，大地精粹，玄重水。这魔云商会当真是财大气粗，别说5种俱全，随便拎出来一种，把赵国翻过来都找不出来。他如果得到3样，5色元婴法就齐了。阁下只要答应此事，可挑选任意一种接应灵物，事后还可请皇室给你一个侯爵的头衔，以备结姻之需。乌里氏见对方心动，含笑道。叶不凡思索片刻，道：我要2种。实际上他想要3种，但对方不可能答应。乌里氏脸皮僵硬，露出不悦。叶道友，围猎玉妖又无性命之危，你这未免太过分了。商会是有钱，但不是冤大头。2种。叶不凡神情木然，若不是忌惮暗中的原因，他直接开抢了。谁他妈跟你废话？大不了换个马甲，再回雁都结鹰。叶道友，你连什么实力都没露，万一是个水货，没什么能耐，我商会岂不是血亏？况且其他5味金丹也是差不多价值的物品，2种。哼，好走不送。乌里氏冷哼，拂袖道。旁边的岳灵后赶忙打圆场，使劲给叶不凡打眼色。叶道友，1种就很好了，毕竟接应灵物难得。叶不凡沉默。乌里氏见他似乎有些迟疑，一张胖脸像是翻书一样，无奈道：1种灵物不行就只能送客了。殊不知叶不凡在心里开始计算抢劫以及逃跑的路线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不好找。忌惮暗中的原因，但不代表他怕，以他现在的实力，安全脱身把握还是很大的。就在这时，乌里氏似乎接到了传讯，露出诧异之色，看了看叶不凡，罢了，就差1个人了，2种就2种吧。叶不凡目光一闪，微笑点头。3日后城外会合，届时会将结阴灵物交于你。乌里氏道：多谢成全。叶不凡含笑道，正欲离去，忽地想起什么似的，道：不知贵商会可有和体魄有关的神通？体术神通？叶道有坚固炼体。乌里氏一愣，南红玉只有1个宗门专门炼体，有肉身元婴，但哪怕是那种有传承的，难度也极大，正常人不会选择。如果法力结阴机会不大，我就准备走炼体之道，钻研一下相关的神通。哎，没办法。叶不凡随口胡诌，一脸的唉声叹气。原来是钻研。乌里氏恍然，倒是没有太意外，神通非元婴不能修习，但很多人会拿来研究，印证自身炼体之道。他想了想，倒是有几种，不过阁下就得拿灵石购买了。那是自然。既如此，来人将存放的那几门体术神通拿过来。乌里氏叫来一个侍女，吩咐下去。片刻后，侍女拿着储物袋恭敬奉上。乌里氏从里面拿出一枚玉简，不慎在意道：体术不如神通热门，购买者甚少，所以没有存留过多，这是目录和相关记载。多谢。叶不凡心中一喜，接过玉简。嗨嗨，这里面的体术要么是难修习的，要么是副作用大，叶道友若是想要，可以给你一个便宜价。乌里氏咳嗽一声，神情不自然。旁边岳灵侯脸色古怪，他和乌里氏有些交情，知道其商会一直想将这几门体术推销出去，奈何没人买。体术神通的副作用，轻则痛苦难忍，身体永久性残废，
重则当场死亡，这等损伤根本的东西，疗伤圣药都治不好。叶不凡闻言，心中大喜。正常神通有什么好练的？副作用越大越好，最好当场半身不遂。将玉剪贴在眉心，详细目录浮现脑海。化妖大法人气低级，人阶，取真情异兽的血、肉、骨、魂、妖丹，将其炼化，融入己身，施展后可短暂妖化，力大无穷，防御无双，比肩元婴法宝。副作用：影响神智，难以分清自己是人是妖，严重者妖兽的习性会融入本能。真武神拳人气低级，依照真武观想图，完美运用体魄气血，全镇山河，可杀元婴。副作用：施展后体魄由盛转衰。魔武引人气低级，运用气血速度行体术。叶不凡眉头微皱，神识扫过，并没有永久降低体魄的神通，短暂降低没什么用，逆转后也只能短暂提升。忽的，叶不凡神情一顿，混元冥王惊人气顶级残篇，竞技神通，激发108窍穴，体魄潜能短暂提升1倍体魄、速度、力量、防御等。副作用：爆发过后，体魄永久性损伤，皮肤、血肉、五官、内脏逐渐畸形，非天地奇药无法治愈。叶不凡眼睛瞬间就直了，1倍体魄，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肉身结阴，同境界基本上没对手。关键是永久性损伤，逆转后永久性壮大体魄，加强版的血阳魔火，可以此肉身结阴。这是灵根削弱法。叶不凡看到最后一门体术，神情发呆，再也移不开目光。乱灵经辅助功法，降低灵根资质，激发潜力，将灵根融入肉身，可提升肉身元婴的修炼速度。副作用：灵根降到最低，断绝修炼法力的路，谨慎选择。叶不凡心脏砰砰狂跳，资质越高，结阴概率就会提升。就算他成就元婴真君，接下来的路也不好走，资质实在垃圾的厉害，精进一丝修为都不可能。依靠炉鼎功倒是能加速，但也得100年。可如果能将灵根提升到极品，配合炉鼎功，用不了100年他就能踏入元婴中期。那就混元冥王经、乱灵经这2门功法吧。叶不凡压下激动，脸上却是平静道：你确定？这2门副作用可是极大，有死亡风险。尤其是乱灵经，这是大周先朝真武宗那群炼体修士的辅助功法，一旦选修，毁掉灵根，直接断绝了修法之路。屋里是怪异，反复确定。见叶不凡坚持己见，神情更怪异了，心说这不会是个疯子吧？炼体比修法更艰难，而且痛苦万分，脑子正常点都不敢修炼此功。我只是研究罢了。叶不凡敷衍，屋里是也不再说什么，想了想道：混元冥王经算7000万灵石，乱灵经3000万吧。这么贵？一点也不贵，正常神通有价无市，1亿下品灵石打底。若非这2门副作用太大，总价值不会低于5亿。屋里是苦笑，商会收2门神通也花了8000多万，若非无人购买，根本不会这么便宜。叶不凡无言，咬了咬牙，拿出了仅剩的5000万灵石，又凑了一堆的丹药材料，这才勉强凑齐1亿。从遗迹一路走来的战利品，除了法宝，基本上全卖了，大头出自合欢老祖。而功法、法宝等物没有卖，这些东西标志性明显，只要不是傻子就能看出不是出自南红玉。丹药材料大同小异。屋里是看着房间里的一堆物品，眼皮子狂跳，再看向平平无奇的叶不凡，收起了小觑之心。一个金丹修士这么富有，且丹药材料五花八门，鬼知道这家伙弄死了多少人。交易完毕，叶不凡揣着2本密卷，与屋里是约定好后走出房间。此人什么来头？屋里是看向岳灵侯，眉头紧蹙，后者摇头表示不知。就在这时，一道身着蟒袍的中年男子走入，气质如山川大岳，不怒自威。见过齐王。屋里是岳灵侯赶忙上前恭敬道：来者赫然是大燕国的皇室宗亲，元婴初期齐王。刚才若非齐王传讯，他根本不会答应2种元婴灵物。我没时间了，必须尽快，加上他人数够了。齐王平静道：金丹修士好找，但以防消息走漏，周围列国的金丹都不行，毕竟关系网牵扯太多，只能找远道而来的对此地不熟的陌生金丹。可终究是2种灵物，价值极大。屋里是苦笑，只要能办成这件事，一切都值得。齐王眼眸闪过火热之色，无数元婴都想要得到的瓷器，价值怎是这些结阴灵物可比？况且区区金丹，事后灭口就行了，结阴灵物一样还会回到我的手中。齐王风轻云淡的传音，仿佛捏死一只蚂蚁。而这番话避开了岳灵侯。屋里是心头一寒，脸上却是敬畏，笑道：齐王高见。
齐王瞥了岳灵侯一眼，扔给他一个储物袋。后者大喜之下，临时探入，里面赫然躺着10万灵石，这是拉人的费用。多谢齐王。岳灵侯喜笑颜开，躬身道，而后退下。齐王等他离去，看向乌里氏，冷漠道：派人监视岳灵侯，事后一并把他也杀了，封锁消息。是。乌里氏心中直哆嗦，赶忙安排人去跟踪，而心中不免有些兔死狐悲之感。这件事是齐王和分会会长的合作，事关重大，知情者一个活口都不会留。若非他是分会会长的心腹，估计也得被灭口。金丹在小地方称雄称霸，但在这些元婴真君面前，只是大点的蝼蚁而已。传讯给那几个金丹，3日后出发。对此，叶不凡一无所知。在燕都逛了一圈，欣赏了一下繁华，回到了院落内，首先拿出混元冥王经，细细参悟。副作用：爆发过后，体魄永久性损伤，皮肤、血肉、五官、内脏逐渐畸形，非天地奇药无法治愈。负面逆转：爆发过后，体魄永久性增强，皮肤、血肉、五官、内脏多方面增幅。到了傍晚，叶不凡摆出奇怪的姿势，像是佛家的金刚。修至深夜，终于入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叶不凡施展冥王经，刺激108窍，没有痛苦，只有舒爽。而后身体浮上一层金色薄膜，跟染了一层金漆板，肉身力量、速度、防御增加了3成左右的强度。毕竟刚入门，1倍不可能。啪！叶不凡拿出一件顶级法宝碎片，轻轻一捏，碎片直接扁了。体魄原本就比寻常炼体修士强大，增加了3成后，单以肉身能抗击下元婴真君的法术。叶不凡露出笑容，非常满意。他推测，若是修至圆满，达到1倍增幅，单肉身能真正硬汉元婴法术。如果配合修为，在面对合欢老祖都不使用神通的情况下，他可碾压寻常元婴初期，压根不是对手。不仅如此，许久未曾前进的体魄，在副作用下强大了一截，已经触摸到了肉身元婴这个大臂掌，估计用不了半个月就能结婴了。叶不凡心情舒畅，双眼发亮。范圣魔功元婴篇，防御爆表，还能滴血重生，算是半个不死身了。随后再次参悟另一部经文，乱灵经辅助功法，降低灵根资质，激发潜力，将灵根融入肉身，可提升肉身元婴的修炼速度。副作用：灵根降到最低，断绝修炼法力的路，谨慎选择。负面逆转：灵根升到最高，可修炼法力，谨慎选择。叶不凡露出激动，深吸口气，开始修炼此经文。翌日清晨，下品阳灵根在系统逆转下大幅度提升，接近中品。随着灵根提升，叶不凡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恰在此时，绿萝琼鼻耸动，进入房间。他嗅了嗅，圆圆的杏眼渴望地瞅着叶不凡。主人，你身上好香啊。香。叶不凡闻了闻身上，什么都没闻到。是啊，好香。我想。小绿萝钻进他怀里，仰着小脸呆呆地望着叶不凡，而后一口亲了上去。不对劲，触感柔软，香甜可人。叶不凡将小绿萝提溜下来，仔细看着他的大眼睛，眼神中带着欲望。阳灵根提升，对女人吸引力变强。阳灵根是炉鼎之体，资质越强，对女人吸引力越大，似乎还散发一股奇香。他突然想到了鱼玄机的天魅灵体，感情我变成了行走的春药。叶不凡神情怪异，尝试遮盖莫名其妙的香味，然而没用。又试了下造处术和异形神通，倒是能掩盖，但不可能一直持续。他感觉很不妙，如果碰见哪个女元婴真君，鬼知道会不会对他下手。叶不凡又让绿萝远离自己，实验了几次，发现有距离限制，超过5丈范围，绿萝就闻不到香味。算了，叶不凡无语摇头，让绿萝出去。接下来一段时间，专心修炼2门功法神通。等到了约定10日，冥王经已然小成，肉身增幅5成，灵根也到了中品，能明显感觉到吸收灵气速度变快了，法力运转也快了不少。燕都外一处丛林中，此时已经聚集了6人，除了乌里氏，其他则是4男1女，皆是金丹大修，神情各异。乌里氏，那个姓叶的还来不来？一个粗眉大汉等得不耐烦。此人姓甄，刚来燕都也不过数年。其余4人也是皱眉，已经到了约定时间，至今未至，多少有些不懂礼数。应该快到了。乌里氏赶忙道，等了半晌，心里直犯嘀咕，如果叶不凡爽约，那他真得傻眼。以我们几人的实力，再配合你们商会的5行阵法，拿下紫破玉妖有9成把握。甄姓大汉不满道，他盯着乌里氏，不如现在就把功法灵药给我们，不必等他了。他现在只想尽快拿到好处。这乌里氏迟疑，忽地他眼睛一亮，道，叶道友，
你可算来了。众人看去，就见一道白衣身影飞来。叶道友，好大的架子，让我们苦等2个时辰。真姓大汉淡淡道：抱歉，处理一些私事，耽搁了。叶不凡拱手：来了就好，我给叶道友介绍一下，这位姓甄，这位。屋里士打了个圆场。除了急脾气的真姓大汉，还有2个老者，一个像是庄稼汉一样的世薄中年，最后一个则是眉心有科制的明媚少女，身穿宫装。几人冲叶不凡点头，没有深交的意思，而那少女则是静静盘坐，从始至终都没抬眼。叶不凡眯了眯眼，心中了然，这5人修为夯实，身负煞气，皆是金丹大修中的翘楚，尤其是那少女，生机时而衰败，时而旺盛，其功法相当诡异。不过对他没什么威胁，他也懒得关注。此行他就是来划水摸鱼的，报酬什么时候给？明媚少女明和依莲睁开眼，平静道：到地方就给。屋里是含笑道，说完便催促几人赶紧上路。一行7人架起盾光，叶不凡踩在一柄普通飞剑上。那个元婴跟来是几个意思？一路跋山涉水，尽量避过一些修士。叶不凡飞行间眉头紧锁，别人发现不了，但他却清晰感知到后方有个元婴真君跟着，正是在商会时隐匿在暗处的那位。忽的，叶不凡神识一动，皱眉更深。还有一个元婴，为了一个紫破玉妖，没必要2大元婴紧随。他感觉不对劲，想了想，叶不凡提了提速度，夹在6人中间，顿时安全感满满。约莫飞行了10天，面前出现一道山谷，山谷尽头大雾茫茫，充满了神秘，而周围别说一只野兽，连只虫子都没有，静得有些诡异。这里是玉国？姓吴的，你可没说紫破玉妖在玉国？何依莲俏脸惊变，娇斥道。真姓大汉等人的脸色也难看下来。玉国乃是南红域禁区之一，别说金丹元婴进去都未必能活着出来，只是边境罢了，不到玉国境内。这也是为什么元婴真君始终无法捕获玉妖的原因，每次他都会逃到玉国。屋里士连忙解释道，眼神忌惮地扫了眼山谷最深处的大雾。放心，只在这片山谷捕捉紫破玉妖。屋里士见几人阴晴不定，赶忙宽慰道，随后拿出几个储物袋递给了出去。真姓大汉几人一一接过，查看过后，脸上露出喜色。叶不凡也是心中稍松，天齐木星，大地精粹到手了，还差一种水属性灵物罢了，只要不踏入玉国境内就好。何依莲犹豫片刻，咬了咬银牙。真姓大汉几人也是相继点头。随后屋里士带着几人进入山谷，来到一片洞窟外，紫破玉妖的矿身就在其中。诸位请吧。屋里士笑道。几人点头，掏出法宝，凝视洞窟深处。而叶不凡眼睛也眯了起来。自到了这里后，他发现后面那2个元婴驻足不前了，连山谷都没进。他瞟了眼远方，催动神识，穿过山谷，向大雾里面探了进去。未等往深处探，叶不凡瞳孔一缩，立即将神识收了回来。他视力惊人，隐隐约约看到大雾中有一个个小人影子走来走去。嘻嘻，来找我玩呀！耳边钻入模糊的声音。他看了看其他人，屋里是几人似乎没察觉，也没听到声音。什么鬼东西？叶不凡眉毛一挑，他听说过玉国是禁区，但具体里面有什么，鲜有人知。忽的，他眼神微凝，大雾中一个东西鬼头鬼脑地探了出来，不是人头，而是一只水晶靴子。长长的靴子上2只满是血丝的眼珠子转来转去，似乎发现有人注视，猛地瞪了过来。叶不凡吓了一跳，赶忙转移视线。片刻后，眼角余光再看，那只靴子已经消失了。妈的，是世界变化太快，还是我老了？一只鞋都能成精。叶不凡心头琢磨，打定主意，绝对不能进去。鬼知道那靴子会不会突然套在他脚上。几人收敛气息，警惕地进入幽深山洞内。没人注意到，叶不凡落在后面，目光微闪，缩在大袖中的手掌悄然掐诀。乌某实力低微，就不随你们进去了，我在这儿等你们凯旋归来。屋里是拱手，直至叶不凡几人消失在视线，脸上笑容收敛，迅速离开山谷。山谷外2道身影负手而立，齐王以及一个微胖的灰衣老者，后者正是燕多魔云分会的会长。他们已经进去了。屋里是恭敬拜下，迟疑道，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万一那几人带着宝物潜逃？不会，玉妖一死，难免会引动玉国的轻雾，到时候大雾扩散，几人都要死在里面。黎会长双手搭在啤酒肚上，嗤笑一声，不以为意。等大雾回笼玉国，再进去拿玉兔瓷，安全无虞，不费吹灰之力。言谈间根本没在意那几个金丹的死活，甚至他连那几人姓甚名谁都懒得问。会长高见。屋里是心头发寒，脸上却是露出恭维，拍了一记马屁，
那几人死到临头还不自知，愚蠢至极。会长大人智计无双，属下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黎会长很是受用，哈哈大笑。他看向齐王，眼神闪烁，笑道：齐王爷，事后那玉兔祠该如何分配？他和齐王关系莫逆，有300年的交情，但此物干系太大，各大势力的元婴巨头都在寻找分散各处的玉兔祠。我早前得到消息，襄国疑似出现一件玉兔祠，若是得到，这件就归你。齐王淡淡道：好。齐王爽快。黎会长大笑。齐王落在一颗巨石上，盘膝而坐。耐心等吧。山洞内甬道四通八达，人工开凿痕迹明显。6人顺着乌里氏所述的路线七拐八绕往深处而去。这里倒是结阴的好地方，寻常人不会靠近玉国边境。叶不凡落在最后，嗅了嗅浓郁的灵气。法力结阴需要4节灵脉，但肉身结阴并不需要，这里灵气足够了，甚至压根没有心魔结，只有雷结一道关卡。半个时辰后，一行人来到数个广场大的地下洞窟，前方紫气环绕，一座庞大的紫破玉矿脉横亘。呼呼，矿脉时起时伏，传出沉闷的呼吸声。一整座矿脉化为妖，当真是奇异。其中一个老者吃惊，赞叹不已，眼神隐隐露出贪婪。紫破玉乃是炼制法宝的材料，这么大一座玉矿，如果卖出去，价值连城。轰！呼吸声骤然一停，房子粗的紫破玉狠狠朝着几人砸了过来。快布置5行阵困住他！真信大汉大喝，翻出一杆黄旗，随后朝着叶不凡道，嘿嘿笑道：叶道友，挡住此妖片刻，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叶不凡心知此人在表达之前的不满，不过他懒得计较，装模作样的祭出一柄飞剑法宝，当的一声将攻击而来的紫破玉抵挡而下。其他人5人也没废话，迅速分散，围绕整个洞窟布置5行困阵。人类，该死！整个洞窟震颤，巨大矿脉竟是站了起来，高达100丈，犹如石头人，2颗血红的眼珠子怒瞪，狠狠朝着叶不凡撞了过来。嗖！叶不凡凌空驾驭飞剑，狠狠点在紫破玉妖的脑门上，一股冲击力横扫，他身躯不禁颤抖，被震退数10丈。灵智不高，但力量和防御过于离谱。他吃惊，换做其他金丹大修，估计扛不住几下就会当场被锤死。快点儿，我坚持不住了。叶不凡不断驾驭飞剑击打在巨大玉妖的身体各处，装模作样的露出苍白之色，嘴里的鲜血像是不要钱一样边打边喷。他觉得不对劲，这紫破玉妖的眼珠子和那水晶靴子上的眼珠很像，保险起见，还是让那5位强人对付吧。坚持住！2个老者手持一蓝一红2杆阵旗，高声大喝。而另外3人也在催动，见叶不凡如此不堪，连几下都扛不住，真信大汉不由大骂：你是真废啊！布阵需要时间，玩命挡！何一莲也是柳眉紧皱，露出怀疑。正常来讲，金丹大修不敌紫破玉妖也能挡一会儿，而乌里氏也不可能选一个弱者参与猎妖之事。又挡了一会儿，叶不凡被庞大的紫破玉妖打得咳血，全身青一块紫一块。还没布阵完成吗？他大吼，撕拉的一声，一条手臂被紫破玉妖撕扯了下来，鲜血狂飙。快了！何一莲看到叶不凡受伤，娇声道，心中怀疑打消了几分。就在这时，5杆阵旗上爆发光柱，在洞窟顶部汇聚。他目光一闪，催动阵旗的速度不仅没有加快，反而降了下来。咔嚓！叶不凡另一条手臂被扯了下来，紫破玉妖浴血而狂，打得飞剑不断颤抖，暗淡无光。我坚持不住了！他面目狰狞的咆哮，眼角余光看向何一莲。此女的小动作难查，但怎能瞒过她的神识？这娘们看着不像好人呐，这是想借紫破玉妖之手把我弄死。他心中起疑，之前被2大员阴真君监视跟随，他就察觉不对，现在这个女人也露出了马脚。简单的猎妖，处处透着诡异。阵法快完成了！2个老者见叶不凡如此惨状，都是心惊肉跳，赶忙高喊。那赤膊庄稼汉也是看得脸色发白，此妖比他们想象中凶得多，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屋里是哪找来的弱鸟？真信大汉则是大骂，心中焦急。叶不凡如果缠不住，布阵就会失败，到时候根本围杀不了紫破玉妖。啊啊！突然一声惨叫炸响，叶不凡另一条腿被撕扯了下来。叶道友，其中一个老者脸色巨变，想要提醒，但已经晚了。噗！只剩一条腿的叶不凡胸膛被紫破玉妖一根指头贯穿，脑袋大的血洞触目惊心。我不甘心！叶不凡嘴里鲜血汩汩直冒，发出最后的怒吼。啪嗒一声，尸体被紫破玉妖甩到了洞窟角落。死了！怎么死这么快？
两个老者与庄稼汉脸色惊悚，难以置信，一个金丹大修就这么死了，从头到尾不过30个呼吸。真性大汉则是大骂一声晦气，唯有何一莲眉头舒展，嘴角勾起一丝冷笑，目光掠过其他人，隐隐泛起杀机。实际上五行阵早就能布置完成，是他拖延了几息时间，为的就是借御妖之手将一人干掉。阵成。而就在叶不凡死亡之后，阵法彻底激活，5道光幕将紫破御妖困在其中。何一莲、真性大汉5人纷纷将阵旗插在地上，记起剑、刀、裹尸布等法宝，朝着紫破御妖围攻了过去。人类全都该死！紫破御妖咆哮，巨大的身体横冲直撞，震得5道法宝乱颤。何一莲5人心知紫破御妖防御强大，根本不正面硬刚，法宝打几次就撤，从各方偷袭。阵法已成，御妖逃不出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磨死。没人看到，只剩下一条腿的叶不凡尸体，眼珠子动了动，眼角余光看向战场。不消片刻，紫破御妖一身紫玉暗淡，逐渐不支，开始奋力撞击阵法光幕，想要突围。然而光幕坚韧无比，哪怕是以他的力量也难以破开。吼！紫破御妖怒吼，边突围边应对时不时偷袭而来的法宝。过了小半炷香，紫破御妖身躯彻底暗淡，最后爆发惊天一撞，竟是将光幕撞开了一道裂缝。这5行阵乃是伪4阶阵法，能破开，足以证明妖体破坏力有多变态了。快拦住他！何一莲俏脸微变，大声交斥。4人赶忙全力催动法宝，将紫破御妖拦住。何道友，你的飞剑凌厉，紫破御妖气息大减，防御力也下降了，快击他的心脏部位，那是他的弱点。庄稼汉边催动飞叉，边大喝：快！忽的声音戛然而止，青色飞剑轻松破开庄稼汉的防御罩，在其脖子上绕了一圈。后者只感觉脖子一痛，天旋地转，砰的一声，脑袋掉落在地，当场死亡。何一莲俏脸冷漠，收回飞剑。何道友，这是何意？真性大汉勃然变色，愤怒大叫。另外2个老者也是大惊，哪还顾得上攻击紫破御妖，赶忙收回法宝，环绕周身做出防御姿态。其实也用不着攻击了。紫破御妖拼死一击，没能逃出5行阵，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噗！青色飞剑闪电般的射出，真性大汉脸色阴沉，赶忙祭出一剑盾牌抵挡。小贝，你挡得住吗？何一莲冷笑，法力尽数灌注到青色飞剑中，飞剑光芒大涨，威势陡增数倍，轰的一声，当场击穿盾牌，将真性大汉穿了个透心凉。元婴法宝，你是元婴分身？真性大汉难以置信，嘴角一血，扑通一声，仰头栽倒在地上，气息断绝。元婴分身虽是金丹大修，但战力远比一般大修强悍许多，能略微催动本尊的元婴法宝。逃！最后2个老者大骇之下，赶忙驾驭遁光向甬道中逃遁，甚至还嫌速度不够快，接连施展血遁秘术，只恨爹妈没给自己多生2条腿，磨了紫破御妖半晌。他们法力消耗甚大，战力下降，根本挡不住一位元婴分身。现在逃，是不是晚了？何一莲双目冷漠，露出居高临下的讥讽，双手掐诀，青色飞剑速度暴涨，唰的一声，瞬间追上其中一个老者，将其身体斩成2截，鲜血飞溅。而他自身则是架起遁光，顺着甬道追击最后一个老者。眨眼功夫，偌大的洞窟中变得安静下来。元婴分身，怪不得初见此女时感觉她有点诡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猎妖会聚了这么多牛鬼蛇神。叶不凡心中无语至极，暗叫倒霉，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朱雀那个扫把星影响了，因霉运在对方身上，他的系统并没有什么提示。出门前他还利用神龟甲推演了一下，结果并没有什么大凶之兆，甚至有点小急。正想起身看看紫破御妖到底有什么神妙，忽的一顿，眼睛瞪大，还有高手。远处一堆乱石堆中，原本已经穿个透心凉，死得透透的真性大汉睁开了一只眼睛，瞅了瞅何一莲离去的方向，眼珠子一转，重新闭目装死。和叶不凡不同，他是利用瞒天术装死，受时间限制。这厮是实打实的金丹大修，也不知道修炼了什么假死秘术，竟然连何一莲的元婴分身都没察觉。原来是个扮猪吃虎的，之前的暴躁及脾气形象全特么是装出来的。除了我心性良善，这些家伙全都一肚子坏水。叶不凡心中暗骂，从齐王到何一莲，再到真性大汉，不是卧龙就是凤雏，个顶个的老银币。过了片刻，何一莲回到了洞窟内，姿态轻松，显然已经除掉了最后那名老者。能被齐王和魔云分会会长盯上的，绝对是玉兔雌。何一莲冷笑，旋即看向玉妖，白皙脸蛋儿
激动得有些涨红，明艳动人。快步来到紫破玉妖庞大的躯体旁，当的一声，在不甘的怒吼中，玉妖胸膛被挖开。寻常法宝难以挖动，但四阶元婴法宝却是轻松的挖开，没有鲜血，只有浓郁的紫气。最终，何一莲从其心脏处拿出一物，这是一个瓷制的女子雕像，像是羊脂白玉，没有一丝瑕疵。女子容颜绝美无双，身着白色拖地裙，体态玲珑。她似在眺望远方，表情伤感，惟妙惟肖。不是玉兔瓷，这是……何一莲一呆，柳眉紧蹙，仔细凝视。凭借玉兔瓷可登月宫仙境，还有一个神妙之处，那就是让某些事物诞生灵智。数百年前，紫破玉矿明显并未成妖，短短数百年产生灵智，化矿为妖，玉兔瓷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他在得到月灵后传递的消息后，立马伪装成异国修士，假装在此地结姻，为的就是此物。但这女子瓷器，他闻所未闻。和玉兔瓷质地同源，能否依此登月？何一莲迟疑不定。唰！就在这时，一道疾风刮过，将女子瓷器席卷走。定是至宝，多谢了。真信大汉抓住瓷器，哈哈大笑，催动秘术，闪电般的遁走。他的速度远超那两个老者，眨眼进入到了甬道，消失不见。假死！何一莲大怒不已。旋即似是想到了什么似的，露出冷笑，并未追击。他站起身，环顾周遭，噗！青色飞剑祭出，将死在甬道口的老者脑袋剁了下来，砍成了好几截。很明显，这是补刀。随后又看向庄稼汉的无头尸体，飞剑将尸体破坏，似是不放心，又将他的脑袋砍成了烂西瓜。这娘们心忒黑了，尸体都不放过，有没有道德？叶不凡心中直骂娘。而后看到何一莲提着滴血的剑朝着他走了过来，何一莲美目冷漠，提起飞剑直接朝着叶不凡的脑袋劈了下去，显然要将其劈成烂西瓜。叶不凡心中无语，目前局势未明，他是真不想暴露，可脑袋中有神魂，被劈烂根本无法重塑身躯，他又不是肉身元婴。忽的一声惊恐的大吼从甬道中传了过来，原本逃离的真信大汉去而复返。贱人，你早就知道外面有轻物涌进来。真信大汉像是看到了大恐怖，面色苍白，死死盯着何一莲。你肯定有办法应对轻物，对不对？吃！何一莲飞剑一顿，闻言嗤笑，而后继续砍向叶不凡的脑袋。砰！叶不凡一条腿往地上蹬了蹬，身躯横移而出，躲开这一剑，站在远处，脸色平静。你也装死？只剩一条腿，心脏和肚子都没了，这都死不了。真信大汉震惊，仿佛活见鬼。他假死秘术归根结底是用了一枚上古替死符，眼前这厮实打实的缺胳膊少腿。何一莲俏脸铁青，有种被侮辱致伤的愤怒。阁下没必要赶尽杀绝吧？叶不凡长出了2条手臂和1条腿，背负双手，瞥了眼甬道口缓缓灌入的丝丝雾气。倏然他瞳孔收缩，那具被劈烂的老者尸体沾染青雾后，像是被什么东西吃了，眨眼消失。老弟，与我联手将此女擒下如何？这青雾连元婴真君都难以防御，他身上绝对有克制青雾的宝物。真信大汉迅速靠近叶不凡，沉声道：眼前这人居然能肢体再生，着实匪夷所思，战力必然极强。叫大哥。叶不凡淡淡道。真信大汉心中一怒，脸上却是陪着笑，立马改口：大哥好，与小弟联手如何？既然叫大哥了，老弟，那瓷器你把握不住，水太深，给我吧。叶不凡眨了眨眼，伸出手。真信大汉脸皮抽搐道：大哥说笑了，哪有什么瓷器？你们2个话真多，一起去死吧。唰！何一莲眼神冰冷，记起飞剑刺向真信大汉，破空声炸响，威力惊人。与此同时，他口中念念有词，掐诀爆发出一道蓝色光柱，直射叶不凡的脑袋。这是想1打2，小娘们，真以为老子是泥巴捏的？真信大汉怒喝，记起裹尸布挡住飞剑，也不知是什么材质做的，防御惊人，竟然连元婴法宝一时间也无法毁掉。叶不凡一时祭出法宝，装模作样的打散蓝色光柱，与何一莲的接连施展的法术抗衡，而眼神则是盯着何一莲，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若非图谋此女躲避轻雾的秘法，他早就动手将2人宰了。叮叮当当，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何一莲以1敌2，竟是不落下风。呼呼！而在此时，浓重的雾气已然灌入偌大洞窟内，形成包围圈，将3人退路封锁。雾气内，一个个小人影子跑来跑去，传出诡异的笑声。大哥，拼命吧！触碰轻雾，我们都得死在这。真信大汉焦急，他战力强大，
但也只是勉强抗住何一莲的攻势，对方毕竟是元婴分身，超越了金丹大修。叶不凡环顾四周，心头发沉。他肉身强大，但也没什么自信抵抗着轻雾。唰！叶不凡双手掐诀，施展惊鸿一刹，直接消失。而再次出现时，真性大汉腰间的储物袋已经落在手中。大哥，你咋这么不要脸？你是眼瞎还是脑子有毛病？都到了这个关头，你还抢我的储物袋！真性大汉被这速度惊到了，而后愤怒咆哮，气得直哆嗦。分神之下，胸膛被何一莲的飞剑斩出一道长长的血口。大哥穷，没办法，放心，你如果死不了，大哥肯定把储物袋还给你。我操！真性大汉破口大骂。何一莲转移了攻击重心，想要抢回储物袋。而就在这时，大雾中猛地伸出一根玉爪，抓向叶不凡。后者浑身紧绷，但很快像是发现了什么，没有反抗，任由玉爪抓进大雾内。快把储物袋给我！何一莲俏脸惊变，赶忙出手，可已经晚了。叶不凡只感觉天旋地转，视线中真性大汉与何一莲的身体不断拔高，眨眼变成了两个巨人。洞窟内的石头、杂草迅速升高变大，石头变成了小山，杂草像是古老的大树。不过呼吸的功夫，洞窟内的所有事物仿佛放大了几十倍，而浓浓的大雾，他也能看穿了。雾气内赫然有一个个稀奇古怪的玉器，有小人、靴子、玉衣、小玉鸟、玉葫芦、玉色的门板，全都长了满是血丝的眼珠子。不是他们变大了，而是我变小了。叶不凡大惊，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巴掌大的小人，连同衣服从头到脚玉化，成了大雾中玉器的一部分。法力、神识、法宝等等全被压制，难以催动。嘘，别动！一只红玉小鸟抓住叶不凡的手，做出噤声的动作，而后玉爪子在他身上一点，催动一道红光，剔除其身上的活人气息，连同法力波动、神魂波动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你是谁？新来的。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玉人凑到叶不凡身上嗅了嗅，好奇道：啊，对，他就是新来的，和我一样，刚被仙人雕刻出来。红玉小鸟点头哈腰，既然是仙人刚雕出来的，以后就跟着我混吧。小玉人老气横秋道，红彤彤的眼珠子贪婪地盯着洞窟中的真性大汉与何一莲，等会吃了两人，分你一条腿。说完，小玉手一挥，兄弟们，好不容易等来的美餐，给我上。好嘞，是老大。水晶靴子喷出丝丝轻雾，玉门板也裂开了一道缝隙，像是嘴巴往外吐雾气，雾气加速涌动，覆盖向真性大汉与何一莲两个巨人。这诡异的一幕看得叶不凡心惊。该死的！何一莲眼看轻雾涌来，惊慌之下不再和真性大汉斗法，迅速闪向紫破玉妖的尸身。尸身足有100丈，咔嚓几下，青色飞剑挖出一个大洞，他整个人直接钻了进去，边里面挖边将挖掉的紫破玉堵在洞口。这紫破玉妖能躲避轻雾，真性大汉欣喜，赶忙用法宝飞刀挖掘，但他的法宝远不及何一莲的元婴法宝，很难像切豆腐一样挖开。啊！真性大汉反应慢了，惨嚎一声，被大雾包裹，整个人开始玉化，变成了玉人。羊角变小玉人、门板等玉器贪婪地一拥而上，打碎真性大汉所画的玉人，抓起碎片塞进嘴巴里，咔咔咀嚼。真性大汉试图反抗，但法力、法术、法宝好似被削弱了无数倍，对玉器们没有任何作用。他脆得像纸糊的，眨眼就被一群玉人分刮完毕。那些玉器吃完，意犹未尽，体型变大了一丝。这些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叶不凡心头发毛，看向红玉鸟。进入洞窟时，他曾掐诀通知朱雀，此神兽来历莫测，对禁区有一定了解。玉国的玉器分2种，一种是被轻雾同化的外来户，很脆；一种是被仙人雕刻而成的玉器，质地稍强，后者专吃前者。最好别被发现，否则你也会跟那人一样的下场，元婴来了也没用。红毛鸟忌惮道：我也只是在族内禁区传记内了解的，这玉国内真的有仙。叶不凡吃惊，敲了敲自己手臂，差点敲碎。红毛鸟摇头道：不清楚，我了解的也不多。哐当，一条腿扔到了叶不凡面前。之前那羊角变小玉人老气横秋道：新来的，这条腿给你了，老大我信守承诺。叶不凡看着真性大汉的玉腿，这是真玉腿，老大我哪敢吃，无福消受这等宝物，请老大品尝。叶不凡客气道：你不给老大面子。未等小玉人说话，旁边那块玉色门板发话了，眼珠子瞪着叶不凡。说话间，水晶靴子、玉衣、玉葫芦等一众玉器围了过来，气势不善。红毛鸟赶忙扯了扯叶不凡，不能吃，你吃了恐怕就真成玉器了。叶不凡目光一闪，赶忙笑道：老大，
这紫破玉里面还有一个家伙，我把他抓出来，孝敬您如何？这偌大的洞窟，他发现雾气无法穿过紫破玉妖的尸身，这才是何依莲自信躲避轻雾的秘密。哦，你敢进去？小玉人顿时兴奋了。叶不凡见状，心中了然，这些玉气不敢离开轻雾范围，何依莲挖出来的洞口被堵得死死的，一丝雾气都进不去。为了老大，无非丢掉区区3寸躯体，算不得什么。叶不凡义正言辞地表忠心。好，新来的，你有种，让开，让新来的速进紫破玉体内。小玉人哪还管对方吃不吃那条腿，立马催促道。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发光的白色衣服，扔给叶不凡。这是人类的衣服，穿上它，身体不容易碎。这是4阶顶级的防御宝衣。叶不凡接过，感知下，心头巨震，眼睛都直了。在繁华的南红域，4阶元婴法宝大多是攻击类型的，防御型的少之又少，更别说顶级的了，堪称无价之宝。穿上这衣服，一般的元婴法宝根本打不穿，可硬抗神通。这堆玉气恐怕弄死过元婴巨头。叶不凡心中凛然，同时猜测出一个事情，那就是顶级的元婴法宝轻雾也难以玉化。他赶忙穿上白衣，走向紫破玉妖的尸身，看了看洞口，他伸手搬开堵住的紫玉，搬了几块，往里面走了丈许深。咔嚓一声，玉质的手掌不小心用力了一些，直接碰碎了。不对，你不是玉，是人。小玉人瞅了瞅地上碎掉的手，发现质量和自己不一样，立马发觉被骗了，气得哇哇叫。我这么信任你，你竟敢骗我！兄弟们，给我砍死他！乌泱泱一堆玉气涌了过来，快把洞口堵上！红玉鸟惊悚叫道，躲在叶不凡身后，不敢去动紫玉石。他没有衣服护身，身体太脆了，触碰紫玉就会立马碎掉，也没有叶不凡重塑身体的逆天能力。叶不凡单手抱起紫玉大石，将洞口堵上。咔嚓咔嚓，另一条玉壁也被碰碎了。宝衣没有法力催动，太软了，再加上身体太脆，最后只能用腿使劲蹬。玉气状态下，范圣魔功全面被压制，根本无法长出肢体，也得亏有宝衣，不然他身体全都得碎。好在成功将洞口堵住了。里面的，滚出来！你敢耍老大，出来，非得弄死你！外面一堆玉气叫骂，越骂越脏。叶不凡哪敢停留，用腿撬动里面的紫破玉，红玉鸟则是用翅膀扇风，将残留的轻雾吹散。往里面钻了片刻，轻雾彻底没了叶不凡玉体发光，身体变大，重新恢复了肉身，总算摆脱玉体了。叶不凡长松口气，毫无阻碍地运转范圣魔功，片刻间长出了手臂。他扯了扯身上的宝衣，露出笑容，得到这顶级防御宝衣，这趟不亏。面对元婴中期，一时半会儿对方也打不死他。叶不凡恢复过后，拿出一件光轮，切豆腐一样往里面深挖。这是合欢老祖的元婴法宝，破坏力惊人。躲在紫破玉妖体内，过段时间外面的轻雾就会收拢回玉果。红毛鸟也恢复了肉身，松口气道：挖到了紫破玉妖的心脏位置，眼前豁然开朗，此地已然开拓出数个房间大的空间。何一莲俏脸含煞，盘膝坐在其中，听着挖掘声音，惴惴不安。他这分身只是金丹，临时很难穿透紫破玉，难以察觉外面的情况，唯有神识才可以。见到叶不凡，神情一怔，不敢置信道：你居然没死！他对玉国相对了解，凡是被洗卷入轻雾的，原因都很难活下来。旋即又是一喜，快把姓甄的储物袋给我！给你！你做梦呢吧？叶不凡眼睛一翻，你想死？何一莲脸颊陡然罩满寒霜，盯着叶不凡露出杀机。没有姓甄的，就你自己，杀你很难吗？轰！叶不凡面无表情，一步迈出，瞬间出现在何一莲身后，大手拍向其后脑勺。在得知此女如何防范轻雾后，就没必要留着了。瞬移！何一莲汗毛倒竖，赶忙祭出青色飞剑，法力灌入其中，光芒大涨，刺向叶不凡的手掌。当一声金戈之音炸响，青色飞剑当即被拍飞，灵光暗淡。虽是元婴法宝，他一个金丹压根无法发挥全部威能，哪能挡住叶不凡的攻势？何一莲浑身巨震，脸色巨变，肉身金丹大圆满，不更强。你究竟是谁？他有些匪夷所思，以他元婴分身的实力，金丹中先有对手，但眼前这人实力远远超出了金丹范畴。本以为是个小绵羊，没成想却是史前大鳄。逃！何一莲反应极快，记起飞剑杀向叶不凡，而他自身则是迅速奔向一侧，同时拿出一柄挥刀，想要挖开紫破玉桃盾。当飞剑击在白衣上，发出惊鸣。叶不凡身体微摇，毫发无损。好宝贝！叶不凡赞叹，旋即身影一晃，闪电般的出现在何一莲前方，大手抓了过去。你究竟是哪位元婴道友？那瓷器我不跟你争抢了。
何一莲赶忙打出数道法术，额头浮现香汗，急忙报出名讳，妾身乃是仙莲国的长公主，还望道友手下留情。眼前这人肉身强大的可怕，疑似真武宗的元婴老鬼。可真武宗在大周毗邻仙莲国，从未听过叶不凡这号人物。仙莲国，叶不凡一顿，双目眯起。此国在无忧宗势力范围，比之燕国丝毫不弱。他突然想起在魔云山会外看到梦游的林真君，那老头就是无忧宗的，从商会中出来绝非巧合。妾身的本尊修为也是元婴，若是放过我，他日必有。何一莲见状欣喜，自知背景震慑住了此人，只是还没等说完，砰的一声，俏丽的美人头就被大手拍扁了，脑浆子乱飞，笑颜如花的脸蛋儿成了一张老婆饼。既然来历不小，那就更不能留了。叶不凡面无表情，血阳魔火将女尸烧成飞灰，从废墟中摄取一个储物袋，翻了翻里面，露出欣喜。灵石5000多万，真有钱啊！在商会购买2门神通后，他现在堪称穷困潦倒，现在又富裕了起来。不仅如此，还得到了青色飞剑这件4阶法宝，以及2种接阴灵物，一种木属性的，一种水属性的，正是玄重水。5行灵物齐活了。除此外，储物袋还有丹药、法宝若干、械衣械库若干。这是分身神通。叶不凡忽地拿出一本古卷。分身神通，以天材地宝为身，铸就分身，亦可夺摄他人肉身，分裂魂魄融入肉身内，已成分身。副作用：分裂魂魄，魂魄大伤，虚弱，神魂难愈，痊愈需100年光阴。负面逆转：分裂魂魄，魂魄治疗变强。叶不凡怦然心动，大喜过望。在赵国，他就在想分身之事，毕竟有分身，有些事就好办多了。至于所用的肉身，用傀儡就行，长久存在，还能施法。别人分裂魂魄，神魂必重伤，不过他无惧，可以大批量的制作。当然，傀儡分身修为不可能高，只是分身而已。何一莲这具分身这么强，明显是夺舍来的。等晋升元婴后再修炼。叶不凡收起所有物品，又将真性大汉的储物袋拿了出来。此人比较穷，也就2000万灵石，其他杂七杂八的法宝他看不上眼。不过那裹尸布倒是奇特，竟然能遮掩他气息，盖在身上后，他仿佛真的死了。这就是那家伙假死瞒过何一莲的东西。叶不凡心中一动，瞒天术时间太短，此物倒是可以长久假死。他又拿出女子瓷器，神识法力探入其中，结果被弹了出来，研究半天也看不出所以然。这东西应该就是一路跟随的那2个元婴的目标，能让元婴如此重视。叶不凡想了想，郑重收起。你确定用不了多久，外面的轻雾就会散去？他看向红毛鸟，后者点头，满不在乎。当然，轻雾应该和玉妖之死有关系，用不了多久就会回笼，否则禁区就不会局限于玉国境内了。说完，他眼睛火热的大肆挖掘紫破玉矿，显然要打造什么法宝。叶不凡也不客气，当场开始挖掘。这些卖出去也得值不少钱，不仅如此，还能制作成4阶符纸。挖了一天，小半个紫破玉矿块被挖空了，他不敢再挖，生怕挖透了，外面的小玉人钻进来。透过紫破玉，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外面狂骂：小子，我老大看见你了，滚出来，快出来！2日后，红毛鸟，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叶不凡神识穿过紫破玉，发现外面的雾气越来越浓，偌大的紫破玉腰被玉碗、玉盆等等锅碗瓢盆包围了，各种玉气聚集越来越多。没事儿，红毛鸟毫不担心。7日后，雾气还不见散去，叶不凡真的妈了，红毛鸟也有点慌。不是，这怎么可能？轻雾怎么还没缩回去？红毛鸟急得团团转，这和预想的不对，这是要将他们困死在这。一旦出了意外，没了紫破玉妖的抵挡，他们根本不是外面那群玉气的对手。他瞅向叶不凡，埋怨道：自从跟着你，姑奶奶我处处倒霉啊！和此物有关。叶不凡脸色阴沉，盯着手中的女人瓷器。此物质地和那些玉器不太一样，但疑似同源，很可能出自玉国深处。他脸色阴晴不定，让他放手此物是不可能的，可若是不放手，他得被困死。又是3日过去，轻雾始终不散，庞大的紫破玉妖几乎快被玉气淹没了，数不胜数，看得叶不凡头皮发麻。他用神龟甲推演了一下，依旧无凶险，反而大吉。你说这些东西怕不怕天劫？叶不凡心中微动，忽然看向红毛鸟。天劫是万物克星，莫说元婴，化神见了都得跑路，任凭玉气和轻雾再诡异，面对天劫也得退避三舍。天劫什么意思？红毛鸟看着叶不凡的眼神儿，莫名有点畏惧。肉身结婴。叶不凡深吸口气，施展浑元冥王经，刺激108窍。
一阵舒爽袭来，身体上浮上一层金色薄膜，闪闪发光，似坐在莲花台上的佛陀。叶不凡收敛经文，副作用逆转下，体魄再度增强了一些。反正出不去，此地也无人敢打扰，正好是肉身结阴的最佳场所。嗡！叶不凡体表爆发金光，而后暗淡下去，体魄又增强了一些，不断轰击元婴屏障。嗡！金光闪闪，再次暗淡。嗡！黑暗的空间内，叶不凡像是个坏掉的灯泡，时亮时灭，咔咔一顿闪烁。你在干哈？红毛鸟有点眩晕，眼睛都快被闪瞎了。山谷外，3道身影站在大石上，后方是无尽的丛林，前方是浓浓仿佛狼烟般的大雾，诡异莫测。已经半个月了，这轻雾怎么没有回笼玉国？离商会脸色阴沉，在大石上来回踱步。这很不正常，轻雾既然出现，说明紫破玉妖已经死了，玉兔瓷被拿了出来，可这轻雾为何迟迟不散？难不成里面出现了什么变故？齐王眉头紧皱，难以揣测。玉国轻雾向外扩散并不是第一次，但每次最多7天就会收缩而回，停留这么久，古往今来头一遭。乌理氏迟疑道：会不会是里面的人没死，被轻雾盯上了？不可能，这么大的雾，里面的人不可能还活着。齐王断然摇头，这些轻雾他们都不敢沾染一丝，否则何必付出这么宝物找人去冒险？他们并不清楚紫破玉妖尸身可防御轻雾，玉国的秘密只有3大霸主核心高层才得知。区区金丹早就被玉器吃干抹净了。黎会长露出轻蔑，数千年前几位元婴巨头为突破化神，曾进去试探，结果葬身其中，自此再也没有人敢踏入玉国半步。良久，两人重新盘膝坐下。等吧，我就不信这轻雾始终不散，反正那玉兔瓷那些玉器们也拿不走，等雾气散尽，此宝唾手可得。黎会长冷哼，闭目养神。而与此同时，在他们后方约莫1000里的丛林深处，阳光难以穿透，荆棘草木一切显得阴冷。一道50多岁的老者身穿灰白长衫，无声无息地在林内打着转，行走僵硬，像是被鬼打墙了。老者双眸呆滞空洞，正是叶不凡在商会前见过一面的无忧宗林真君。元婴中期，林真君一颤，像是刚睡醒，眼中迷茫了少刻，恢复清明。他看向远处，眉头皱起，什么事？一个长相平平的女子走来，恭恭敬敬地欠身施礼。林前辈，长公主殿下传讯，她的元婴分身死了。此女正是引荐叶不凡参与此事的月灵侯。死了？死于那几个金丹之手？林真君眉头拧成一个川字。分身是独立存在，记忆无法同步，轻雾又阻碍了两者联系，殿下并不清楚。月灵侯敬畏道，不敢靠近林真君10丈范围。虽清醒，但传闻大梦仙经很难把控，靠近之下，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梦境。梦境不同，威能也不一样，如春梦、直梦、时梦等等。一般的美梦还好，但若是陷入噩梦，醒来不死，精神也会失常。有紫破玉妖在，玉器伤不了他，那就是死在某人手里了。6人中难不成还有别的人窥伺玉兔瓷？林真君沉思，老脸上浮现戾气。玉兔瓷隐含大造化，事关化神，万不能出任何差错。在长公主汇报上来后，他就开始图谋。上次去商会，只是看看除了齐王和分会会长，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参与。那几人都是经我之手推荐的，确实只是金丹，我有窥探秘术，他们的修为瞒不过我。月灵侯脸色苍白，赶忙双膝跪地，叩首道：倘若其中一人真有问题，他必死。你对长公主的忠心，老朽心中有数。起来吧。林真君挥挥手，玉国轻雾出了问题，迟迟不散，等雾散进去一探便是。可齐王他们2人算什么东西？若是不服，那就打杀了。林真君神情漠然，他是元婴中期，初期和中期之间差距犹如鸿沟，逆境伐上之事，万年来只有一个案例，真魔宗神女。除此外，再也没有越级之事。更何况，身为无忧宗的长老，修的是至高宝典《大梦仙经》，入梦杀人并不难。你回去吧，免得被监视你的人发现。林真君的声音越来越低，双目重新呆滞，漫无目的在这片丛林打转，似在梦游。是。月灵侯松口气，恭敬退下。洞窟内无数玉器爬满了紫破尸身，而后像是发现了什么，齐齐让开一条道。青花大人，羊角便小玉人率领靴子、门板等属下，恭敬道。浓雾中传出一件半人高的青花瓷瓶，哐哐蹦带了过来。其质地比其他玉器坚韧100倍，一点要碎的意思都没有。瓶口下2只血红眼珠子转动，嘶哑道：仙人降下法旨，要活捉那人。仙人降旨？羊角便小玉人吃惊。仙人已经很久没降旨了。他迟疑道：
可这紫破玉身不好破，用此物可融化紫破玉。青花瓷瓶从瓶口倒出一滩黑色液体，羊角便大喜，赶忙用玉手接过，小心抹在紫破玉上面。紫破玉像是被腐蚀了，冒起了白烟，留下小小的凹口。见有用，一群玉器赶忙上前，接过黑色液体，涂抹在紫破玉上面。紫破玉一点点的融化，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破开。而紫破玉内，红毛鸟露出金色，焦急地走来走去。你这突破元婴的方式，属实前所未闻，能不能行？若是被外面那群东西融化了此物，咱们都得完蛋。红毛鸟看向时而金光闪闪，时而暗淡无光的叶不凡，有些抓瞎。肉身元婴特殊，乃是3000大道的一种，无需接阴灵物，无需4阶灵脉，更无心魔结，也没几色元婴之分。但结阴比法力结阴更加艰难，其臂障太厚了，真武宗的一群肌肉怪也没见几个能结阴成功的。这家伙足足闪了2天，也没见发生什么异常，闪了个寂寞。仙土倒是有炼体大能，但那也是用了各种炼体秘药和至宝，你这闪来闪去的，真能结阴？红毛鸟焦躁地用鸟喙挠了挠翅膀，这比男人生孩子离奇多了。啪！忽然一声脆响，一直在闪烁不停的叶不凡骤然停止，身体像是瓷器一样咔嚓擦碎了一地，连同脑袋都碎裂成了几十份，从一个叶不凡变成了叶不凡们，气息全无。红毛鸟都看傻了，兄弟，你别吓我啊，这就挂了。小叶啊，姑奶奶，我连棺材都没打造好，你咋就死了？红毛鸟愣愣地看着没了生机的叶不凡们，嚎啕大哭。对叶不凡的死，他其实有心理准备，毕竟被他克死的没有1000，也有800了，不差这一个。可毕竟相处久了，还是有感情的。然而就在这时，叶不凡们开始发光，庞大的气血往中间汇聚，形成一个紫金血团。肉身结阴某方面和法力结阴一样，都需要经历破丹，肉身即是大丹，所以他碎了，几乎濒死。好在神魂强度堪比元婴真君，裹住了最后一丝意识，否则破丹这个环节必定失败。紫金血团像是心脏，不断起伏，每次起伏气息都会强大一些。到了最后，气血澎湃如岩浆，炙烤的红毛鸟直冒汗，同时一股恐怖气息散发而出，形成强烈的威压，仿佛那血团中蕴含一尊太古神兽，凶狂无边。肉身元婴因不修法合魂，并没有神识，更不会瞬移，但五感却比法力元婴强大太多，第6感更是可怖，会诞生一种类似于瞬移的天赋神通。预知神通对一定范围内的危险有极强预知能力，肉身速度、防御、力量亦是变态至极，边山赶月不在话下。这真的能结阴？你闪几下就成功了？红毛鸟震撼无比，仿佛活见鬼，连忙退到了角落。随着紫金血团起伏变大，其中的气血越来越强，一个巴掌的血色婴儿若隐若现。噗！血团爆开，化作庞大气血洪流，尽数灌入婴儿体内。同时，一道灵气漩涡形成，以婴儿为中心，向4面8方辐射。漩涡越来越大，10丈、100丈、1000丈，直至笼罩整个山谷，还在往四周扩散。千里范围，磅礴的灵气漩涡形成，狂吸八荒灵气倒灌而入。随着灵气汇聚，一具肉身重塑而出，身姿挺拔，黑发披肩，俊美无双，双目紧闭。不，血色婴儿挥了挥小手，化作一道血光，融入躯体的心脏部位，与其融为一体。心之所在，气血根本。这是怎么回事？这人类在结阴。紫破玉身外，羊角便小玉人瞠目结舌。青花瓷瓶一时大惊，愤怒叫道：快用液体腐蚀出一个洞口，赶快打断它！黑色液体倾倒，腐蚀加速。但紫破玉妖体型太大，即便里面很多地方被挖空，但还有10几丈厚的紫破玉壁，腐蚀半天只是腐蚀了10丈有余。晚了！羊角便吓得瑟瑟发抖，道：要不咱们赶紧跑吧。跑什么跑？你敢违抗仙人的命令？青花瓷咆哮。话音刚落，漩涡骤然一顿，一股如大海般的气血席卷整个紫破玉身，紫金光芒万丈，气息惊世。轰隆！山谷中回荡闷雷之音，所有玉器吓个半死，争先恐后退开。这人类真该死啊！青花瓷大叫，恐惧之下不得不逃离，身后一群玉器紧随其后。但天劫到来，跑慢了就得被雷霆劈碎。呼！大雾倒卷，全部沿着甬道收缩向玉国。不过眨眼间的功夫，洞窟内连一丝轻雾都没了。肉身元婴成。叶不凡猛地睁开眼睛，眸子璀璨如星辰，体内气血如大海滔滔奔流不息。他低头看了看皮肤，细嫩如婴儿，身材匀称有力，堪称黄金比例。
力量、速度、防御都暴增了几十倍。叶不凡大笑，感觉有种膨胀的力量感，喜不自胜。不仅如此，身体还有其他神妙，肉眼可观千里万物，更可如显微镜一般。空气中灰尘的内部结构清晰可辨，听觉拔高，可听千里之内所有生命的心跳，甚至连植物都可听到生命流动的声响。嗅觉，八荒气味随意分辨，甚至闻到了数股特殊的气味，不知是什么。味觉和触觉也都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最重要的是第六感，预知。冥冥之中感应到有3道危险气息，有2道不强，最后一个极度危险。你真是变态啊！快穿衣服！红毛鸟惊叫，然后不自然地啐了一口，眼睛躲闪。它是母的，以前在流云城，叶不凡和于玄机办事，他都自觉地避开。叶不凡咳嗽一声，赶忙穿衣，最后披上了那件白色宝衣。轰！叶不凡一拳打出，虚空炸裂，将紫破玉妖的尸身轰碎。此妖身体坚硬，法宝都难以破开。叶不凡之前若非借着合欢老祖的光轮，也不好挖掘。可现在，摧毁轻而易举。可惜了，若非那群玉器破坏，紫破玉会更多。叶不凡将残剩的紫破玉收进储物袋，暗自心疼。这些全都是钱啊！轰隆！就在这时，一道成人粗的雷霆穿透洞窟，狠狠击在叶不凡脑门上，全身瞬间焦黑一片，过电似的直哆嗦。这雷劫这么强，足以镇杀老牌元婴了吧？你到底修炼的什么功法？红毛鸟见状，吓得亡魂大冒。天劫威力和功法、潜力、资质有关，这些因素加起来越强，引动的天劫也就越可怕。快走！叶不凡咳出鲜血，催促道。他以前因为天煞真魔功的原因，副作用逆转下根本不会受伤，但元婴劫不同，没了功法逆转，他得硬扛天劫。你挺住啊，可千万别被天劫劈死了。红毛鸟叮嘱道，赶忙顺着甬道逃离。轰隆，又是几道天劫降落，劈在叶不凡身上，将其砸进地底深处。真够劲！叶不凡爬出来，感觉像是打了麻药，浑身酥麻。因为经常挨雷劈，他对雷属性有极强的免疫力，这人人恐惧的天劫顶多让他受点伤。杀死他！不可能！砰！叶不凡飞起，一头撞在洞窟顶部，当场撞出一个人形大洞。坚硬的岩石像是纸糊的，而身体别说皮肤，就连汗毛都没破损，防御力变态到了极点。他遥望千里劫云，目之所及，分毫必现。咔嚓，又是一道惊雷炸响，粗大雷霆砸落。叶不凡黑发舞动，举拳砸出，轰的一声，高空爆炸，巨大雷霆破碎。2位道友要与我一起渡劫吗？无尽黑云下，叶不凡立在山谷之巅，遥望远方站在大石上的2人，面无表情。天劫动静这么大，自己的气息也无法掩盖，想瞒也瞒不住。如今劫因安全期已过，渡劫期也没人敢靠近，他压根没顾及。而且事后怎么都得换马甲。你是那个姓叶的修士？大石下，乌里士张大了嘴巴，遥望那个年轻身影，觉得眼熟，但和记忆中的叶不凡还是有点差别的。眼前这人俊美的有点邪门，在青雾下待了半个月，这都不死。齐王脸色铁青，事情发展远远出乎预料，不但没死，反而劫因成功。若是渡劫不死，那就是一位元婴真君，而且还是肉身劫婴。你和真武宗是什么关系？黎会长眉头紧锁，冷冷问道。除了真武宗专门炼体，其他地方也有炼体的，比如真魔宗，但数量不是太多，而能做到肉身劫婴的更是少之又少。说完，2人迅速带着乌里士撤退，离开天劫笼罩范围。他们可不想被卷进天劫中，等我渡过天劫，再与2位讨论我的来历。叶不凡眼眸寒光一闪，朗声笑道。他没有去追，天劫又不是他管的，想劈谁就劈谁。轰隆，6道粗大雷霆直劈而下，像是6道流星轰然砸在叶不凡身上。后者身躯震颤，脑门开裂，但很快恢复如初，毛孔中排出一些灰色污垢，这是被雷霆淬炼的结果。天劫能劈死人，也能洗礼肉身。而脚下山谷瞬间被波及成了粉末，漫天飘扬，形成百里晨雾，将其笼罩在内。千里之外，齐王站在古老树冠上，看着远方茫茫晨雾，皱眉不已。无法看穿，他也不敢探出神识，免得引火烧身。此人如此逆天，以肉身结阴，潜力太大。会长，我们还是离去吧。乌里士战战兢兢道。他现在只想跑路，如果那叶不凡渡劫不死，面对一位元婴真君的报复，他必死无疑。你害怕什么？不说他能不能渡劫成功，就算侥幸成功，渡劫后必定重伤，有我和齐王联手，杀他难度并不大。黎会长冷笑，不以为意。即便没受伤，
也能将他打成重伤，无非多费手脚罢了。齐王淡淡道，心中早已推算出无数可能，他们赢面极大。况且处心积虑为的不就是玉兔祠吗？现在撤，怎么可能？可此人来历明显极大，刚才可是硬汉一记天劫，并没有受什么伤，普通渡劫者可没这么猛。乌理氏踌躇道，小心翼翼地提醒，来历大又如何？魔云商会背后是真魔宗和天仙宗，齐王所在的大燕国靠山也是真魔宗。黎会长嗤笑一声，有句话他没说，就算那人是个变态怪物，大不了转身跑路。见乌理氏还要废话，他不耐烦地摆手，好了，本会长行事，无需你这理事多嘴，做好你分内之事。玉国境内，随着天劫降临，一道神秘身影从深处飘空而上，看不清男女，气质飘渺，犹如真仙。仙人失败了，没能活捉那人。青花瓷蹦蹦跳跳来到神秘身影面前，哆哆嗦嗦地开口：小事儿。神秘身影声音忽远忽近，清脆悦耳，赫然是个女仙，音调温柔，让人如沐春风。青花瓷松口气，啪，一只手随意拎起青花瓷，扔向后方，后面赫然有一方火红的窑洞。一声惨嚎响起，青花瓷直接被回炉重造了。周围一些瓷碗、瓷瓶、瓷杯等器皿吓得瑟瑟发抖。让那人跑了是小事，可那瓷若真是嫦娥瓷，这就是大事啊！神秘女子轻叹，玉兔瓷她不在意，因为那是她制造出来的，但嫦娥瓷不一样，其来历连她都摸不清。神秘女子抬头遥望天劫，陷入了沉思。那小辈修炼的功法，难不成是范圣12经？仙土那群人找了万年，也没见找到一个能修炼成功的。不对，是简化版，不是真正的范圣12经。神秘女子忽又摇头，没了兴趣。此经是仙经，在神话时代就是个传说，可铸就仙体，但从没有人真正成功过。简化版的始终是简化版，连仙经的皮毛都算不上。咦，那是天罡36法胎化一行，有点意思，这变化神通也被分割了。神秘女子诧异，起了兴致，她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平凡一行的痕迹。这种神通似乎在北域、朱雀、真龙一族的妖土范围，距离足有数万里之遥，这么远就能看穿，哪怕是化神天君也不及。叶不凡若是知晓，估计能立马跑路。此时山谷彻底没了，只有一片焦黑的百里深坑，坑内他扛了一通天劫，身体已经破烂不堪。好在肉身元婴后能做到滴血重生，根本死不了。爽！叶不凡大吼，重新恢复肉身。他皮肤坚韧，仿佛被清洗了一遍，更加纯粹，血管清晰可见。肉身元婴想稳固境界，最起码需要10年，而今经过天劫洗礼，境界稳如泰山。轰隆！天劫似乎怒了，几十道天劫怒劈而下，叶不凡连法力都没动用，直接肉身硬抗，电闪雷鸣，如世界末日。叶不凡在雷海中活蹦乱跳，对雷属性的免疫力越来越强。等到修为结阴之时，天劫再也无法伤我分毫。他大笑，欣喜不已。肉身结阴就是为了将来的法力结阴，毕竟凝聚的是史无前例的五色元婴，副作用再逆转也有不小的风险。而今能滴血重生，死是不可能死的。扛了半炷香，天劫出气似的降下最后一道雷霆，最后不甘的散去了。鬼知道这是第几次来找这个人类修士了，每次都劈不死，练习2年半，肉身结阴，寿元1200载。叶不凡砸灭雷霆，心中喜悦。他现在生机旺盛，如参天大树。轰！劫云刚散去，就在叶不凡松懈之时，一道房子粗的漆黑剑矢穿过茫茫晨雾，闪电般的朝着他袭杀而来。在那剑矢后方，黎会长瞬移而来，背负双手，双眸冷漠，连丝毫废话都没有，直接射杀。嗡！紫金气血如汪洋，横卷八荒。叶不凡双目璀璨，硕大拳头重重砸在剑矢肩头。与其一比，他过于渺小，但却爆发可怕的力量，当的一声打爆虚空，将剑矢震退万丈。你没有在天劫下重伤？黎会长吃惊，盯着叶不凡的拳掌，毫发无损。这等力量和防御，完全不像刚踏入元婴的，都能和那些老牌肉身元婴比肩了。天劫没让他受创，实力还如此强劲，难办了。齐王脸色阴郁，这和预想中的差距过大。他想了想，收敛杀机，转换策略道：叶道友，将你得到的瓷器交出来如何？你如今刚入元婴，我可以给你炼体宝液，促使你稳固境界。不错，就算你得到了瓷器，你也护不住，3大霸主都在盯着。黎会长也附和，收起小觑之心。一个全盛状态的肉身元婴，防御太强，很难杀。拖的时间长了，
万一有其他人察觉过来横插一脚，变数太多。不需要。叶不凡冷笑，一步跨出，瞬间出现在黎会长身前，大手如钢，怒拍而下。虽无瞬移，但肉身速度超越数倍音速，不比瞬移差多少。给脸不要脸，真以为杀不了你？黎会长大惊，怒喝一声，记起剑矢挡在面前，当的一声，剑矢震颤倒退，他也趁机瞬移出万丈开外。不再废话，操纵天地灵气，尽数灌入粗大剑矢，后者黑光大涨，不断以刁钻角度痛击叶不凡。叮叮当当，叶不凡无惧，以肉身硬汉元婴法宝打得虚空扭曲，形成一朵朵核弹般的蘑菇云，千里范围的丛林被席卷炸开。物理室距离稍近，一条腿被波及，当场爆碎。他大骇，赶忙远遁而开。元婴真君交手，举手投足毁成灭地。他一个金丹直面，脆弱的像是蝼蚁。唰，一只手臂粗的长矛瞅准机会，狠狠插向叶不凡的后脑勺。后者警兆大起，回身一记鞭腿击在长矛上，爆发当的一声巨响，火花四溅。撕拉，叶不凡小腿被撕开一道血口，鲜血淋漓。你的防御比预想中还强。齐王震惊，论实力，他比黎会长更强。此血神矛有破防能力，普通的4阶防御法宝都扛不住。这家伙只是破了一个血口。你废话太多了。气血流转，小腿恢复如初。叶不凡面无表情，以1敌2，法宝之光铺天盖地，气血如云，他以血肉之躯硬抗。但终究刚踏入此境界，难以敌得过2大老牌元婴，尤其是齐王，实力比黎会长更强，法宝破防能力也太恶心。一时间节节败退，全身上下不断浮现血口。得亏能愈合，否则换个元婴初期已经被联手轰杀了。叶道友，身为肉身元婴，你连一门体术神通都没修习过，原来是个水货。黎会长嗤笑一声，诚然对方力量和防御都变态，比元婴初期巅峰也不差，但没有体术神通，压根无法发挥出肉身的全部威能。当当，他操纵剑矢远距离攻击，对方只要靠近，他就迅速退开。齐王也是如此，远距离击打，对方退他就进，对方进他就退，来回拉扯，放风筝。任何事物都有利弊，肉身元婴近身无敌，缺点是怕远距离拉扯，没人会给你近身的机会。轰！黎会长寻到机会，猛地喷出一口血，剑矢黑光暴涨一大截，波动扭曲了虚空，闪电般的将叶不凡的胸膛贯穿。法爆！黎会长目露杀机，双手掐诀。轰！剑矢尖头轰然爆炸，叶不凡整个人当场炸碎，化作漫天血雨。终究刚踏入元婴，不过如此。黎会长冷笑，收回剑矢，虽然损失了箭头，但只要杀了此人，那一切就是值得的。齐王也是神情平淡，对方没有体术神通，单打独斗他都能将其镇压，更何况2大元婴初期联手了，能杀不奇怪。忽的，他脸色一凝，有些不敢置信，震撼道：滴血重生，这怎么可能？神识窥探下，那漫天血雨竟是重新汇聚，肉眼可见的再重塑一具身体。肉身元婴恢复力都很惊人，能断肢再生，否则不会冠以难杀2字。但偌大南红玉能做到滴血再生的，你是真魔宗的什么人？齐王四世想起了什么，高声厉喝。真魔宗2大至高宝典，一为天煞真魔功，其次便是范圣12经，后者是炼体至高法门，传说其元婴能做到滴血重生，硬抗2大元婴没什么问题。若是有体术神通，战力再涨一大截，单以肉身镇压2人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单对单，元婴中期之下，除了少数变态，其他人皆可杀。叶不凡重塑肉身，深吸口气，他并没有穿那件白色宝衣，甚至连法力都没动用，只是借2人实验肉身力量和防御罢了，同时试探2人的真实实力。齐王和黎会长闻言，脸色在变，莫名感觉一股大威胁，很不妙。定！叶不凡口吐真言，黎会长的身躯瞬间定住。这法术神通不好！齐王大骇，反应神速，连忙记起血神矛刺向叶不凡。然而后者早有准备，口吐12把真魔剑，瞬间形成真魔剑人阵，连同血神矛一同将齐王困在其中。人阵比不上天阵，但足以困住对方一个呼吸。唰！叶不凡一步跨出，肉身超越数倍音速，瞬间贴近黎会长。而在此时，黎会长已然摆脱了定身术，但2人的距离被拉得太近了。你！他大骇之下，连瞬移都来不及，只来得及催动厚厚的防御罩。元婴的防御罩比金丹法宝防御强多了，然而在绝对的肉体力量面前，脆得犹如纸糊的。噗！叶不凡大手瞬间轰碎防御罩，整条臂膀钢铁似的贯穿其小腹，从其腰背露出，鲜血顿时狂喷。再次收回手时，掌中已经捏住了一个小婴儿。
呈现青色，小眼睛满是惊恐。不，别杀我，我给。他状态战力大减，虽还有神通底牌，但近身面对一位肉身真君，什么神通都是摆设。噗！叶不凡眼神冰冷，懒得听废话，咔嚓一声将元婴捏爆。黎会长，死！叶不凡将黎会长的尸体烧成飞灰，又将他的储物袋扒拉出来，脸上露出喜色。他选择杀此人，一是对方比其王弱一线，斗法能力稍逊；二是他有钱，堂堂魔云商会的分会长，肯定比其王那个穷逼有钱多了。肉身元婴后想更进一步，单靠搜刮来的几千万灵石还不够塞牙缝的。会长死了。远空乌里氏浑身颤抖，满脸恐惧。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件事若是传回燕都，势必要引起大地震。魔云商会的背景并不小，引起真魔、天仙两宗追查避免不了。他哆哆嗦嗦扭头亡命而逃，只是没发现一只红毛鸟悄无声息地尾随其后。你这畜生，一直在藏拙！齐王震开真魔剑阵，惊骇欲绝，局势逆转太快，黎会长死得也太快。叶不凡的实力远比想象中强大太多，堪称元婴初期无敌。唰！他双手掐诀，大日下垂落一根虚幻的绳索，绑住他后瞬间将其拉入高空。这奇特的逃遁神通比瞬移还要快，眨眼被拉到了万里高空。叶不凡压根没去追，反而脸色阴沉，双手迅速掐诀。大血影遁术！他大喝，一道血影包裹住他，闪电般的朝着远方遁去。同时肉体速度全力爆发，速度暴涨一大截。嗡！一层水波一样的波纹横贯八荒，以恐怖的速度扩散，眨眼百里、千里、万里，瞬间追上叶不凡。大梦金鹏！一道老者身影从远方而来，气息扭曲了虚空，仿佛化身金翅大鹏，狂风呼啸，一步数百里，远远超越了瞬移速度。他跨山越湖，峰峦大川不断倒退，看得万里外的叶不凡头皮发麻。元婴中期，这梦游的家伙强悍的过分了。他早就知道千里外有一道强大气息，远超其王和黎会长，所以示敌以弱，试探两人实力后迅速杀死一人。时间控制得很短，他有时间逃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老头一直在梦游，否则他不会动手，直接选择跑路。但他远远低估了那个老头的速度，一觉醒来就特么狂追道友，送你一场美梦可好？大梦千秋！老者双目诡异，盯着叶不凡，在距离千里范围时遥遥一指。叶不凡顿时困意上冲，他猛咬舌尖，然而像是被催眠了，一点痛处都没有。他心中骇然，这无忧宗的神通是不是太逆天了？和这老头一比，合欢老祖的神通完全不能比。此人在元婴中期绝对也是大强者。叶不凡困意越来越盛，最后控制不住闭上了一只眼皮。隐隐约约周围一片嘈杂，一群牛头马面围着，嘿嘿狞笑，仿佛进了森罗鬼域。低头一看，自己赫然在一口大锅中，油脂沸腾，不断灼烧着他的身体，皮肤、血肉、骨骼无一处不痛。油炸鬼，这种状态很奇怪，他只有一只眼闭合，另一只眼艰难抵抗，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老头，美梦你大爷！叶不凡心中大骂，艰难弹出一滴血液，而后掐诀爆，轰！身躯轰然炸碎，鲜血乱飞，坠落向大地。林真君赶来，神情发呆，他着实没想到这刚结阴的家伙这么狠，用自爆摆脱大梦，就算能重塑肉身，对自身损伤也是极大的。他凝眉看了看四处飞溅的血液，冷笑一声，想逃？你逃得了吗？呼！他口吐大片的黑雾，黑雾滚滚，眨眼将所有血液包裹，将其烧得滋滋直冒烟。随后神识寸寸搜索血液，仔细观察，然而查了半天都没找到其神魂所在。明显这些血液全是遮人耳目的幌子，真是狡猾。林真君面容铁青，神识猛地扩散而开，百里范围仔细搜查，然而那人像是人间蒸发了，连一丝踪迹也没有。那些血液也干涸成了虚无，连渣子都没能剩下。小辈，你逃不出老朽的掌心！林真君冷眼怒喝，神识再度扩大范围搜索。殊不知叶不凡早就弹出一丝血融入了虚空，而后自爆，用波动将这丝血掩盖掉。此时落在一片丛林中，悄无声息地遁入地下，化作一只土拨鼠，顺着地底的泥土向远方遁走。他的隐秘手段惊人，异形神通加上瞒天术，元婴中期也难以察觉。不消片刻就逃出了林真君的神识笼罩范围。万里外，叶不凡肉身重塑，穿上白衣，他回望远方，神情阴晴不定。原本晋升肉身元婴后，他觉得也算是一方大人物，且杀元婴初期并不难，
有点膨胀，但现在却是膨胀不起来了。初期和中期的差距太大，远远超出预料，而且也低估了那些超级霸主的法术神通。大梦神通实在太诡异了，远距离让人入梦，主攻神魂，肉身很难防御。当然，最主要的是它是肉身元婴，法力还是金丹水平。如果法力结婴，再加上肉身，战力狂飙，不会惧那梦游的灵真君。体术神通得尽快休息。叶不凡沉吟，之前安排红毛鸟去追乌李氏，就是为了看看不能在他身上找到那几门体术神通，真武神拳、魔无影，空有彪悍的力量，无神通加身，跟莽汉没区别。还得尽快法力结婴，全方位提升战力。他心中紧迫，心中发了狠，这次再入燕兜，不法力结婴，绝对不出门。念及至此，他换成了张老三那张平平无奇的脸，大步朝着燕兜的方向而去。叶不凡这身份不能用了，瓷器肯定会被盯上，不过无所谓，他马甲多的是。走了没多久，红毛鸟迎面而来，嘴里叼着一个储物袋，55分账。好。叶不凡打开储物袋，翻了半天，压根没有那几门体术神通，他顿时失望不已。这些神通，乌李氏压根没资格拿出商会。而后又翻了翻黎会长的储物袋，眼前顿时一亮，全是中品灵石，足有300万，也就是3亿下品灵石。果然选对了，商会会长就是有钱啊！叶不凡大喜过望，他想安稳的结婴，灵石免不了，结婴丹和结婴秘药都还没买呢。除此外，还有杂七杂八的丹药、器物，一件4阶防御法宝，还有那件威力不俗的剑士法宝，功法秘籍也有，而且是元婴修习的，不过他没什么兴趣。体术神通，掌中乾坤秘术，体修神通，于血肉中开拓一片空间，可储藏物品、活物、天材地宝，可保药材、灵物等灵性不失。加强版的储物神通。叶不凡心中微喜，这种神通可比储物袋方便多了。之前交战过后，他就将储物袋交给了红毛鸟，并让他追击乌李氏，甚至宝衣都没带，为的就是自爆这条后路。而今有此神通，肉身被打爆，一滴血也能带着储藏物品逃离，简直量身打造。这家伙研究此神通，视若珍宝，难不成想以此研究出袖里乾坤。古云袖里乾坤大，湖中日月长。传说袖里乾坤是大神通，袖里藏天地，不仅能容纳万物，还能困杀。湖中日月亦是如此，夸张点说，连世界都能装进去。叶不凡推测，掌中乾坤这门神通多半仿照袖里乾坤加以改动创造出来的，虽比不上那2大神通，但对他来说足够了。走。他收起所有物品，转身朝着牧神国方向而去。到了境内，他拿出一枚绿色玉佩，大手将其捏爆，这是陈老怪赠送的东西，如今没必要留着了，为防万一，还是扔在远离燕兜的地方比较好。而后，叶不凡绕了一大圈，2日后重新回到了燕兜，进入早就租赁好的院内。绿萝就被他安置在这。我交给你们的材料清单，可收集完了。他召回裴水岩和赵韵，凝眉询问。信不辱命，这是接阴丹的材料，不过还缺了一小半。这是秘药的材料，也缺了不少，主要是灵石没了。2人战战兢兢地递上储物袋。这半个月，他们东奔西跑，一明一暗，到处搜刮药材，并不清楚这位主人去了哪里。但再次面对这位仿佛直面太古凶兽，心中只有敬畏。叶不凡接过，扫了一眼，暗自点头。2000万灵石没了，想全部凑齐还得花钱，好在此行他收获不菲，5000万灵石足够将所有东西收集了。叶不凡扔给2人一个储物袋，随后再度写下一份材料清单，还有这些材料也要收集。这是炼制傀儡的材料，提前为傀儡分身做准备，届时往4面8方扔分身，替自己收集天材地宝以及情报。毕竟人多力量大嘛。到了元婴这个层次，无论是灵药还是材料，都极其珍贵，市面上不好找。是。裴水岩2人恭敬称是。这几日可有什么事情发生？叶不凡不动声色道。并没有。去吧。叶不凡挥挥手，指尖敲着扶手，闭目沉思。小绿萝则是温柔地站在椅子后面，为其捏着肩膀。片刻后，叶不凡嘱咐小绿萝一番，进入闭关室内，拿出了5色结阴法，一共6卷古籍，5卷功法，分别是金、木、水、火、土5种灵功，1卷5色秘术，金灵功，辅助凝阴功法，可凝聚虚金丹，破丹成虚金阴，无威力，与本尊元阴融合，可增1色。副作用：功法难修，凝聚虚金丹难度极大，且易与其他灵功产生冲突，从而重伤。负面逆转：功法易修，凝聚虚金丹难度极小，不易与其他灵功产生冲突，从而疗伤。木灵功。叶不凡看着5门功法，露出满意。仙堂那群人修炼此功，
第一步就得死在这。修一门功法都得上100年，5门修成早就进棺材了，更别提功法间相互冲突，一个不慎就得玩完。而他无丝毫风险，修炼还快。五色秘术，以5行功法破丹，淡出元婴，5道虚阴与其融合，成就5色元婴。副作用：破丹危险高，5道虚阴融合，冲突无限大，暴毙几率90%。负面逆转：破丹危险低，5道虚阴融合，冲突无限小，生还几率90%。叶不凡笑意更浓，心里琢磨，加上和欢老祖的那门结阴法，结阴几率99%了吧？不知5色元婴有多强，他有些期待。自己的肉身元婴只比普通元婴初期强1线，不是太夸张。但法力结阴不同，5色元婴加上天煞真魔功，鬼知道有多恐怖。叶不凡开始参悟并修炼精灵功，进度飞速。他推测副作用逆转下，用不了10天就能修炼成功，凝聚出虚丹。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叶不凡晚上修炼精灵功和欢老祖的结阴法，白天则是修炼掌中乾坤，顺便推进真魔剑阵、定身术、天地为局、进军大圆满。抽出一些时间，化名张三，融入燕兜，四方走动，打探消息，试图找到接触皇室的办法。法力结阴需要4阶灵脉，条件苛刻，唯有此地。红毛鸟虽无法遮蔽天劫，但可以遮蔽他的气息，再加上皇宫专门设置的结阴大阵，旁人看不穿他的真身。同时接触平阳侯与镇远侯，前者人脉广，消息更广，倒是混了个脸熟。而岳灵侯则像是人间蒸发了，无影无踪。叶不凡倒是没有找其麻烦的意思，那女人的背后不是魔云商会，就是无忧宗。他这时候将其宰了，除了引火烧身，没什么意义。现在必须低调，一切恩怨都得给结阴让道。而就在叶不凡回到燕都第7天，一则消息爆开，燕都震动。酒楼中，叶不凡与平阳侯、镇远侯对面而坐，身旁还有几位金丹大修，不是燕国侯爵，就是来历不明，意图在此结阴的修士。没想到黎会长居然死了，魔云商会本部都派人来调查了。平阳侯感慨万千，他消息灵通，但也是滞后了一段时间，主要是知晓玉国山谷一战的人实在少，那一战动静太大，方圆千里成了废墟，引起燕国几位元婴真君注意。那几位本欲插一脚，但看到黎会长被那个人形怪胎当场锤死了，直接掐断了念头。看来消息是真的，我从齐王的一个门客口中也得知了此事，若非林真君，恐怕这位齐王也活不了。镇远侯沉默半晌，嘴唇干涩道：那个家伙真是姓叶的。黎会长他不清楚，但却对齐王有些了解，在元婴初期中也是强者，名震列国。当年他为了谋求一个侯爵，低三下四的求上门，结果这位连搭理都没搭理他，直接命人将他驱逐而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而今惶惶如丧家之犬。座位上，叶不凡抿着酒水，脸上平静如水。他现在是平平无奇的张老三。叶不凡杀的人跟我张老三有毛关系？传闻那个修士肉身结阴后，硬汉2大元婴，最后不知道施展了什么大神通，直接把黎会长锤死了，元婴都没逃出去。我也听说了，但是跟你不一样，我听说那个修士长着8个脑袋，13条腿，跟蜘蛛精似的，裂开大嘴，一口将黎会长吃了，老残忍了。旁边几位大修也是相继说着，惊叹不已。叶不凡看向那个说他是蜘蛛精的如袍青年，面无表情。他记得此人，大燕国的淮安侯，乃是楚亲王的小舅子。2位认识此人。众人看向平阳侯、镇远侯，很是好奇。金丹与元婴地位与地位差距过大，他们在其面前就如孩童般脆弱。刚肉身结阴就能杀死一位老牌元婴，着实恐怖，让人悠然神往。有点交情，当初他向我们咨询结阴之事，我2人本以为他结阴必定失败，没想到竟然肉身结阴了。平阳侯恍惚道，神情黯然。同为金丹，对方鱼跃龙门，虽是肉身元婴，但也是元婴，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见到，恐怕得喊上一声前辈。镇远侯也是沉默。肉身元婴比法力结阴更难，这都能成功。若是有幸，真想拜访这位前辈，哪怕有13条腿，也要看看。淮安侯啧赞叹，他年轻，修为并不高，能混到现在，全凭楚亲王这位姐夫。听说有人在寻找他，淮安侯可别引火烧身。叶不凡目光微闪，佯装提醒道：这才是他关注的重点。平阳侯点头道：的确，大燕老皇帝震怒，已经派人四处搜查此人下落。魔云商会的大本营有一位元婴中期接替了分会会长职位，调查此事。镇远后幸灾乐祸道：听说齐王被召去，被那位新来的分会长痛骂了一天，得罪这么多人，我看这位叶前辈悬了。众人纷纷惋惜，无论是大燕还是魔云商会，都是庞然大物，一般元婴初期得罪不起。
被找到就是一个死字。更何况还有无忧宗的那位恐怖的林真君，就算在梦游中都在找那位的踪迹，确实悬了。叶不凡心中微沉，脸上不动声色。此行虽说谢传，更得到了元婴都渴望的词人，但得罪的人更多。淮安侯看了看周围，神秘兮兮道：我听说不止这些人，真魔宗的人也在找他。玉国边境那片战场直接被真魔宗的数位元婴真君封锁了，似乎发现了什么。就在昨天，我听姐姐说，真魔宗的陈老怪、岳老怪来到燕都，找了齐王问话。陈老怪，叶不凡闻言心头骤然一紧。燕国魔云商会还好，林真君也只有他一个，但真魔宗不同，大半元婴倾巢而出，都在找他，且深受传闻中的那位红衣天君关注。念及至此，他额头浮现冷汗。得亏提前将陈老怪送的绿色玉佩毁掉，否则他现在已经被带走喝茶了。不对劲啊，天煞真魔宫我没露出来，真魔剑和其配套在此宗也当属机密，非高层不可查，他们怎么突然转头调查起我了？叶不凡眉头紧锁，他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真魔宗，好家伙，叶不凡究竟是何方神圣，刚出现就引得这么多大人物关注。平阳侯也是吓了一跳，当初他是真没看出来，谁知道呢？兴许真魔宗对他长了13条腿，比较好奇吧。淮安侯耸了耸肩，叶不凡眼皮抽了抽，13条腿没有，倒是有3条腿。他转移了话题，道：对了，淮安兄，能否引荐楚亲王？在下想谋求一个爵位。他现在只想赶快结姻，然后套几层马甲，而插队结姻得成燕国自己人。2个途径，一个是给燕国办事做出贡献，一个是亲王推荐。叶某人不想再做什么狗屁事情了，玉国之事忒糟心，亲王推荐稳妥多了。淮安侯看了他一眼，嘿嘿笑道：张道友，那只是我姐夫，又不是我哥，我哪能做主？这件事正要拒绝，叶不凡不动声色地递过去一个储物袋。淮安侯下意识地接过，临时探入，脸上一喜，咳嗽道：这件事也不是不行，只是得加钱，贪得无厌。叶不凡心中暗骂，储物袋里面可是有300万灵石，金丹中也是一笔巨款。他脸上做出肉痛的表情，又塞给了对方一个储物袋。淮安侯接过，掂了掂，心满意足，笑盈盈道：我这就给张道友引荐，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平阳侯、镇远侯等人诧异，不知道张老三给了淮安侯多少钱。这家伙可是出了名的贪财鬼。多谢。叶不凡拱手，这边请。淮安侯起身，朝着平阳后几人拱了拱手，叶不凡也是打了个招呼，紧随其后。不知张道友来自何处？想成为一方侯爵，首先得知根知底。街道上2人并肩而行，淮安侯边走边低声提醒：襄国的一介散修罢了。叶不凡随口道。淮安后闻言翻了翻白眼。襄国在东北方，中间隔着上百个国家，就算有大型传送阵过去，想查出来根脚也得半年。他也知趣的不再多问，只是提醒道：见了我姐夫，说话注意点，恭敬应对，否则惹他不快，我也救不了你。楚亲王乃是老牌元婴初期，实力比齐王还要强出一筹，地位尊崇，万人敬仰。自然。叶不凡点头，目光忽然一凝。街道上赫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女子一袭宫装，身材窈窕，一了容貌显得很普通，但气质却是带着自然而然的魅惑，让人魂牵梦绕。于玄机，他去真魔宗快1个月了吧？叶不凡沉吟，嘴唇动了动，传了一道音讯，与其擦身而过，径直朝着燕都内城而去。楚亲王府邸在内城，靠近皇宫，灵气充足，不比修士洞府黄杨山差多少。府邸庞大，到了近前，几个金丹守卫站在门前。淮安侯大摇大摆地进入，叶不凡刚跟上，就被金丹守卫阻拦在外，没有王爷准允，不得入内。金丹守卫冷冷道。叶不凡摸了摸鼻子，只得老实在外面待着。元婴地位真是太高了，金丹当护卫。叶不凡看着那几个金丹守卫，修为都不弱，心中不禁感叹，一位王爵都这么大派头，很难想象那位活了1500岁的传奇老皇帝地位到底有多尊崇。燕帝并非大修士，而是元婴中期，寻常元婴只能活1200年，燕帝已经远远超出了。传闻有延寿秘诀，甚至很多人怀疑他吃了什么延寿神药。当了1000年的皇帝，他还没死，反倒是他的那些太子像是走马灯一样被熬死了5、6个。过了半炷香，叶不凡眼神微缩，看向府门，2道身影走出，法力波动有力，气息悠长，身穿黄绿大袍服，正是当初赠送叶不凡绿色玉佩的陈老怪和岳老怪。后方一袭蟒袍，头戴发冠的中年男子在后方客气相送，直至送到门前。
样貌和齐王有2分相似。楚亲王，这件事就拜托楚亲王了。陈老怪坐急，笑呵呵道：“哈哈，放心，有那人的消息，本王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宗。”楚亲王大笑道。陈老怪与岳老怪颔首，向远方走去，看到等在府门前的叶不凡带着俯视，见过前辈。叶不凡赶忙拱手。陈老怪淡淡点头，只是扫了叶不凡一眼，就不再注意，转眼与岳老怪消失。叶不凡低头，双目眯起，这真魔宗不找到他不罢休啊，明显是拜托楚亲王调查他的行踪。不过他并不担心，异形神通不但能异形、气息、法力波动都能作为。楚亲王笑容收敛，皱眉看向叶不凡：“你就是淮安引荐的小辈，晚辈张三见过楚亲王，无需报出你的名讳，你走吧，本王没空理会你这等小角色。”楚亲王不耐烦地挥挥手，想通过他的途径成为燕国侯爵的金丹修士，每年都会有一些，且都是通过淮安引荐，也因此淮安赚取不少引荐费。可每次引荐来的人手里根本没什么他看上的东西。说完，他看都没看叶不凡一眼，转身走向府内。前辈，还请看看此物，再抉择。叶不凡耐住性子，上前递出一个储物袋。旁边守卫见状，见楚亲王脚步顿住，连忙捞过储物袋，3两步走到其面前，双手奉上。一个金丹小辈，还能有本王看上的东西不成？若只是用一些灵石来侮辱本王。楚亲王眼中闪过寒光，冷笑道：“到了他这个地步，最需要的是数千年乃至万年的灵药，修为无法前进一步，皆是虚妄。”他神识不经意地扫过储物袋，忽的眼神一凝，转头仔细打量叶不凡，脸上像是翻书似的，冰寒消失，露出和煦的微笑：“小友，进来吧。”说完，捞起储物袋，快步进入府邸。叶不凡心底稍松，紧随其后，穿过走廊与亭台，进入一座雅致的茶室中。坐吧，这万年血灵芝你从何处得到的？楚亲王拿着一株血色灵芝，仿佛血玉般散发极浓的药香。不敢。叶不凡没有落座，而是拱手道：“晚辈来自襄国，此物乃是我祖父从深山大泽中侥幸得到，一直用灵盒珍藏。实际上万年灵药他真有不少，黎会长毕竟是魔云分会一把手，有几十株。”楚亲王凝眉，一言不发，似乎在判断此话真伪。若是还有一株万年灵药，倒是可以请皇兄赐予你爵位。楚亲王淡淡道，眼神却是灼灼地盯着叶不凡。叶不凡心中暗骂一声贪婪，脸上却是苦笑道：“没了，就这一株，等晚辈回襄国，可为王爷寻找。万年灵药虽然珍惜，但市面上还是有的，只是不好找。如果太罕见，叶不凡有也不可能拿出来，除了让人觊觎起杀人夺宝的念头，没其他好处。分寸需要把握好，罢了，算是结个善缘。”楚亲王思索片刻，绽放笑容，打出一道传音符，又扔给叶不凡一枚玉简：“几日内，陛下会召见你的，赐你爵位，好自为之吧。”他没有问叶不凡的根脚，没必要问。外姓侯爵在燕国极多，来历不明的大有人在。这爵位本就是吸引外人到此结姻、敛财或者替皇族办事的手段。爵位多了贬值，爵位少了价值就大了。比如现在，万年灵药，寻常时候他哪这么容易得到？多谢王爷。叶不凡见目的达到，知趣的退了出去。等他走后，淮安后舔着脸进来，哈腰道：“姐夫，我没引荐错吧？这次还算不错。”楚亲王瞥了他一眼，把玩着血灵芝，露出笑意。他身上说不定还有万年灵药，姐夫怎么不狠狠敲他一笔？淮安侯嘿嘿笑道：“早在之前，本王就用神识摸进他的储物袋看了，除了一些灵石和低端灵药，什么都没有。”楚亲王淡淡道：“他修炼过神魂秘术，能悄无声息地查探他人储物袋，而不被所查。再者，真把他怎么样了，以后这万年灵药还有谁送上门来？”他嗤笑一声，吩咐道：“真魔宗发话了，你替本王查查那叶不凡的行踪，他疑似出现在木神国。”是。叶不凡离开楚亲王府，回头看了一眼那4个烫金大字，他发现这燕国皇室是真没好人啊，前有齐王，后有楚亲王，个个一肚子坏水。楚亲王，我的东西没这么好拿。叶不凡眯了眯眼，转身离去。让人办事给好处在情理之中，但用神识搜查他的储物袋，这就不地道了。肉身元婴对神识窥视比法力元婴敏锐得多，也幸亏我修成了掌中乾坤，在掌中血肉中开辟出了一片天地，可储藏宝物。爵位到手，叶不凡一路沿着街道行走，心情大体还算不错。只等面见那位死不透的老皇帝，就能用其洞天福地结阴了。回到院落中，就见恢复本貌，一袭粉色长裙，腰若细柳的鱼玄机躺在藤椅上，
懒洋洋地晒着太阳。阳光下，肌肤白嫩，莹莹泛着光泽，眼角下一颗泪痣点缀，衬托整张俏颜充满魅惑，诱人至极。见叶不凡进来，欣喜地扑了过来，体香萦绕，娇声道：“叶郎，分别1月，奴家好想你呢。”叶不凡点头，深以为然。我也是，一见不日，如隔三秋。你身上好香。于玄机嗅了嗅叶不凡身上的气息，眸泛春水，逐渐迷离，娇躯软软地钻进其怀里，还是隔绝不了。叶不凡无言，他灵根已经到了中品，莫名其妙的香味威力越来越强，异形神通能完全掩盖，但寻常手段只能掩盖到1寸范围，这不是啥好事啊！若是被人得知，连推演天机都不用，真魔宗的元婴真君牵几条狗就行了。叶不凡褪去遮掩，身上香味陡增，于玄机娇躯更加酥软，吐气如兰，脸蛋酡红。叶郎，夜深了。于玄机秋眸荡漾，素手环住宽阔的脊背。叶不凡看了看火辣辣的太阳，无言以对。他抱起温润如玉的娇躯，缓步走入房间。这一晚注定无眠。在香味的刺激下，于玄机像是嗑了药，不知疲倦。叶不凡也展现出肉身元婴的可怕。清晨时分，于玄机终于突破中期，达到了金丹后期，中品阳灵根再加上炉鼎功，对女修的效果极强。叶郎，我不想回真魔宗了，陪着你可好？于玄机顶着黑眼圈，抱着他慵懒道。不行。叶不凡摇头，他还指望于玄机把天煞真魔功后续搞出来，一旦没后续功法，修为进境更难。且他猜测天煞真魔功元婴篇会比他想象中神妙得多。说吧，这次回来到底是什么事？叶不凡抚着其光滑的肌肤，眯着眼笑道：哥哥，什么都瞒不过你。于玄机柔媚一笑，捋了捋发丝，认真道：红衣天君已经追查你1年多了，你在玉国镇杀离会长，滴血重生也被其知晓，还有真魔剑。滴血重生？对啊，真魔宗至高宝典之一的范圣12经就有此能力。那边怀疑你修炼了此功，再加上真魔剑，我听说红衣天君已经发疯了，去了天机国。于玄机畏惧道：只有拜入真魔宗，才知道化神天君到底多恐怖。范圣12经跟我有屁关系？叶不凡心凉了半截，实在没想到范圣魔功居然也是出自此经。真魔宗2大宝典，他全部修成，若是被抓，要么被当祖宗供起来，要么当小白鼠，后者可能性很大，他不会冒险。他去了天机国，莫不是去请那位5阶天机师了吧？叶不凡盯着于玄机，后者点头，他心更凉了。天机国是天机师的传承大国，人数少，但整个南红域没人敢惹4阶天机师都能无声无息地弄死元婴真君，而天机国唯一的老国师是5阶，他想找个人太简单了。师尊给我此物，难不成是为了应对天机国的？叶不凡拿出1枚铜钱，目光悠悠。当初黑裙萝莉给了他定身术、天地为局2门神通，最后又给了这枚铜钱，可遮蔽天机，他并没有使用过。法力催动，铜钱散发微光，没入体内，如此可抵挡住那位的推演。叶不凡沉思，他怀疑黑裙萝莉早就算到这一天，特意给了此物。不过他还是不放心，拿出神龟甲敲了敲，无吉也无凶。他看向于玄机，你的身份真魔宗调查了没？没有，金丹在真魔宗地位并不算多高，我只是通过瞒天术过了审查这一关。不过我倘若结姻，他们必定高度重视调查来历的。于玄机黛眉微蹙，忧心忡忡，他来就是商议这件事。那就等吧，待我元婴大成，会想办法给你制造一个身份的。叶不凡平静道。于玄机闻言欣喜，柔媚轻笑，钻进了被窝。为了报答，我奖励你。谁奖励谁啊？叶不凡翻了翻白眼，却也没有反抗，好好享受了一番。中途又询问了其他事情。真魔宗阶级分明，想得到那2门至高宝典，要么成为核心长老，要么成为神女。说到这，他打了个哆嗦，我看到你师尊了，满身煞气，太凶了，听说要从神女晋升宗主了，到时候我尝试争取神女位。他进入真魔宗后不久，就发现了神女身材和长相，酷似天魔老祖。好，叶不凡眼睛一亮，连连赞赏。至于杀念师尊，他直接忽略了，实在不想惹。和于玄机鱼水之欢2日，送其离开燕都没多久，一个踱着小碎步的老太监登门。陛下口谕，召张3进宫面圣。老太监扯着公鸭嗓，姿态居高临下，眼神藐视。有劳公公了。叶不凡递上一个储物袋，老太监的皱脸像是菊花绽放，立马换了一副嘴脸，嘿嘿笑道：陛下赐下封号，明后恭喜您侯爷，这就跟咱家进宫吧，外面轿子等着呢，麻烦公公引路。叶不凡拱手嘱咐绿萝一番，登上官轿。
一摇一晃地入了内城，进了皇宫。皇宫大内灵气极其浓郁，显然是四阶灵脉的中心。远远他就感应到有一道道极强的元婴气息，并非皇宫内，而是后方，疑似皇陵。这燕都底蕴是真深啊！皇陵住着的老怪物最起码8位。叶不凡心头发寒，他的肉身对生机的感应极度敏锐。那些老怪物寿命明明已经到头，但却是诡异的活着，还有很强的生机。皇陵中的老鬼岁数也都超出元婴的寿限，这燕国皇室真的有延寿秘法。叶不凡眯着眼，露出思索：“宁侯爷，请吧。”老太监弓着身子来到御书房外，叶不凡颔首进入书房内。一个身材壮硕、穿着金龙袍的威严老者端坐于桌后，观摩手里的一卷古籍。正是燕帝，气息诡异，像是老树发了新芽，腐朽与青春并存。见过陛下。叶不凡像模像样的拱手，身为修士，压根没有跪拜礼仪说。哼，早就听楚亲王提及过，燕都来了一位青年才俊，名叫张三。燕帝脸上露出微笑，气质温和，显得亲近。他上下打量着叶不凡，不知你对此爵位可还满意？多谢陛下赐封。叶不凡低头露出感激之色，心中却是平静。侯爵在仙堂可能有很大地位，但在这里没有，就像是给人起个名字。他主要是奔着接应来的。正欲请示结姻事宜，忽的眼神一顿。燕帝目光温和如春风，但总给他一种怪异感。这眼神不像在看人，怪异感一闪即逝。再看老皇帝，依旧是温和的模样。没什么，互惠互利罢了。你凝聚元婴有多大把握？燕帝轻声询问。没有多大把握，不过1-2成罢了。叶不凡苦笑，只是家族危机，不得远赴燕国结姻，我已经没多少时间了。原来如此，也是个苦命人。哎，燕帝恍然悲悯道：“还请陛下准允，在于老鬼之后结姻。”叶不凡请示道：“上次那个家伙被雷劫劈死后，于老鬼就进了结姻洞府，如今结姻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一个结果。”这么快？你一切都准备好了？燕帝诧异，类似宁后这情况的并不多，即便准备妥当，也得观察旁人结姻的情况，吸取经验。他又劝解了几句，见叶不凡坚持己见，也不再多说。罢了，朕给你安排。燕帝眼神失望，似乎失去了兴趣，连结姻后的招揽之言都没提。如此冒失，结姻成功概率很低。1000多年来，他见过了太多失败者。姓于的那小子结束后，你可凭借此皇令进那洞府。燕帝递出一枚黄金令牌，又补充道：“安全性大可放心，在皇宫大内无人敢动歪心思。”谢陛下，微臣告退。叶不凡心中欣喜，接过令牌，躬身退下。等他离去，燕帝摇头不语，正欲继续观摩手中古籍，一道黑影浮现，嘴唇动了动，传音几句。燕帝脸色微寒，真魔宗自己都找不到的人，催朕有何用？黑影苦笑，恭敬说道：“真魔宗似乎对那人很是重视，大批元婴已经朝燕都汇聚，想以此为中心，往4面8方寻找。”真是疯了。燕帝沉默，转移话题道：“七王那里怎么样了？”依他看，姓于的小辈失败率超过90%，因此七王心情不佳。叶不凡离开皇宫后，行走在大街上，眉头紧锁。我怎么感觉我结姻之事，燕帝比我自己还要上心？叶不凡摸着下巴琢磨，换了个方向，朝着酒楼走去，打算旁敲侧击一番。平阳侯、镇远侯这几个是河源酒楼的常客，经常在此聚会，互相探知消息，才履法地，吕不单指的讨论大道，还有交换情报消息。如果叶不凡自视甚高，不予结交，现在恐怕还没办法成为侯爵，安排结姻事宜。上了酒楼2层，平阳侯几人正品酒，楚亲王的小舅子淮安后赫然在其中。哈哈，恭喜张，不应该说宁后。平阳侯大笑，快请坐。叶不凡掀起后衣袍，坐在酒桌旁，摆手道：“多亏了淮安侯，若非楚亲王推荐，恐怕我还在四处寻找路子呢。”几人含笑，知趣的没有多问张老三给了楚亲王什么好处。宁后打算何时结姻？镇远侯好奇道。叶不凡没隐瞒，于老鬼之后吧。众人一愣，面面相觑，心说这位怎么比那个姓叶的还着急？结姻丹和灵物可准备好了？淮安侯试探道：“我当初为了图谋结姻丹，可是耗费了几10年，最后被那个该死的炼丹师炼制失败了，没把我气死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叶不凡微笑，转移了话题，不知以前结姻成功的前辈现在如何了？同一地方结姻也算缘分，届时倒是可以拜访1、2。大半加入燕国，成为了异姓王，一小半则是离开了燕都。当年我有幸见过一位，还被赏赐了一株数百年份的灵药。淮安侯艳羡道。平阳侯几人也是点头，虽未见过，但是听说过。原来如此，
那真是可惜了。叶不凡目光微闪，叹息道，而心中则是略松，看来是他想多了。在这敬宁侯一杯，祝贺元婴大成。先提前贺喜宁侯，先道长生。平阳侯几人举杯，神情莫名伤感。大道无情，若是成功，那就是高高在上的元婴真君；若是失败，那就是一抔黄土。无论哪种情况，他们心情都是复杂的。叶不凡与众人碰杯，将香醇酒水一饮而尽，借各位吉言了。随后与平阳侯等人闲谈，旁敲侧击推演天机之物。这种东西往往能够遮掩天机，还能依靠副作用增长寿命，对他来说越多越好。可惜除了元婴真君有资格掌握，一般金丹压根没资格拥有。想得到必须成就元婴，进列国元婴的圈子。不过叶不凡倒是从平阳侯几人身上换取到了结丹灵物，这是为了绿萝，万一失败，这些能及时补充上。末了，叶不凡主动结了账，洒然离去。回到院中，除了修炼五色元婴法，其他时间就是督促绿萝等到与老鬼结束。结婴秘药材料倒是被裴水岩二人收集完毕，不难炼制，2天就成功了一瓶绿色宝液结婴丹。材料不好收集，但也集齐了99%。这一日，叶不凡亲自带绿萝离开燕兜，在无人之地开辟出了一个洞府，给绿萝护法。不出意外，绿萝失败了。他资质普通，有如今修为全是叶不凡灌溉出来的，缺乏魔力，结丹概率本就不高，让主人失望了。洞府内，绿萝的头发扎成2个可爱的小丸子，小小身体埋进叶不凡怀里，哇哇大哭，泪水打湿了衣衫。得亏叶不凡有4阶疗伤丹，不然现在绿萝已经身愈。没事儿，再来就是。叶不凡拍了拍他的小屁股，淡笑道：可我根基受损严重，不死已是万幸，再无结丹可能。绿萝哭得梨花带雨，啜泣道：你忘了我有治疗秘术。叶不凡笑眯眯瞅了瞅绿萝胸前，以前不大，几年过去了，早就被叶某人拔苗助长起来了。绿萝似是想到了什么，羞得耳朵红透了，俏脸埋进其怀里，不敢抬头。于是一夜翻云覆雨，在炉鼎宫的作用下，绿萝的修为根基被治疗痊愈。10天后，绿萝结丹成功，4转金丹。这是叶不凡耗费大量结丹灵物的结果。金丹品质越高，代表结婴概率4品是极限了，不像叶某人有系统能逆转。谢谢主人。经过金丹的洗精法髓，绿萝皮肤更加白皙细腻。他顶2个小丸子，感动的眼眶红润，哽咽哭泣，紧紧搂着叶不凡的臂膀。若是没有主人，他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筑基修士，或许已经死在了万妖国和赵国大战中了，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金丹真人。听说女子结丹皮肤会更加紧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叶不凡捏了捏绿萝白嫩小脸，绿萝脸红，小拳头捶了他一下。叶不凡倒退2步，捂着肩膀佯装吃痛：我家小绿萝力气变大了，好厉害，金丹真人恐怖如斯。哥哥。绿萝破涕为笑，大眼睛弯成了月牙，身穿绿裙，俏生生站在那，仿佛山林间最美丽的风景。叶不凡也是笑了，上前弹了弹绿萝脑袋上的小丸子，目光温柔。对他来说，没有一见钟情，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叶不凡收拾妥当，坐在飞剑上，带着绿萝朝着燕兜掠去。恰在此时，一道传音符飞来，叶不凡将其捏碎，脸上露出喜色。双喜临门，结婴丹的材料终于凑齐了，回去开炉炼丹。自入燕兜已经过去2个多月，让裴水岩2人搜集药材，终于有了成果。回到院落后，叶不凡立即召见裴水岩2人，查看其储物袋中的一堆药材，露出满意。你们办得不错，他赞赏道。若非2人他自己收集，得耗费很长时间，而能在罪国混出来的，谨慎不缺，也不怕被人盯上，这是老奴应该做的。赵运单膝跪地，脸上露出讨好主人能让妾身一清方泽，妾身便知足。裴水岩则是拨了拨衣裙，媚眼如丝，脸蛋红霞升起，恨不能将叶不凡扑倒。随着和叶不凡接触越来越多，多多少少被杨灵根的奇香影响。接下来你们去打探有关真魔宗的消息。叶不凡没心情撩拨，扔出2个玉瓶，这是增进修为的丹药，去吧。想让马儿跑，得让马儿吃草，不然谁给他卖命。2人接过玉瓶，嗅了嗅里面的药香，神情大喜，姿态恭敬地退下。裴水岩则是恋恋不舍。叶不凡迅速进入闭关室，拿出炼丹炉，开始炼丹。他如今的炼丹造诣不低，毕竟是炼制的丹药太多了，再加上法力与神识都极强，控制力登峰造极，炼制极品毒丹，整个南红域无出其右。还是得谨慎再谨慎，结婴丹容不得大意。叶不凡深吸口气，投入炉内一份结婴草，利用丹火滚烧。时间流逝，到了晚上，
数千份灵药全被炼制成了药液，而后再度投入其中，操纵火势打入炉中一道道法诀。结阴丹是4阶丹药，想成功率大，需4阶炼丹师，到了这个层次，地位相当尊崇，燕国这等大国都得供起来。4是气运加深，过程很顺利，顺利到叶不凡直搓牙花子。翌日清晨，炼丹结束，5枚丹药全成了渣子，废丹都算不上，而最后一颗丹药成型了。掌中丹药拇指大小，蓝莹莹仿佛宝石，卖出去能值个大几千万，如果在燕都拍卖，估计能上亿灵石。怎么就成品了？叶不凡脸色铁青，炼丹太过谨慎，一不小心就特么成品了。他要成品丹药有毛用？要的是废丹、毒丹，好在还能炼制一炉丹药。叶不凡黑着脸继续炼丹，这次他更加谨慎，控制火候，生怕再成品。终于到了第3日，一声炸响，丹炉直接爆碎了。叶不凡眼疾手快，从炉内掏出一枚黑乎乎的丹药，其上满是裂纹，像是一块黑莓。结阴丹，杂质9%，药毒含量300%，结阴成功率极低，9%的暴死率。负面逆转，药效9%，疗伤药效300%，结阴成功率极高，9%生还率。极品毒丹，好！叶不凡狂喜，将成品丹药扒拉到一边，郑重将极品废丹收好，还差一门土灵功就能结阴了。叶不凡露出满意，随后内视丹田。此刻金丹旁边已经有了4颗虚幻的大丹，金、青、蓝、红4色，分别对应金木水火4门结阴灵功。随后一段时间，除了修炼土灵功、打探消息外，就是等于老鬼结束。又是1个月一晃而过，期间燕都越发热闹，真魔宗的多位元婴真君汇聚，魔云商会调查更加频繁了。4要挖地3尺，将叶不凡挖出来。于老鬼差不多结束了吧？叶不凡盘坐在院内树下，5色元婴法已经修炼完成。不止如此，叶不凡还将灵根提升到了极品，修为运转间比以往快了很多，且吸收灵气的速度增加了上百倍。现在的叶不凡悟性顶级，灵根极品，可称天才。而极品阳灵根带来的香味范围更广，1000丈范围，只要是女性都能闻到，就算掩盖也只能控制在5寸范围。一开始叶不凡还出门和平阳侯、镇远后几人聚聚，现在出门都不敢了。张三，我知道你在家，快出来！院外一道娇声响起，清脆悦耳。我不在。叶不凡面无表情。哐当，院门直接被踹开了，一道身穿鹅黄裙的妙龄少女闯了进来，青丝扎成了马尾辫，典型的鹅蛋脸，容貌倾城，明眸皓齿，清纯可人，腰若细柳，屁股挺翘，除了是个飞机场外，其他方面都属于极品。还说你不在，这几天怎么不去河源酒楼了？少女看到叶不凡，眼睛一亮，笑嘻嘻的小跑过来。此女名为周萱，天赋极高，不过20多岁就达到金丹中期，楚亲王的小女儿。因燕帝膝下无女，对其很是照顾，也是大燕国最受宠的小郡主。无论是因为相貌还是背景，追求者如过江之鲫。上次周萱凑个热闹，跟着淮安后到了河源酒楼，看到叶不凡后，像是猫闻见了猫薄荷，直接缠了上来。若不是气味掩盖的及时，他现在极品阳灵根恐怕已经暴露了。没空。叶不凡言简意赅，不冷不热道。这少女却实长得俏美，比上官清瑶还要胜出一筹，但她正处结阴关键，真不想惹麻烦。为此，楚亲王这位元婴真君多次黑着脸警告，只是吃了叶不凡1株万年灵药，现在要把他的掌上明珠拐跑，哪能愿意？追本小姐的没有1000也有800，你怎么这样？是不是我爹要了你1株万年灵药才不理我的？周萱气结，耸了耸穷鼻，娇哼道，长长的睫毛小扇子一样眨了眨，大眼睛转了转，笑嘻嘻道，要不我给你偷过来2株？叶不凡眼角一抽，心说楚亲王这是养了个啥？正欲劝解2句，忽的叶不凡神情一动，转头看向皇宫方向。轰隆，乌云密布，雷鸣炸响。这鱼老鬼不简单啊，渡过破丹、结阴2个环节，要渡劫了。叶不凡目露金光，还没等几个呼吸，轰隆隆一声惊雷落下，狠狠砸向皇宫大内。啊！一声惨嚎响起，没多久天劫就消散了。又死了一个。周萱一呆，白莹莹的脸颊上浮现惧色，她靠近叶不凡，似乎要躲进其怀里。叶不凡瞥了她一眼，周萱大眼睛不停转动，一副古灵精怪的模样。唰！叶不凡身影一闪，进入屋内，大手一捞，将绿萝收进掌中乾坤。这种神通能储存物品，也能收活人，比储物袋神妙太多了。又打出几道法诀，给裴水岩传了消息，告辞。不等周萱发火，身影如风离开小院，迅速朝着皇宫方向而去。
等了数月，结阴。就在此刻，叶不凡穿梭在人群中进入内城，耳边传来红毛鸟的声音：“我替你查了，燕都之中最起码有18位元婴，一大半都是真魔宗的，他们似乎锁定了你在燕都。”他又补充道：“还有无忧宗的灵真君，大燕皇室也在搜索。”叶不凡神情不变，往店铺门前一靠，竟看一队皇城龙马飞奔而过。等众皇城修士疾驰而过，他穿过扬起的尘土，继续前行，脑海中不断复盘来燕都发生的一切，不放过任何细节。他判断道：锁定燕都，但无法锁定我具体位置，无妨。可你渡劫动静太大，必定引起怀疑，到时候就算结阴成功，也得被盯上。红毛鸟有些担忧。叶不凡是他见过战力最彪悍的家伙，但也有限度，一群元婴初期，再加上好几位中期，拿头去打，在其他地方结阴更危险。而且我的天劫，鬼知道有多恐怖，根本瞒不住。叶不凡摇头，目光深幽，我只需渡过破丹结阴2个关卡，渡劫没人敢靠近，届时成功晋升元婴，打不过也能逃。靠！自从跟着你，不是准备跑路，就是在跑路的路上。红毛鸟骂骂咧咧道。叶不凡瞥了他一眼，心说没有我，你好像还在被合欢、真兰这2条疯狗狂追。来人止步！皇宫宫门前守卫冷喝。叶不凡拿出令牌后，守卫这才不再阻拦。他们看着叶不凡的背影，眼神诡异。于老鬼刚死，这家伙就进结阴洞府，也不嫌晦气。一般他人结阴完毕，下个结阴修士会等几天，免得被前者死气缠上。走了没多久，一位老太监踱着小碎步走来，躬身道：“明后，这边请。”说完，在前引路，绕过太和殿，来到皇宫深处一座山峦外，风清水秀，大阵环绕，灵气充沛，超越外面几10倍。刚到此地，叶不凡感觉最起码有4道神识从身上掠过，似在探查什么。燕帝背负双手站在洞府外，而洞府内男男女女哭哭啼啼的走了出来，似乎是于老鬼的遗孀何子嗣。哎，每年都会看见结阴失败的，于小辈一死，于家没了顶梁柱，怕是要被仇家盯上。燕帝见叶不凡过来，轻叹道，满脸的悲天悯人。确实，叶不凡颔首，等于老鬼的子嗣们将洞府收拾干净，离开皇宫，他这才进入。明后，结阴需小心应对，祝你成功吧。燕帝诚心送上祝福。叶不凡点头，大步进入洞府内，轰隆隆声中，巨大的石门关闭，阵法开启，形成重重光照，将整个山峦封锁。起码有3到4阶阵法防护，就算是元婴中期，短时间内也别想破开。燕帝默默注视，温和表情收敛。就在这时，一道满身腐朽味的老者浮现在燕帝身侧，嘿嘿笑道：“陛下，按照规矩，7人轮流，这次该轮到陛下了。”他查过宁后的资料，急切结阴，成功率很低，图谋此人没什么意义。七王，你心思多了。燕帝不悦，冷冷道：“七王躬身，不敢，这是先帝定下的规矩，不必提醒朕，退下吧。”燕帝不耐烦地挥手。七王躬身退下。燕帝注视洞府良久，轻叹口气，失望地离开。洞府内几间石室，中间则是一座石台，穹顶完全贯穿，能看到湛蓝如洗的天空。叶不凡这一刻似是蹲在井底的青蛙。红毛鸟从叶不凡衣服里钻出来，好险，皇陵有个大修士，神识太恐怖了，差点被发现。地下还有个元婴圆满的巨头，幸亏在沉睡。你去布置阵法。叶不凡吩咐道。结阴大事他早有准备，4阶阵法买不到，但伪4阶阵法倒是可以，能阻隔神识窥探。好嘞。红毛鸟吐出一杆杆阵旗，在洞府四周忙活，而叶不凡则是在洞府内四处行走。他和别的结阴人不同，有神识，肉身元婴，感应比元婴初期还要敏锐。半晌，叶不凡坐在一面墙壁前，四视面壁思过，静静不语。一坐就是半天。我只是想接个婴，咋这么费劲呢？叶不凡脸色阴沉，旁人看不出，但他神识能感应到，看似平常的墙壁后面有一粒沙粒，散发微光，刻满了符文。朱雀，真魔宗的那些元婴都在燕都是吧？叶不凡询问。等红毛鸟给了确定答复，闭上了眼睛。片刻后再次睁开，口吐12把真魔剑分化在四周，而后自己则是坐回石台上。石台没什么问题，并未第一时间结阴，而是修炼神通。10天后，叶不凡恢复真身，相貌俊美无双。他吩咐道：“朱雀，为我护法。”红毛鸟点点头，口吐大片雾气，将整个洞府掩盖。此物乃是妖族神通，能掩盖气息，阻挡神识窥伺。叶不凡盘膝而坐，吞下极品结阴毒丹，将状态恢复到巅峰后，运转5色结阴法。丹田中，一颗金丹缓缓旋转，
四周金木水火土5颗虚幻的大丹也在转动。叶不凡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结印灵物，天齐木星、大地金翠、玄重水，以及在赵国拍卖会竞拍的真龙半生花、师尊的母金，将所有灵物吞下，化作5色光芒，融入丹田中5颗虚幻大丹。大丹闪耀，从虚幻走向凝实，光芒透体，爆发5色玄光。结印灵物可令虚丹凝实，从而破丹成阴。轰！2天后，高速运转的5行大丹骤然停止，射出金、青、蓝、红、褐5色奇光，狠狠击在最中心的完美金丹上。咔嚓咔嚓，完美金丹像是弹壳一样开裂，不断颤抖，仿佛随时要崩溃，法力当场紊乱，撕碎经脉、血肉。叶不凡整个人直接成了血葫芦。这5色元婴法还真是危险啊！换个人破丹这个环节都过不去。叶不凡冷汗都下来了。这只是才刚开始，完美金丹彻底崩溃，他整个人都得炸，根基尽毁。好在结阴丹5色元婴法双重副作用逆转下，完美金丹迅速稳定，无限降低危险性，破丹速度很慢。裂纹每增加1道，法力越紊乱。与此同时，叶不凡额内泥丸宫中的神魂飞出，形成一道光团坠入金丹内。原因是神魂与法力的结合体，这才是元婴逃出肉身而不死的原因。3天后，完美金丹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裂纹，在一道咔嚓声中终于彻底碎裂散开。一个形似叶某人的巨婴从里面走了出来，阴功法属阳煞，巨婴呈现红色，一股远超金丹的恐怖波动从婴儿身上散发而出，让人战栗，甚至超越了普通元婴初期。正常来讲，出入此境，元婴顶多巴掌大，瘦骨嶙峋。叶不凡的不同，2个巴掌大，而且圆滚滚，横竖都一样长，看起来像是一个球，脖子都看不见。靠，怎么这么胖？巨婴有点懵逼，低头看了看，完全看不到脚丫子。他下意识地去摸下巴，小胳膊被一身的肥膘挡住了，够不着。叶不凡沉思，将所有碎掉的金丹碎片吃掉，体型又胖了一点。他迈着小短腿从丹田中走了出来，外面大雾蒙蒙，呼吸了夏天地灵气，伸胳膊蹬腿，适应这种奇异的状态。啪！一只爪子伸了过来，拍在小胖墩的屁股上。叶不凡一个趔趄，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你这好肥！红毛鸟瞅了瞅圆滚滚的小胖墩，怪异道。他见过太多初期修士的元婴，但从未见过这么大这么胖的。滚！叶不凡摸了摸屁股，大怒道。一股威压释放，像是大山一样重重压在朱雀身上，压得其骨骼都嘎吱作响。你这果然不对劲！红毛鸟吓了一跳，赶忙退开。这法力波动不亚于元婴初期巅峰，威压更甚。他有些明白了，之所以胖，那是因为金丹挤压的底蕴太厚太强，远远超出了标准，所以导致破壳后元婴体型远比同级别大，跑出来也根本不惧溃散掉。替我提防着点儿。叶不凡回了一句，转身进入肉身小腹的丹田内，重新盘坐在5道虚丹中心，小脸凝重，双手掐诀，运转5色结阴法中的5色秘术。顿时元婴散发光芒，笼罩5颗虚丹，虚丹咔嚓破碎，从其中孵化出5个小婴儿，长相和叶不凡一模一样。融！叶不凡双手一合，火灵婴走来，与本尊元婴重叠，融为一体。没什么难度，火属性也是阳煞中的一部分，红色更加鲜艳，仿佛要滴血一般。随后金灵婴走来，重叠，2种灵婴瞬间冲突，元婴不稳，但很快在副作用逆转下，这种冲突消弭于无形。红色元婴闪着金光，2色元婴木灵婴、土灵婴相继重叠，气息暴涨。本就肥胖的婴儿再次壮大了2-3圈，威压已然超越了元婴初期。最后一色，叶不凡深吸口气，水灵婴与本尊元婴交融，元婴身上5色光华流转，目光湛湛，气势惊天。无论是法力强度还是浓厚程度，已然堪比中期，神识更是暴涨，达到中期的水准。5色元婴成，灵气漩涡以洞府为中心，向八荒辐射，逐渐覆盖整个皇宫，覆盖燕都，形成恐怖的风暴，笼罩方圆万里。灵气如瀑，倒灌入元婴体内，元婴愈发的凝实。轰隆！同时，皇宫上空黑云密布，迅速扩张。大燕国万里江山仿佛黑幕遮天，天威浩荡，让燕都无数修士震颤恐惧。5色元婴，前无古人，你真是逆了天了！红毛鸟惊骇欲绝，赶忙吐出大量雾气，将叶不凡的气息以及5色元婴遮掩。天劫，他掩盖不住，只能掩盖气息。5色元婴事关重大，若是被察觉到，整个南红域都要翻天覆地。那些老不死的化神天君绝对会赶来一探究竟。皇宫大内，
燕帝迅速从御书房走出，遥望一望无际的天劫，心头震颤。寻常元婴渡劫不过数千里，这万里得多强？这家伙到底结的什么印？七王也是赶来，难以置信，太夸张了！万里天劫，即便是古籍上也没有相关记载。他猛地看向燕帝，目中满是羡慕和嫉妒，心中悔恨交加。那宁后不但成功，且元婴极度不凡，疑似四色元婴。四色即便是在三大超级势力内，也是大妖孽。整个南红域不超过双手之数，其中一半是化神天君。早知如此，他应提前将这个名额夺过来。好，时也命也。燕帝却是大笑，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老皇帝，脸上浮现兴奋和激动。他紧张无比地盯着天劫，希望他渡劫成功。现在这种情况根本没办法动手，否则引火烧身，死得比任何人都要惨。念及至此，两大真君收敛气息，免得被天劫波及。不仅两人，皇陵中也有神识探来，窥视天劫中心的那座山岳。与此同时，燕都沸腾，上亿修士抬头看去，心惊肉跳。1个月而已，又有人渡劫了，这天劫是不是有点太大了？难不成是传说中的四色元婴？平阳侯、镇远侯等众多金丹从酒楼中走出，眺望燕都上空的黑云，头皮发麻。天劫越大，代表潜力越恐怖，威力也越强。至于五色，没想过，历史上也没有，四色他们也只是听过而已。张老三匆匆接应，反而成功率高。淮安侯有些嫉妒，酸溜溜地想着。旁边楚亲王的女儿周宣则是瞪大了美目，快速奔向亲王府。黄杨山最顶层的洞府内，10几位元婴真君结束会议，从洞府内走出，目光灼灼地望向天劫。天底下有资格凝聚四色元婴的，又是个散修，唯有天煞真魔宫修炼者这个变态了。陈老怪咧了咧嘴，这种情况根本不用查，猜都能猜到。看来方向没错，他果然在燕都。当初他图谋不是肉身结婴，而是法力结婴，这次能回去交差了。月老怪沉声道：四色元婴吗？10几位元婴中，为首的元婴大修士是位黑衣青年，目光幽深似海，皱眉沉思。他号青阳大真君，师从红衣天君，陪伴天君1000年之久。年幼时曾听起过一些相关秘辛，突破万里天劫的好像只有5色元婴，只是时间太久远，有些记不太清了。他凝眸道：这天劫威力太大，虽说他肉身结婴，防御强，但也有极大的死亡风险。我通知师尊，虽是大修士，但他也不敢插手天劫，一不小心就得灰飞烟灭。他若是失败，我们1年多白找了。陈老怪附和，低声道：天仙，无忧宗不会放任魔龙玉玺回归真魔宗，他们的化神天君可能会干预。魔龙玉玺事关化神之秘，干系太大，无论渡劫成不成功，天劫消散，立即进大燕皇宫。青阳大真君打出一道传讯法诀，冷声道，一步走出，身影瞬间出现在皇宫外。燕国是真魔宗半个附属，每隔100年上供资源，但总体是独立国，他无法干预。皇宫也不是随便外人能进的，地底下那个元婴巨头沉睡多年，比他还要强。他瞥了眼皇城角落中的梦游身影，冷声道：无忧宗的林真君，收起心思，此事不是你有资格插手的。林真君从大梦中醒来，目中一片清明，笑道：青阳大真君，这件事得问我师兄。话落，一道眉清目秀的蓝衣少年走来，仿佛谁家的小厮。他持着一卷手札，看了看青阳大真君，诧异道：你是谁？此人乃是无忧宗3长老神游大真君，修炼无忧经，比鱼的技艺更夸张，有严重缺陷。说完，他翻了翻手里的手札，翻了半天，直至看到一张画像。画像下面有一行小字，那是人物介绍。原来是青阳大真君，关系一般，性格孤僻，道侣老死，2个儿子也死了。蓝衣少年念着介绍，恍然大悟，他露出微笑，拱了拱手：青阳道友你好。陈老怪、岳老怪等人闻言都是无语，这无忧宗的手札都记得什么鬼东西，直戳青阳师兄的心窝子。神游，你最好老实点。青阳大真君仿佛没听见，顿了一会儿，面无表情的警告：你刚才说什么？蓝衣少年脸上白光一闪，露出茫然：你是谁？他低头翻了翻手札，原来是青阳大真君。关系一般，性格孤僻，道侣老死。青阳道友你好。蓝衣少年拱手道。青阳大真君深吸口气，耐住性子警告：跟这种脑子不好的人交流，这是对他的莫大考验。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谁？蓝衣少年脸上浮现白光，茫然道。他低头看了看手札，原来是青阳，关系一般，道侣老死。滚尼玛的！青阳大真君愤怒咆哮。就在这时，
轰隆，一声惊雷炸响，整个燕都修士都骇然看到一道足有10丈粗的雷霆，犹如怒龙，狠狠砸进皇宫。这天劫是不是太变态了？陈老怪勃然变色，林真君等人也是脸色凝重。这威力超出普通天劫太多了，即便是老牌元婴初期也挡不住。而皇宫大内，雷劫劈下，叶不凡瞬间炸开，血肉乱飞。元婴像是被洗礼了一遍，肥胖的体型缩小了一圈，更加凝练，而年龄从刚出生变成了半岁模样，气势更强，比肉身雷劫强大数倍。叶不凡运转泛圣魔功，躯体再生，眨眼重塑肉身。他脸色凝重，眼前一花，再清醒，自身已然出现在霓虹灯下。从天空往下看去，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现代化的建筑与设备不断冲击叶不凡的心神。而关于修炼，另一方世界的记忆不断的消退。心魔劫，叶不凡脸色微变，固守心神。然而记忆就像握不住的沙，无情的拒绝他的挽留，迅速从指缝流走。场景一变，叶不凡身体缩小，回到孩童时代。父亲揪着他的耳朵，指着卷子斥责：“这就是你考的分数，全班倒数第2。你看看你发小小胖，他次次考试第1。”场景再变，年迈的母亲唠唠叨叨，苦口婆心：“儿啊，什么时候成家啊？你看小胖都娶媳妇儿了，生了娃，你哎，赵国、袁国、南红玉、仙堂、燕国、绿萝、颜如玉、楚子雪。”一切记忆彻底消失。叶不凡像是回归凡人，毕业上班，初入社会，意气风发，我命由我不由天。然而机械般的上班下班，被老板痛骂，逐渐消磨了他的棱角，磨灭了少年义气。30多岁，依旧孤家寡人，看着同龄人娶妻生子，眼中只有羡慕，还有对未来的迷茫。40岁，公司裁员，房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躲在卧室里喝闷酒。50多岁，父母故去，他望着空荡荡的房间，内心孤独，透过窗户再看万家灯火，同龄人已然子孙满堂，阖家欢乐。60岁，多年的职场生涯造就一身病痛，躺在病床上，半生积蓄被医院抽走，因无亲无故，无人照料，痛苦不堪。75岁，他被病痛折磨多年，生命走向终点。他回望一生，有遗憾，有不舍，有留恋。他想起了年少时父母的唠叨，想起了校园那道青春烂漫的倩影，记忆像是夜空下划过的流星，最终消失在时空尽头。就此死去也好。叶不凡躺进了棺材，闭上了老眼。不知过去了多久，他猛地睁开双目，散去的心神重新凝聚。大雁皇宫洞府内，叶不凡双眸睁开，绽放神光。我修行118载，历经千难与万险，怎能甘心死去？我要长生！叶不凡大吼，从心魔劫中抽离，一拳砸在袭来的巨大雷劫上。轰隆，肉身被雷霆贯穿，鲜血飘洒，雷霆也随之炸开，化作雷海，覆盖整个洞府。叶不凡满头红发飞舞，眸战冷电，庞大气血将他的肉身重塑，而体内肥胖的元婴再度缩小了一圈，成长到了1岁模样。强大的元婴气息震荡八荒。轰隆，一道道粗大雷霆击落，叶不凡如一叶孤舟，身陷雷霆大海，举起拳头与雷霆交战，与天争锋，状若疯魔。天劫惹火了他。红毛鸟躲在洞府角落，瑟瑟发抖，看向叶不凡，眼中充满了陌生，打心底里恐惧。从认识他开始，就没看到过他暴怒过，而且这战斗力太夸张了，已经堪比元婴中期。他也没闲着，不断吐出大量的雾气，将整个洞府遮掩掉，阻挡一切神识和感知。终于，天劫溃散，洞府已然成为一片废墟，周围大雾茫茫，看不清其中。叶不凡屹立雾中心，深吸口气，机体发光，感觉到生命层次已然蜕变，对世界的感知更清晰，可操纵天地灵气。体内元婴成长到了3岁模样，体型匀称，法力澎湃，神识惊人，已经完全超越了初期，比监老牌元婴中期。118岁，元婴初期。由于寿元早已跃迁，倒是没有增加，不过无所谓，有神龟甲的副作用，增寿几千年，熬死化神天君没问题。现在的实力，只要不是碰见元婴大修士，中期可杀。叶不凡自信澎湃，他单法力就媲美中期，叠加肉身，中期内难寻敌手。而真魔剑阵、金丹都能斩元婴，而今威力更变态。唯一劣势是攻击、速度、防御方面的法力神通一个也没有。他沉吟片刻，盘膝而坐，双手掐诀，神魂阵阵舒爽，体内元婴迅速分裂出一道光团。元婴像是被抽干了，迅速萎靡，但在副作用逆转下，元婴状态猛地大涨，神魂更加坚韧，而后弹出一丝鲜血，将光团包裹，陷入地下。就在这时，呼，一道风声响起，
大雾中一颗微不足道的沙粒散发微光，而后扩大，形成数丈大的黑洞。轰！金灿灿的龙爪猛地抓向叶不凡，其速甚快，肉眼难以捕捉。叶不凡口吐一柄青色飞剑，当的一声惊鸣，飞剑嗡鸣，当场被龙爪拍飞了出去，连阻挡一丝都做不到。嘿嘿，小家伙，刚踏入元婴就别想着跟朕斗了，如你这样的，朕杀了10几个。燕帝从黑洞中走出，目光贪婪，仿佛在看一株无上的大药，激动的都有些颤抖了。4色元婴只要吞了，他的寿元将突破限制，暴涨一大截，甚至有可能摆脱吞阴秘法的桎梏，成为大修士。那沙粒果然是内藏乾坤弱化版的空间节点。叶不凡眉头紧锁，双手高架，轰的一声，龙爪重重砸在双臂上，咔嚓咔嚓，手骨断裂，双足深深插入地底。老燕帝活了太久，施展的神通力量极强，完全碾压元婴初期，他这堪比元婴法宝的肉身也扛不住。燕帝，放我一马如何？吞了我，你能不能延寿不说，真魔宗不会放过你。叶不凡嘴角一血，眸光内敛。放心，这洞府周围早就被布下隐秘大阵，神识难查，吃了你再清理痕迹，谁能发现是我干的？这里被天劫洗礼无数遍，哪怕是红衣天君也不敢时光回溯。老燕帝大笑，脸色陡厉，猛地张嘴，一声龙吟。龙吟震天，化作恐怖的音浪，重重轰击在叶不凡身上。此神通专攻神魂。叶不凡身躯爆出血雾，体内元婴巨震，脑袋仿佛被巨锤砸了一下，双目露出迷茫。老燕帝修为太高，音波神通完全不是初期能挡住的，这是修为神通的碾压。呼！老燕帝露出激动和兴奋，嘴巴张开，越张越大，将整张脸挤压的扭曲，最终化作数丈长的血盆大口，一口将叶不凡吞下。啊！燕帝！叶不凡惊怒惨嚎。咔嚓咔嚓，老燕帝无视惨叫，嘴巴蠕动，大肆咀嚼，血肉被嚼碎，毛骨悚然的骨头碎裂声响起，鲜血从大嘴中滑落，染红了黄金龙袍。他面目形同地狱里的厉鬼，狰狞狂笑。这种吞噬神通，他修行数百年，早就出神入化，磨灭炼化肉身不在话下。忽的，他转头看向远方，来得挺快。老燕帝冷笑，不以为意。从天劫结束到现在，看起来时间长，实际上只过去了3个呼吸。他法力惊天，神通盖世，瞬杀初期，已然轻车熟路。老燕帝枯槁双手掐诀，施展清理法术，将此地2人痕迹抹除得干干净净，随后身影倒退，没入沙粒形成的黑洞中。黑洞迅速缩小，重新化为一粒沙，落在地上，而后陷入地下，消失不见。自此，半点痕迹皆无。唰！安静了不过1个呼吸，从地底下飘出一滴鲜血，鲜血迅速扩张，肉身重塑，而后凝聚成叶不凡的模样。而此时没了朱雀的加持，大雾已经逐渐散去。给我1件衣服。叶不凡面无表情的伸手，红毛鸟浮现而出，吐出1件白色衣衫，羞怒大骂：姑奶奶是女的，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裸奔了？你又不是没见过。叶不凡耸耸肩，穿上白色长衫，喝推。红毛鸟啐了一口，最起码2个大修士，还有特么10几位元婴初中期，他们已经闯进皇宫，姑奶奶先走了。红毛鸟急切传音，而后隐没身形，迅速遁入地下，逃之夭夭。叶不凡眸光微闪，一步跨出，瞬间掀起音爆，朝着远方遁去。他的速度极快，转眼离开洞府范围。没了阵法遮掩，他抬头看去，远方赫然有10几道身影闪烁而来。小友，请留步！青阳大真君眼睛一亮，高声大喝。陈老怪、岳老怪等人见叶不凡的模样，也是激动。1年多，接近2年，任务终于完成。而无忧宗的林真君则是目光晦暗，隐现杀机。诸位，何至于苦苦相追？叶不凡脸色难看，怒吼一声，朝着远方遁逃，2、3步就踏出了皇宫。然而青阳大真君速度更恐怖，一步临近叶不凡身后，威压惊世，压迫的空间都在颤抖。和其一比，林真君之流都显得脆弱的如孩童，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小友，我只是请你去真魔宗。青阳大真君抓向其肩膀，还没等话说完，一声轻笑悠悠响起。望神！一道玄妙波纹荡漾，席卷半个燕兜。青阳大真君的手掌一顿，像是被什么阻隔，而叶不凡的身形也是止住，双目露出迷茫之色。无忧宗的至高宝典无忧经，火紧随其后，一只擎天手指形成，火焰滔滔，仿佛支撑天地的火焰玉柱，轰的一声按在叶不凡肉身上，下方大地都被冲击力贯穿出一道1000丈深渊。元婴肉身在这种恐怖的攻击下，脆弱的就像是纸糊的，瞬间粉碎。
燃烧。元婴大修士出手，一个初期根本没有还手余地。无忧宗，你们该死！啊！叶不凡惊恐交加，挣扎咆哮。然而任凭他如何挣扎，皆是无用功。擎天手直卷起无尽火焰，将他淹没，焚烧成了灰烬。出手狠辣，连一滴血都没有，压根不可能肉身重塑。刚才发生了什么？蓝衣少年持着手札站在废墟上，双目露出迷茫，看了看四周，皱眉不已。直至看到手里的手札记录，这才恍然大悟。他拍了拍脑门，弄死他太快了，忘了他的储物袋应该没被毁掉。